中秋这日，钟永博带兵剿匪凯旋而归，府里上上下下忙得人仰马翻。花荣到后厨再三确定好接风宴的菜品，便要找人去酒窖拿酒。路过花园，被人捂着嘴拽进假山洞里，后腰撞到石头，花荣又疼又怒，本能的抬腿挣扎，脚踝却被握住。对方轻轻一拉，欺近身来，滚烫的唇舌狂风骤雨般落下。花荣吓得不轻，本能的甩了那人一巴掌。那人动作一顿，花荣趁机挣扎，却未能逃脱，对上一张怒意森森的脸。三少爷，怎么是你？认得我就好，我被人算计了，安静点。江云追说完，又低头在花荣脖颈吸吮。花荣被他喷出来的呼吸烫得浑身发颤，磕磕巴巴地说：“府里有大夫，奴婢这就去帮三少爷叫大夫。”江云追没应声，低头扯花荣的腰带，花荣都快哭出来了。三少爷，你别这样，奴婢入府虽然签的死契，但不卖身的。山洞逼仄昏暗，外面不时有人走动，怕被发现，花荣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哭腔，虽然可怜，却也很能勾起人的施虐欲。江云追此刻已经没了神智，嫌花荣太吵，捂了他的嘴，将他压在假山石上。半个时辰后，花荣才到饭厅，他的眼尾红得厉害，眼睫也是润湿的，明显哭过。好在所有人都在忙，并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又过了一会儿，江云追才来到饭厅，他换了深绛红色金银双丝脚卷云暗纹锦衣，玉冠束发，配一条金镶玉的抹额，俊美又金贵，和不久前强压着花荣逞凶的人截然不同。花荣仍是后怕不止，不自觉往门口的方向躲了躲，下一刻便听到钟永博中气十足的怒斥：“又跑哪儿去鬼混了？所有人都在等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钟永博在军中统领千军万马，发起怒来十分可怖。花荣和屋里伺候的下人一起跪下，江云追却一点也不害怕，懒洋洋地说：“有点事耽误了，你们不是都开吃了吗？有什么好生气的？来迟了竟然还敢顶撞！”江云追到底没能吃成接风宴，被钟永博罚去跪祠堂。虽然有些不敬，花荣心里还是暗暗松了口气。一切忙完，夜已经深了，管事却安排他值夜。江云追弄得太狠，花荣走路都疼，后腰也磨破了皮，撑到现在已是不易。花荣抿了抿唇，说：“今晚不该我当值。”管事的瞬间拔高声音：“白日让你去拿酒，你半天不见人影，险些闯下大祸。别说今夜，这个月都是你值夜。”身子还酸着，花荣没法辩驳，只能认罚。提着灯笼去执房，过垂花门的时候，冷不丁看到门后坐了个人，光线太暗，看不真切面容。花荣凑近了些，对方忽的仙眸看来，那双眸子折射着烛火的光亮，竟是十分的冷锐犀利。花荣头皮发麻，手里的灯笼吓得掉落在地，烛火颤巍巍的熄灭。黑暗给了花荣勇气，他转身想逃，江云追的声音传来：“跑什么？是我。第二章，不是要量尺寸？夜深了，三少爷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花荣捡起灯笼重新点燃，江云追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你没听到他今日让我跪祠堂？他浑身都是反骨，连爹也不叫了。”花荣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沉默片刻问：“那大老爷允许少爷回去了吗？”话一出口，气氛立刻冷下来。江云追气得笑出声：“我偷跑出来的，怎么？你要去告状，让我回祠堂继续跪着？”白日被那样对待，花荣其实有些怕江云追，他连忙摇头，恭敬道：“请三少爷稍等一下，奴婢这就去叫人。”这里离执行院不远，花荣很快叫来小厮，亲眼看到江云追被扶着进院，花荣才离开。走出没多远，院里小厮追出来：“这是赏你的。”小厮递过来几颗银豆子。花荣在管事那里没得过什么赏，见小厮出手这么豪阔，便以为是江云追用来打发自己的。他虽说了自己不卖身，到底还是抵抗不过，做了江云追的解药。他若真的贞烈，就该一头撞死在那假山石上。他没有这么做，那就只值这点价。一个继子养大的丫鬟，难道还想爬主子的床，要个什么名分？僵持片刻，花荣伸手接了那几颗银豆子，哑声道：“劳烦帮奴婢谢三少爷赏。”这次剿匪轰动朝野，宫里的赏赐流水般送进府来，到府上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主子们忙着待客，下人更不能闲着。花荣刚沏了茶送到偏厅，又被叫去给各院送布匹。接下来的应酬多，各院都添了份例，要多置办些衣裳行头。江云追虽受了罚，分到执行院的布匹却是最多最好的。花荣把布匹交给执行院的小厮，温声道：“劳烦量好尺寸以后，告诉奴婢一声，奴婢花荣在内务处当值。”说完准备离开，转身却撞进一个硬实的胸膛，熟悉的沉香味道涌入鼻尖，花荣脑中警铃大作，想要后退，却因为太过慌乱绊到自己，眼看要摔倒，一只手环至腰间，帮他稳住身形。奴婢有眼无珠，没看到三少爷在此，求三少爷恕罪。布匹太多，视线被挡，他根本不知道江云追是什么时候站到他身后的。他的脑袋垂得很低，一小节脖梗从领口支出来，白生生的，很细，暖玉似的。
江云追扫了一眼，淡淡道：“进来。”语调很平，却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进了屋，江云追脱下外衫搭在架子上，偏头却见花荣低垂着脑袋站在门边，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下一刻就要夺门而逃。过来，奴婢知错，听凭三少爷责罚。花荣说着跪下去，脑袋仍是低垂着的，既不让他看到他的表情，也不与他对视，古板且寡淡，和哭着求他快一点的模样截然不同。江云追的唇角压下去，面色冷沉了些。同样的话，我不喜欢说2遍。威压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他到底没有胆子和他作对，乖乖走到他面前。江云追摊开双臂，见花荣僵在那里一动不动，挑眉问：“不是要量尺寸？”第3章可以用手量。奴婢不在院里伺候，不敢见远。拿了银豆子，花荣便以为再也不会和江云追有什么交集。这会儿江云追的态度却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我让你量的不算见远，可是奴婢没带软尺，真麻烦。江云追眉头微拧，他向来不是个有耐心的人，但看见花荣明明很害怕，还一本正经装不熟的样子，压着脾气问：“东西放哪儿的？我派人去拿。”不用。他派人去取软尺，不是一下子就闹得人尽皆知了吗？花荣急急地说：“用手也能量。”江云追眉梢微扬，多了2分得意的狡黠。用手也能量，原来他刚刚说那么多，真的是为了不与他有接触。花荣喉咙发紧，怕说多错多，咬牙上前，用手环住江云追的腰，一寸寸量他的身。今日江云追穿了一身不那么扎眼的石青色锦衣，刺金发带束发，没有带抹额，少了金贵，多了随意洒脱。钟永博一生戎马，大少爷和2少爷皆自幼习武，早早的就入校尉营历练。江云追却与他们不同，成日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纨绔。然而衣襟之下，他的身体并不孱弱，肩背算得上挺阔，腰腹更是隐隐可以摸到肌肉线条，积蓄着力量。花荣指到他的下巴，距离近了便觉压迫，迅速量完尺寸，退开后，花荣才敢呼吸，一身冷汗淋漓，后腰磨破的地方疼得厉害。江云追倒也没再为难，随手丢了一枚白玉佩给他，量得不错，玉色极好，残留着他的体温，触手温软，对花荣来说却是烫手山芋。花荣把玉佩递回去：“这太贵重了，少爷能不能赏奴婢一些银豆子？”“怎么，本少爷赏东西还要看你喜不喜欢？”“奴婢不敢。”趁着夜里无人，花荣把江云追给的玉佩埋在了垂花门后的那棵桂花树下。这样贵重的东西要找门路才能送进当铺换成现银，花荣出府的机会不多，不知道去哪儿找门路，留在身上万一被人发现，只有死路一条。思来想去，只有埋起来安全些。没有工具，花荣用手挖的坑，好几根指头都被磨出了血。第2日，花荣被传到大夫人住的沁兰院。大夫人殷氏是钟永伯府的当家主母，也是江云追的母亲。花荣入府10载，只远远的见过她几次。突然被传召，花荣第一反应就是东窗事发了。昨夜下了雨，许是他挖的坑不够深，那枚玉佩被冲出来叫人发现，又许是那日在假山后，他不小心泄出声音被人听见。忐忑了一路，来到沁兰院，江云追刚陪殷氏用过早膳，引路的嬷嬷让花荣先在门外候着。殷氏温和的声音传来：“你这胳膊什么时候挠伤的？怎么也不说一声？”话里除了关切，还2分试探。花荣手心有些出汗。那日他抓伤江云追了吗？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江云追淡淡道：“不小心被猫挠了一下，没什么好说的。”殷氏是过来人，哪里认不出这伤是怎么来的，不赞同道：“我知道你向来没什么架子，但也不能纵得院子里的人没了规矩。我知道分寸。”第4章可识得此物。殷氏准备办一场赏花宴，让江云追也请些朋友到府里玩。刚说完就被江云追拒绝：“我没有爱赏花的朋友。”殷氏横了他一眼：“我不是真的让你看花，这次来赏花的都是家世优渥、品貌出众的姑娘，你挑个合眼缘的，我好让人去提亲。”他已习惯，还整日这般不着调，殷氏委实不放心。江云追并不上心，漫不经心地说：“你觉得好就好。”这是什么话？是你要娶妻，自然要挑个你喜欢的。这话不知哪里惹了江云追不快，他噌的一下站起身，冷冷道：“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照着挑就是了。”说完大步离开。屋里陷入死寂，好半晌，殷氏才再度开口：“人带来了吗？”花荣忙进屋，跪下行礼：“奴婢花荣见过大夫人。”抬起头来，花荣顺从抬头，入目的是一位40出头的美妇人。她穿一身缕金百蝶穿花石青长裙，满头珠翠琳琅，贵气逼人，眼角虽已生了皱纹，却仍是风韵斐然。花荣不敢多看，殷氏却将她从头到脚都打量了一遍，心里有些诧异。一个干杂活的粗使丫鬟，模样生得未免太好了些。打量完，殷氏拿出一方帕子问花荣：“你可识得此物？”那是一方靛蓝帕子，帕子一角绣着一朵兰花，针脚细密，栩栩如生。帕子是他绣的，但他自己用的都是素帕，
没有绣任何图案。那日在假山后，他也并未遗失什么东西。花荣思绪有些乱，不敢轻易作答。旁边的婆子厉声喝道：“主子问你话呢，哑巴了！”回夫人，这方帕子是奴婢为府里的兰花姐姐绣的，兰花姐姐不肯白拿奴婢的东西，给了奴婢3文钱。花荣俯身磕了个头，声音发着抖，听着胆子就很小。府里有规定，不许下人偷偷从外面接私活挣钱，但区3文钱还不至于殷氏大动干戈。殷氏收起帕子说：“你的绣活做得不错，以后不必做其他杂活，去绣房当值吧。”花荣原以为自己会被处死，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愣了几息，方才回过神来，磕头谢恩。管事的早就得了消息，见花荣回去收拾东西，讥讽出声：“我就说让你拿酒，怎么不见人影？原是另谋高就了。你别以为自己会绣东西就能得主子赏识，就你那出身，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你这辈子都只能被人踩在脚下。”花荣并不还嘴，只闷头收拾东西。这2年，花荣越长越漂亮，管事的原想给她穿小鞋，逼她主动现身。她去了绣房做事，下手就困难多了。管事的不甘心，琢磨了一会儿说：“你虽然去了绣房，但这大半个月的工钱还记在内务处，下个月记得自己来领。”好，绣娘靠手艺吃饭，地位比个院的一等丫鬟还要高，每人都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不过花荣是突然加入的，只得了一间满是灰尘的废弃屋子，一直忙活到深夜，花荣才把屋子打扫出来。其他人早就睡下，花荣不好把人吵醒要枕头被子，正想枕着包袱将就一夜，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江云追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这种地方你也住得下去？第5章，让我检查一下。三少爷，你怎么来了？花荣一下子蹦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江云追有些无语，他又不是瘟神，怎么每次这只兔子见到他都要吓成这样？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倒水？花荣眨巴眨巴眼睛，无辜地说：“没有。”别说茶水，屋里连把椅子都没有。花荣没有留客的意思，满脸都是期盼，盼着江云追马上走。江云追不是委屈自己的主，在府里更是众星拱月，从未受过这样的慢待。但看到花荣这副模样，他的反骨上来，不仅不走，还一屁股坐到花荣打算用来当枕头的包袱上，理直气壮的命令再去打盆水来。花荣本想撒谎说打不到水，冷不丁看到江云追右手被破了皮，正涓涓的往外流血，到嘴边的话只能咽下。清理的时候，花荣发现江云追的伤口里还扎着不少不屑，忍不住说：“这伤有些严重，三少爷要不还是找大夫看看吧。”花荣只会干杂活，对医术一窍不通，怕处理不好害他伤势加重。不去，要是闹大了，又要去跟那堆木头大眼瞪小眼，没意思。江云追说完，丢了一瓶外伤药过来。花荣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跟木头大眼瞪小眼是被罚跪祠堂。他讷讷的点头，不再多话，帮江云追上好药，缠上布条。药还剩很多，花荣把瓶子还回去，江云追没接，说：“你自己留着用吧，谢三少爷赏。可是奴婢在绣房没什么需要用这药的机会。”假山后那件事给花荣留下的阴影很深，花荣不想跟江云追有太多牵扯，更不想要他的东西。江云追眉梢微扬，觑着花荣问：“腰上的伤这么快就好了？”那日他神志不清，所有行为皆出于本能，丝毫没有顾及他。清醒后才发现，除了地上的血迹，假山石上还有一大片血，他应该伤得不轻。花荣的脸疼得一下烧起来，连药瓶都跟着变得烫手，强撑着说：“奴婢已经好了，三少爷放心，奴婢会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请三少爷。”烛火燃到尽头熄灭，清凉的月光透过窗户映了满室。月光下，花荣面红如桃花，眸子慌乱地飘忽着，有些可怜，又有几分不自知的媚。江云追根本没听他后面说了什么，上前一步，玩味地问：“怎么好得这样快？让我检查看看。”小兔子的眼睛陡然瞪大，连瞳孔都在发颤。约莫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无耻的话，但到底胆子小，敢怒却不敢言，只能改口说：“还没有完全好，那奴婢就谢三少爷赏了。”真怂！江云追憋着笑说：“本少爷也不能白赏你，作为回报，这几日你都要帮本少爷上药。”花荣立刻蹙眉，表情颇为苦恼。江云追压了压唇角，问：“怎么，你不愿意？”他拔高了声音，花荣怕把人招来，立刻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奴婢愿意，求三少爷小点声。”出了房间，江云追的唇角上扬，突然觉得养只兔子在身边也挺好玩的。第6章，药怎么没用？天亮后，花荣找绣房的主事云娘要了床和被子，收拾完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便听到云娘吩咐：“执心院的月貌姑娘生了三少爷的通房，你去给她量尺寸，做2身衣裳。”消息来得突然，花荣忍不住诧异：江云追既然有通房丫鬟，为什么还要缠着他？云娘以为他不愿意去，板着脸说：“这里是靠本事吃饭的，你既得了大夫人赏识，也该拿出本事让我们看看。”奴婢明白。花荣拿着软尺去了执心院。江云追不在，花荣暗暗松了口气。
月貌是执行院的大丫鬟，也是因事特意放到江云追身边的。她生着鹅蛋脸，眉眼温婉，这一身湖绿色荷叶边衣裙透着淡淡的书卷气，和花荣之前见到的粗使丫鬟大不相同。花荣到时，月貌更与2个丫鬟坐在一起打流子。听花荣表明来意，月貌好奇地问：绣房一直都只有6位绣娘，我怎么不曾听说新招了人？江云追不拘小节，院里的大小事务几乎都是月貌做决定，久而久之，他身上便自带了威压。花荣低着脑袋恭敬回答：府里未曾新招人，只是大夫人无意中瞧见奴婢绣的帕子，觉得奴婢的绣活不错，特别开恩让奴婢到绣房当值。听花荣提到殷事，月貌脸上多了2分笑，语气也柔和下来，连大夫人都觉得你的绣活好，那应该是真的好。月貌说着起身，和花荣一起回屋量尺寸。花荣怕会碰到江云追，量得很快，但他的运气委实不好，量完还没来得及把软尺收起来，江云追就回来了。花荣是背对着门站的，月貌先看到江云追，立刻越过花荣走到门口，热切道：少爷，你回来了。江云追没理月貌，见花荣手里拿着软尺，似笑非笑地问：又来量尺寸？这话一出，气氛变得微妙。花荣强装镇定，收好软尺，回三少爷，奴婢是奉大夫人的命来为月貌姑娘量体裁衣的。月貌脸上已经没了笑意，她狐疑地盯着花荣：你之前还来院里给谁量过尺寸？之前花荣还不是绣娘，她给江云追量尺寸是不合规矩的。花荣心跳加快，不知该如何回答。笨兔子，一点也不经斗。江云追叹了口气，悠悠道：我让他量的，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一直在江云追身边伺候，月貌立刻听出了江云追话里的维护之意。月貌有些被惊到，却不敢继续探究，连忙认错：奴婢僭越，请主子恕罪。月貌被江云追支出去泡茶，屋里安静下来，花荣越发紧张，鼓足勇气说：绣房还有很多活要做，三少爷如果没什么吩咐的话，奴婢就先回去了。花荣说完要走，被江云追抓住胳膊拽回来，他低头凑到他脖颈处嗅了嗅，问：给你的药怎么没用？距离太近，花荣整个人都被他的气息包裹，浑身汗毛倒竖，脸也不受控制的红起来，强自镇定地说：昨晚太累了，奴婢一会儿回去就用。话音刚落，粉腮被叼住，惶恐不安的眸子瞬间浮起水光，又兽般细软的呜咽不可自抑地溢出。第7章，请三少爷自重。花荣回绣房向芸娘回话，芸娘见他右边脸红得厉害，眼眶也有些肿，问：你挨打了？江云追咬那一口没太用力，花荣脸上没有留下牙印，之所以这么红，是他自己在回来的路上擦得太狠了。眼睫颤了颤，花荣不敢看芸娘的眼睛，闷声否认：没有，被蚊子咬了一口。芸娘没再多问，从库房里挑了2匹素雅不出挑的料子，让花荣用来给月貌做衣裳。回屋后，花荣按照尺寸把料子裁了，开始缝制。晚上不用赶工，花荣打了些热水到绣房的浴室沐浴，热水带走疲乏，也带走一些不好的回忆。花荣的心情好了些，回屋的时候唇角都是带着笑的，只是一推门看到江云追坐在自己床上，笑容顿时僵住。他忘了这人说过要来上药。花荣敛了笑，解开布条帮江云追换药。刚沐浴完，他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面颊被热气蒸得粉嫩发红，整个人都艳丽起来。江云追看得有些心痒痒，捉住他一缕湿发把玩，好奇地问：你往身上涂的什么？好香。江云追恣意妄为惯了，并不觉得自己这话说的轻浮放浪。花荣抿了抿唇，压下不满说：就是普通的皂豆，没有别的。是吗？江云追觉得不像，花荣身上不只有皂角清香，还有一股甜软的香气，不像脂粉味，更不像香料味道。江云追有些上瘾，还想再闻闻仔细分辨一下。花荣猛然站起身，绷着小脸说：请三少爷自重。两人在假山后都那样深入的接触过了，还谈什么自重？江云追挑眉，觉得花荣是在故作矜持，下一刻却听到花荣说：奴婢已经有心仪的人了，那日在假山后的事并非奴婢所愿，但是已至此，奴婢会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请三少爷日后莫要再纠缠奴婢。花荣绞着双手，指节发白，明显紧张的不行，眼底却攒着怒火。江云追愣了一下，而后反应过来，难怪这兔子每次见到他都这么慌张，原来是把他当成了欺凌弱小的恶霸。以他的相貌和身份，还需要强迫一个丫鬟委身自己？以你消散。江云追的表情冷了下来，他逆着花荣嗤笑出声：不过就是给了你一盒药，还真以为本少爷看上你了？江云追的语气很是嘲讽。花荣脸上火辣辣的，他知道自己出身低微，和江云追有着云泥之别，江云追绝不可能喜欢他，所以他不想成为他一时兴起的玩物。花荣没有辩解，江云追又说：那枚玉佩值不少钱，就算是买揽月阁的花魁，一夜也绰绰有余。你最好像你今日说的这样守口如瓶，不然……威胁意味十足。花荣连忙跪下，恳切道：请三少爷放心，奴婢绝对不会给三少爷惹麻烦的。跪得真快。江云追盯着花荣的脑袋看了半晌，唇间溢出一声冷笑，大步离开。
不过是一只吃里扒外的兔子，不要也罢。第8章，只有今晚有空。江云追被气得离开，花荣后怕不止，做了一夜的噩梦，梦到他又在昏暗的山洞被狠狠欺压，然后被路过的管事当场抓获。大夫人怒不可遏，一声令下将他沉塘。濒死之际，砰砰的敲门声传来，花荣惊醒，从噩梦中抽离，大口大口的喘气。敲门声还在继续，花荣忙穿上衣服去开门。都什么时辰了，你才刚起？天光早已大亮，芸娘敲了半天门，语气很不好，但见花荣面色苍白，眼窝一片青黑，一脸的失魂落魄，满腹责问化作诧异：你昨晚干什么去了？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恐怖的窒息感还在胸口萦绕不散。花荣的手脚一片冰凉，哑声说：奴婢昨晚打热水沐浴，忘记把头发擦干，可能有点贪凉。做事怎么这么不仔细？芸娘有些不满，但眼下有事也没揪着不放，直到过些时日，大夫人要请一些世家贵女到府里赏花，你把手头的活放一放，先做些团扇出来做伴手礼。芸娘说完便要走，花荣连忙问：夫人可有给绣样？芸娘白了花荣一眼：绣样都要夫人给，还要我们做什么？没有绣样，便是要自己别出心裁。花荣洗漱完便有了主意，提上篮筐去花园摘花。既是赏花宴，那将各式的花折下来晒干绣在团扇上，既能应景，又能让每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殷氏是爱花之人，重金请了花匠打理花园，即便入了秋，花园里也是花团锦簇，没有半分萧索颓靡。花荣摘了满满一篮花，回去的路上却碰到了管事高海山。看到满园的花，花荣的心情好了不少，气色也好起来。高海山这几日都没见到花荣，突然见到，只觉得他的人比这一篮子花要娇艳多了，不由得心痒难耐。他拦住花荣的去路，目光隐晦的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嘴上一本正经的说：你的月钱已经算出来了，不必等到月底，今晚就可以来找我拿。高海山的眼神让花荣浑身都不舒服，他抓紧手里的花篮，低声说：晚上不方便，奴婢还是白日来拿吧。高海山拔高声音，不耐烦地说：我只有今晚有空，你要是不来就别要了。粗使丫鬟的月钱很少，花荣的钱都用来给三娘抓药了，要是不拿到这钱，药就得断。想到三娘病发时痛苦不堪的样子，花荣只能点头说：好，奴婢今晚来拿。高海山知道花荣不会拒绝，有些得意忘形，伸手想捏捏花荣的脸颊，一道冷沉的声音响起：高管事。回头，江云追倚柱而立，一袭姿色劲装干练利落，唇角噙着笑，笑意却不达眼底。高海山连忙收回手，恭敬地看向江云追：三少爷，您怎么在这里？可是有事吩咐？朋友送了我一匹马，已经在马厩了，你安排个人好好喂养，别给我养废了。是，三少爷的马自然要精心饲养，这种小事三少爷派个人知会一声就是，何必亲自跑一趟？高海山跟在江云追身边拍马屁，从头到尾，江云追连余光都没分给花荣一点。花荣松了口气，看来三少爷之前都只是在试探他是否有不轨之心。第9章，投怀送抱。晚饭后，花荣跟芸娘说要去找高海山拿月钱。芸娘眉头微拧，狐疑地问：怎么白日不给，偏偏要晚上去拿？花荣如实回答：高管事说他只有今晚有空，奴婢也没法子。其实也有法子的。花荣现在归芸娘管，芸娘若愿意为他出头，大可让账房把月钱拨到绣房，不过高海山的手。但高海山毕竟是花荣之前的管事，又长着各处的杂物，芸娘没必要为了花荣得罪他。高海山是管事，也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今晚他心情不错，弄了2盘下酒菜，还搞了个炉子煮酒。花荣一进屋就闻到了满屋的酒味。来啦！高海山偏头看向花荣，见他还穿着白日的衣服，惋惜地问：今天你摘了那么多花，怎么不在头上戴一朵？她长得好看，戴上那花一定更漂亮。奴婢是来拿月钱的。见花荣站在门口，很是警惕。高海山拿出1罐铜钱放到桌上，沉着脸说：钱都在这儿，清点完签字画押，怎么还要我给你送过来？高海山的态度变得强硬，花荣的底气就没有那么足了，防备也弱了下去。僵持片刻，还是走了过去。数出来的铜板多了10个，花荣要把那10个铜板拿出来，高海山一把按住他的手，笑眯了眼：这都是你的钱，干什么往外拿？高海山也是从粗使下人爬上管事之位的，一双手苍老又粗糙，像是晒干后的树根，被他碰到肌肤，花荣本能的感到恶心。他想抽出手，高海山却不肯放，还变本加厉搂住他的腰。花荣顿时有些慌，大声喝道：高管事，你要做什么？高海山大花荣10多岁，一把年纪都快能当他爹了。花荣只以为他喜欢仗着权势欺压自己，直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他竟然对自己存着那样龌龊的心思，胃里翻涌的厉害。花荣看着高海山近在咫尺的脸，几乎要吐出来。高海山却是温香软玉入怀，心神荡漾的不行。他咧着一口黄牙笑道：周围的人都被我支走了，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而且
只要你跟了我，不只可以领绣房的月钱，每月还可以在内务处多领一份钱，以后也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了。高海山管不了花荣的调动，要多给他一份月钱却不是什么难事。他自认这条件已经足够丰厚，撅着一张老嘴就要去亲花荣。花荣被他箍着腰挣脱不开，慌乱中看到桌上小炉子的酒已经咕噜噜煮开，用尽全身力气撞过去，小炉子被撞翻，煮开的酒和炉子里的炭火倾倒出来。高海山被烫出杀猪般的惨叫，花荣的手也被烫伤，但他顾不上疼，狠踹了高海山一脚，逃出屋子。然而没跑多远，就撞进一个硬实的胸膛，腰肢也被揽住。陌生清冷的气息涌入鼻尖，花荣本能的害怕，还没来得及推开对方，便听到江云追戏谑的声音：大哥今年的桃花运很旺啊，走在家里都有人投怀送抱了。第10章，当面招惹。奴婢不是有意冲撞的，求大少爷、三少爷恕罪。花荣慌乱的退后，跪下认错。大少爷江云飞的忠勇博真传，14岁便入校尉营历练，也有统帅兵马的能力。两人的容貌虽然有3分相似，但江云飞素来不苟言笑，气质冷肃，和江云追的纨绔不羁截然不同。江云飞揽花荣腰肢那一下，让江云追颇为不爽。他故意抬杠：不是有意的，那你好端端的跑什么？难不成是后面有鬼？话音刚落，两个杂役就气势汹汹的冲了过来。花荣怕被抓回去，下意识的觉得江云追不会帮自己，便伸手抓住了江云飞的衣摆，低声哀求：求大少爷救救奴婢。他的语气无助又害怕，伸出去的那只手满是燎泡，都是被刚刚那壶酒烫的。江云追的眸子眯了起来，2天不见，这只兔子的胆子大了不少啊，都敢当着他的面招惹他亲大哥了。高海山也被烫得不轻，一瘸一拐的跟在后面，见江云飞和江云追在这里，忙压下怒火行礼。江云飞上前一步，把花荣挡在身后，冷声问：发生何事？为何要在府里喧哗？高海山又痛又气，没想到花荣竟然踩了狗屎运，撞上了江云飞和江云追。大少爷可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眼里揉不得沙子，这事得小心处置才行。启禀2位少爷，这个婢子前几日刚从内务处调到绣房当值，今夜小人给他结算之前在内务处当值的月钱，多出了10个铜板给他，被发现后他不仅不肯归还，还打伤小人，实在是太恶劣了。高海山说着，撸起袖子展示自己手臂上的烫伤。花荣大声反驳：奴婢没有，是高管事以结月钱为由，把奴婢引到房中，意欲强占奴婢的身子，若非奴婢拼命反抗，只怕已经被他得手了。花荣的反抗已经惹恼了高海山，见他还敢把事情捅破，眼底闪过狠厉，大声嚷道：2位少爷，你们可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继子养大的，当初要不是老夫人看他可怜，根本不可能让他进府，小人都这把年纪了，怎么可能跟他这样的狐妹子搅和在一起啊？高海山揪着花荣的出身，一个劲儿的往他身上泼脏水，另外2个杂役也信誓旦旦的作证说被花荣勾引过。花荣气得浑身发抖，怒声喝道：你们撒谎，我没有做过这些事。高海山恶声恶气的反驳：我撒谎？那你为什么不白日来领月钱，非要等到晚上来？不就是想利用美色让我多给你一些钱吗？那2个杂役立刻作证说是花荣要求晚上来找高海山的。花荣浑身发凉，慌乱之后猛然抬头看向江云追。白日高海山和他说话的时候碰到江云追了，他有没有可能听到高海山当时说了什么？如果他能出面作证，那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花荣眼底不觉带了期盼，只是他的手还抓着江云飞的衣摆，江云追一点也不心疼，轻声笑道：你看本少爷做什么？有我大哥为你做主，难道还不够？第11章，值得本少爷在意吗？三少爷，白日你来叫高管事找人喂马，可有听到高管事与奴婢说过什么？花荣问得小心翼翼，抓着江云飞衣摆的手也收了回来。高海山听到这话，脸色顿变，若是江云追为花荣作证，那他就惹上大麻烦了，心里很慌。高海山不敢表现出来，只偷偷用余光打量江云追。江云追并未正面回答，似笑非笑：你们说了什么？值得本少爷在意吗？花荣喉咙发梗，说不出话来。是他自己要划清界限的，江云追没有理由帮他。高海山听到这话，顿时有了底气，正想加重花荣的罪名，忽听得江云飞说：中秋才过，还不到发月钱的时候，为何要在今晚结算月钱？高海山没想到江云飞还记得府里发月钱的日子，顿了一下，指着花荣说：是他非要今晚拿到月钱，不然就又哭又闹，诬陷小人昧他的月钱，小人是没有办法。江云飞在军中磨练已久，观察力远比常人厉害，他将高海山所有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冷声质问：他一个人你都没办法，那要是其他人也跟着闹起来，这个家岂不是就乱套了？办事能力被质疑，高海山心里打了个突，还没想好要如何解释，又听到江云飞对那2个杂役说：一个弱女子都能从你们眼皮子底下抢东西伤人，看来留你们在府上也没什么用了，现在就去账房结账走人。高海山这些年给了2人不少好处，2人才会帮着他压榨下面的人，
听到江云飞的话，忙跪下求饶，道出真相，指认高海山。江云飞并不意外，召来护院，厉声命令，先打30大板，再让管家好好查查他这些年私下里都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光是30大板就能要高海山半条命。花荣被江云飞的气势吓到，磕磕巴巴地说：“大少爷，奴婢不是故意要多拿那10文钱的，是高管事要强迫奴婢一时慌乱才拿着钱逃跑的。”花荣说着要把那罐铜钱拿出来，碰到手上的炮，顿时腾出冷汗，但他没吭声，只皱紧了眉头。江云飞见状缓和了语气：“我知道钱不是你拿的，退下吧。”花荣一愣，连忙磕头谢恩。等花荣离开，江云飞问江云追：“三弟今晚故意拉我来这里谈心，就是为了帮这个丫鬟的忙？大哥，你想象力这么丰富，不该带兵打仗，应该去写话本子。”江云追毫不犹豫地否认，还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江云飞了解自家弟弟的脾性，对自己的判断也很有自信，好心提醒：“母亲刚为你纳了痛房，不日还要举办赏花宴为你议亲，你与方才那丫鬟最好不要有过多接触。方才高海山说那丫鬟是继子养大的，母亲绝不会让这样的人待在三弟身边。”江云追现在一身反骨，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话，满不在意地说：“方才英雄救美的是大哥，他要缠也该缠上大哥吧。”第12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有药，花荣痛得一夜没睡。芸娘发现后很生气，花荣再三保证不会耽误干活，才没被赶出绣房。舍不得买烫伤药，花荣问了个土方子，托人带些柏树枝和香油回来。赏花宴这日府里热闹非凡，宴席持续到傍晚才散。结束后，殷氏立刻问江云追有没有心仪的姑娘。江云追往嘴里丢了粒油酥花生，不客气地说：“没一个能入眼的，丑。娶妻当娶贤，容貌是其次，品性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永安侯府的2姑娘，还有晋安侯府的3姑娘都还不错。你都有喜欢的了，还问我做什么？”江云追冷嗤一声，起身离开。走到院门口时，正好听到殷氏房里的张嬷嬷与绣房的芸娘说话。这次的团扇很得这些小姐的喜欢，是谁想到把干花绣到团扇上的？夫人有赏。芸娘欢喜道：“是奴婢突然想到的，还担心夫人会不喜欢呢。府里给的月钱已经够多了，哪能再要夫人的赏？”江云追步子一顿，突然想起那日花荣被高海山堵住时，手里提着一篮子花，这个主意不应该是他想出来的。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江云追并未上前探究，仍是大步离开。他忙得很，哪有功夫管这种闲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夜里江云追梦到了花荣，他如那日一样提着一篮子花，却不是被高海山堵住，而是被他堵在幽暗的山洞里。洞内光线昏暗，他放肆得很，偏要他哭。第2日醒来，江云追的脸黑得不像话，月貌进屋伺候他洗漱，柔声提醒：“少爷今日约了永安侯世子去马场玩，这个时辰了还去吗？”“自然要去，我是那种喜欢失约的人吗？”月貌默默给江云追换好衣衫，等人出了门，便开始整理床铺，却在枕头底下发现了那条被揉成一团的底裤。月貌脸色微变，又惊又怕。江云追已习惯，有这方面的需求很正常，但因是以抬月貌做了通房丫鬟，他有需求不找月貌，反而自己憋着。若让别人知道，月貌当如何自处？江云追并不知道月貌在想什么，黑沉着脸出门。然而马车没出多远，一个怯懦柔软的声音便传入耳中：“请问你知道丝线铺该怎么走吗？”见鬼！怎么哪儿都是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江云追以为是幻听，没有理会。过了会儿，却又听到一模一样的问话。太阳穴突突地跳了跳，江云追到底还是掀开车帘。今日阳光正好，因有商队路过，道路有些拥挤，马车行得很慢。马车外，花荣穿着一身蓝白丫鬟衣裙，正笑盈盈地看着一位货郎。他梳着最简单的发髻，身上并无饰品，脸上也没有脂粉，因为胆怯，两颊有些红，像刚开始成熟的桃子，散发着清致的香甜。对着别人倒是笑得很开心。江云追本想放下帘子不理会，却见那货郎趁机拉住了花荣的手，他吓了一跳，却不敢大呼小叫，都快急哭了。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他怎么不咬他？第13章，若本少爷与你放肆呢？花荣是被芸娘派出来采买丝线的，他自迈进府就没出来过，对外面的一切都很陌生，只能边走边找人问路。这个货郎是卖膏药的，见他手上的烫伤未愈，便拉住他的手仔细查看。街上人来人往，花荣本能的挣扎，下一刻耳边炸开一记怒喝：“给我放手！三少爷，你怎么在这儿？”货郎见江云追衣着不俗，松开手解释：“公子别误会，小的是卖药膏的，方才只是想看看这位姑娘手上的伤到底是什么情况，并非要对她做什么。”“对，就是这样。我让你说话了吗？”江云追喝住花荣，狠狠地瞪着那货郎：“你是大夫吗？你会看病？正经大夫都在医馆坐诊，哪里会在街边卖膏药啊？”货郎底气不足，不敢应声。江云追倒也没拿他撒火，转身准备回马车上，
走了2步，见花荣杵在原地没动，沉沉命令：“过来！”奴婢还要去买丝线，我让你过来。花荣到底不敢反抗，乖乖上车。马车是单程的，江云追人高马大，占了大半空间，花荣只能尽量缩成一团，免得碰到他。江云追见花荣都快躲车外面去了，一张脸沉得能滴出水来。之前碰你是个意外，我没有那个老东西强迫人的癖好，你再躲远一点，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下去？江云追是会说到做到的。花荣立刻往里挪了些，小声说：“奴婢知道三少爷不是那样的人，只是奴婢身份低贱，不配与三少爷同乘，不敢放肆。”江云追脱口出：“本少爷与你放肆。”车里的气氛陡然变得诡异，花荣整个人都很茫然。什么叫少爷与他放肆？江云追说完那句话，也觉得自己是被花荣气糊涂了。要不是怕他像个傻子一样一直问路，给钟永伯府丢脸，他才不会让他上车呢。他天生骨头软，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哪里知道什么叫放肆？江云追冷静了些，想到刚刚那个货郎说的话，把花荣藏在袖中的手拉出来。原本光滑白皙的皮肤变得皱巴巴的一片，有的地方甚至还有脓水未干，看着都疼。江云追并未松手，认出这是烫伤。那天晚上被烫伤，你就这么放着，一直没管。花荣不明白江云追的怒气从何而来，被他掌心的温度烫得发颤，小声解释：“奴婢有擦药的，只是怕团扇沾染上气味，只能晚上擦药，所以恢复的有些慢。”江云追表情一滞，那些团扇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三少爷，现在能放开奴婢了吗？虽然知道江云追不会强迫自己，这样的肢体接触还让花荣浑身不自在。江云追松开手，问：“上次给你的玉佩不是值不少钱吗？为什么不买好一点的药？擦了这么久还没好，难道不是假药？”花荣没敢说自己把玉佩埋了，垂着眸说：“玉佩太贵重，不好换成钱，奴婢怕被误会是偷的。”第14章，阿追心里可还装着什么人？江云追带花荣去医馆看了大夫，还买了一盒很贵的祛疤膏。回到马车上，花荣欲言又止，江云追猜到他想说什么，板着脸说：“你既然觉得那玉佩没用，就把玉佩还回来，这盒药膏给你。”花荣不想白拿江云追的东西，这个交易让他安心了些，他的眉头松开，想了想说：“那等奴婢给月貌姑娘送衣服的时候，再把玉佩还给三少爷，行吗？平日他要在绣房干活，没有借口去执心院，真麻烦。”江云追敷衍的哼了一声，算是答应。他已经很迁就这只兔子了，总不能还要他自己去把玉佩拿回来。马车继续往前行驶，花荣怕耽误江云追时间，正想让他在路边把自己放下，马车突然停下，巨大的惯性让花荣一头栽进江云追怀里，江云追也没防备，被花荣撞到肋骨，闷哼了一声。下一刻，马车帘子被挑开，李毅探进头脑，嘴里不满的嘀咕：“我在马场等了一上午，阿追你不来，好歹也派人送个信儿啊！”看清马车里的场景，李毅的声音戛然而止，唰的一下放下帘子退出去。半个时辰后，醉仙楼2楼包间，阿追，你终于开窍了，我早就跟你说了，姑娘家的身子才是这世间最销魂的地方，你要试过才是真正的野马。李毅揽着江云追的肩膀，一脸欣慰，下一句精准踩雷。不过我看那个丫鬟好像不喜欢你啊。李毅想到花荣极力撇清关系的模样，忍不住有些想笑。靠着这张脸到处祸害人的江云追，竟然也有不讨喜的一天。江云追横了李毅一眼，凉凉地说：“她就是个丫鬟，还是被继子养大卖进府里的，有什么资格喜欢我？这出身是很不好。”李毅认同的点头，而后又问：“既然阿追瞧不上，为何还要让他坐你的马车？你要是看上那丫鬟，可以求我把她给你，别跟长舌妇一样到处探听八卦。”两人打小就认识，江云追的语气和表情都已经透出10分的危险。李毅见好就收，切入正题：“昨日赏花宴，伯母对我家二妹妹印象不错，我这个做哥哥的来替她探探底。”提起这事，江云追就郁闷，他拿起酒壶给自己倒酒，闷声道：“我的底你还不清楚吗？有什么好探的？”李毅按住江云追，难得严肃：“正是因为清楚，我才要问问，阿追心里可还装着什么人？”李毅说的不是花荣，一个出身不好的婢子，得宠只是一时的，并不值得放在心上。江云追眸底飞快地闪过一丝痛苦，他不偏不倚地迎上李毅的目光，反问：“你觉得呢？”这便是忘不掉了。李毅叹了口气，惋惜地说：“我还挺想听你叫我一声大舅哥的，但我那二妹妹活泼可爱，我舍不得她受分毫委屈，你还是祸害别人去吧。”李毅抢过江云追手那杯酒喝下，又恢复看好戏的姿态：“我觉得方才那个小丫鬟就挺有意思的，下次出门带她一起出来玩玩呗。”第15章，欲擒故纵。用了江云追给的药，花荣的伤很快好起来。为了快点把玉佩还给江云追，他每日都要熬到深夜，10日不到就做好了2套衣服。第二天一大早，花荣把衣服送去执心院，江云追正在用早膳。花荣怀里揣着那枚玉佩，心跳有些快，看也不敢看江云追，行了礼恭敬道：“月貌姑娘的衣服做好了，
一会儿请姑娘试一下，若有不合身的地方，奴婢也好拿回去改。放这儿就好，奴婢也会些女工，可以自己改，就不劳烦你了。自发现那条被弄脏的里裤，月貌比之前更谦卑低调了。他并未得江云追宠幸，哪有资格拿瞧？花荣本想等月貌去换衣服的时候，把玉佩还给江云追，被月貌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有些慌乱，却听到江云追说：“谁做的就该谁负责到底，你能自己动手，那还养着他们做什么？”月貌没想到江云追会在意这种小事，怔愣之后，心底涌起一丝甜蜜。三少爷这是在维护他吧？他在执行院伺候这么多年，三少爷待他到底有所不同，不然大夫人也不会替他做三少爷的通房丫鬟。月貌谢了恩，欢喜地接过衣服去试。花荣不敢耽误，拿出玉佩，双手还给江云追。江云追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没接。花荣想了想，诚恳道：“方才多谢三少爷替奴婢解围，奴婢日后一定会日日为三少爷祈祷，希望三少爷万事顺遂，健康无忧。”他说的认真，没有一点犹豫不舍。江云追放下筷子，瞥见他好几个指尖都被磨秃，不由皱眉，不满道：“嘴上说着要跟我划清关系，每次来见我却都带着伤，你该不会是故意装可怜，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吧？”花荣没想到会让江云追有这样的误会，连忙跪下：“奴婢不敢跟三少爷玩花样，奴婢不是故意带伤来的，只是之前奴婢怕被人看到这玉佩，便找了地方把它埋起来，昨晚才挖出来的。虽然知道这女人没有胆子嫌弃她，但为什么听起来感觉她才是见不得光的那一个？”得知真相，江云追的眉头没有松开，反而拧得更紧。花荣惴惴，正不知道该如何补救，手上一轻，江云追拿走玉佩，默然道：“起来。”“谢三少爷。”花荣起身退到一边，刚站好，月貌便穿着那套带色新衣服走进屋来。衣服很合身，盖住她肩太宽的缺点，凸显出腰身，比方才瞧着曼妙许多。月貌转了2圈展示衣裙，而后娇羞地问江云追：“少爷觉得好看吗？”方才的维护让月貌有了邀宠的勇气，大夫人已经把她提为通房丫鬟了，她主动些也是应该的。“挺好看的。”江云追说完，把手里的玉佩丢给月貌，问：“喜欢吗？”月貌看得分明，江云追方才根本看都没看他一眼，但这玉佩江云追贴身戴了好些年，猛然得了这样贵重的赏赐，月貌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怪怪的，却也没有多想，欢喜道：“奴婢喜欢，但这是少爷的随身之物。”江云追打断他，淡淡的说：“喜欢就拿着。”第16章，何必觊觎大哥的？做好月貌的衣服，芸娘又分了4套衣服让花荣做。之前花荣赶工作得快，芸娘便要求要在半个月内把这4套衣服都做出来。这时间实在太短了，花荣想让芸娘宽限一些时间。芸娘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是你自己之前弄伤手耽误了时间，难道还要我们跟你一起承担？况且大少爷这次进宫刚被封了汉京校尉，半个月后便要去校尉营当值，你不早点做完，大少爷到时穿什么？”花荣虽然伤了手，却一直在干活，谈不上耽误。但他之前在高海山手下受了不少欺压，早就养成逆来顺受的性子，而且江云飞帮过他，花荣没什么能报答他的，能为他赶制衣服，也不用一直惦记这份恩情了。花荣没和芸娘争辩，默默去干活。想到江云飞在校尉营每日都要操练，花荣把袖子都做成箭袖，方便行动，又在腰带上花了心思，方便放匕首伤药，只在衣襟和袖口用银丝绣了祥云、水波之类的暗纹，贵气且低调。花荣每天睡不到2个时辰，终于在14天后把衣服做完。江云飞明天就要去校尉营，怕赶不上，花荣马不停蹄地把衣服送去灵妃院。进了屋却发现江云阳和江云追都在，花荣低着头恭敬行礼：“奴婢见过3位少爷。”2少爷江云阳是3人中最为随和的，他见花荣容貌清丽，撞了下江云追的胳膊，开口问花荣的时候还是十分正经：“这些都是给我大哥做的衣服。”是。花荣把衣服放到桌上：“大少爷若是有时间，可以试试合不合身，若是有问题，奴婢回去连夜修改也是来得及的。”江云飞对这些向来不在意，淡淡的说：“既是按尺寸做的，便不会有问题，放下吧。”花荣正要应声，江云阳笑道：“左右无事，大哥你就试试嘛，这位绣娘面生的锦做出来的东西也许大不一样呢，是不是？3弟。”江云阳给江云追递了个眼神，江云追扫了眼花荣手上的衣服，附和道：“二哥说的对。”两人极力劝说，江云飞便也不再坚持，拿了一套玄色锦衣去试。这个颜色大气稳重，花荣在领口处用银丝绣着范纹，衣领做的硬挺些，显得江云飞整个人越发冷硬，像一把绝世好剑，出鞘便要饮血。箭袖设计让江云飞很满意，而且他试着活动了下，肩肘处的松紧正合适，一点也不会妨碍行动。感觉如何？江云阳急切地问。江云飞意外地看了花荣一眼，如实说：“很好。”江云飞和钟永博一样，从来都是吝于夸奖的，他能说出很好这2个字，说明对这衣服是真的喜欢。江云阳本就觉得这衣服好看，听到这话
便想拉着江云追一起试，江云追直接拒绝，脸色有点难看。他是专门给府里做衣服的，二哥想要让他也给二哥做就是了，何必觊觎大哥的？只是一件衣服，确实犯不上兄弟相争。江云阳点点头，对花荣说：“我喜欢颜色鲜亮些的料子，衣服上可以给我多绣些花。我三弟很崇拜我大哥，照着大哥的给他做就行了。”江云追黑了脸：“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别带上我。”第17章，跪到明白为止。花荣拒绝了江云阳的要求，绣房的活都由云娘统一安排，他不能擅作主张越过云娘，只是稍微耽误了点时间。回到绣房又被云娘训斥，花荣只安静听着，并不反驳。云娘说累了才回到正事，丢了一面破烂的团扇给花荣，尽快修补好，然后给永安侯府二小姐送去。团扇是花荣之前做的，这会儿上面破了个大洞，像是故意弄成这样的，要修补并不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花荣乖顺应下，云娘反倒有些意外，补充道：“你别以为随便绣点什么图案上去就能遮掩，那位二小姐眼光高，看不上烂大街的俗物。”云娘冒认了花荣的功劳，若不是永安侯府那位二小姐太难伺候，也不会把这事交给花荣来做。花荣不知内情，如实道：“奴婢打算绣一截树枝，从这里延伸到花的部分，像是一束花海，只取一枝。”花荣说着，大概指了指位置。云娘听着觉得新奇，却不知效果如何，更不知道那位二小姐会不会喜欢，打发花荣去做。第二日，花荣把补好的团扇送去永安侯府。永安侯府祖上出过一位皇后，现在的大小姐又是太子妃，府邸修的比中永伯府要精致豪阔些。府上不只有亭台水榭，还有一大片空地做教场。路过教场时，府里几位公子正带着小厮在踢马球，不知是谁进了球，场上一阵欢呼。花荣忍不住偏头看过去，江云追鲜衣怒马的样子就这么突兀地撞入眼帘。今日他穿了一身朱红骑马装，宽肩窄腰，显露无遗。刚刚进了球，他脸上带着笑，志得意满，意气风发，耀眼极了。片刻的正愣后，花荣匆匆低下脑袋，心脏却还是不受控制漏了一拍。永安侯府今日来了不少世家子弟和小姐，女眷都在教场旁边的看台上吃着茶点看比赛。花荣被带到李香菱面前，她生了一张鹅蛋脸，浓眉大眼，俏丽大方，着一袭粉黛华裳，衣裙上用金丝和彩线绣着穿花百蝶，像上一根珍珠玛瑙璎珞，腕上戴着镂金镯子，连头发丝都透着贵气。花荣只瞧了一眼，不敢久看，双手奉上团扇：“奴婢见过二小姐，二小姐的团扇修好了。”李香菱并不检查团扇修补的如何，让旁边的丫鬟拿走团扇，命令抬起头来。花荣乖乖抬头，李香菱原本是带着笑的，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笑意就没了。他问：“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教场上赛况激烈，欢呼声此起彼伏，李香菱的声音被掩盖其中，一点也不会惹人注意。花荣隐约猜到缘由，却还是回答：“奴婢愚钝，不知为何，求二小姐明示。”李香菱笑了笑：“既然不知，就给我跪着，跪到想明白为止。”是。花荣乖乖跪下。半个时辰后，比赛结束，江云追下场后还有些意犹未尽，和李毅分析着方才的赛况，余光冷不丁扫到看台上有个熟悉的人影，不由得停下。李毅跟着看了一眼，凑到江云追耳边解释：“我那二妹妹对你有些好感，你心里那人不能说出来。那日回来为了劝她，我便拿了那丫鬟做法子，你要不去替那丫鬟解个围，也好让我妹妹死心。”第18章，忍一忍。阿追哥哥，你刚刚好厉害啊，比我哥可厉害多了。江云追一上看台，李香菱就高兴地迎上去，她的声音轻快，笑意盈盈，像只灵动漂亮的百灵鸟。江云追却没理她，越过她径直来到花荣面前，居高临下地问：“你怎么在这儿？”被忽视的李香菱相当不满，目光森冷地盯在花荣身上。花荣自是不敢告状的低着头说：“回三少爷，奴婢不小心把二小姐的团扇补坏了。”花荣的识相让李香菱的脸色好了些，她本想顺势让花荣起来显示自己的大度，却听到江云追染着寒气的责问：“你是中永伯府的丫鬟，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指手画脚了？”这话是对着花荣说的，责备的却是李香菱。李香菱从小到大一直备受宠爱，自从长姐做了太子妃，在这些世家贵女之中更是地位斐然。知道她喜欢江云追，上次赏花宴没人敢与她相争，谁曾想今日江云追竟然为了一个身份卑贱的丫鬟让她难堪。李香菱气得不行，却不想惹江云追不快，压着脾气辩解：“阿追哥哥，是他先弄坏我的团扇的。”江云追偏头，冷冽的眼神落在李香菱脸上。偌大的永安侯府，难道一个能用的绣娘都没有？汉京的世家大族，府里都养着几个绣娘，李香菱非要找花荣修补团扇，一看就是别有用意。江云追的语气颇重，只差直接戳穿李香菱的心思。李毅到底心疼妹妹，适时上前打圆场。府里备了酒菜，江云追却不顾挽留，直接拉着花荣离开。跪了大半个时辰，起身后膝盖传来针扎似的痛，花荣走路不稳，向前栽去，下一刻身体陡然悬空。
江云追直接把他拦腰抱起，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到两人身上。花荣又惊又怕，低声哀求：“奴婢没事，求三少爷放奴婢下来吧。”江云追没有理会，又带花荣去了医馆。这点外伤并不严重，大夫只开了一瓶药油给江云追。花荣见他没有把药油给自己的意思，一颗心悬起来，然后便听见江云追问：“你自己脱还是我亲自动手？”态度很强势，如同他在马场上，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一直把球控在手上。花荣不敢反抗，乖乖把裙摆撩到膝盖上面。他生得白，一双腿更是白嫩纤细，牛乳一般细腻，显得膝盖上跪出来的淤青狰狞可怖。江云追倒了些药油在掌心搓了搓，然后才敷在他膝上。他的掌心滚烫，甫一接触，花荣就被烫得颤了一下。两人虽然已经有过一次深入接触，但当时隔着衣服，并没有太多肌肤相亲的感觉，反倒不及眼下暧昧。江云追顿了一下，问：“很疼？”花荣只想一切赶紧结束，连忙摇头。他很紧张，眼神飘忽，不敢看他，眼尾红得厉害，与掌心下细嫩软滑的肌肤呼应着，蛊惑人心。江云追喉结滚了滚，另一只手握住花荣的小腿肚子，沉沉道：“忍一忍。”第19章，已经怀了骨肉。回到钟永伯府，花荣的腿都还是抹的，皮肤上似乎还残留着江云追掌心的温度。他虽然没有进校尉营历练，但也练了骑射，掌心布着茧子，和那张俊美贵气的脸反差颇大。花荣想得出神，没注意到彩伴在垂花门处站着，被叫住的时候吓了一跳。不好意思，吓着姑娘了。高海山被处置，内务处的人都知道花荣得了大少爷和三少爷的帮助，连彩伴对花荣的态度都好了起来。昨日花荣才托他帮忙，今日他就把头油买回来，还特意送到花荣手上。花荣诚心道谢，彩伴笑了笑，话里有话的说：“姑娘不必如此客气，我早就看出姑娘命里不凡，若能沾沾姑娘的福运就好了。”花荣这些年多被人冷眼相待，不知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殷勤奉承，干巴巴的应了几句离开。兰花在大小姐住的云岚院伺候，花荣在云岚院外等了一盏茶的时间才见到兰花。她的眼睛肿着，脸上还有巴掌印，瞧着有些狼狈，却强撑着没在花荣面前哭出来。做丫鬟的被主子打骂是常有的事，花荣帮不上忙，便也没问，把头油递给兰花：“我调到绣房做事了，多亏了姐姐之前找我做帕子，一点心意，还请姐姐莫要推辞。”花荣说的真诚，没想到反而戳到了兰花的伤心之处，她抱着花荣一下子痛哭起来。花荣拍着她的背安抚，从她断断续续的话里拼凑出来龙去脉。与她一同在云岚院当值的丫鬟秋菊爬了二老爷的床，今日事发，被殷氏当众打杀，尸体丢去了乱葬岗。兰花想替秋菊收尸，被大小姐打骂了一番，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兰花的情绪平静了不少，哑着声说：“秋菊肚子里已经怀了二老爷的骨肉，别人都说母凭子贵，谁曾想我们这样卑贱的身子根本不配生下主子的血脉。”兰花说的悲凉，脸上满是绝望。花荣如遭雷击，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冷凝成冰。那日在假山后，江云追弄得很狠，但时间紧迫，他只顾着害怕，根本没有想到要喝婢子汤，万一他也和秋菊一样。花荣不敢继续往下想，面色变得苍白。兰花抓着他的手紧了紧，叮嘱道：“好妹妹，你既去了绣房，便好好做事，莫要卷入这些是非之中。等日后熬上年纪，你我还能时常碰面说说话，也算是有个伴儿了。”来不及了，他已经被卷进去了。花荣不敢让兰花知道，回去的路上手脚冰凉。那日山洞里发生的一切已经过去快1个月了，现在喝婢子汤根本来不及，不管有没有怀上，喝碗堕胎药是最妥当的。但秋菊刚出事，府里的管理肯定会加严，只怕很难再有单独出府的机会。花荣越想心里越乱，走到半路却遇上庆兰院的张嬷嬷。大夫人要见你。张嬷嬷的表情严肃，看花荣的眼神也锐利如刀，像是要剥开他的皮囊，看看他心里都在想什么。花荣一颗心顿时高高悬起。第20章，我喜欢的人用得着你送药？不知是不是花荣自己心虚，再度踏进庆兰院时，他感觉整个院子都笼罩着一股浓重的杀气。院里被仔仔细细清理过，地上没有血迹。他不知道秋菊被打死时在院子的哪个角落，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走到屋外，花荣听到李香菱撒娇的声音：“伯母，阿追哥哥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理我了吧？”俏皮可爱的小姑娘很容易讨长辈喜欢，加上显贵的家世，就更讨喜了。殷氏笑得很和蔼：“怎么可能？他要是敢这么小气，我和你伯父绝对饶不了他。”两人说着话，花荣已进屋跪下行礼。殷氏没准花荣起身，李香菱让丫鬟拿了2瓶伤药给花荣，歉然道：“白日是我不好，这是宫里的金疮药，效果很好的。二小姐亲自送药，真是奴婢折杀奴婢了。”花荣没敢接药，先磕了个头。李香菱说：“阿追哥哥喜欢你，我自然也要对你客气些才行。”当着殷氏的面，李香菱这话
简直是要置花荣于死地。花荣又磕了个头，轻声解释：“二小姐误会了，奴婢之前给三少爷院里的人做过衣服，有幸见过三少爷2次，三少爷白日才会认出奴婢，并不是奴婢有什么特别之处。”是吗？李香菱明显不信，用天真烂漫的语气说：“我听大哥说，你之前还与阿追哥哥同坐一辆马车，今日阿追哥哥又对我那么凶，我不想误会都难。”花荣没想到李香菱已经知道那日他坐江云追马车的事，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气氛正冷凝，张嬷嬷的声音自门外传来：“夫人，三少爷来了。”话音刚落，江云追便大步跨入屋里。花荣保持着磕头的姿势，脑袋贴着地，看不到江云追的身影，只感觉身边光线暗了些。江云追停在了他身侧：“母亲有什么话大可直接问我，为难一个丫鬟做什么？”江云追嘴角噙着笑，笑得很冷，只看着殷氏，并不看李香菱。李香菱立刻看向殷氏，盼着殷氏料理了这个贱婢，为他出气。殷氏自然能看出江云追对花荣的维护，他并未动怒，温声道：“香菱对这丫鬟有些误会，特意来送药的，你从哪儿看出她被为难了？”花荣立刻接话：“回三少爷，奴婢确实没有被为难，二小姐给奴婢拿的还是宫里御医开的金疮药，奴婢对二小姐感激都还来不及呢。”见殷氏不想跟江云追闹得太难看，李香菱只能压着脾气说：“是啊，若是早知道他是阿追哥哥喜欢的人，我肯定不会这样对他的。我喜欢的人用得着你来送药？”江云追毫不犹豫地反驳，看李香菱的眼神又冷又凶，甚至还夹杂着一丝厌恶。李香菱虽然爱慕江云追，却也有着自己的骄傲，当即被气红了眼，抢过丫鬟手里的药摔碎，还用力碾了2脚，像是把花荣踩在脚底蹂躏，恶狠狠道：“是我多管闲事了，阿追哥哥既然这样喜欢他，可一定要把他捧在手心里，好好呵护啊。”第21章不三不四的人。李香菱被气走，屋里安静下来，气氛很沉，压得花荣呼吸困难。片刻后，殷氏问：“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我看上的人在外面受了欺负。”江云追的答得理直气壮，并不想和花荣撇清关系，甚至还想借他气殷氏一番。混账！殷氏气得重重地拍了下茶几：“我才给你纳了院里的姑娘，这才几日，你又找一个，也不怕你爹知道打断你的腿？你都说我是混账了，喜新厌旧对我来说不是很正常吗？”殷氏气得胸口痛，知道这混账吃软不吃硬，强压下怒火，尽量温和地劝说：“你要喜新厌旧也行，但也要挑那种出身清白、知进退的，怎么能和不三不四的人搅和在一起？”李香菱来告状后，殷氏这才让张嬷嬷去问管事要了花荣的卖身契，见他是被继子养大的，心里便生了厌恶。这样的出身，别说暖床，就是给江云追提鞋，殷氏都嫌他脏。早知如此，就不该把他调去绣房。殷氏已经做了让步，他可以给江云追在那一个通房，但绝不能是花荣。不过江云追并不是在跟殷氏商量，他微微勾唇，邪肆一笑：“府里的丫鬟都不三不四了，若我哪天带个花魁回家，岂不是会被逐出家门？”江云追的语气轻快，尾音甚至透着2分跃跃欲试。殷氏被他惊得砸了茶杯，尖声怒道：“你敢！”茶杯是奔着江云追去的，但江云追站得离花荣很近，他倒是身手敏捷，一躲就躲开了。花荣却被飞溅的茶水和碎片砸个正着，茶水早就放凉，遭了飞来横祸，花荣还是跪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江云追眉心飞快地皱了一下，把花荣从地上拽起来，看着殷氏说：“我现在有心头好，自是不会这样做，但若谁敢动我的人，我也不确定我会做什么。”说完拉着花荣回了执行院。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江云追一直没有回来，月貌不放心，提着灯笼站在院外等候。见江云追拉着花荣一起出现，月貌很是诧异，却还是恭敬地迎上前：“少爷，你终于回来，可用过晚膳了？”江云追没什么胃口，本想说不吃，肚子却咕咕叫了2声，到嘴边的话绕了个弯变成2个人吃，让厨房再加2个菜。是。执行院是有自己的小厨房的，热腾腾的饭菜很快上桌。花荣不敢和江云追同坐，木头一样杵在旁边。江云追横了他一眼：“不是饿了吗？要我请你才吃。”花荣今日受了太多惊吓，直到这会儿都是恍惚的。他看向江云追，眼神有些茫然：“奴婢不能与主子同坐，我让你坐。”江云追加重语气命令。准备上前布菜的月貌不由有些怔然。他在执行院伺候这么多年，少爷还从来没有与他同桌吃过饭。花荣还无暇注意月貌的反应，乖乖坐下吃饭。江云追见他衣裙上还有茶叶，又吩咐月貌准备热水，再拿套干净衣服给他。月貌顿了顿，试探地问：“少爷可要留他夜宿？”第22章，一切都是奴婢自愿。热腾腾的饭菜驱走惊吓，让花荣整个人都暖和起来，脑子也恢复清明。江云追只吃了几口菜，就躺在窗边的美人榻上看书。而等花荣放下碗筷，月貌也已吩咐丫鬟准备好了热水和香仪，收拾掉碗筷退出房间。屋里安静下来，气氛有些微妙的尴尬。没有什么能给花荣依靠，她只能用力抓紧自己的衣摆。
许久之后，他才艰难开口：“三少爷，你之前说过。”我说过的话，我自然记得。你如果想离开这里，不会有人拦你。江云追翻着书，看也没看花荣，姿态慵懒又随意。花荣抿唇没了声音。今日江云追2次让李香菱下不来台，李香菱不能拿他怎么样，必然会把仇都记在他头上，因是瞧不上他，也会视他为祸害。一旦走出执心院，没了江云追的庇护，他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还会死得很惨。局势很清晰，花荣很快就想明白了。他起身走到美人榻前跪下，诚恳地说：“奴婢愿意尽心尽力侍奉三少爷，求三少爷护奴婢周全。”花荣的脸生得好看，一双眸子更是自带风情，狐狸似的。之前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花荣便养成了低头垂眸的习惯，不让人注意到自己的眼睛。这会儿他跪在榻边仰头看着江云追，眉眼仍微微垂着，却掩不住眸底潋滟的眸光和风情，像只被绞了爪子的猫，乖顺却撩人。江云追本也无心看书，抬眸看见这幅光景，喉咙不由得有些干。你可想清楚了，日后你若反悔，哭哭啼啼地说本少爷强迫于你，本少爷可没有耐心哄你。虽然是江云追把他带回执心院的，但要求庇护的人是他，所以只能是他自甘下贱。喉咙梗得难受，花荣艰难开口：“少爷没有强迫奴婢，一切都是奴婢自愿的。”表完忠心，花荣进入耳房沐浴。下人的淋浴房只有一个小小的隔间，说是沐浴，实则只是打湿了帕子擦擦身子。江云追的耳房里却有一个大大的浴桶，这会儿浴桶里倒满了热水，整个耳房都热气缭绕。花荣不敢用屋里的东西，见旁边备有干净衣服，便用肚兜沾水，像之前那样擦身子。江云追就在外间，花荣的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什么声响，迅速擦完，准备穿上衣服离开。一转头，却发现江云追倚门而立，惊得叫了一声，连忙用手捂着胸口，被转过身。奴婢已经洗好了，桶里的水是干净的，三少爷可要奴婢伺候沐浴？花荣很清楚留在执心院会发生什么，理智要求他保持冷静，声音却还是不受控制的颤抖，身子也跟着泛红，像只煮熟的虾。你一直都是这么洗澡的？江云追走过来，从背后拥住花荣，他的衣衫完好，衣襟上的暗纹如同烙铁，烙得花荣皮肉生疼。花荣羞窘难耐，耳根都红透了。奴婢话没说完，江云追扳过他的脑袋吻了过来。白日涂药油的时候，江云追已经忍过了，这下一发不可收拾，吻得又凶又狠，像是要把花荣直接生吞下去。第23章，看上了他的眼睛。折腾了一夜，第2日，江云追又高调地带着花荣出门，闹得太狠，花荣走路都疼，却还是要一路笑脸作陪。江云追派人帮他把绣房的东西都拿了过来，见他只有2套打着补丁的衣裙，先带他去成衣铺挑了2身衣裳，又带他去了首饰铺。江云追花钱虽然大手大脚，挑的饰品却并不花俏，反而都是些简单大气的款式。不一会儿，花荣头上就多了一只翠绿的铃兰玉簪和一只沉香木嵌红玛瑙玉簪，银白的耳上坠一对珍珠耳坠。她皮肤白，耳垂也是小巧圆润的，竟比那珍珠还要圆润可爱。江云追对自己的眼光很满意，挑挑选选，又套了一只血玉镯子到花荣手上。那镯子触手温软，色泽鲜亮，套在纤细的腕上，色差极大，让人忍不住想要握住那手腕，将那镯子的颜色印到腕上。见江云追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花荣拉住他的袖子，轻声说：“三少爷，今日就先买这些吧，等日后上了心再来逛也不迟。”花荣并不像之前那样排斥收江云追的东西，还说了以后江云追挺满意的，结了账，拉着他出了铺子，去醉仙楼吃饭。路上江云追一直没有放开花荣，指腹还时不时的在腕骨摩挲，花荣的耳垂慢慢变粉，在白银珍珠的映衬下艳得香甜。江云追食髓之味，有些犹豫是先吃饭还是先吃花荣，却在半路被李毅拦停了马车。李毅和上次一样，直接先连闯入，发现花荣也在又退出去。不过片刻后，他又探进头来，诧异至极地说：“原来你是看上他这双眼睛了。”花荣不解其意，被李毅看得低下脑袋。江云追则是不客气的一脚把李毅踹出去，自己也跟着下了马车。外面人声嘈杂，李毅又刻意放低声音，花荣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过了会儿，江云追的声音传进车里，送他回去。花荣忙先连探出脑袋，急急道：“三少爷，能不能给奴婢一点钱？奴婢想买些好吃的。”江云追已经往前走出几步，听到这话，直接解了钱袋扔给花荣：“奴婢谢少爷赏。”存着讨好的心思，花荣的声音比之前要甜腻些。不过江云追没有在意，很快和李毅消失在转角。花荣在街边买了个烧饼给马夫，让他稍等一会儿，自己去了隔壁街的医馆。天气渐冷，医馆人满为患。轮到花荣的时候，他没有急着让大夫诊脉，低声问：“如果怀孕了，喝绝子汤还有用吗？”大夫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姑娘未做妇人打扮，为何要此物？”花荣拿出1两银子放到柜台上：“我自有需要，还请大夫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堕胎药和绝子汤的药理并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若是怀了孩子，需先喝堕胎药，再喝绝子汤，但这两种药对身体的危害极大，不可同时服用。我瞧着姑娘年岁尚小，行事还是莫要冲动的好。花荣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他又拿出1两银子，坚定地说：“麻烦一样给我开一副，我自己拿回家熬。我还没给姑娘诊脉。”“不必诊了，直接开药吧。”银钱还很多，花荣顺道买了1盒5香斋的糕点回去。他得了主子的赏，自然不能忘了主子。一进门却被押到庆兰院，押他的是2个护院，两人力气很大，动作也粗暴。花荣只挣扎了一下，就差点被拧断胳膊。庆兰院里的气氛严肃，月茂就站在殷氏旁边，花荣被摁着跪在院里挨了好几巴掌。张嬷嬷才带殷氏开口审问：“水性杨花的贱婢，谁给你的胆子，竟敢用这副不干不净的身子勾引三少爷？”花荣被打得耳膜嗡嗡作响，没听清张嬷嬷问了什么，但月茂在这儿，他大概猜到殷氏为何震怒。昨晚江云追宠幸了他，可床上没有落红，证明他不是初次。回夫人，昨夜并非三少爷第一次宠幸奴婢，老爷剿匪回京那日，府里准备了接风宴，三少爷在外面被人陷害中了药，将奴婢拖拽自假山洞里，强占了奴婢的身子。夫人之前在三少爷手臂上发现的抓痕，其实是奴婢慌乱之时留下的。花荣说出抓痕这样的细节，殷氏基本就信了，急急道：“出了这样的事，你当时怎么不说？三少爷不许奴婢声张，这像是江云追能干出来的事。但下药之人心思狠毒，下次说不定会直接下毒，不揪出幕后主使，怎能安心？”殷氏越想越后怕，没好气地瞪着月茂：“你既然未曾被阿追宠幸，为何不早早地说出来？若是月茂早些说出来，花荣不会有机会和江云追私下接触，想抓出幕后主使也能容易很多。”殷氏并没有给月茂解释的机会，他都发现江云追被抓伤，月茂整日在屋里伺候，却什么都发现不了，可见派不上什么用场。殷氏直接让人把月茂发卖出府，还要继续发落花荣。一个下人突然跑进屋，凑到殷氏耳边低语，殷氏脸色微变，盯着花荣的脸看了半晌，让人把他关进柴房。下午便开始下雨，冷风从门缝涌入，送来深秋的凛冽。花荣坐在地上，抱紧胳膊。他不知道殷氏为什么没有直接打死他，或者把他发卖出去，心里却庆幸地松了口气。他下意识地觉得，只要等江云追回到家，自己就能离开。花荣这一等就是3日，整整3日，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柴房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他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江云追还是如他所想的来接他了。屋里堆着柴，又脏又乱。江云追站在门外没有进来，逆着光，花荣看不清他的面容，唯有深州鎏金浮动，尊贵异常。出来！他命令，声音很冷。花荣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他又饿又累，脑子也不甚清醒，忍不住上前抓住江云追的袖子，低低地说：“三少爷，你终于来了。”嗓子很哑，透着些许花荣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委屈。他一直在等他，他知自己卑微如泥，是他不由分说的将他拽入风波，所以他献祭自己的身子，求他护他周全，他也答应。放手！一记不带任何感情的冷斥将思绪打断。第24章，纯汁会被蹭掉的。3天不吃不喝的等待时间实在太漫长了，花荣像是溺水的人，把江云追当成救命稻草。这声冷斥把他拉回现实。他愣了一下，随后松开手，低声道：“奴婢僭越，请三少爷恕罪。”他的声音哑得厉害，3天没出门，被日光刺得涌出泪来，委屈又可怜。江云追看到这双泪蒙蒙的眼，表情微顿，语气跟着放软：“哭什么？受伤了？”被扇得高高肿起的脸已经恢复正常。花荣摇摇头，垂着眸说：“没有，是阳光太刺眼了。”江云追带花荣回了执行院，院里早就备了好消化的肉粥，花荣吃了一大碗。洗澡的时候被江云追压在了浴桶沿上。3天没见，江云追身上多了丝丝缕缕的阴郁和暴躁。花荣觉得有些陌生，连抗拒都忘了，只剩下僵硬。最终浴桶的水洒出来大半，地面被弄得很湿。睡了一夜，花荣的精神好了些。起床后，江云追拿了一套杏色长裙给他，淡淡道：“换上，一会儿跟我出趟门。”这衣服用料极好，上面有精美的成云绣，华美贵气，并不是之前在成衣铺买的衣服。花荣觉得好奇，忍不住问：“奴婢的衣服已经够多了，三少爷怎么又给奴婢买衣服了？”这衣服如此华贵，别说别人，就连花荣自己都会觉得被深深喜欢着。可江云追如果真的很喜欢他，怎么会任由他被关在柴房足足3日？江云追没有回答。花荣换好衣服，把之前买的饰品全都带上。她是生的好看的，稍加打扮便光彩夺人。若不是习惯低垂着脑袋，一点也看不出之前只是个普通的粗使丫鬟。江云追晃了下神，目光落在花荣唇上，挑剔道：“气色怎么这么差？”昨日他折腾的久，花荣睡的时间并不长，气色自然没有完全恢复。花荣低着头说：“奴婢没有纯知，不管是粗使丫鬟还是绣娘，
大多数时间都要干活，况且花荣也没有闲钱买胭脂水粉。江云追没再说什么，带着花荣出门。过垂花门的时候，有护院上前阻拦：“夫人有令，三少爷今日不能出门。”让开！江云追命令。护院不让，双方动起手来。江云追身份尊贵，护院不敢真的伤他。半炷香后，江云追拉着花荣上了马车。路过脂粉铺，江云追买了一盒纯脂。纯脂是樱桃味的，颜色也和熟透了的樱桃一般红艳漂亮。花荣没用过这种东西，马车里也没有镜子，很小心的用手抹了一点涂在唇上。只一点，他整个人都有了颜色。江云追觉得不够，自己用手抹了一些，在花荣躲避之前扣住他的下巴，涂到唇上。江云追的指腹有些粗粝，涂的动作却很轻，带着一些酥麻的痒。花荣浑身僵住，眼睫不住颤抖，连呼吸都停了下来。莹润的唇脂给花荣的唇附上光泽，艳且润，还有樱桃的清甜。江云追不自觉越靠越近，眼看两人要亲上，花荣轻声提醒：“三少爷，唇脂会被蹭掉的，掉了就重新擦。”下马车的时候，花荣的脸也是红的，眸子很润，整个人都是娇软艳丽的，和眼前这座高大府邸四处飘扬的白帆形成极大的反差。花荣心里咯噔了下，他没有想到江云追把她打扮成这样出门吊唁。守门的人见到花荣也是一愣，但江云追的身份摆在这里，这些人没敢阻拦。一路进去，绕过长长的走廊，再穿过数道门，灵堂终于映入眼帘。灵堂外有重兵把守，足见死者身份尊贵。灵堂里却是人丁稀薄，只有一道纤弱单薄的身影跪在火盆前。女子低着头，眉眼低垂，看不清全貌。素白的指尖不断把之前放进火盆，火光映得她肌理通透，也将下巴处将掉玉掉的泪珠照得晶亮。不必放声痛哭，却能叫人感受到心绞之痛。见有人来吊唁，女子忙擦掉眼泪，在丫鬟的搀扶下起身，朝着门口的方向鞠了一躬。来吊唁的人多，这个动作她早已做得行云流水，粗麻孝幡遮住她的身段，什么也瞧不出。这一拜却有种说不出的韵味，凄美的叫人心碎。花荣顿觉愧疚，她这样的身份来参加吊唁已是不合规矩，还穿成这样，委实是不尊重死者。花荣低下头不敢看那女子，已有丫鬟为江云追奉上点好的香。江云追没接，冷声命令花荣：“愣着做什么？还不去？这位姑娘是跟着公子来的，还是由公子为王爷上香比较好？”丫鬟说着，把香又朝江云追递了些。花荣整个人都被惊呆了。灵堂棺材里躺着的可是魏王爷啊，江云追怎么敢让他去给王爷上香？难怪殷氏今日不许他出门。江云追冷笑出声：“一个为老不尊的东西，也配让我给他上香？”丫鬟脸色巨变，在别人灵堂说这样的话，哪里是来吊唁的，分明是来砸场子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花荣不觉拧紧手里的绢帕，却听到一个清冷如玉的声音：“人死如灯灭，公子方才所言，王府已听不到了。若是叫旁人听去，被看清的只有妾身。”说着话，女子缓步来到江云追面前，从丫鬟手里接过香，亲自递给江云追：“求公子怜悯妾身，替王夫上一炷香吧。”距离近了，女子的美便更真切了些。她的皮肤是偏冷的白，肤质细腻，指甲修剪得很完美，透着健康的粉。方才在丫鬟手里还很普通的香到了她手里，莫名都高贵了些。她与花荣差不多高，看向江云追时需要微微仰头，一双眼微微红着，泪光涌动，却强撑着没有哭，像是饱经风霜摧残的腊梅，颤巍巍的透出坚韧。江云追下颚紧绷，因为愤怒呼吸重了些，他目光森森地看着女子，一字一句地问：“你要我给她上香？”女子思忖片刻，屈膝跪下，将手里的香举过头顶：“齐王遗孀萧氏，请将三少爷为王夫上香。”这话一出，整个灵堂都陷入死寂。就在所有人以为江云追会动手砸了灵堂，他却伸手接了那炷香。他说：“好，那就如你所愿。”第25章，阿追哥哥怎么会生你的气？上完香，女子柔声道：“府上备了便饭，公子若是不嫌弃，可以到前厅用些饭食。”江云追心里憋着火，根本没有心思留下用饭，拉着花荣便要离开。尚未走出灵堂身后，却传出一阵慌乱的惊呼。回头，穿着素白丧服的女子如同柳絮摇摇坠落。江云追当即松开花荣，在女子将要坠地的前一刻，将她稳稳接入怀中。所有人都被这变故吓得不轻。江云追抬头冲花荣怒吼：“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叫大夫！”他的眼睛红得厉害，抱着女子的手很用力，用力到青筋骨胀，随时都要暴走发狂。花荣回过神来，壮着胆子开口：“齐王妃悲伤过度晕倒了，快请御医。”说完，花荣冲过去，紧紧抓住女子的手。他不知道齐王妃和江云追之间有什么纠葛，却知道齐王刚死，齐王妃就与男子有了肌肤之亲。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今日在场的人都得死。灵堂香灰味重，不是休养的好地方。花荣和江云追一起把齐王妃送到灵堂附近的小院休息。知道自己不便在场，
江云追把齐王妃的贴身丫鬟桃花拉到无人处质问，她的身体怎么会变得这么差？自齐王妃晕倒，桃花便一直在哭，被江云追这么一问，桃花哭得更凶了，好一会儿才说王爷突然走了，王妃伤心过度，茶饭不思，还要撑着操持这样多的事务，便是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江云追想听的并不是这样的回答，他的脸色有些难看，直勾勾地盯着桃花。当初是这个老东西强娶的他会这么伤心？桃花显然是知道江云追和齐王妃的过往的，他看了江云追身旁的花容一眼，哭着说：“人心都是肉做的，这门婚事王妃一开始是不愿意，但王爷对王妃实在太好了，日久生情也很正常。江公子身侧不也已经有家人作伴了吗？那个老东西对他很好。”很好，桃花毫不犹豫地点头，只要答应过王妃的事，王爷从来都不会忘记。这话让江云追的脸色难看到极点，扭头就走。花容连忙跟上，但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步子又没有江云追迈得大，很快就被江云追远远甩在后面。花容对这里不熟悉，不由得心慌，正想找个下人问路，穿过一道月门，却遇到了李香菱。李香菱身边还有2个年纪相仿的姑娘，三人虽然穿得很素，穿戴却仍能看出不俗。花容看到李香菱的时候，也被三人看见，想躲也来不及，花容只好上前行礼，见过3位姑娘。李香菱的眉头先是一皱，随后露出玩味：“原来是你啊，阿追哥哥呢？怎么没与你在一起？”花容隐去在灵堂里发生的事，低声回答：“奴婢方才不小心惹三少爷生气了，三少爷走得太快，奴婢没跟上。”李香菱唇角微勾，眼底带了笑，她走到花容面前，勾起花容的下巴，迫使花容抬起头来：“阿追哥哥不是很喜欢你吗？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李香菱对花容的怨念很深，她让丫鬟送了剪刀来，花容想要反抗，被与她同行的2人瞪住扇了几巴掌。贱婢，竟敢穿成这样来吊唁齐王，真是不知死活！奴婢已经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求你们放过奴婢吧。花容哭着求饶，3人却毫不同情。丫鬟送来的剪刀很锋利，李香菱随意剪了几下，花容的胳膊和腿就露在外面。昨日江云追留在她身上的痕迹也跟着显现。李香菱未经人事，还以为花容被江云追打了，正要高兴，却听到其中一人羞恼地说：“果真是个不要脸的贱婢，竟然真的爬了主子的床。”李香菱之前看江云追护着花容，她只当江云追是故意气阴事，花容身上的痕迹却狠狠打了她的脸。她那样喜欢的阿追哥哥睡了别的女人，这个真相让李香菱怒不可遏，她疯狂地用剪刀剪掉花容的衣服，另外2人也蛮横地将花容身上的首饰拽下。衣不蔽体，明亮的日光让花容羞愤欲死，李香菱却还嫌不够，她抓住花容的手按在地上，将剪刀尖对准花容的手背：“你不是绣东西绣的好吗？我倒看看没了这双手你还能做什么？”李香菱说完，手里的剪刀重重落下。不可以！强烈的求生欲让花容迸发出惊人的力气，她挣开2人慌乱的奔逃。花容不知道自己能逃到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身上的衣裙只剩下最后一点可怜的布料，她的身子会被别人看见，若是被殷氏知道，也许会以失节的罪名把她沉塘。江云追虽然答应会护着她，但他最关心的人回来了，应该是顾不上她的。花容正觉得绝望，整个人突然扑进一个冷硬的胸膛，对方站得很稳，反而是他身形不稳，腰间环来一只臂膀。花容本能的想挣扎，身上却多了一件外衫。“是我，别怕。”花容没有听出声音的主人，却看到了对方衣襟上绣的梵文暗纹，这是他做给江云飞的衣裳。慌乱无措的心陡然安定下来，花容乖顺的没有挣扎，整个人躲在那件外裳之下，跟着江云飞出府。江云飞先带花容去成衣铺买了身衣裳，穿好衣服，花容也冷静下来，她没有把外衫还给江云飞，低着头说：“衣服脏了，奴婢改日做套新衣服赔给大少爷吧。”其实衣服并不脏，是他觉得自己脏了，不敢也不愿让江云飞沾染分毫。江云飞没接这话，只道：“去医馆。”“奴婢没有受伤，你的脸都被打肿了，而且身上还有。”他果然看到了。花容的身子颤了颤，无地自容到了极点，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江云飞，他身上的痕迹并不是伤，而是他的亲弟弟留在他身上的欢愉痕迹。江云飞敏锐地发现花容状态不对，立刻指了话题，转而问：“饿吗？”花容本想说不饿，又听到江云飞说：“旁边有家馄饨，味道很不错，我以前每次从军中回来都要去吃一碗。”花容抓紧衣摆，说不出话来。第26章，可要当面对质。江云飞说的那家馄饨确实很好吃，皮薄馅儿大，汤是用铜骨熬的，浓香却不腻。花容一口气吃了一大碗，还有些不够，不过他不好意思再要，矜持地擦了擦嘴。刚要道谢，一队官兵突然闯进馄饨店。1刻钟后，花容被摁着跪在齐王府前厅，太子和太子妃坐在上首的位置，来齐王府吊唁的宾客全都齐聚在此。李香菱指着花容尖声控诉：“
就是他，就是这个贱婢欲图谋害我。阿姐，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李香菱右手上多了一圈纱布，看花荣的眼神怨毒极了，恨不得生吞了花荣。太子妃是未来国母，比李香菱要端庄沉稳很多。见花荣是和江云飞一起回来的，拍了拍李香菱的手，以示安抚。灵儿虽然是本妃的妹妹，但她的性子素来骄纵，今日发生何事，你尽管如实说，本妃必不会包庇于她。涉事的都是女眷，太子只是旁听，决定权在太子妃手上。花荣从未见过如此多的权贵，害怕到手脚虚软，她不敢抬头，艰难开口回太子妃：奴婢没有伤害二小姐，是二小姐捡了奴婢的衣服，还要废了奴婢的手，奴婢实在害怕才逃跑的。你胡说！我见花园的秋海棠开得漂亮，想捡2枝拿回家，是你先冲出来抢捡到要害我的。你身上的衣服明明好好的，我何曾捡过你的衣服？李香菱有人证，又有靠山，相当的有恃无恐。若是花荣敢拿出被捡烂的衣服做证物，他就要让阿姐治花荣一个打扮妖艳，对齐王不尊不敬的罪名。花荣没了声音，不知该如何辩驳。这时江云飞开口说：我可以证明他的衣服被人捡坏了。江云飞和钟永博一样刚正不阿，他若是亲眼看到李香菱捡花荣的衣服，一定会出面阻止。李香菱并不害怕，盯着江云飞问：江大哥可看到是谁捡烂他的衣服的？江大哥身为男子，理应在外院休息，好端端的怎么会碰上一个衣衫不整的婢子？最后一句话满满的都是恶意。谁都知道江云飞生性正直，他不会在吊唁齐王的时候与婢子私幽，那就只能是这婢子居心不轨，蓄意为之。江云飞也听出李香菱的弦外之音，但他确实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经过，无法反驳。气氛正冷凝，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事情发生在齐王府，既要寻找人证，太子妃为何不先将府里的下人召集起来问话？话音落下，齐王妃萧明幽在丫鬟的搀扶下步入厅里。她刚刚苏醒，脸色还有些苍白，眼睑因睡眠不足泛着青黑，有种弱柳扶风的病态美。太子妃与萧明幽年岁相差无几，却差着辈分，起身迎了2步扶住萧明幽。听说皇婶伤心过度晕倒了，这点小事就不必惊动皇婶了。萧明幽咳了咳，轻声说：王爷最是仁慈，若是让他知道我把家里操持成这样，定是要怪罪我的。萧明幽搬出刚死的齐王，太子妃到嘴边的话只能咽下。萧明幽的目光自花荣身上掠过，落在李香菱身上。我已知道事情缘由，二小姐可要与我当面对质？李香菱因萧明幽出面作证，真相大白。不过花荣之前的穿着打扮确实算得上艳丽，还是被太子妃斥责了一番。为了显示公平，李香菱被太子妃禁足10日。审理结束后，太子与太子妃一同离去，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花荣不想给江云飞添麻烦，正想离开，萧明幽却走到他面前，恳切地说：府里下人未能及时出面救下姑娘，害姑娘受了无妄之灾，抱歉。说着话，萧明幽从腕上取下一枚金镶玉的镯子，放到花荣手上。萧明幽的手有些凉，连那镯子也泛着股子凉意，哪有堂堂王妃向丫鬟道歉的道理？花荣色缩了下，腕间的镯子与萧明幽手里的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花荣这才发现2只镯子有些相像，不由愣住。萧明幽手里的镯子也是红色的，但好像之前摔断过，所以用金箍连接变成如今的样子。萧明幽趁花荣正愣的时候，把镯子套到他手上，温笑着夸了一句：姑娘皮肤白，适合艳丽些的颜色。话音刚落，江云追大步走来，约莫心底怒气未消，江云追毫不客气地撞开萧明幽，只抓着花荣关切地问：可有受伤？有人欺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他眉头紧皱，满眼疼惜，看上去心疼极了。江云飞还没走，花荣莫名抗拒江云追对自己做出一些亲密举动，他想抽回手，江云追不仅不肯放，还把他搂进怀里，沉声宣告：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三少爷，王妃已经帮奴婢证明了清白，还送了奴婢这样好的镯子，奴婢一点也不委屈。花荣说着，把镯子展示给江云追看，只一眼，江云追就变了脸色，横在花荣腰间的手不断收紧，用力，几乎要把他整个人生生折断。花荣吃痛皱眉，下一刻，江云飞按住江云追的肩膀，沉声提醒：三弟，不得对王妃无礼。大少爷言重了。萧明幽很是大度，柔声道：是府里招待不周，伤了三少爷的心头好，三少爷要拿妾身泄火也是应该的。这话彻底惹恼江云追，他再也待不下去，拽着花荣离开。满腔怒火无处宣泄，花荣被江云追粗暴地塞进马车。花荣有些害怕这种状态的江云追，他想说些什么缓和一下气氛，却被江云追扣住后脑勺，恶狠狠地吻上来。马车就停在路边，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花荣更怕被江云飞看见，下意识地挣扎，唇上猛地一痛。花荣忍不住闷哼一声，余光瞥见马车帘子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掌掀起了一角。已是午后，那人袖口的梵文暗纹在日光的照耀下折射出细碎的亮芒，刺得花荣眼睛生疼，
溢出泪来。片刻后，花荣又低吟了一声，这一声带了丝丝的媚，像是推拒，又像是所求更多。抓着帘子的大掌陡然放开，车帘轻轻晃了晃，终究遮蔽日光，将他完全笼在这昏暗的狭窄空间。第27章，别哭，不欺负你。叮！腕上2只玉镯撞击发出细碎的声响，江云追突然停下动作，像是暴怒的凶兽，突然找回了理智。昏暗的马车里，花荣发丝微乱，眼睛又红又湿，下唇肿着，嫣红的血珠慢慢涌出，惊慌又可怜。江云追晦暗地扫了一眼他腕上的镯子，哑着声说：“别哭，不欺负你。”这句话不知为何戳中了花荣的泪腺，眼泪突然不受控制地滚落，他越想克制，就哭得越凶猛。许是见他哭得太可怜，江云追有些愧疚，又带他买了许多珠翠钗环做补偿。花荣哭肿了眼，却还是做出欢喜的模样道谢。江云追是擅自出府的，一回家就被钟永博亲自绑去了祠堂。花荣本以为殷氏会趁机发落自己，忐忑不安地等了半日，等来的却是芸娘。早就听说你是个不安分的，没想到才来绣坊几日，就勾搭上了3少爷，连在院里伺候多年的月落都被挤走了。芸娘满脸讥讽，对花荣这种用美貌换取安乐享受的行径相当不耻。花荣没有辩解，心里有些沉。芸娘是来给他做衣裳的，那说明殷氏默许他做江云追的通房丫鬟了。他的出身没有改变，殷氏的态度绝不会毫无缘由的转变。花荣脑海里不自觉浮现出那张清冷病弱的脸。芸娘走后，花荣没去沁兰院谢恩，而是找府医要了些外伤药。第二天早上，江云追才被人抬回来。钟永博用了家法，猩红的鞭痕在他背上交错织出了一张网，看着就疼。江云追已发起高热，神志不算清醒，嘴里却一直念叨，就算被打死也不会认错。花荣仔细地帮他清理伤口上药，快上完药的时候，江云追突然抓住他的手问：“如果当初我没有失约，你会不会跟我走？”他的眼睛红得厉害，眸底一片执拗，又染上几分在马车里的疯魔。花荣有些害怕，小声提醒：“少爷，是奴婢，你认错人了。”江云追眼底闪过迷茫，片刻后抬手在花荣头上揉了一下，低低地说：“别哭，不欺负你。”语气颇为温柔，分不清是对他说的还是对别的什么人。江云追连发了2日高热才好转。钟永博进了他的族，他便成日待在屋里与花荣厮混，连书房那张桌子也未曾幸免。花荣没了最初的抗拒，养成了和他肌肤相亲的习惯。又是一场秋雨后，冬日的凛冽开始出现端倪。内务处送了几张皮子，让江云追选一张做大场。江云追不甚在意，捏了捏花荣腰间的软肉，说：“你来选。”花荣要了一张银灰色的锦鼠皮，那颜色低调不失贵气，配江云追正好。府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花荣正得宠，内务处的人也跟风夸花荣眼光好。江云追听了一会儿，便要给赏赐，院里忽的一阵喧哗。花荣想出去查看情况，江云追却揽着腰不肯放，待花荣搂着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他才拥着花荣出门。院里，李香菱正与一众下人推搡着，见2人出来，立刻尖声大骂：“阿追哥哥，这个贱人就是狐狸精，你怎么能为了他这么对我？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些日子我都在家里休息，对你做什么了？”江云追反问，大掌捏着花荣的腰，上瘾似的。李香菱气红了眼，委屈控诉：“那日我是捡了他的衣服，但他也害我受伤了，而且阿姐还进了我的族，阿追哥哥为何还要让人剪坏我的衣服？”这些日子，李香菱每天起床都能在衣柜里发现一套被剪坏的衣裙，那些衣服都是她很喜欢的。府里已经加强了巡守，却还是防不住贼人。李香菱左思右想，只能怀疑到江云追头上。李香菱说着落下泪来，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受这样的委屈。江云追并不接受李香菱的指控，诧异的挑眉：“你可是当今太子妃的亲妹妹，哪儿来的贼人这么胆大包天，竟然敢擅闯你的闺房？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先报官？”江云追的语气轻松，颇有2分幸灾乐祸的意味。李香菱虽然骄纵，却也知道顾惜自己的名声，若让人知道有贼人几次3番闯了她的闺阁，她还怎么嫁人？李香菱被噎住，最终恶狠狠地瞪了花荣一眼，不甘不愿地道歉：“那日是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欺负他，还请阿追哥哥大人有大量，莫要与我计较。那可恶的贼人再这么继续捡下去，他出门就没有衣服穿了。我已经说了，贼人不是我，你与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江云追很警惕，不给李香菱抓住画柄的机会。李香菱恨恨地咬牙，只能改口：“此事发生的很是蹊跷，我怀疑有邪祟作怪，今日特意来道歉，兴许以后就不会这样了。”江云追哦了一声，了然道：“原来是遭报应了呀。”李香菱整个人都要气炸了。花荣忍不住拽了拽江云追的袖子，暗示他适可而止。江云追睨了花荣一眼，故意拔高声音：“你觉得不够有诚意，要他跪下来侦查认错？奴婢没有。”花荣连忙否认，怕李香菱不相信，又道：“
奴婢接受道歉，还会为二小姐祈福，让那些邪祟不要靠近二小姐。花荣说的诚恳，李香菱虽然不信，却也不敢表现出来，压着怒火递过来一张请帖，再过5日是我的生辰，你来府里玩吧，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花荣不敢跟李香菱做朋友，她迟疑地问，只有奴婢一个人吗？还请了平日与我交好的一些世家小姐。李香菱说着看了江云追一眼，阿追哥哥若是不放心，要一起来也可以。解释完，李香菱的耐心也耗尽了，不由分说的把请帖塞进花荣手里，而后离开。花荣拿着帖子，像是拿着一个烫手山芋，有些不知所措。江云追弹了下他的眉心，漫不经心道：“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皱眉做什么？三少爷想去吗？”江云追挑眉：“你想让我陪你去？”这个眼神花荣很熟悉，他在等他开口求助，以身体为筹码。花荣顿了顿，顺从道：“求三少爷陪奴婢一起去。”第28章，不胆小的时候挺好看的。李香菱生辰邀请的人不多，宴席设在永安侯府花园里，男女同席，虽用纱雾屏风隔开，透过屏风还是能看到大概。江云追一到便被李毅拉走，花荣不敢跟在他身边，在女眷区落座，时不时透过屏风看一眼，见他还在，便能安心不少。女眷区坐的都是和李香菱私交颇好的姑娘，她们对李香菱衣服被剪的事有所耳闻。花荣一坐下，之前帮着李香菱欺负花荣的2人也来向他道歉。钟永博手握重兵，江云飞和江云阳也开始崭露头角，前途无量。相比之下，江云追虽然有些纨绔，却也没人想得罪他，所以正得宠的花荣地位也跟着高了些。花荣受惯了欺负，对接受歉意这件事却并不擅长，一时有些坐立难安。好在李香菱到场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李香菱身上，纷纷拿出精心准备的生辰礼。花荣也拿出一个檀木漆红雕花盒子递给李香菱，盒子里是枚白玉里角鸡心佩。江云追根本不在意这些细节，玉佩是花荣从他屋里挑的，成色很好，贵重是贵重，但一看就没有花什么心思。李香菱只看了一眼就把东西放到一边，谈不上喜欢。众人忙岔开话题哄她高兴，聊了一会儿，话题到底还是落到花荣身上。听说你的绣活很好，之前钟永伯府办赏花宴，那些团扇就是出自你的手吧？花荣没想到他们还能记得自己之前做的团扇，心里有些高兴，面上却丝毫不显，恭敬道：“那些团扇的确是奴婢所做，但奴婢之前只是个干杂活的粗使丫鬟，比不得府里的绣娘功力深。”有人提出质疑，一个粗使丫鬟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府里的主子？花荣自然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江云追被人算计中了药，想了想说：“既然是干杂活，做的事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府里宴客还有个院主子过生辰，饭菜酒水有可能经奴婢的手，每个季度各院要添置新衣，奴婢也会送不料让主子挑选花色，时日一长，难免有见到主子的机会。如此说来，你会做的事很多。那你说说今日的宴席办得如何？”问这个问题的人眼神颇为轻蔑，并非真的觉得花荣会懂如何操持宴席，而是故意想让花荣出丑。花荣不想出风头，垂着脑袋说：“奴婢见识浅薄，不敢妄议。”是不敢，不是不会。李香菱眉心微皱，冷声道：“让你说你就说，阿追哥哥就在旁边，别总是装出一副被人欺负了的可怜样。”话说到这个份上，花荣不好再推辞，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如是说：“今日天气有些寒凉，坐在外面不如坐在室内舒适，吃蟹的季节还没过，待会儿席上应该会有蟹膏或者蒸蟹，菊花茶和柿饼都是寒性之物，最好不要一同食用，还是准备有暖胃功效的桂花茶和姜枣茶更好。”多亏了高海山的刁难，花荣做事比别人要考虑的多很多。说起这些时，他的条理十分清晰，一点也不胆小怯懦。众人不知不觉停下交谈，李毅听完忍不住撞了下江云追的胳膊：“你这丫鬟不胆小的时候还真挺好看的。”江云追没说话，眼底却含了笑意：“今日府上没有准备螃蟹，你说错了。”不想让花荣出风头，李香菱一口否决，花荣也不与他争辩，低声道：“是奴婢越矩了，二小姐定然比奴婢思虑周到。”花荣不想与李香菱为敌，最后一句带着些许讨好的意味，落在李香菱耳中却不是滋味。她从小备受宠爱，自阿姐做了太子妃更是骄纵，每日想的都是吃什么穿什么，对操持家业之事根本一窍不通。她什么时候连一个通房丫鬟都比不上了？李香菱越想越生气，冷笑一声还击：“在这些事上花再多的心思有什么用？出身不好，家境不够，该低人一等还得低人一等。”李香菱任性惯了，只想把花荣踩在脚下，却忘了与他交好的这些人出身大都在他之下。他这一番话不止贬低了花荣，也拉踩了其他人，气氛正尴尬。下人捧着一个细长的盒子送到李香菱面前：“二小姐，这是齐王妃送的生辰礼，我过生辰关她什么事？”李香菱满脸晦气，并不想和一个寡妇扯上关系。东西都送来了，退回去怪得罪人的。下人很是为难，有人开口道：“听说下月初太后要亲自去寺里为齐王祈福，齐王妃也要同行，
其实他也是个可怜人，香菱姐姐，不如先看看他送的什么，再决定要不要吧。萧明幽嫁给齐王3年，膝下并无子嗣。她虽然还很年轻貌美，但身为帝王家的儿媳，绝无改嫁的可能。一旦去了寺里，就再没有出来的机会，余生都只能与青灯古佛为伴。李香菱听完，脸色好了些。下人忙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卷卷轴，舒展开来，众人不由得发出惊呼。萧明幽送的是一幅画，画中人是李香菱，她穿着石榴红的骑马装，乌发扎成小辫，骑在一匹小马驹上，手里马鞭扬着，笑得肆意又明动，热烈如火，叫人一看就喜欢。李香菱也被画里的自己吸引，没想到萧明幽竟然把她画得这样好看，再也说不出拒收的话。一平之隔的男兵听到惊呼，被勾起好奇，李毅只好开口把画要过来。众人皆被画中的李香菱惊艳，而后纷纷赞叹萧明幽的画艺高超。众人欣赏完，画才传到李毅手中。江云追坐姿慵懒，对这画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为了让他看起来合群，李毅还是拿着画凑到他面前，煞有其事地说：“这画画的真好，我都不知道我妹妹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李兄怎么能这么说呢？令妹率真活泼，谁见了不喜欢啊？众人开始一个劲儿的鼓吹夸赞李香菱，李毅得意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江云追无语，想让李毅坐远些，冷不丁扫到画卷，目光顿住。这幅画主要突出的是李香菱，背景画的颇为潦草，只隐约看到不远处有个八角亭，随意两笔在亭中点出2个人影。没有人注意到背景里有什么，江云追脑海里却浮现出一双软白纤细的足。第29章奴婢疼。回去的路上，江云追的心情明显不好。花荣安静坐着，没敢打扰。马车驶到半路被堵住，外面闹哄哄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少爷，前面在闹事，看热闹的人太多了，要不换条路吧？话音刚落，一道尖锐的哭喊便传了过来。花荣觉得有些耳熟，还没分辨出是谁，江云追便钻出马车冲进人群。事情发生的太突然，花荣愣了一下，连忙跟上。人群太拥挤，花荣挤得很艰难。拨开人群走到最前面，便看到萧明幽摇摇欲坠的被桃花扶着，江云追把一个人摁在地上，一拳又一拳的揍。那人穿着不俗，被打得满脸血，已经看不清面容。围观的人都被江云追一身的暴力吓到，花荣也很怕，却还是扑过去抱住江云追的胳膊：“三少爷，别打了，再打下去会打死人的。”江云追的力气很大，花荣根本拉不住，反而被江云追一肘子打到胸口，疼得眼前一阵阵发黑。“阿追，别打了。”萧明幽的声音很轻，许是觉得这个称呼太过亲昵，带着迟疑，却轻易的让江云追停了下来。巡夜司的人也在此刻赶到，被打的是礼部侍郎的3儿子，围观的百姓都能证明是他先调戏萧明幽的。巡夜司不敢把江云追带回去审问，只问清楚缘由便离开。没热闹可看，人群也慢慢散了。花荣的胸口还是疼得厉害，眉头忍不住拧着，突然听到江云追问：“很疼？”偏头，江云追已走到他身边，很自然地环住他的腰肢，好像刚刚为了别的女人暴怒揍人的不是他。花荣刚想说话，萧明幽先一步开口：“多谢江三少爷出手相救。”萧明幽说着向江云追行了一礼。他仍穿着素白的丧服，鬓角别着一朵白花，因方才的争执，几缕散发落下，柔弱娇怜，惹人疼惜。江云追垂眸睨着花荣，没有正眼看他，漫不经心道：“别自作多情，我揍他是因为他挡了道，不是为你。”这话挺让人难堪的，萧明幽却面不改色，反倒是一旁的桃花沉不住气，冲上来对花荣说：“这位姑娘，之前若不是王妃为你作证，你只怕早就成了孤魂野鬼。今日看到王妃落难，你就这么无动于衷吗？”无端被指责，花荣有些茫然。他到这里的时候，调戏萧明幽的人都快被江云追打死了，根本轮不到他做什么，怎么突然他就有错了？桃花！萧明幽呵斥一声：“不关这位姑娘的事，别乱说话。”萧明幽向花荣道歉，拉着桃花离开。走了几步，花荣发现萧明幽的脚似乎扭伤了，一瘸一拐的。这时，江云追横在他腰间的手紧了紧，命令马夫护送其王妃回府。萧明幽停下，似乎有些意外，随后道：“妾身没事，就不劳烦三少爷了。”江云追笑了笑：“不劳烦，王妃之前帮了我的人，这份情自然是要还的。可是这位姑娘的脸疼得都白了，江三少爷确定要把马车给妾身用？”“无妨，有我陪着，她用不上马车。附近就有医馆。”江云追亲自抱着花荣去看伤，伤在胸口，得去单独的房间检查。等花荣检查完出来，江云追已经不在医馆了，只留下钱袋让大夫给他开最好的药。钱没用完，伙计找了铃，把钱袋交给花荣。花荣正要去拿，身后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花荣！”说话的是个身材瘦小、留着山羊胡须的中年男人。见花荣没有否认，男人脸上露出大大的笑来，热络地说：“几年不见，一眨眼你都长这么大了，瞧瞧你这一身气度，跟贵家小姐似的，我都不敢认。”除了府里的人，
花荣在外面只有三娘一个亲人，花荣很快认出男人，语气很淡的唤了声王叔。王青云并不介意，欢喜的应声，目光在花荣身上流连了一会儿，落在他手里的钱袋上，埋怨道：家里人都惦记你的紧，这么多年你怎么也不回来看看？家这个词对花荣来说太陌生了，他不愿回想那些不好的记忆，转移话题问：王叔是来为三娘抓药的吗？是啊，你也知道你三娘的身子一直都不好，这些年给她抓药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三娘有咳疾，需要一直吃药滋养，但那些药都不怎么贵，花荣每个月的月钱基本够了。花荣没与他争辩，柔声道：我的月钱涨了些，以后应该不会这么难。王青云高兴起来，假惺惺的嘘寒问暖了几句，这才试探着问：这钱袋里不少钱吧？这些都是主子的钱，上个月的月钱我已经托人给你了，我现在也没钱。花荣说着把钱袋收起来，王青云不舍得收回目光，劝花荣：你别总盯着那点月钱，凭你这相貌，稍微用点心就能得主子欢心，主子随便打赏一样东西给你都够我们一家老小吃喝好久了。王青云越说越兴奋，看花荣的眼神像是在看摇钱树。花荣心头一刺，板着脸问：王叔跟我说这些，三娘知道吗？提到三娘，王青云这才有些心虚，他讪讪地说：我也不是要你出卖身子，只是让你做事圆滑些，你长得这样好看，谁能不喜欢呢？花荣不想再听，把伙计刚刚找零的几文铜钱交给王青云，拿着要出了医馆。身后，王青云变了脸色，对着花荣离去的背影恶狠狠地啐了几口：小贱人，都穿成这样了还装清高，果然跟那个贱女人一样，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们把钱吐出来。王青云的话还是影响了花荣，胸口憋闷的难受，回到执行院他就睡下了，睡得迷迷糊糊被扰醒，衣襟已敞开大半，江云追正趴在他身上点火，他身上染着股子冷香，和白日见到的那人一样清冷高傲，衬得花荣卑贱如泥，继子一般。身子颤了颤，花荣低低开口：三少爷，奴婢疼。他胆子小，纵是心里难受的不行，也不敢直接拒绝。江云追顿了一下，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沉沉道：忍忍，我轻点。第30章，求公子怜惜。江云追到底不够温柔，折腾到大半夜，花荣疼得吐血，然后就病了，喝了大半个月的汤药才能下地走动。许是心存愧疚，这些时日江云追对花荣很好，一有时间就来看他，还亲自给他喂药。等花荣稍好一些，江云追便带他到戏园子听曲儿散心。立了冬，天气越发的冷，花荣大病初愈，有些畏寒，刚走到府门口就冷得打了个喷嚏。江云追这才发现花荣没拿暖炉，手冻得一片冰凉，当即处置了随行的下人。花荣从来没有被这样重视过，有些不安，低低地说：是奴婢自己忘了拿暖炉，不怪他们。江云追没理会他说的话，脱下自己的外衫给他披上，直接把他抱上马车。戏园子在城南，能在园子里唱戏的都是名角儿。花荣虽不懂看戏，却也被吸引，只因他夸了旦角儿一句，江云追就把人留下来陪他吃饭，还单独给他表演了一段。接下来的日子，江云追又带花荣去游湖、登山，还带他去别庄小住。庄子上人少，规矩也少。江云追在河里捕鱼烤给花荣吃，又亲自爬上树摘花荣想吃的野果，还亲手做了一只木簪送给花荣。那木簪做的其实很粗糙，一点也不好看，但当江云追把木簪插到花荣头上的时候，花荣的心还是不可自抑地悸动了下。很久以后，花荣依然记得那晚的月光很凉，夜风很冷，江云追吻下来的唇却又软又暖。他没有回应，木头一样站着，一颗心骨跳如雷。第二日，府里传来消息说殷氏病了，江云追立刻赶回家中。花荣本来也想一起回去的，但传话的下人说殷氏不想看到他，他便继续留在别庄。花荣本以为只要等几日就好，没想到江云追一走，别庄就遭了贼。贼人不是冲钱财来的，目标是他。花荣被迷晕绑到一个破庙里，醒来后见到了礼部侍郎的三儿子孙寒修。休养这么多时日，他脸上的伤基本好了，眼神却很怨毒。他捏着花荣的下巴打量，轻浮道：长得是有几分姿色，但也算不上国色天香，怎么就把他迷成这样？孙寒修摆明了是记恨江云追，所以故意报复。花荣的嘴被堵得死死的，说不出话，唯有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又惊又怕。孙寒修品出2分趣味，又觉得指尖的皮肤细嫩软滑，不由得有些心痒痒。别怕，只要你指认江云追跟姓萧的那个贱人暗中苟合，我保证不会伤害你，还会让你后半生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花荣生的白，皮肤又娇嫩，孙寒修稍稍用力，就在他下巴处捏出一道红痕。不说是粗使丫鬟吗？怎么这么嫩？孙寒修生出怜香惜玉的心思，扯掉花荣嘴里的布。花荣喘了2口气，急急道：孙公子，奴婢什么都不知道，求你放过奴婢吧。花荣没有经历过这种事，说着话，眼眶就红了起来，眼底起了水雾，像是层峦叠翠的远山笼罩在蒙蒙的烟雨中，秀丽清润，美得飘渺。
孙寒修喉结滚了滚，眸色渐暗。跟了江云追这么久，花荣很清楚孙寒修的眼神意味着什么。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怯怯地说：“奴婢愿意听孙公子的，孙公子能不能先把奴婢的绳子解开？”破庙外面还有人守着，孙寒修料想花荣一个弱女子也跑不掉，便帮他解了绳子。麻绳太粗糙，花荣的手腕和脚腕都被磨破了皮。这些人也太粗鲁了，回头我帮你出气。孙寒修趁机抓住花荣的手腕，帮他查看伤势。花荣没敢挣扎，试探着问：“孙公子方才是要奴婢指认三少爷和谁有染呀？”“就是萧明幽那个贱人啊，他之前就跟江云追眉来眼去，说不定齐王都是这对狗男女害死的。”孙寒修对江云追的怨念很深，一时激动，抓着花荣的手用力了些，花荣顿时疼得发颤。孙寒修忙收了力，怜悯地看着花荣：“你不会以为这段时间江云追是真的对你好吧？”花荣有些茫然。孙寒修嗤笑一声说：“谁都知道他冲冠一怒为红颜，他和那个贱人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他这么高调的对你好，是想遮掩他和那个贱人的烟杂事，不然他明知道我想报复他，为什么不多安排些人手在庄子上保护你？”花荣对外界的事一概不知，他想起江云追这些时日对自己的好，讷讷的辩解：“奴婢身份低贱，三少爷没有必要派人保护奴婢，他是签了死契迈进忠永伯府的，生死都握在主子手里，主子就算要他去死也是可以的。”花荣试图用理智说服自己不要因此生出怨怼，心脏却本能的滞闷难过起来。孙寒修越发的觉得花荣好玩，他像个发酵完美的面团，哪怕里面已经千疮百孔，还是会任由别人揉扁搓圆，关键还一点都不粘手，很容易勾起人心底的施虐欲，想要狠狠的欺负一番。孙寒修心痒难耐，把花荣拉进怀里。花荣本能的想要挣扎，被孙寒修箍住腰动弹不得，身子跟着发软。花荣眼皮一跳，颤着声问：“孙公子，你对我做了什么？别这么害怕，只是一点让你快活的东西罢了。你不是说愿意听我的吗？”孙寒修说着亲过来，花荣偏头躲开，颈侧的肌肤被轻咬吮弄。花荣控制不住发出一声低吟，声音很陌生，软媚又放浪。花荣心头一痛，拼命的挣扎起来：“禽兽，你放开我！”破庙空荡荡的漏着风，佛像破败不堪，不再慈悲，反倒如同面目狰狞的恶魔，冷眼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慌乱间，花荣拔下头上的簪子，拼尽全力刺向孙寒修。可惜簪子是木头的，并不尖锐，没能伤到孙寒修分毫。孙寒修夺过簪子，扇了花荣一巴掌，狞笑道：“都被江云追完过了，还装什么贞洁烈女？实话告诉你吧，他对你这么好，就是要把你送给我赔罪的。只要你伺候得好，我就让我手下那些人闭嘴，不再散播他和那个贱人的谣言。”簪子被丢出很远，沾了一地尘埃，花荣的心也蒙了尘。他闭上眼睛，颤巍巍的开口：“奴婢怕疼，求公子怜惜。”第31章，我的人轮不到别人操心。咻！花荣说完那句话后，孙寒修反而不那么着急了。他给花荣喂的药很烈，花荣的心房已被攻破，他不止要他臣服，还要他主动。“你之前都是怎么伺候江云追的？”孙寒修故意问，挑开花荣的衣带，像拆礼物一样，一层层剥开她的衣服。孙寒修的动作不快，但花荣的衣服还是很快被剥光，只剩下一件杏色肚兜堪堪挡住重要部位。破庙漏风，地上很冷，强烈的药效却把花荣整个人都烧成漂亮的粉色，细密的汗珠折射着细碎的光，像熟透了的蜜桃挂在树梢，染着清晨的露，湿润香甜。孙寒修看得红了眼，不自觉地吞咽口水。花荣感觉身子越来越热，像是置身火炉，无意识地低呼：“水，给我水！”孙寒修哪里还忍得住，他胡乱地扯开腰带，想要做点什么。破庙大门被人一脚踹开，尘土飞扬间，孙寒修只觉得寒光一闪，视线就陷入一片黑暗。片刻后，痛意传到四肢八骸，孙寒修捂着眼睛惨叫起来：“啊呀呀！我的眼睛！”叫声实在太惨烈，花荣被吓得恢复了些神智，然后就看到江云追寒森森的脸，他手里拿着一把剑，剑尖还在往下滴血，如同刚从地狱走出来的修罗。花荣本能的瑟缩了下，想要说些什么，一开口却是软媚难耐的低吟。下一刻，视线被挡，江云追脱下外衫盖住了他。又有不少人涌入破庙，凛冽的寒风随之而来。江云追没有理会这些人，抱着他走出破庙，来到马车上。周遭变得安静，药效作用下，欲念又汹涌而来，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咬。花荣低低的呜咽出声。江云追安静坐着没有动，把他花荣带回家，扔进浴桶，仔仔细细洗干净。花荣早就被折磨得没了神智，一直不安分的想要抓住什么，却被江云追逼着问：“知道我是谁吗？”花荣脑子里只有一团浆糊，连这句问话的意思都不明白。江云追并不满意他的反应，在他肩上咬了一口，这一口咬得挺狠的，花荣瘪嘴哭了出来。江云追毫不心软，非要他回答。花荣被折磨得不行，终于颤巍巍的开口：“三少爷，
求你饶了奴婢吧。”话音刚落，整个人便被拽入无边狱海，受了很大的惊吓，又被折腾到精疲力尽。花荣又病了，不过这次他没有病太久，只喝了4、5日药便好了。孙含羞雇人散布谣言，诽谤齐王妃之前还给江云追下药，京兆尹着手调查，发现礼部侍郎多年来贪污受贿，孙侍郎便被抄了家，一家老小皆被流放。花荣的名字也在世家大族中流传开来，谁都知道江云追疼他入骨，谁敢伤他一分，江云追就灭谁满门。外面传言闹得沸沸扬扬，花荣在府里的地位也明显提升，之前欺负过他的人全都想办法送来东西，除了道歉，更多的是想透过花荣跟江云追打好关系。这些人不知内情才会这么热情，花荣却很有自知之明。江云追的心间宠另有其人，他如今得到的不过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的补偿罢了。这些人送来的礼物都被花荣原封不动地退回去，这点礼物弥补不了他过去受的委屈，他也满足不了这些人的愿望。花荣不肯收礼，这些人表面对他恭敬，背地里都在骂他小人得志，装清高。花荣无意中听到过2次，便成日躲在执行院，不太去外面走动了。这天午后，芸娘拿着1盒山参来看花荣，府里都说你得了3少爷宠爱，这才几日不见，你怎么还瘦了？芸娘的语气关心，态度亲昵，瞧着像是跟花荣关系很好。天气冷了，花荣为了让自己不要瞎想，不停地给江云追做东西。芸娘进屋，花荣也没停下手里的活。3少爷出门去了，芸娘若是有事，奴婢可以转告。花荣专注手上的活儿，不看芸娘，也不接她的话。芸娘暗骂花荣摆谱，面上却笑着说：“我能有什么事找3少爷？这不是听说你生病，特意来看看吗？”芸娘说着，把手里山参往花荣面前推了推：“这是我特意买的山参，特别滋补，你炖来吃，身子肯定能马上好起来。”这次死里逃生，江云追命厨房做了很多补品给他补身子，再看到这山参，花荣竟觉得平平无奇。芸娘的好意，奴婢心领了，东西芸娘还是拿回去吧。这就是给你买的，哪能拿回去啊？芸娘不肯拿回去，一个劲儿的往花荣手里塞，紧接着说：“其实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不等花荣答应帮忙，芸娘继续说：“我有个侄女，今年已经16了，长得还算漂亮，绣活也做得不错，过些日子就要进府来，你有时间多带带她。”花荣如今是执行院的人，不在绣房当值，芸娘让她带自己的侄女，分明是想让花荣把人往江云追床上带。花荣终于明白芸娘之前为什么处处针对自己，她得了殷氏青睐，抢了风头，芸娘的侄女再进府来就难再出头了。花荣胆子虽小，却也做不到以德报怨，她直接拒绝：“奴婢不会带人，芸娘是绣房的管事，还是自己带吧。”芸娘心里很瞧不上花荣，她这又是送礼又是陪笑，花荣都不领情，脸上有些挂不住。你如今是得了3少爷的宠爱，但以你的出身，3少爷不可能给你名分，我劝你还是不要太得意，等你日后年老色衰，还是要在府里混饭吃的。芸娘变了脸色，话里话外全是威胁。花荣觉得有些可笑，芸娘既然知道以色侍人并非长久之计，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亲侄女往江云追床上送？花荣刚要反驳，江云追突然走进屋来，冷声说：“本少爷的人还轮不到别人操心，身为绣房的管事，却不会带人，府里留你有什么用？”外面在下雪，江云追披着花荣心给他做的大氅，冷寒的眉眼藏在帽檐下，冷森森的叫人不寒而栗。第32章，教他写字。休。芸娘哪里知道江云追会突然折返回来，听到自己说话，腿一软，连忙跪下：“请3少爷恕罪，我向来嘴笨不会说话，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江云追解下大氅丢给花荣，花荣挂好大氅准备去沏茶，被江云追揽住腰肢，奔到腿上，后颈被捏住。刚从外面回来，江云追的指尖冰凉，花荣被冻得一个机灵。在破庙那夜，孙含羞在他颈侧弄出了一枚吻痕，回来后江云追亲自把那片肌肤狠狠搓洗了好几遍。那枚吻痕没几天就消了，江云追却养成了捏花荣后颈的习惯，像摸宠物。江云追并未被芸娘的话打动，仍是命人把芸娘和那位还没来府里干活的姑娘一起解雇。芸娘哭着被拖走，花荣有些失神。江云追以为花荣在可怜芸娘，捏了几下她的后颈，解释道：“他之前谎称那些团扇是他想的主意，冒领了你的功劳，只是解雇已经算轻的了。”花荣并不可怜芸娘，只是觉得自己有一日也会被江云追毫不留情地赶走。听到江云追的话，花荣低声说：“谢少爷为奴婢主持公道。”花荣说的诚恳，江云追却不满意，箍着花荣的腰问：“谢什么？我不是答应过会护着你吗？”江云追是答应过的，当初花荣主动现身，就是求他庇佑。可那夜在破庙，孙含羞说过的话全都刻在了花荣心里。他不是傻子，能分辨出真假。江云追很骄傲，不可能故意把他送给孙含羞赔罪，但之前他那样高调的对他好，的确不是出于喜欢。他早就暗中搜集了孙家所有人的把柄，靠那些把柄就可以扳倒孙家。但孙含羞派人到处散播他和萧明幽的谣言，
悠悠之口无法堵住，江云追只好用这种方式把他推到所有人眼前。只有他成了他的心尖宠，萧明幽才能保持清白无辜。他不过是被江云追选中，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真相没有孙寒修说的那样残酷，只是有点伤人。他会得到疼爱，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并不是因为有人爱他。心底刺痛的厉害，花荣却弯眸笑起。不管怎么样，奴婢都还是要谢谢少爷的。江云追被花荣笑得晃了下神。两人接触这么久，他一直像只胆小的兔子，表情也大都是紧张慌乱的。今天还是江云追第一次看到他这般舒展的笑，很漂亮，却莫名的让江云追感觉有种可望不可及的疏离。没等江云追弄明白那疏离从何而来，房门便被敲响，下人在外面通传：三少爷、大小姐来了。长房只有3位少爷，下人口中的大小姐是二房的庶出小姐江云兰。长房和二房关系不错，但少爷小姐们年纪渐长，平日私下也很少来往。江云追本以为江云兰冒雪前来有什么急事，没想到她却是奔着花荣来的。前些日子大娘帮忙料理了个丫鬟，父亲与母亲大吵一架后，便总是夜宿外面，母亲气得犯了心急，打理铺子的担子便落在我头上。我查了账簿，这些铺子多有亏损，唯有成衣铺的经营稍好一些，但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听说三哥房中这位姑娘绣活极好，我想请这位姑娘帮忙想想法子。江云兰说完，期盼地看着花荣，花荣有些慌，下意识的推辞：大小姐太抬举奴婢了，奴婢只会绣东西，不懂打理铺子的。打理铺子其实并不难，只要东西够漂亮，自然有人买。我铺子里的绣娘都太平庸了，做出来的东西也平平无奇。之前赏花宴你做的团扇很漂亮，我想让你画些不一样的绣样图案出来，兴许能让铺子起死回生。这对花荣来说倒是不难，不过他现在是江云追的人，得听江云追的。江云兰顺着他的视线看向江云追，若是店里收成好起来，我按例分给三哥1成，如何？二夫人是商贾出身，江云兰得了二夫人真传，虽养在深闺，做起买卖来却很有气场。江云追扫了花荣一眼，见他傻乎乎的，也不会为自己争取利益，稍微坐直了些，严肃地说：既然要分红，那以后铺子的账簿要定期送到这里来，1个月要多少图稿得有数，不能你说画多少就画多少，1成利太少了，最少给3成，若有其他方面的需求，那是另外的价。自家大哥二哥早早的进了军中历练，唯有三哥一直没什么作为。江云兰还以为自家三哥是个徒有其表的纨绔，不由有些惊讶。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爽快道：好，我听三哥的。三哥深藏不露挺好的，日后他的依仗就更可靠了。江云兰回去后立刻让人送了笔墨纸砚来。晚饭后，江云追看了花荣画了一幅图，笔墨纸砚卖得很贵，花荣舍不得多用，画在角落。落笔很利落，没有犹豫，线条丝滑流畅，画的是2条纠缠的藤蔓，和平日看到的缠藤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江云追想象不出这个图案绣在衣服上面是什么样，只看了一眼，注意力便都在花荣身上。为了方便画画，他一手挽着袖子，身子微倾，神情专注，藏匿在胆怯软糯之下的自信不经意地渗透出来，一点也不像是低人一等的丫鬟，反而有种说不出来的贵气。你学过画画？没有，只是绣得多了就会画了。识字吗？认得一些，不多。花荣现在会的都是当初三娘偷偷摸摸教给他的。进了钟永伯府后，他除了把家规倒背如流，其他时间都在干活。江云追让花荣写了自己的名字，花荣不常写字，字迹潦草，像小孩写的。江云追从背后握住他的手，重新把他的名字又写了一遍。以后每日饭后抄2页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江云追原本只是想教花荣写字，说完才发觉这个姿势颇为暧昧，花荣很紧张，耳朵被他的呼吸惹得绯红一片，嫩如春桃。江云追的眸子瞬间变暗。第33章，谁欺负你了？咻！腊八这日，江云追准了花荣的假，让人送他去探望三娘。花荣彻夜未眠，第2日早早的起床收拾，见他穿了之前在内务处的粗使丫鬟衣裙，一样首饰都没戴，忍不住问：你就这样出门？花荣顿了一下，轻声说：奴婢娘亲的身子一直不好，奴婢不想穿得太花哨。这个解释挺合理的，江云追没有怀疑，拿了自己的大氅给花荣。外面冷，穿上这个。今天钟永伯在家，所有人都要到祠堂上香，江云追也要在家，不得出门。花荣接了大氅披在身上。江云追个子高，大氅穿在他身上还不到脚踝，花荣穿上却拖了地，得用手拎着一些才行，像是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想到王青云的样子，江云追有些担心花荣会受欺负，叮嘱了一句：胆子大些，遇事别怂。好，说是护送声势也不能太大。江云追只从执行院找了个叫随风的小厮和花荣一起回去。马车穿过闹市，走过小桥，最后驶入一条萧条破败的巷口停下。巷子太窄，马车进不去，连天光似乎也透不进去。怕会弄脏，
花荣下车的时候没穿江云追的大氅，又拿了几个铜板让车夫和随风找地方吃饭，晚些时候再来接他。随风有些不放心，三少爷要小的保护姑娘，小的还是和姑娘一起去吧。有时候保护也是变相的监视。花荣迟疑了下说，那你在这里等我吧，若是有事我再叫你。巷子不长，只住着几户人家，随风没再坚持。花荣这才踏进窄巷，朝记忆中的院子走去。当初三娘签死契把他卖进钟永伯府，是为了和他断绝关系，让他能清清白白的活着。可是如今他辜负了三娘的期望。花荣在门外站了很久，都没有勇气敲门。就在他想打退堂鼓的时候，院门突然打开，一张沧桑的布满皱纹的脸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花荣张了张嘴，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还是三娘先回过神来，一把将他拉进院子。天这样冷，傻站在门口做什么？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院子比花荣记忆中小了很多。进屋后，三娘倒了热水来，又献宝似的把一盘桃酥送到花荣面前。不是说了让你在里面好好干活，不要再见了吗？怎么还是来了？三娘的语气带着责备，面上却挂着慈爱的笑，眼底也有水光浮动。感觉自己一直被牵挂着，这些年积压的委屈一下子涌上花荣心头。她正想扑进三娘怀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王青云走进屋来，没见到花荣提的礼物。王青云的脸垮下来，恶狠狠地瞪了三娘一眼，夹枪带棒地说，这就是你养的白眼狼，他在钟永伯府跟着主子吃香的喝辣的，这么多年问都不问你一句，好不容易回来还空着手。三娘有些怕王青云，弱弱地为花荣辩解，她只是个小丫鬟，出门一趟不容易，能来看看已经很有心了，哪里还有钱买礼物？她现在可不是什么小丫鬟了。她不知道王青云会说出什么污言秽语。花荣把身上剩下的铜板都给他，时间不够，来不及买礼物，王叔你自己看着买。这些时日外面的传言，王青云也听到了，他做起了白日梦，盼着花荣这棵摇钱树能让他住上大宅子，吃上山珍海味。花荣给的这点铜板，王青云已经瞧不上了，但蚊子腿也是肉，王青云还是伸手来接。三娘摁下花荣，急急道，傻丫头，我们有钱花，你年纪也不小了，得为自己攒些钱才行啊。眼看到手的钱要跑，王青云脸色一变，扬手就给了三娘一巴掌。臭婆娘，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家里的钱都被你吃光了，哪里还有钱？王青云那一巴掌很用力，三娘被打倒在地。花荣忙挡在三娘面前，瞪着王青云，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王青云还想从花荣身上捞钱，忍下怒火说，他吃药吃多了，这2年脑子也糊涂了，老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打他也是想让他清醒点。三娘很怕王青云，连忙附和，对，我是有些糊涂了，你王叔平时对我很好的。当年是王青云花光积蓄为三娘和花荣赎的身，花荣和他接触不多，但感觉他的脾气还算不错。之前见面，花荣虽然觉得王青云变得有些势利贪财，怎么也没想到他现在会这样恶劣。当着他的面他都敢动手打三娘，背地里他又会怎样对三娘呢？花荣不敢往下想，见三娘唇角被打出了血，扶起三娘就往外走。王青云堵住门口，恶狠狠地问，你们去哪儿？三娘受伤了，我要带她去看大夫，顺便让大夫看看她是不是真的糊涂了。就是挨了一巴掌又不会死，哪里值得去看大夫？王青云满不在乎，不打算让路。花荣蹙眉，三娘抓着他的手说，我真没事，不用看大夫，要是耽误你回府就不好了。三娘的眼底全是哀求。花荣只得了一天假来探望三娘，就算这会儿为三娘出了头，他一回去受折磨的还是三娘。说到底他也身不由己，护不住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喉咙梗得厉害，鼻子也跟着发酸，花荣咬了下舌尖，没让自己哭出来。以后的月钱我会自己送过来，要是让我发现三娘身上有被虐待的痕迹，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不仅如此，我还会把三娘受的伤10倍100倍的还到你身上。心里憋着气，花荣的语气颇狠，然而他的眼眶红得厉害，明显是要哭了，威慑力还是打了折扣。闹成这样，花荣没有留下来陪三娘吃饭，直接坐马车回府。刚从后门进去，便遇上江云追。他换了身小厮的衣服，明显是想偷溜出府。看见花荣，江云追面色一沉，大步走到他面前问，谁欺负你了？回三少爷，没人欺负奴婢。没受欺负你哭什么？江云追并不相信花荣的话，眼神凌厉地扫向随风。第34章，奴婢会永远忠于三少爷。花荣挡在随风面前，淡淡的说，真的没有人欺负奴婢，是奴婢太久没见三娘，发现她衰老太多，有些难过。花荣在马车上哭过，但下车前他已经平复了情绪，泪痕已干，只有是眼眶还红着。江云追没有深究，见花荣没穿他那件大氅，让随风去马车上把大氅拿来，亲自给花荣披上。他穿着之前的下人衣裙，衣衫单薄，整个人也是单薄的，瞧着就可怜。花荣道了谢，小心的拎着大氅怕弄脏，又问江云追，三少爷是有什么急事要出门吗？
本来有，现在没了。江云追的表情有些不自然，花荣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他好像是专门来找自己的，约莫是因为演戏要演全套吧。腊八之后便是年关，府上所有人都为了置办年货和年夜饭忙活起来。花荣在执行院倒是落得清闲，院子里人手足，洒扫和剪窗花的活都不需要他干，花荣便在闲暇之余做了几个福袋备着。江云追虽然还没有成婚，毕竟年龄摆在那儿了，若是碰到小辈登门拜访，也要打赏些物件，图个好兆头。这日午后，江云追在看书，花荣在做福袋。江云兰送来账簿，那些图样很受欢迎，我让绣娘绣在绢帕上，又按照花荣说的染上香味。这2个月铺子盈利不少呢。江云兰很开心，不仅铺子的生意好起来，二夫人的病也好转了不少。年关近了，二老爷惧怕钟永博在家里的时间也多起来。花荣看不懂账簿，也不觉得铺子里的盈利和自己有关系，把账簿递给江云追后便去沏茶，回来便看到江云兰拿着自己做的福袋，爱不释手。福袋并不是什么罕见之物，但大都只是绣个福字或者元宝在上面，花荣在福袋上绣的却是今年的生肖兔，兔子的形态并不一样，有的抱着元宝憨态可掬，有的捧着福字软萌可爱，针脚细密，活灵活现。这个好可爱啊，我要让店里绣娘也这么做。江云兰满脑子都是商机，却遭到自家三哥的拒绝。这是我院里的东西，谁允许你拿到店里去卖？放下！江云追板着脸，一脸不悦。江云兰舍不得错失商机，试图劝说，我自然不敢卖三哥屋里的东西，请花荣姑娘另外画些图样给我也行。不行！江云追态度坚决，江云兰不好再劝，只能退而求其次。既然三哥不愿意，我也不勉强。那如果有人问起这个福袋，三哥能不能说是从我那铺子里买的？这2个月的绢帕虽然卖的多了些，但来铺子里做衣服的人并不多，还是要想办法多吸引些客人到铺子里才行。江云追没应声，翻看着手里的书，好像书里的内容格外吸引他。江云兰等了一会儿反应过来，忙取下腕间的一只银镯子塞进花荣手里。这些日子辛苦姑娘了，这个你先拿着，以后我瞧见适合姑娘的再买来送你。镯子颇沉，足有好几两，上面刻着繁复的花纹，漂亮的不像话。花荣下意识的想推辞，江云追悠悠道：这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赚的，有什么不敢拿的？江云兰笑着附和：是啊，若不是三哥不肯放人，我都想重金聘你帮我镇店了。江云兰的身份摆在那儿，不便抛头露面，束缚太多，到底不自在。江云兰随口一句玩笑，在花荣心底狠狠撞了一下。她是签了死契进府的，就算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为自己赎身，摆脱不了低人一等的命运，所以别人欺她辱她，她只能一味的忍让退缩。可是现在她靠自己得到了赏识，甚至有人觉得她可以管理一间铺子，那她再努力些，是不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便如藤蔓疯长，占据了花荣所有的心神。他听不到江云兰后面又和江云追说了什么，甚至连江云兰什么时候走的都没发现。直到江云追叫了他好几声，花荣才回过神来。三少爷有什么吩咐吗？花荣收起纷杂的思绪，凝神看着江云追，心跳还是有些快。为了那偶然窥得的尚且还遥不可及的自由，江云追好奇在想什么，这么入神。他没看书了，正在看江云兰送来的账簿。花荣心念微动，试探着问：奴婢最近识了不少字，能和三少爷一起看账簿吗？江云追立刻明白他的意图，挑眉问：你想学这个？花荣顿时没了底气。书和笔墨纸砚对寻常人家来说是很昂贵的东西，只有男子才能上学堂，便是世家小姐也只能请夫子到府里教习。江云追肯教他识字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他还想学看账簿，委实有些贪心。花荣握紧拳头，指甲扎进肉里，很疼。三娘被打的画面浮现在脑海，花荣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看着江云追说：奴婢想学，求三少爷教教奴婢。他想多学些本领，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护三娘。屋里陷入死寂，江云追迟迟不答，花荣的心不住下坠。她只是个通房丫鬟，对江云追来说，她只需要乖顺听话，讨好他就够了，让他学会太多东西，养出野心反而会很麻烦。沉默让时间变得漫长且煎熬，花荣手心出了汗，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若是江云追因此生气，把他赶出执行院，他将万劫不复。压力像块无形的巨石压在花荣身上，就在他忍不住想要跪下认错的时候，江云追突然问：孙寒修说我是故意把你留在别庄，把你送给他赔罪的，你怎么想？那夜在破庙发生的一切，江云追都从孙寒修嘴里撬了出来。这些日子他在弥补花荣，也在观察他。他的确胆小怯懦，却也坚韧聪明，这样的人不会看不出他和萧明幽的关系。花荣额头的汗冒得更多，扑通一声跪下，坚定地说：不管发生什么，奴婢会永远忠于三少爷。第35章，多谢大少爷。休。之前在内务处要做的事又多又杂，花荣的记忆力被锻炼得很好，只用了1天时间就学会用算盘，只是算法方面还不够熟悉，
所以老是算错。他并不急于求成，怕被太多人知道惹来麻烦，白日仍做着自己的分内事，只在夜里做这些。花荣自己没有发现，在他拼命学习的日子，他的肩背越来越挺，眉眼也越来越坚定自信。除夕这日，所有人都要跟钟永博一同入宫参加除夕宫宴。一大早，各院就忙活起来。花荣伺候江云追穿戴整齐，又准备了2套干净衣服。外面在下雪，若是衣服打湿或者弄脏了，可以随时替换。奴婢还准备了1瓶解酒丸，以备不时之需。除了这些，花荣还备了不少有的没的，都让随风放到马车上了。江云追见他一脸担忧，有些想笑，多少人想进宫参加宫宴都没有资格，你这是什么表情？花荣勉励笑笑，最后帮江云追整理了一次仪容。奴婢第一次帮少爷准备参加宫宴的行头，怕会有思虑不周的地方，所以有点紧张。没什么好紧张的，他们看的从来都不是我穿什么戴什么，而是我爹手里握着多少兵马，又立下多少功劳，还有我这张脸。最后一句话若是别人说，多少有些自恋，但从江云追口中说出是事实。便是没有过硬的家世，他也能靠着这张脸左右逢源。时辰尚早，天还灰蒙蒙的一片。花荣提着灯笼送江云追出门，快到垂花门的时候，便碰到江云飞和江云阳。江云阳啧啧2声，戏谑道：“三弟，你这张脸怎么越长越好看了？要不是你才收了个丫鬟，我都想给你挑个如意郎君了。”江云追没应声，踢了一脚雪过去。江云阳灵活地躲开，江云飞站在原地没动，只把伞一偏，挡下飞溅的雪团。火气挺大的，但你这力气不行了。江云阳评论着，回了江云追一脚。江云阳这一脚明显比江云追的有气势，踢起来的雪很多，连花荣和跟在后面的随风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江云追同样用伞挡住，但顾不上随风，只来得及把花荣揽进怀里护住。随风被溅了一身的雪，江云阳叹了口气：“三弟，你的架势练得不错，就是差了点力气。你这小厮可就太差劲了。”随风赧然道：“二少爷说的是，小的日后一定加强操练。”话没说完，江云阳再度发起攻击。这次他攻击的对象是花荣。花荣一点武功都不会，江云追要护着他，就是多了个大大的累赘。江云阳的攻击非常刁钻，几个回合后，江云追便落了下风。江云阳语重心长的劝诫：“三弟，男子汉大丈夫，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取舍，不能拖泥带水，还不快丢了这丫头，好好跟二哥过几招。胜负未分，你怎知我不是你的对手？”江云追不服，下一刻却被江云阳找到破绽。江云阳抓住花荣的胳膊，用了巧劲儿，把他从江云追怀里拽出去，再毫不犹豫地扔掉。花荣毫无自保之力，被江云阳扔飞，眼看要砸到墙上，一只强有力的臂膀将他接住，不等他站稳，对方就收回了手。花荣趔趄了下，稳住身形，低低道：“多谢大少爷。”江云飞没应声，和方才一样撑着伞，眉眼拢在伞下，只留给花荣一个高大疏离的背影。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到花荣身上，悄无声息的融化，带着寒意侵入皮肤。花荣默默往旁边站了些。那日他说要重新做一件外衫还给江云飞，如今看来应该是不必了。江云追确实不是江云阳的对手，背上被江云阳踢了一脚雪。踢完，江云阳又哥俩好的搂住江云追的肩膀，帮他掸了掸衣服：“三弟，别灰心，能跟我过这么几招，证明你还不是纨绔子弟，二哥不会笑话你的。”江云追凉凉的剜了江云阳一眼，一记肘击把人逼退，江云阳却不在意，又粘上去，一口一个好弟弟的叫着，哄小孩似的。目送马车离开后，花荣又去看了三娘。这次王青云不在，三娘跟花荣说了很多。你别怪你王叔，他是个好人，都是那些嚼舌根的人把他逼成这样的。他能把我和你从那种地方赎出来，咱们就得一辈子念他的好。王青云当初是真的很喜欢三娘，但世俗的偏见太难改变了，所有人都在笑话他为继子赎身，他对三娘喜欢也在日复一日的流言中被消耗得一干二净。花荣见三娘身上又添了新伤，忍不住说：“三娘，我把钱还他，你别跟他在一起了好不好？”傻丫头，你哪来的钱啊？花荣想说自己现在已经是三少爷的人了，得了很多赏钱，却又听到三娘说：“我欠他的不止钱，还有这么多年的情谊，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他为了见我，大雪天拿着糖葫芦在楼下一站就是一宿，也不怕把自己冻坏了。”三娘说着笑起来，已经苍老的容颜还是透出少女的羞涩。花荣哽得说不出话来。当初扬言要为三娘赎身的人其实不少，三娘选了王青云也是因为喜欢。三娘念着旧情不肯离开王青云，却一个劲儿地劝花荣：“你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别来看我了，找个脾气好对你好的人，好好过日子，知道吗？”三娘眼里含着期盼，想让花荣替她清清白白地活下去，可她不知道花荣已经失了身，没了清白。花荣有些绝望，却还是答应三娘。好。王青云一直没有回家，花荣吃了三娘煮的饺子才回府。每年的除夕宫宴都结束得很晚，快到子时的时候，雪才停下。
花荣让小厮把路面的积雪清理干净，又吩咐人备好姜茶、醒酒汤和热水，一切准备妥当。花荣发了赏银给他们，让他们去吃酒休息，自己则捧着暖炉，提着灯笼在院外候着。寒风凛冽，他多穿了一件袄子，站在外面还是冷。等了小半个时辰，江云飞才背着江云追回来。被江云追吐了一身，江云飞的面色颇为难看。花荣虽然害怕，还是小声问：“屋里备了热水，大少爷要不要清理一下再走？”第36章，别人给的都要，我给的就不要。羞，这套衣服是新做的，三少爷还没穿过，大少爷先将就一下吧。花荣小心地把衣服搭在耳房的屏风上，屏风后水声阵阵，是江云飞在洗澡。虽然屏风挡住视线，花荣什么都看不到，脸还是控制不住有些发热。好在江云飞动作很快，没一会儿就换好衣服出来。江云追和江云飞的身形差不多，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是合身的，只是江云飞的衣服要稍微花哨一些，和江云飞冷冰冰的气质不太相符。屋里很安静，花荣不知道说什么好，脑袋一热，冲江云飞竖起大拇指说：“好看。”没头末尾的一句话，不知是夸江云飞好看还是夸衣服好看。说完，花荣就想找个地洞钻起来，江云飞却拿了一锭金元宝给他。花荣愣住，江云飞问：“怎么，不是要赏？”他以为花荣夸他好看是为了讨赏。花荣正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听到这话连忙跪下：“奴婢谢大少爷赏。”夜已深了，江云飞没有久留，很快离开。花荣为江云追喝了醒酒汤，又打来热水帮他擦身子。一个人做这些挺吃力的，好在江云追的酒品还算不错，夜里没再折腾。花荣不放心，在床边守了一夜。天快亮时，花荣困得不行，打了会儿盹儿，迷迷糊糊间听到一声厉喝：“不要！”江云追自梦中蹭的一下坐起来，他的语气难得慌乱，甚至夹杂着一些痛苦：“少爷，你做噩梦了吗？”灯油燃尽，屋里一片昏暗。花荣问着起身要去倒水，被江云追拽进怀里紧紧抱住，像是怕他会消失不见。江云追很用力，用力到恨不得把花荣嵌进自己的骨血中。花荣被勒得有些喘不上气，却没有说话，只安静地让他抱着，等他平复情绪。不知道过了多久，江云追的心跳恢复正常，拉着花荣重新躺下。今天初一，一早要去庆兰院请安，还有不少事要做的。花荣轻声道：“少爷，奴婢要。”闭嘴！江云追沉沉命令，不容拒绝地拉上被子，把花荣圈在胸膛。被窝很暖和，还残留着些许酒气。花荣僵了一会儿，到底没能敌过汹涌的睡意，再睁眼，外面已是天光大亮。花荣一惊，连忙坐起来。江云追已经醒了，却还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花荣抱着一丝侥幸问：“少爷，你去主院请安回来了吗？”“没去。”江云追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把锅推到他头上：“你一直压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他没了从噩梦中惊醒的慌乱，恢复素日的桀骜不羁，眼底噙着些许兴味，故意逗花荣玩，想看他惊慌害怕。都是奴婢的错。花荣迅速认错，却不像之前那样六神无主，立刻拿了干净衣服伺候江云追更衣。收拾妥当，两人一同前往庆兰院。已经快到午时，来请安的人都领了打赏离开。钟永伯不在，因是刚和管事确认了晚给各家送礼的礼单，见江云追进屋，淡淡的责备了一句：“怎么这么晚才来？”江云追满不在意，在他眼里我就是废物，来得再早，他也不会带我去皇陵。江家是武将世家，祖上有人立下的功绩太高，被葬入了皇陵。钟永伯每年初一都会去皇陵祭祀。今儿才初一，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因是横了江云追一眼，到底还是心疼。片刻后又放软语气，关心他大醉一场，脑袋疼不疼，会不会难受。江云追不想聊这个话题，态度很敷衍。因是知他油盐不进，叹了口气，指了话题，拿出一个厚实的红包给他：“过完年你就21了，做事稳重些，别总气你爹。”江云追收红包收得很爽快，嘴上答的却是他看我哪儿都不顺眼的。因是气结，想到大过年的，没与他争辩，看了花荣一眼，招招手道：“过来。”花荣恭敬地上前，下一刻手里多了一个福袋。花荣没想到因是会给自己打赏，不由得诧异。因是定定地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以你的出身，原本是没有资格在三少爷身边伺候的，但三少爷很看重你，非要把你留在身边，我也不说什么了。只要你把那些心思用到正道上，好好伺候三少爷，府里亏不了你。”花荣忙跪下谢恩。在庆兰院用过午饭，花荣才跟着江云追回知心院。江云追让花荣帮自己按了会儿肩，才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丢给花荣，漫不经心道：“昨晚辛苦了，这是给你的，可别说我这个做主子亏待你。”江云追丢的随意，花荣差点没接住，定睛一看，手里的是只圆滚滚的金兔子，兔子眼睛大大的，前肢交叠在一起，像是在拱手拜年，娇憨可爱。兔子是实心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因是赏的金瓜子分量重多了，还残留着江云追的体温，有些灼人。“大夫人已经打赏过奴婢了，少爷不用。”花荣话没说完，
江云追就沉了脸，悠悠地问：“怎么，别人给的你都收，我给的你就不要？”这话有些严重了。花荣连忙摇头，乖乖收下兔子。没多久，江云兰派人送来礼物，花荣也有份儿，是一串白银的珍珠项链。下午还是不断有人送礼物来，花荣也让随风带人把准备好的礼物送出去。吃过晚饭才慢慢拆礼物，这些礼物都要记上册子，还要誊抄一份交给管事，一来方便回礼，二来也方便管理，免得有遗失。江云追对这些不甚在意，在一边看书，交给花荣全权负责。花荣把东西拆完放好，最后拿着一个茶饼来到江云追面前。这个没有写名字，奴婢也不记得是谁送进来的，少爷可有印象？茶是很普通的普洱茶，并不贵重，但包得很用心。不记得，扔了吧。江云追看了半晌才回答，却在花荣准备扔掉的时候又抢了回去，郑重地收进抽屉里。花荣脑子灵光一闪，突然意识到这茶饼可能是出自齐王妃萧明幽之手。可齐王妃之前不是都要跟江云追撇清关系吗？送这个茶饼来又是什么意思？第37章，再见齐王妃。过完年没多久就入了春，春雨多起来。惊蛰那日，春雷滚滚，狂风大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毁了云山寺的舍利塔，历任方丈的舍利子被泥石流卷走，寺中僧人和留宿的香客都受了伤。云山寺是昭陵的百年古寺，香火极盛，地位崇高，消息传进宫里，不多时便有宫人到钟永伯府宣旨，让江云追负责此次修缮寺庙的差事。宫人离开后，花荣被叫去了庆兰院。殷氏坐在主位，周身气压很低，神情有些焦躁。奴婢见过夫人。花荣上前行礼，殷氏冷涔涔地看着花荣，问：“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奴婢不知，还请夫人明示。云山寺的舍利塔被冲毁了，陛下下令让三少爷带人去修缮，此行少说要半年时间，你跟着一起去。是，请夫人放心，奴婢一定会尽心竭力照顾好少爷的。花荣弯着腰，低眉顺眼的很是恭敬，殷氏却还是一脸担忧。去寺里上香的鱼龙混杂，难免有居心不轨的人。我让你去，不单单是照顾阿追，更要警惕那些不干不净的狐妹子近他的身，懂吗？话里藏着讥讽，透出危险。花荣的腰更弯了些，低声保证：“奴婢明白，奴婢不会让居心不良的人接近三少爷的。若你没本事留住阿追的心，也不必留在府里了。”殷氏说的决绝，没给花荣留余地。花荣不明白殷氏为何会如此担心，直到他在云山寺见到了萧明幽。山路多处被泥石流冲毁，香客滞留寺中，厢房不够，所有人只能挤在大殿中。几日没睡好，萧明幽看上去狼狈又憔悴，没了在齐王府时的清冷高傲，像开得正艳的梅花，被人从枝头折下，丢进脏兮兮的泥里。萧明幽的反应比花荣惊讶多了，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了，他下意识地往花荣身后看了一眼，只一眼，不带什么情绪，转瞬即逝。除了花荣，谁也不会发现。萧明幽很克制，伺候他的桃花就完全不同了，他直接冲到花荣面前问：“你怎么来了？江三少爷呢？”几次见面，桃花的态度都明显凌驾在花荣之上。花荣之前被欺压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这些时日读书识字，又学会了看账簿，后知后觉的觉出不对劲来。他和桃花都是奴才，各司其主，谁也不比谁高贵。桃花瞧不上他，要么是不把江云追放在眼里，要么就是有自信江云追会纵容他的行为。桃花一直在萧明幽身边伺候，跟江云追不可能有什么交情，他的底气只能来自萧明幽。花荣眸光微闪，淡淡回答：“三少爷有事要忙，姑娘有什么事的话，奴婢可以代为转达。”花荣没有透露江云追的行踪，桃花眉头一皱，表情有些不耐，刚想说些什么，萧明幽抢先道：“桃花不得无礼。”简简单单一句话，桃花顿时变了脸色，委屈地说：“我家王妃腿伤得很严重，麻烦让江三少爷派个大夫过来看看。”能夜宿云山寺的香客都非富即贵，宫里特意派了好几位御医同行，花荣立刻请了一位御医来为萧明幽诊治。大殿里人很多，男女皆有，看诊并不方便，花荣请僧人用金幡做帘子隔出了一个角落，作为临时的诊室。萧明幽在御医的注视下缓缓撩起裙摆，一条血淋淋的腿映入眼帘，有些地方甚至有些发脓溃烂。花荣有些被吓到，桃花更是直接哭出了声：“王妃，你伤得这样重，怎么不与奴婢说啊？”萧明幽很镇定，笑了笑说：“寺庙里人手不够，药材也不够，还有比我伤得更重的人，我忍一忍也没什么。”桃花泣不成声，花荣忍不住问御医：“大人，王妃的腿能痊愈吗？”御医仔细检查了萧明幽的伤，点点头说：“虽然耽误了几日，但只要好好休养，会好起来的。”御医说完，让花荣找了一截木头给萧明幽咬着：“我要帮王妃清理伤处，但麻沸散已经用完了，会很疼，辛苦王妃忍一忍。”好。萧明幽的声音依然平静，脸却有些发白，到底是怕疼的。花荣迟疑了下，上前扶住萧明幽，御医倒了酒在萧明幽腿上，萧明幽咬紧木头，痛得闷哼，花荣的胳膊也被他死死掐住。
花荣疼得皱眉，忍着没有吭声。御医的动作很快，约莫一盏茶的功夫，便帮萧明幽清理好伤处，正要上药，帘子被掀开，清淡的茶香随风涌入花荣鼻尖。随后，萧明幽像是撑到极限，齿关一松，嘴里的木头掉落，痛苦的细软的哭声泄了出来。疼！萧明幽声音发着颤，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珍珠不住滚落。都说美人在骨不在皮，花荣却觉得萧明幽的美不止骨相，就连哭出来的泪都是美的。御医迅速帮萧明幽上好药，缠好纱布。花荣和桃花一起扶着萧明幽出去，一掀帘就看到江云追靠墙站着。上山的时候，不管是修路还是清理泥石，他都要亲自带头。这会儿身上早就沾满泥浆，没了素日的金贵优雅，多了落魄。江云追看了萧明幽一眼，说：“你的院子已经清理出来，不用挤在这儿了。”多谢江三少爷。萧明幽颔首道谢，脸上泪痕未干，眼睫还是湿的。江云追咬了咬后槽牙，吩咐花荣送齐王妃回去休息，需要什么直接来找我，这里还有很多事需要忙，有桃花在我身边就够了。萧明幽很是顾全大局，桃花却扑通一声跪下，哭着说：“江三少爷，求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可怜可怜我家王妃吧。王妃本来身子就弱，现在腿又伤成这样，住在那又湿又潮的屋子里，肯定会生病的。”他们还在大殿里，桃花的声音很大，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所有人也都听到江云追和萧明幽过去有过情分。桃花，你胡说什么？萧明幽厉声呵斥，表情有些慌乱，似是不知该怎么解释，更加坐实了桃花的话。花荣适时上前拉了拉江云追的袖子，软声道：“少爷，王妃之前帮过奴婢，少爷能不能看在奴婢的面子上帮帮王妃？”第38章挑拨离间。看在花荣的面子上，江云追把自己的住处让给了萧明幽。花荣和随风一起把江云追的东西搬走，临走前，萧明幽忍不住说：“晚上很冷，寺里的被子还没晒干，姑娘还是早些派人下山买些被子吧。”江云追平日虽然养尊处优，这次上山却一点也不矫情，吩咐花荣轻装简行，不能耽误上山的进度，所以花荣只让随风带了些换洗衣物，还有治跌打损伤和风寒的药。被子确实没有准备。萧明幽应该也不是担心他会受冷，而是担心江云追。花荣垂眸恭敬道：“多谢王妃提醒，不过今日天色已晚，这个时候下山怕是来不及了，山路已经修好，明日一早内务府会派人送东西上山。”萧明幽点点头，柔柔道：“是我多虑了，还是姑娘想的周到些。”萧明幽要休养，花荣没有过多打扰，清点完东西离去。桃花关上门，脸顿时垮了下来，轻蔑地说：“这才几日不见，他还真看得起自己，竟敢如此与王妃说话。”这次上山是为救灾，花荣穿的并不花哨，身上也没什么配饰，比第一次到齐王府的时候低调很多，但他在江云追身边的存在感却变强了很多，看上去也没有之前怯懦胆小了。萧明幽没有应声，安安静静坐着。桃花见状忍不住着急：“王妃，若是那贱人勾走了江三少爷的魂，咱们可怎么办呀？”来寺里烧香的达官贵人多，寺里的斋饭味道很好，环境也很清幽，时不时来小住几日当然很惬意，但要日日都在这深山老林待着，活着有什么意思？萧明幽先眸看了桃花一眼：“我与他早就恩断义绝，你说这些也不怕被砍脑袋？”萧明幽的声音仍是温温柔柔的，语气却很冷。桃花打小就在他身边伺候，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打了个哆嗦，连忙跪下自己掌嘴：“奴婢失言，求王妃恕罪。”萧明幽没喊停，桃花不敢停，就这样打了20几个巴掌，脸明显肿起来，才听到萧明幽说：“好了，晚些时候自己去赔罪，好好想想该说些什么。”桃花转了转眼珠，很快明白过来，脸上露出喜色。他就知道王妃不会坐以待毙的。萧明幽身份特殊，并不和其他香客一起住厢房，而是独自住在后山的禅院里。禅院在暴雨中也受到了冲击，但并不像其他厢房那样受损严重。左边院墙被一块巨石撞出了裂痕，屋顶碎了些瓦，屋里东西都被打湿。江云追已经让人打扫过，屋里墙壁虽然还有些湿，却并不影响住宿。花荣把东西放好，打开门窗透气，而后去了厨房。寺里一直只做素斋，但修缮寺庙的匠人和随行的官兵还是要吃些荤腥才有力气干活。花荣问了方丈，方丈同意一顿做2个荤菜，但寺里的僧人还是吃素斋。从厨房出来，花荣又去大殿帮了会儿忙，直到暮色降临，才去厨房端了饭菜回禅院。进门时，冷不丁看到门口跪了个人，吓了一跳：“谁在这里？”花荣大声呵斥，脑子里闪过各种离奇可怖的精怪故事。“奴婢来请罪。”“是桃花。”花荣松了口气，正要问他请的哪门子罪，江云追带着随风步入院中，先一步发问：“你犯了什么罪？”“奴婢白日一时情急说错了话，三少爷和我家王妃并无旧情，旁人误会都不要紧，还请花荣姑娘莫要因此心生芥蒂，与三少爷离心。”桃花说着，用力磕了几个头，态度诚恳极了，却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沉默良久，江云追问：“他让你来的？”
桃花连连摇头，是奴婢自作主张来的。王妃待奴婢向来宽厚，便是奴婢说错了话，也不会苛责奴婢。只是王妃回去后默默哭了好久，奴婢猜想可能是说错话，让王妃不高兴了，所以前来请罪。花荣回来的迟，禅院里尚未点灯，只有随风手里提着一盏灯笼。山里夜风大，灯笼被吹得不住晃动，江云追的神情在明明灭灭的光影中越发晦暗深幽。花荣一颗心控制不住发紧，明知可能会惹恼江云追，还是开口说：齐王刚刚病故，王妃也有可能是想到齐王才伤心难过。这话一出，桃花立刻恶狠狠地瞪了花荣一眼，但齐王妃尚是新寡，桃花可不敢反驳说萧明幽不是在想齐王，而是在想江云追。江云追周身的气息更冷了些，你家王妃心情不好，你更应该好好伺候着，这次说错话不要紧，以后记得不要再说错。江云追说完直接进屋，桃花打了个寒战，又听到花荣说三少爷对奴婢很好，奴婢不会恃宠而骄，更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和三少爷离心，王妃不必顾虑这样多。目送桃花离开，花荣端着饭菜进屋。屋里随风刚帮江云追脱下满是泥浆的外衫，瞥见花荣，江云追冷声命令出去。话不是对花荣说的，随风应声退出去。屋里气氛有些沉，花荣装作感知不到异常，摆好饭菜轻声道：从厨房出来走了一路，饭菜都要冷了，少爷先吃饭再沐浴吧。江云追抬眸睨着花荣，眼神很冷，隐隐有怒气翻涌。看过几天书，认了几个字，你就有胆子插手我的事了？奴婢不敢。花荣低头，姿态乖顺，只是齐王妃身份特殊，寺里人多嘴杂，小心些总归是好的。你还会找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了？江云追拔高声音，看花荣的眼神像是看着一只白眼狼。花荣不想惹怒他，想了想说，在奴婢眼里，齐王妃端庄高贵，像是仙女一样不染尘埃，但她身边那位叫桃花的婢女，看着心思并不单纯，少爷难道不觉得她在故意说一些话让你心疼吗？花荣没有做过争风吃醋的事，也不知道后宅妇人勾心斗角的伎俩，他只是凭直觉感知，然后如实的告诉江云追。他本以为江云追会很快想明白这件事，却听到江云追冷森森的讥笑。刚开始我以为你是只胆小怕事的兔子，现在才知道你是扮猪吃老虎的狐狸。第39章露出真面目。江云追的反应打了花荣的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没有和江云追争辩，跪下认错，奴婢不该妄自揣测齐王妃和他身边那位婢子，求少爷恕罪。这些时日花荣体会到了有靠山的滋味，他不再被人任意欺辱，还得到了很多打赏。王青云在找上门来的时候，他不用再为了钱发愁，甚至可以让三娘过上更好的生活。花荣想学更多的本事，赚更多的钱，能帮他成长起来的只有江云追。花荣认错认得很快，江云追的怒气却不是这么轻易能消的。他走到桌边坐下，冷冷命令跪外面去。花荣乖乖跪到屋外。等江云追吃完饭，随风带人送来热水，片刻后出来对花荣说，少爷让你进去伺候。跪的时间不算太久，起身的时候膝盖还是有些疼。花荣皱了皱眉，没敢耽搁，面色如常进屋。江云追已脱了衣衫，坐进浴桶里，闭目养神。蒸腾的热气让他的眉眼变得模糊，却还是冷的。花荣不敢出声打扰，默不作声地上前帮他按摩搓背。快结束的时候，江云追突然问，带金疮药没有？带了，找出来给我。江云追没有受伤，明显是要送药给萧明幽。花荣有些担心，却不知道该如何劝说。给江云追药的时候，试探性地说了一句，奴婢陪少爷一道去吧。有他在，就算被人看到，好歹还能遮掩一下。花荣是想帮江云追打掩护，落在江云追耳中却是截然不同的意味。怎么要替我娘监视我？我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凭你也拦得住？花荣急忙解释，少爷误会了，奴婢没有。江云追不想听，拿着药大步走出禅院，直到后半夜才回来。花荣一直没睡，见江云追回来立刻迎上去，想要帮他宽衣，却被江云追避开。我自己有手，不用你伺候。他胸口的位置被打湿了一小片，像是有人靠在他怀里大哭了一场。花荣默默退到一边。第二天一大早，江云追就去监工了。花荣不想惹他心烦，早饭都是让随风送去的，自己则去寻了地方洗江云追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到一半，桃花来了。水潭很宽，他却非要挤到花荣旁边，不客气的要求，你往旁边让让，之前我都是在这个位置洗的。花荣把东西往旁边挪了些，桃花却觉得不够，蹲下来的时候故意撞了花荣一下。花荣险些被他撞进水潭里，忍不住瞪了他一眼，你这么看我做什么？我又不是故意的，谁让你离我这么近？桃花一点愧疚感都没有，语气反而有些挑衅。花荣握了握拳，正想端起木盆去水潭的另一边，桃花伸腿绊了花荣一脚。潭边本就湿滑，还都是石头，花荣重重地摔在石头上，木盆滚落在地，洗干净的衣服重新沾满泥沙。花荣的肋骨被石头撞了一下，疼得眼前一阵阵发黑，一时动弹不得。
桃花在花荣面前蹲下，一脸的幸灾乐祸。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脸都白了，一定摔得很疼吧？花荣疼得说不出话来。桃花朝他吐了口唾沫，撕去伪装，露出本来面目。一个被继子养大的贱蹄子，连给三少爷提鞋都不配，竟还好意思缠着三少爷。这次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你若是还敢恬不知耻地勾引三少爷，下次可就不是摔一跤这么简单了。桃花说着，把木盆揣得更远了些。山上有瀑布，水潭正好在瀑布下方，水流声很大，只有花荣能听到桃花说了什么。桃花说完回去洗衣服，等他洗得差不多了，花荣才缓过劲儿，慢慢爬起来。肋骨不知道是不是撞断了，动一下就钻心的疼。花荣顾不上捡衣服，捂着腰腹想先去看伤。桃花突然大叫起来：“救命啊！我不会游泳，谁来救救我啊！”话音落下，桃花直接跳进水潭里。花荣尚未反应过来，江云追便带人赶到。桃花被救醒后，看到花荣就像看到了鬼一样，哆哆嗦嗦地求花荣不要杀他。江云追抓住花荣的胳膊，难以置信地问：“你做了什么？”江云追很生气，力气很大。花荣的胳膊昨天被萧明幽掐伤，被抓得很疼，但他没有慌乱失措，看着江云追的眼睛说：“奴婢什么都没有做，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山里的水很冷，桃花冻得晕过去，没办法问话，只好先送他去房间。因桃花的指控，花荣被扣上杀人的罪名，被带到寺里的思过殿。不多时，萧明幽闻讯赶来，他没有责怪花荣，而是一脸歉疚。桃花性子急，说话做事都很冲动，我相信花荣姑娘不会害他，他落水了，神志不清才会胡乱说话，我先代他向姑娘道歉。萧明幽都没有问事情经过，很坚定地相信花荣是清白的。花荣有些茫然，他原本以为桃花做的事都是萧明幽在背后授意的，这样一看又觉得不大可能。江云追这会儿冷静了不少，扫了花荣一眼，对萧明幽说：“真相如何还未可知，你不必一出事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寺里差点出了命案，方丈很快带着寺里武僧赶到思过殿，花荣这才当着众人的面把事情经过说出来。奴婢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自己跳下去，奴婢被绊倒摔那一跤，应该是把肋骨摔断了，连走路都困难，委实没有力气再把一个人推下水潭。御医还在寺里，可以让御医验伤查证奴婢所言是否属实。从摔倒到现在，花荣一直在忍疼，面白如纸。御医很快被叫来，查验完花荣的伤势，严肃道：“这位姑娘伤得很重，需要马上进行治疗，不然恐有性命危险。”江云追没想到花荣伤得这样重，面色发沉。萧明幽连忙说：“寺里的药材够吗？可要回城治疗？”萧明幽的语气满是关切。御医皱了皱眉说：“现在回城会加重他的伤势，只能先在寺里治疗，等情况好转些再回城。”萧明幽垂眸，眼下眼底的失望，而后恳切地对御医说：“这位姑娘是被我的婢女所伤，无论用什么药，请一定要治好她。”第40章，做错事的人要付出代价。御医用木板帮花荣固定了骨头，之前他都是硬撑的，上完药只能躺在床上，哪儿也去不了。桃花醒来后，一开始坚称是花荣故意把他推下水的，听说花荣伤得严重，根本没办法推人下水，他便改口说是他和花荣为了抢位置起了争执，失手推了花荣一下。花荣扬言要让江云追杀了他，他一时害怕，便自己跳下水潭抢占先机，反咬一口。桃花承认是自己跳下水潭的，也承认害花荣受伤，和花荣说的基本吻合，便也没人追究两人到底有没有起争执了。毕竟他和花荣无冤无仇，怎么会无缘无故故意挑衅伤人？御医走后，萧明幽来到床前，拉着花荣的手说：“这件事是桃花不对，但他打小就在我身边伺候，跟了我很多年，我想替他求个情，花荣姑娘能不能原谅他？”萧明幽的语气特别诚恳，眼眶也有些红，似乎对花荣的伤痛感同身受。但他如果真的能感受到花荣的痛苦，就不会不要桃花付出任何代价，轻易的让花荣说出原谅。花荣垂下眸子，淡淡道：“王妃身份尊贵，委实是折杀奴婢了，而且奴婢并没有处置任何人的权利。萧明幽真要求情，也该去求江云追才对。以他在江云追心中的地位，江云追应该不会重罚桃花。”花荣只是实话实说，萧明幽却像是受了什么欺负，眼睛一眨，落下泪来。与此同时，江云追走进屋来：“我知道花荣姑娘心里有气，是我没有管束好手里的丫鬟，若是能让姑娘解气，姑娘打我几下也是可以的。”萧明幽说完，抓着花荣的手就要打自己，江云追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萧明幽：“你在做什么？”萧明幽似是没想到江云追会出现在屋里，慌乱的是泪：“我担心花荣姑娘，来看看她，顺便再好好的道歉。人又不是你推的，为什么要你来道歉？”江云追的声音很冷，带着怒气，却不是冲萧明幽，反而更像是心疼。花荣不想打扰两人，但他的手还被萧明幽抓着，怕牵动伤处，小声开口：“王妃能不能先放开奴婢？奴婢疼。”萧明幽忙松开手，又道了次歉。怕江云追误会自己对萧明幽摆脸色，花荣强撑着笑了笑，柔柔道：“没关系，奴婢皮糙肉厚，不会有事的，
多谢王妃相信奴婢，王妃不必如此愧疚。萧明幽还想再说些什么，江云追忽地开口：“人不是你推的，不用你来道歉，但做错了事的人不能不付出代价。”这话听起来颇有些不近人情。萧明幽诧异地看了江云追一眼，随后红着眼说：“桃花比我小4岁，入府后便一直跟在我身边，与我情同手足。我愿意带她向花容姑娘赔罪，也不行吗？这次你能带，日后她若是杀了人呢？”江云追反问，声音有些大，带了责备。萧明幽浑身一颤，说不出话来，红着眼冲出房间。江云追没有追出去，脸色很难看。花容不知道能说什么，安安静静地装作自己不存在。过了会儿，他听到江云追问：“手上的伤怎么来的？”刚刚萧明幽抓花容手的时候，袖子滑下去了一截，胳膊上的掐伤露了出来。花容不敢告状，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是摔下去的时候磕的吧。”江云追重新把袖子撩起来，指着上面的痕迹问：“磕在什么样的石头上能磕出这样的伤？”江云追非要问个究竟，花容没办法，只能如实回答：“昨日御医给齐王妃治腿伤，齐王妃太疼了，不小心抓的。”萧明幽的指甲留得挺长的，那些掐痕很深，今天被江云追大力拽了一下，有的地方又冒出血来。江云追绷着脸问：“昨天怎么不说？一点小伤，说出来怪矫情的，反正不会有人在意。”花容没把真实想法说出来，怕江云追觉得他在抱怨，平静地说：“少爷要忙正事，奴婢不想用这些小事打扰少爷，况且和王妃的腿伤比起来，奴婢这点疼不算什么。”花容说完笑了笑，叫人看不出一点委屈。江云追心头莫名滞了一下，问：“你想怎么处置他？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按照这个逻辑，花容摔断了2根肋骨，受了这样的痛，桃花也该断2根肋骨。”但江云追都因为这件事把萧明幽弄哭了，花容不敢提要求，乖顺地说：“奴婢都听少爷的。”伤处疼得厉害，花容几乎一夜没睡，不能翻身，躺着也很难受。天快亮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没一会儿便被凄凄爱爱的哭声吵醒。桃花正跪在床前，见花容醒了，立刻哭求：“奴婢知错，求姑娘原谅奴婢吧。”桃花这次的道歉诚恳了很多，她的脸很红，像是发着高热，全然没有在水潭边欺负花容的嚣张。伤处疼得厉害，花容没有丝毫动容，但莫道我担不起桃花姑娘行如此大礼，桃花姑娘还是请回吧。桃花不肯走，执拗地跪着，哭得更真切了些。姑娘若是不肯原谅奴婢，江三少爷就要剁奴婢一只手，只要姑娘能消气，让奴婢做什么都可以。花容没想到江云追会对桃花罚得这样重，愣了一下，不过转瞬他便想明白了，江云追不是要为他讨回公道，而是忠永伯府的人眼底都容不得沙子。桃花当众撒谎，踩了江云追的底线。我就是个奴婢，不敢对主子指手画脚，你求错人了。花容不想多管闲事，桃花还想说些什么，江云追带着随风走进屋来。江三少爷，奴婢知错了，求你饶了奴婢吧。桃花扑上去抱住江云追的腿，哀嚎着求饶。江云追不为所动，让随风把人拖出去。没一会儿，桃花的哭声就听不见了。花容干不了活，只能口头关心一下江云追：“少爷怎么回来了？还不到50，按理他该在外面监工才对。”江云追皱眉看着花容，似乎遇到了什么难题。良久，花容听到他问：“从昨天到现在，你都没有如厕，不觉得难受？”第41章，奴婢想如厕。江云追没说的时候，花容不觉得，被他一说，想如厕的感觉便汹涌而来。花容从来没有跟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更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如厕。脸烧得厉害，花容强装镇定说：“谢少爷关心，奴婢感觉已经不那么疼了，可以自己去。御医说你至少要卧床半个月才能下地走动，你以为自己是铁打的，才1晚上就不疼了？”江云追半个字都不信，拿了夜壶来到床边。花容的脸越发的红，急急道：“奴婢现在不想如厕，实在太难为情了。”花容抗拒得很，她这模样像是又回到那日在假山洞里，慌乱又害怕。江云追挑眉，满不在乎地说：“又不是没见过，这么紧张做什么？开了荤的男人都是狼崽子，成天只想吃肉。”花容没到执行院前，江云追还忍着，到了执行院后，他就食髓知味，再也没委屈过自己，对花容的身体早就了如指掌。花容浑身都烫起来，眼眶也跟着发红，说不出拒绝的话来。江云追愿意屈尊降贵帮他解决如厕的问题是他的福气，他要是一直扭捏作态，就只能拉床上了。花容咬唇，正要克服羞耻答应下来，房门被敲响，萧明幽的声音传进来：“花容姑娘，是我来给你送药了。”江云追怔了一下，打开房门，萧明幽果然拿着药站在门外。他似是没想到江云追这个时候会在屋里，先是一愣，随后歉然道：“抱歉，是我打扰你们了。”萧明幽说着后退，却牵动腿上的伤，一个不稳便要栽倒。江云追忙伸手接住，不等站稳，萧明幽便急急地推开江云追，
又把药塞进江云追手里。药已送到，我先走了。说完转身便走，但他腿上有伤，哪里走得快，被江云追拉住。男女授受不亲，请江三少爷放开我。萧明幽冷声提醒，试图挣扎，江云追直接沉着脸把他拦腰抱起，压着怒火低斥，腿伤成这样还到处乱跑，生怕自己变不成残废。萧明幽的眼眶瞬间红了，靠在江云追怀里，闷闷地说：我没管好丫鬟，伤了你的心头好，这些都是我应该受的，不是吗？话里满是自责，还有浓浓的悲伤，清冷的表象碎裂，露出里面脆弱不堪的灵魂。江云追的手紧了紧，绷着脸没有应声。进屋后，江云追让萧明幽坐下，伸手去撩她的裙摆，萧明幽阻止了他，平静地说：我没事。他的神情平静，额头却满是冷汗，唇也有些苍白，分明是疼得不行。江云追在他面前蹲下，不容拒绝地撩起裙摆，被血浸透的纱布映入眼帘。江云追的脸沉下来，抓住萧明幽的脚踝，问：这还叫没事？江云追的手掌宽大，掌心灼热，萧明幽被烫得一颤，伸手盖住江云追的眼睛，带着哭腔说：别看，很丑。山里比城里冷，走了一路，萧明幽的手很凉，不只挡住了江云追的视线，还带来一股清冽好闻的茶香，和生辰那日送到府里的茶饼味道一样。而且他不是因为两人身份悬殊不让他看，而是因为伤处太狰狞丑陋，不愿意让他看见。江云追的喉结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下，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旖旎起来。便是花荣这个旁观者都感受到了某种被禁锢却又蠢蠢欲动的情愫，心跳快了些，胸腔被撞得生疼。花荣忍不住开口：少爷，奴婢想如厕。旖旎的气氛被打破，江云追如梦初醒，猛地拉下萧明幽的手，噌的一下站起来，后退了好几步。他的呼吸急促，眸底欲念未消，就连花荣都看得出他动了情。萧明幽也有些慌乱无措，想要起身，却又因为腿疼重新坐下去。他的痛呼让江云追冷静了些，厉声命令：给我坐着别动。江云追冲出房间，不多时，一名御医带着医女匆匆赶来。御医先帮萧明幽重新换药，等医女帮花荣解决了如厕问题，再帮花荣换药。换药需坐起身才行，折腾了一番，花荣疼得几乎要晕过去。考虑到两人行动都不方便，御医把医女留下帮忙照顾。刚刚萧明幽一直要走，这会儿江云追不在，他反倒稳坐如山。等医女去煎药了，萧明幽倒了一杯水，一瘸一拐地送到床边。花荣姑娘一定渴了，喝点水吧。花荣是有点渴，但喝了水就要尿尿，她不想麻烦，摇头道：谢王妃好意，奴婢不渴。可是我都倒好了，而且我端过来也不容易。萧明幽的语气温和，眉头却痛苦地皱着，约莫是为了送这杯水牵动了伤处。花荣没办法，只能接过那杯水喝下，诚恳道：谢王妃。不用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况且你是江三少爷的心尖宠，我更要好好对你才行。萧明幽说着，一瘸一拐地回去坐下，然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他就又倒了一杯水过来，用的还是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说辞。花荣后背爬上寒意，他喝下第二杯水，对萧明幽说：谢王妃好意，奴婢真的不渴，而且奴婢受了伤不能动弹，不方便如厕，可水还是要喝啊。你刚刚不是想让江三少爷帮你的忙吗？你不喝水，一会儿他回来了，你怎么尿得出来？萧明幽说着回去坐下，他的语气很温柔，表情也是纯良无害的，每一个字却都充满了恶意。花荣刚刚拿如厕做借口打断了他和江云追的好事，所以他故意给花荣灌水报复，要花荣难堪。花荣被萧明幽的话惊到，原来萧明幽之前表现的那样端庄识大体都是装的，他和江云追的这几次见面，只怕也不全然是偶然。桃花的冲动莽撞都是他刻意纵容的结果，桃花越可恶，他这个做主子的就越善良大度。花荣越想越觉得恐怖，萧明幽花了这么多心思，对江云追应该是势在必得，那自己岂不是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第42章，奴婢饿了。喝完药，萧明幽随便找了个借口支走医女，硬是为花荣喝了一下午的水。傍晚，江云追才带着随风回来，屋里没有点灯，一片昏暗。江云追没想到萧明幽还在屋里，表情有瞬间的不自然。萧明幽抢先问：江三少爷，妾身现在可以走了吗？江云追这才想起自己离开时让萧明幽坐在这里不要动，却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想到萧明幽的腿伤，江云追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去，命令随风送齐王妃回去休息。萧明幽颔首道：有劳了。说是送，随风也只能跟在萧明幽身边，不能上前扶他。萧明幽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擦肩而过的时候，江云追又闻到他身上的茶香，眼皮上似乎还残留着他指尖冰凉的温度。等等！江云追叫住萧明幽，取下腰间的佩剑递给他，拄着这个。忠永伯府的男丁都有自己的佩剑，剑剑如剑人，向来是不会假手他人的。萧明幽接过剑，纤细的指尖抚过剑鞘，感激道：谢谢。
江云追眸色微暗，感觉心弦被狠狠拨弄了一下，在原地站了好半天才走进屋里。屋里很安静，花荣躺在床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不曾向他问好，像是睡着了。江云追自己把灯点上，转身却发现花荣醒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他。醒了？江云追随口问了句，准备把脏衣服换下，等了一会儿却没听到花荣回话。这胆儿肥的兔子还跟他耍上小性子了。江云追眉头微皱，想给花荣立立规矩，刚走了一步就听到花荣大声说：“别过来！”江云追挑眉，没把花荣的话放在心上，又走了2步，花荣猛然失控，丢了枕头大哭起来：“脏死了！求求你不要过来！”他的情绪崩溃，连身上的伤也不顾了，拼了命的抗拒，不想让人靠近。江云追意识到不对劲，大步上前摁住花荣，不让他乱动，伤到自己。距离近了，江云追闻到异味，眉心微拧。花荣失禁了：“好脏，别碰我！”花荣别过头不看江云追，浑身都在发抖。失禁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是一件相当打击自尊心的事，大理寺有时候会用这一招刑讯人犯，花荣自然承受不住。江云追果断把花荣劈晕，把脏衣服和床单拿走，叫了御医和医女过来。花荣的伤又崩裂了，御医又帮他上了回药，诊治完忍不住对江云追说：“这位姑娘本来伤的就重，又因为失禁在床情绪失控，伤势又加重了不少，这样下去不行啊。”江云追的脸色不好，凉凉的横了御医一眼：“你也知道这样不好，你不安排人照顾病患，难道还要我亲自照顾？”御医没想到江云追会冲自己发火，连忙解释：“下官是安排了人照顾这位姑娘的呀。”医女被叫过来问话，无辜的说：“我下午熬完药，本来是要留下来照顾的，但齐王妃说后山长着不少草药，说不定也有麻沸散，我就去后山寻了些回来。”如此说来，谁都没有错，只是不小心忽略了花荣而已。江云追没有为难两人，沉着脸回到房间。没多久，随风送完萧明幽回来，见他两手空空，江云追眉心微皱：“剑呢？”齐王妃进屋后就让小的回来了，小的这就去拿。算了，江云追叫住随风：“明天再拿也不迟。”是。花荣醒来时，随风正好去厨房拿了饭菜回来，身体被清理过，衣服变得干爽，崩溃的情绪也平复下来，饭香涌入鼻尖，肚子本能的咕咕叫了几声，声音不大，还是被江云追捕捉到。他问：“醒了？”花荣偏头看向江云追，如实说：“少爷，奴婢饿了。”江云追用枕头把花荣的脑袋垫高了些，亲自喂她吃饭。见过花荣的崩溃，江云追本以为花荣顶多吃2口就饱了，没想到她的胃口还不错，竟然把1碗米饭都吃光了，吃完还舔了舔唇，有些意犹未尽。江云追问：“还想吃？”花荣摇头：“奴婢吃饱了，谢少爷。”他还要在床上躺很久，不宜吃太多，免得积食。花荣的平静让江云追很意外，上次被孙含羞绑去破庙，被救回来以后，他也是这样的，就像被打碎的瓷瓶，明明应该很难被修补的，可他只需要睡一觉，就能让这个瓷瓶恢复如初。一只胆小怕事的兔子，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修复能力？江云追忍不住问：“今天下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花荣的脸僵了一下，藏在被子下的手也紧握成拳。他垂着眸，没有看江云追，淡淡的说：“齐王妃一直陪着奴婢，没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不让她叫人帮忙？”花荣动不了，萧明幽多少还能走几步，要帮忙找个人其实不成问题。指甲嵌进掌心，花荣克制住了说出真相的念头，轻声说：“王妃腿伤的厉害，奴婢不想麻烦她，而且下午有医女来过，奴婢以为那位医女很快会再回来，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这些解释听起来很合理，江云追没再追问，直到明天随风会留在院子里，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叫他。好。接下来的日子，萧明幽都没有再来禅院，医女每日都会来帮花荣换药，帮她如厕，花荣也没有再失态过。不知是真的皮糙肉厚，还是御医的医术太高超，10日后花荣便能下得走动了，不过动作不能太大，走一小会儿便要歇一下，不然呼吸太急，胸口就会疼。躺得太久，花荣迫切的想要呼吸新鲜空气，他寻了根棍子拄着，打算在禅院附近逛逛，刚走出院门就碰上桃花。桃花手里捧着江云追的外衫，见到花荣，快步走近，轻快地说：“这是江三少爷的衣服，已经洗干净了，有劳姑娘拿进去一下。”桃花说着，把那件外衫塞进花荣手里。花荣清楚看到桃花的双手完好无损，连一点伤疤都没有，心脏猝不及防地疼了起来。第43章，小心提防。晚饭后，江云追和往常一样洗完澡出来，花荣递了干帕子给他。江云追的衣衫穿得松垮垮的，一边擦头发一边问花荣：“这件外衫谁送回来的？”花荣帮他理了理衣襟，柔声回答：“下午桃花姑娘送回来的，奴婢刚好想出门转转，桃花姑娘就让奴婢把衣服拿进来了。”花荣答得很细，并不追问江云追的外衫为什么会在萧明幽那里，也不好奇两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更没有问江云追为什么出尔反尔，没有伤桃花分毫。
萧明幽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人，他不过是个用来瞒天过海的幌子，孰轻孰重，旁人不知，他却是要有自知之明的。江云追多看了花荣一眼，见他神色平静，波澜不惊，不知为何有些心虚，解释了一句：他毕竟是齐王妃的贴身婢子，太后让齐王妃在这里为齐王祈福，若是废他一只手，就不方便照顾人了，我命人打了他20大板。正常情况下，一个弱女子被打了20大板，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这惩罚不算轻，但下午桃花面色红润，脚步轻快，一点也看不出受伤。这20大板应该只是做了个样子，并未真的打下去。花荣眉眼低垂，乖顺道：谢少爷为奴婢主持公道。他的语气很诚恳，没有觉得不公平，反而还很感激。江云追哽了一下，说：我已让人备好软轿，你再休养几日，我亲自送你回府养伤。你若觉得闷，可以去戏园子听戏，或者逛街买些东西。这是江云追惯用的弥补方式，他给不了花荣足够的喜欢和偏袒，所以出手很大方，和嫖客打发妓子没什么两样。花荣眨眨眼，眸底泛起水光，像是感动哭了。少爷对奴婢真好，奴婢之前在府里受了欺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跟了少爷以后，奴婢才知道有人依靠是什么感觉，这辈子能伺候少爷，真是奴婢几世修来的福气。花荣哭得情真意切，雾蒙蒙的眼底全是对江云追的信任和依赖。江云追一时如鲠在喉，这兔子有时候不是挺机灵的吗？怎么这会儿都落下满身伤了，还傻乎乎的感激涕零？花荣哭了一会儿，情绪平复了不少，擦了擦眼泪说：府里不养闲人，少爷若是把奴婢送回去，大夫人肯定会觉得奴婢没用，要趁机发落奴婢，求少爷让奴婢留在这里吧，奴婢皮糙肉厚，不用精心调养也能好起来的。说这话时，花荣的语气又变得怯生生的，怕被江云追拒绝，又怕一个人面对未知的狂风骤雨。花荣受伤后，江云追溯了10来日，又老是阴差阳错的撞见萧明幽，一颗心被撩拨的不行，对花荣的心思淡了不少。这会儿见花荣哭得梨花带雨，不觉心疼起来。我亲自送你回去，没人敢对你做什么，可是奴婢舍不得少爷。花荣说完，大胆地抓住江云追的腰带，踮着脚吻了上去。他没有勾引过人，虽然和江云追缠绵过很多次，吻技依然没什么提升，生涩得很。好在江云追很快给了他回应。江云追一把搂紧他的腰，想要加深这个吻。花荣闷哼了一声。江云追清醒过来，横了花荣一眼，伤成这样还敢勾引我？花荣羞涩地低下头，抓着江云追的腰带在指尖搅了搅，问：那少爷愿意留下奴婢了吗？他存心引诱，声音都是媚的，江云追自然是应下了。花荣高兴极了，又说了好些倾慕之言。吹灭烛火后，花荣脸上的笑一点点收敛。花荣没喜欢过人，也没有被人爱过，不太懂感情的事，但他跟着三娘在风尘之地长大，对男女之事多少了解一些。他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萧明幽还没有把江云追勾搭到床上去，不然江云追不会还对他的身子感兴趣。寡妇的身份是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萧明幽又要在江云追面前梳理端庄矜持的形象，自然不可能太过直白的勾引。萧明幽今天让桃花送江云追的外衫来，除了想宣示自己在江云追心里的地位，只怕还有激怒他的意思。江云追没有重罚桃花，还和萧明幽私下有来往，花荣但凡有点脾气，都该跟江云追撒撒娇，折腾一番。明日萧明幽再故意上门解释一番，江云追便会觉得花荣在无理取闹，而萧明幽大度善良，完美的几乎没有瑕疵。理清思绪，花荣仍是觉得后背发凉，他吃了这么大一个大亏，竟然才刚刚弄明白萧明幽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要小心提防，却不知道萧明幽还准备了多少后招。心里想着是，花荣没怎么睡好，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伺候江云追更衣。你这伤还需要好好养着，起来做什么？花荣弯腰帮江云追系腰带，柔柔道：奴婢天生就是干活的命，躺了这么些天，实在躺不住了。两人正说着话，萧明幽在桃花的搀扶下走进屋来。花荣顿了一下，收回手退到一旁。萧明幽见两人举止亲密，面上闪过黯然，歉然道：是我来的不巧，打扰二位了。萧明幽转身便要离开，被江云追叫住：我们什么都没做，有什么事可以直说。萧明幽停下，看了花荣一眼，说：之前御医说的那样严重，我还担心得很，没想到花荣姑娘恢复的这样快。这话说的好像花荣串通御医说谎，故意把伤势往重了说。花荣没有接话，垂着头说：奴婢去泡茶。花荣走出屋外，片刻后，桃花追上来说：花荣姑娘的伤还没好，这种事还是让我来做吧。桃花面上带着笑，瞧着很是友好和善，好像之前在水潭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花荣没有推辞，轻咳一声，顺着桃花的话说：也好，那就有劳桃花姑娘了。花荣的回答在桃花的意料之外，桃花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花荣一脸坦然，由着他看。到了厨房，桃花去生火烧水，花荣则坐在院子里休息。第44章误会。桃花一直在萧明幽身边伺候，没干过粗活，
被烟熏的眼泪直流，好半晌才把水烧好。泡茶的时候，他不小心烫了一下自己的手，痛得大叫了一声，走出厨房对花荣说：“茶已经泡好了，但我的手烫伤了，你来端吧。”桃花的手烫得不轻，手背上一串燎泡。花荣被烫伤过，知道有多疼，看了一眼，问：“用冷水冲过了吗？要不要找御医看看？”花荣的关心让桃花皱了皱眉，他话里有话的说：“谢姑娘关心，不过做奴才的都是贱命，哪配惊动御医用那样好的药啊？”花荣也是奴才，桃花拐着弯的骂了他。花荣并不生气，附和道：“姑娘说的是。”端上茶水，两人一起回到禅院。屋里江云追和萧明幽隔着一段距离各自坐着，并没有什么亲密举动。见是花荣端的茶，萧明幽不悦地呵斥桃花：“不是让你去帮忙吗？你怎么空着手回来的？”桃花立刻跪下，回王妃：“这茶的确是奴婢生火烧水泡出来的，只是泡茶的时候奴婢不小心烫伤了手，这才让花荣姑娘端的。”桃花说着，飞快地看了花荣一眼，像是求花荣说出真相，又像是在看花荣的脸色，藏着隐情。桃花脸上和衣服上都沾了锅底灰，看得出她确实是进了厨房的。萧明幽让桃花把袖子撩起来，看见她手上的一串燎泡后，怒气全都化作心疼，怎么烫得这样重？桃花小声说：“奴婢太着急了。”萧明幽把桃花拉起来，又看向花荣问：“花荣姑娘可有被烫伤？”谢王妃关心，奴婢身上有伤，桃花姑娘让奴婢在一边歇着，离得远，所以未曾被烫到。花荣神情平静，从容地倒了2杯茶凉着。这时桃花带着哭腔说：“也许是天意吧，江三少爷原本是要剁掉奴婢一只手的，今日被烫伤是奴婢应受的。”这番话把毫不相干的2件事联系起来，虽然只字不提花荣，却字字都暗指花荣有心怀怨恨，故意报复的嫌疑。桃花不得胡说。萧明幽和前几次一样呵斥了桃花，而后与江云追告辞，拉着桃花回去上药。屋里安静下来，花荣看着茶杯里腾起来的袅袅热气发呆。片刻后，花荣听到江云追唤他过来。花荣走过去，江云追让他坐到自己腿上，拉着他的手揉捏把玩。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不喜欢猜来猜去，更不喜欢手下的人擅作主张，明白吗？江云追没有要责罚花荣的意思，但很显然他认定是他心存不满，故意烫伤了桃花。花荣眼睫颤了颤，像是被吓到，低低地说：“奴婢明白。”又坐了一会儿，江云追出门去了大殿。萧明幽联络这次被困在寺里的香客，准备捐香油钱重建舍利塔，再为寺里的佛像重镀金身。今日各家的钱都送到了，江云追得亲自在场看着，萧明幽则负责清点造册。清点结束后，寺里备了斋饭答谢，江云追也陪着一同用饭。席间不断有人给萧明幽送东西，这些时日因房屋受损，大家都挤在大殿里。萧明幽帮了不少人的忙，为了把药留给更需要的人，还耽误了自己的腿伤，众人对他赞不绝口。萧明幽推辞不了，只好都收下。饭后，萧明幽把那些东西全都拿给江云追，这些留在我这里没什么用，不如都拿来修缮寺庙，我都记得是谁送的，回去记在册子上，明日再把册子给你。江云追有些不满，东西送给你就是你的了，你还要记在别人头上？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现在孑然一身，何必贪图这些虚无的东西？萧明幽很是无所谓，有种超然脱俗的洒脱。她生得漂亮，眉眼却总是透着股子清冷，自齐王病故后又添了些哀愁。这会儿月光清凉如纱，她仰头望着月亮，周身都笼罩在清润的光华里，像是马上要羽化登仙。江云追心头一紧，萧明幽突然回头，两人的目光猝不及防地对上。萧明幽眼底闪过慌乱，连忙后退，急急地说：“时辰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了。”萧明幽转身要走，想起什么又停下，歉然地说：“桃花说话总是没有分寸，白日她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花荣姑娘也是个苦命人，你要好好待她。”萧明幽说完离开，他的腿伤还没好，走得不快，仍是一瘸一拐的，背影看上去倔强又凄凉。半炷香后，江云追回到房间，屋里花荣正在练字，他没舍得用纸墨，只用毛笔沾了水在桌上写字。见江云追回来，立刻放下笔，笑盈盈的抬头：“少爷回来了。”萧明幽的身影仍在江云追脑海里挥之不去，和花荣笑盈盈的眉眼形成反差。江云追凉凉的看了花荣一眼，问：“你很高兴？”他的语气明显不好。花荣怔了一下，收敛笑容问：“奴婢做错事了吗？”花荣问的小心翼翼，江云追皱了皱眉，冷声道：“别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又没有人欺负你。”他的火气来得莫名其妙，花荣一时不知能说什么，正觉无措，随风拿着一个瓷瓶走进屋来：“少爷，方才方丈派人送了一瓶烫伤药来，可要给齐王妃的那位婢女送去。”江云追眼眸微眯，危险地看着花荣：“又不是你烫伤她的，你为什么要去求药？”江云追已经在心里认定是花荣故意烫伤的桃花，这下更觉得是他心虚才去求的药。认识这么久，江云追还是第一次对花荣这么凶，花荣不受控制的颤了颤。
随风连忙说：“少爷误会了，要不是花荣姑娘求的，是厨房的挑水僧人看到有人烫伤，但只认得花荣姑娘，就把药送这儿来了。他亲眼看到的。”江云追瞪着随风，随风这才意识到事关重大，忙把自己知道的细节都说出来。僧人没有看到桃花是如何把自己烫伤的，但他看到花荣一直在厨房外面坐着，可以肯定桃花被烫伤和花荣没有一点关系。江云追第45章，就是这么喜欢我的。时辰不早了，随风去送药也不太方便，还是奴婢去送吧。花荣说着伸手去拿药。他猜到萧明幽会拿桃花被烫伤的事做文章，也想好了应对的办法，但江云追的指责还是让他有些难受。他想出去缓一缓。从小到大他受过无数委屈，因为卑贱的出身，没人为他撑腰，就连他自己也只会逆来顺受，不知道辩驳反抗。被江云追强占身子后，他没有要死要活，而是胆小怯懦地忍了下来。后来他以身体为筹码，希望得到江云追的庇护。江云追誓言后，他也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做那个瞒天过海的幌子。他习惯了遭遇不公，也习惯了忍让，他拼命地忘记那些不好的地方，只记住别人的好。可就在刚刚被江云追冤枉指责的时候，这些年积压的委屈突然就奔涌而来。明明是他不顾他的意愿，强行闯入他的生命，为什么到现在他连问都不问一句，就认定他十恶不赦？你身上还有伤，瞎逞什么呢？你！江云追拉住花荣，话没说完，便被花荣满脸的泪痕惊到。放开我！花荣命令，声音是颤抖的。江云追绷着脸，沉沉道：“御医让你好好休养，你冷静点。”花荣泪眼朦胧地瞪了江云追一眼，而后抓着他的胳膊狠狠地咬了下去。少爷！随风紧张地喊了一声，想要拉开花荣，被江云追拦下。无妨，他就是只兔子，咬人也不疼。花荣那一口用了全力，隔着衣服都把江云追咬出了血，但这点小伤对江云追来说不算什么。他故意问：“同一个地方咬着没什么意思，要不要换个地方？”说完，抖落袖子，把另一只胳膊伸到他面前。很快，花荣的牙就酸了。僵持片刻，他松开口，屈膝跪下，哑声说：“奴婢是被继子养大的，又签了死契，迈进府来做丫鬟，根本不会有人在意奴婢的喜怒哀乐。奴婢咬伤少爷罪不可赦，少爷要杀要剐都可以，只求少爷莫要迁怒奴婢的家人。”花荣一脸决绝，视死如归。江云追撩起袖子，看到自己右手手腕上多了一圈整整齐齐的牙印，血淋淋的。他之前一直在想，这只兔子被逼急会咬谁，没想到第一个咬的会是自己。随风打了水，拿了药来，想帮江云追清理伤口，被江云追横了一眼。凭着多年伺候的经验，随风立刻提醒花荣：“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帮少爷包扎！”花荣跪着没动，留给江云追一个倔强的发顶。急眼的兔子胆子果然大了不少。江云追挑眉，悠悠地问：“怎么？之前失了清白不想死，现在只是被冤枉了一下就不想活了？”江云追说的随意，花荣却忍不住后脊发寒。刚刚他感受到的委屈是真的，眼泪也是真的，但他说的那些话早就在心底演练了无数遍。昨天他猜到桃花可能会故技重施，所以故意坐在厨房外面，不肯和桃花待在一起。江云追早上冤枉他的时候，他没有急着辩解，想看萧明幽有什么后招。随风说出真相的时机刚刚好，他才顺势爆发。江云追不可能这么快就识破了吧？第一次耍心机，花荣很紧张，后背冒了很多冷汗，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强撑着说：“奴婢没有不想活，只是昨晚少爷和奴婢还那样亲密，今日却对奴婢如此冷漠，还无缘无故冲奴婢发火，可见只是迷恋奴婢的身子，并非真心喜欢。奴婢咬伤少爷，少爷岂会让奴婢活下去？”风尘地的女子和恩客聊天的时候，总爱说这样的话。花荣幼时懵懂，不明所以，直到见到萧明幽才明白，这些话都是有技巧的，是用来拿捏男人的伎俩。江云追屈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桌子。过了好一会儿，他问：“我不喜欢你，你就不想活了？”花荣心跳加快，像是被人推到了万丈悬崖边，再往前一步就要万劫不复。他狠狠咬了下舌尖，强迫自己抬头看着江云追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回答：“是，如果少爷不喜欢奴婢，奴婢就不想活了。”这种话放在以前，花荣连想都不敢想，如今被逼到绝境，说出来竟也不觉得太难。江云追听完，神情没有分毫的变化。片刻后，他嗤笑出声：“我倒是没有看出来，你还挺会演戏的。”指甲嵌进掌心，花荣整个人都绷到了极限。他想不到任何补救或者狡辩的说辞，只能撑着一腔孤勇演下去。奴婢没有演戏，奴婢说的都是真的。江云追俯身凑近，冲花荣斜肆一笑：“你之前不是说有心仪的人，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他连什么是喜欢都不知道，何来心仪的人？花荣有些茫然，在记忆里搜索了一番，终于想起当初他刚被江云追占了身子，为了不和他扯上关系，所以撒了这样一个谎。没想到江云追竟然当了真。奴婢撒谎了，那个时候奴婢根本没有心仪的人。
花荣急急解释，忍不住伸手抓住江云追的衣摆。这么多年，少爷是第一个送奴婢衣服首饰、为奴婢撑腰的人。奴婢知道和少爷有着云泥之别，不敢奢求什么，也一直努力克制对少爷的爱慕。可是刚刚被少爷指责的时候，奴婢再也没办法骗自己，奴婢喜欢上少爷了。受伤后，花荣又消瘦了不少，手指细白如葱，和墨色衣摆形成剧烈的反差。江云追不合时宜地想起在假山山洞那日，他抓着这只手，霸道强势地迫他十指交握。喉咙有些发干，江云追把手伸到花荣面前，将那圈血淋淋的牙印展示给他看，意味不明地问：“你就是这么喜欢我的？”铁证如山，花荣没办法辩驳，想了半天，一点点撩起袖子，把自己的手送到江云追面前，怯生生地说：“少爷可以咬回来。”江云追眸色微暗，那截手腕白生生的，像外邦进贡的甜萝卜，每一寸都散发着香甜诱人的气息。第46章，他得罪的人是我。第二日刚吃过早饭，萧明幽就带着桃花来了禅院。今天在下雨，萧明幽穿了一身天青色交领长裙，裙子很素，只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绣着紫藤花。一路走来，裙摆被溅落的雨滴打湿了不少，人也被蒙蒙的烟雨染上湿气，像染着晨露的花，娇嫩极了。奴婢见过王妃。花荣行了礼，退到一旁。昨晚哭了太久，花荣的眼睛肿得厉害，声音也有些哑。萧明幽一眼就看出她的异常，关切地问：“花荣姑娘生病了吗？脸色怎么这么差？”萧明幽问的真诚，丝毫看不出有在背后推波助澜陷害花荣的迹象。花荣飞快地看了萧明幽一眼，摇头道：“谢王妃关心，奴婢没事。”桃花放好伞，走到萧明幽身边，不平道：“自上次暴雨后，王妃你就老是在做噩梦，昨晚更是好几次从梦中惊醒，怎么还有精力关心别人呀？”桃花说着，剜了花荣一眼，好像是花荣害萧明幽睡不好的。住嘴！萧明幽和之前一样呵斥桃花：“我不是说过不许对花荣姑娘不敬吗？你把我的话也当作耳旁风了。”桃花一脸委屈：“奴婢知错，奴婢也是担心王妃的身体。”主仆俩一唱一和，看似随意，却句句都别有用心，分明是故意说给江云追听的。花荣平静开口：“桃花姑娘若是真的关心王妃的身体，不妨趁御医还在寺里，让她开些安神宁心的方子，如此王妃应该就能安睡了。”桃花没想到花荣会一语戳中要害，瞪了花荣一眼，没好气地问：“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奴婢在王妃身边伺候多年，难道还会对王妃不好？”花荣垂着脑袋，一脸温顺：“奴婢没有这样想，王妃宽厚善良，奴婢也希望王妃的身体能好。”桃花还想说什么，被萧明幽喝止。两人拌几句嘴，无伤大雅，若是当着江云追的面吵起来，他的面子上也过不去。进屋后，萧明幽拿出一个小册子递给江云追：“昨日的东西我都填到册子上了，你可以再清点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江云追接过册子翻看，花荣上前斟茶，递茶给萧明幽的时候，右手袖子往下滑了一截，露出小半圈牙印。那牙印不深，一夜过去泛着淡淡的青，若不是花荣的皮肤太过白嫩，都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萧明幽接过茶杯，用茶盖一下下拨着茶水，袅袅的热气蒸腾而起，模糊了他的视线，让他有些看不清江云追的脸。花荣是江云追光明正大带在身边的人，能在他身上留下印记的只有江云追。那出现在花荣胳膊上的牙印，代表着异乎寻常的亲昵和欲。花荣身上还有伤，不能给他鱼水之欢，他却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这样的痕迹。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他了？是因为那双和自己相似的眼睛吗？萧明幽想得出神，冷不丁看到江云追翻动册子时，袖子也滑下来一截，有一小片纱布露了出来。萧明幽眼皮一跳，脱口而出：“你受伤了吗？”屋里很安静，显得他的问题相当突兀。以他现在的身份，他是不应该这样随便关心别的男子的。萧明幽说完，咬住下唇，露出懊恼之色。江云追并未遮掩，漫不经心地说：“被兔子咬了一口，不碍事。后山是有野物出没，但从来都没有见过兔子。”萧明幽不由得看了花荣一眼。花荣倒完茶便站到一旁，并不参与他们的对话。但花荣手上有牙印，江云追的胳膊又受了伤，两人之间分明有不能被外人知晓的秘密。花荣便是不说话，萧明幽也能感觉到他才是那个外人。桃花没看出三人之间的暗流涌动，听完江云追的话，顺嘴接道：“这山里的野物脏得很，江三少爷可不能疏忽大意啊，一定要请御医好好把伤口清理干净才行的。”桃花拐着弯的在骂花荣，方才看到花荣眼睛肿着，神情憔悴，他便认定花荣昨晚在江云追这里挨了骂失了宠，想到刚刚花荣那样拆穿自己，忍不住借机发挥，却不想话音刚落，就听到江云追似笑非笑的声音：“谁让你插花的？”桃花之前对江云追的态度都不算恭敬，江云追从来没有说什么，这会儿突然发难，桃花有点懵，讷讷地说：“奴婢只是关心江三少爷。”“是吗？”江云追沈笑，难辨喜怒：“那本少爷是不是还应该谢谢你？”主子说话下人是不可以插嘴的，
况且萧明幽和江云追明面上的身份悬殊颇大，别说桃花，便是萧明幽方才的关心都是越矩的。桃花头皮发紧，连忙跪下认错。萧明幽也因为江云追的态度变化变了脸色，但他没有失态，端庄的开口呵斥桃花：“果真是我太惯着你了，竟让你如此没有规矩，回去跪着好好反省，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桃花连连应是，想要起身离开，被江云追叫住：“慢着，昨晚方丈派人送了一瓶烫伤药过来，拿去。”萧明幽听到江云追说烫伤药，就是眼皮一跳，桃花却还是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伸手去拿药。江云追手腕一翻，那瓶药掉到地上，咕噜噜滚出一段距离，手滑了。江云追没什么诚意，明显是在耍人，桃花却不敢说什么，乖乖去捡药。然而手刚碰到瓷瓶就被踩住，被烫伤的手背碰一下都疼，这一脚踩上去，桃花顿时痛得惨叫起来：“啊，好疼！王妃快救救奴婢！”话落，江云追加重了些力道，隔着桃花的手，啪的一声踩碎了那个瓷瓶，碎片扎进掌心，桃花痛得晕死过去。萧明幽的脸色有些难看，不过他极沉得住气，保持着自己的优雅，冷冷地说：“桃花方才是放肆了些，但也不至于如此。江三少爷要为心头好出气，大可直说。”江云追一脸坦然：“他得罪的人是我，和别人无关。”萧明幽的手暗暗握成拳，是他小瞧这个叫花荣的丫鬟了。江云追处置了桃花，在和萧明幽的较量中，花荣算是扳回了一城。但萧明幽离开时的眼神让花荣很不安，他抓住所有机会，拼了命的讨好江云追。然而才过2日，寺里就来了个不速之客。第47章，不许用这双手做不该做的事。这个院子挺好的，里面住的什么人啊？虽存着讨好的意思，花荣并没有打搅江云追白日监工。江云追走后，他还是看书、练字、画稿。听到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花荣立刻就放下了笔。不过对方比他更快，他还没来得及离开桌案，房门就被推开。穿着一身靛青色长裙的李香菱在丫鬟的簇拥下跨进屋来。寺里庄严肃穆，李香菱打扮低调了不少，身上配饰不那么繁复华贵，但裙上的大片鸟羽是用金丝和彩线一并绣成的，行走间折射出粼粼的光泽，仍是艳丽的叫人移不开眼，像只骄傲的孔雀。四目相对，李香菱脱口而出：“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话里的敌意很重，可见他早就知道院子里住的是谁，故意闯进来的。奴婢花荣，见过二小姐。花荣绕过桌案上前行礼，李香菱瞪大眼睛，把花荣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嘴里忍不住嘀咕：“还真的是你，怎么刚刚看着完全像是2个人？”今天是阴天，屋里光线有些暗，花荣前日来癸水弄脏了衣服，便借了寺里给香客准备的僧衣来穿。方才他埋首在案前画画，一身气质宁和沉静，像是悄然绽放的玉兰花，和李香菱前几次见到那个胆小怕事的小丫鬟截然不同，故而李香菱没有认出来。花荣奉承着回答：“奴婢身份低微，自是不配让二小姐放在心上，这么多时日不见，二小姐没认出奴婢也很正常。”花荣的姿态放得很低，很好的满足了李香菱的优越感。她的神色好了不少，不客气的把屋里打量了一遍，皱眉道：“屋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你就是这么伺候阿追哥哥的吗？”之前衣服被剪，李香菱生气的不行，下定决心不再理江云追了。但冷静下来以后，她又舍不得。汉京的世家公子里就没有长得比江云追更好看的，而且这些人好多都是些纨绔子弟，不是遛鸟斗蛐蛐，就是赌好色，不像江云追，骑射皆通。那年游湖，他不小心掉下画舫，如果不是阿追哥哥及时相救，他恐怕早就死了。李香菱从来不会瞻前顾后，他既然放不下，那就要用尽一切手段得到阿追哥哥。回二小姐，之前情况紧急，是少爷特意要求轻装简行的，所以没带多少东西上来。大胆，分明是你没有照顾好主子，竟还敢顶嘴！李香菱厉声呵斥，瞪了花荣一眼，命人把屋里的东西都扔出去，而后抬了各式物件进来：金丝楠木书桌、云雾纱做的锦屏、2角麒麟爆珠香炉，每一样都价值连城，但凡磕坏一样，花荣当几辈子奴才都赔不起。按照自己的喜好把屋子重新布置完，李香菱满意的笑起。这时丫鬟把刚刚花荣留在桌上的图纸交给李香菱：“小姐，这些东西也要扔掉吗？”画过的图案花荣都记在脑子里了，她不想跟李香菱起冲突，便没有声张。没想到还是被注意到了。李香菱接过图纸扫了一眼，而后看向花荣，意味不明的问：“这些都是你画的？”花荣虽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但她刚刚就站在桌案前，砚台上的墨迹还没干，她否认不了。回二小姐，这些的确是奴婢画的。奴婢。花荣话没说完，李香菱就把那些画纸扔到她脸上。一个继子养大的丫鬟，搔首弄姿得了主子的喜爱，竟然还卖弄起了才学。你莫不是以为自己日后能嫁给阿追哥哥做当家主母？之前李香菱过生辰，花荣展现出异于寻常丫鬟的统筹能力，就让她很没有面子。
如今发现花荣还会画画，只觉得怒火中烧。一个通房丫鬟就是给主子暖床用的工具，学这么多东西，不是有野心还能是什么？花荣连忙跪下：“二小姐误会了，奴婢有自知之明，断然不敢有不切实际的妄念。这些都是大小姐让奴婢画的秀样，并非奴婢故意卖弄。”江云追之前为了花荣抄了孙家满门，李香菱早就认定花荣是个心机深重的狐狸精，根本听不进去花荣的解释，气恼道：“还敢狡辩！忠永伯府的绣娘那么多，若不是你故意卖弄，怎么不找别人，偏偏要找你？”李香菱说完，不给花荣再解释的机会，命人打了花荣30个手板。跟在李香菱身边的丫鬟很有经验，每一下都打得极重，却没有在花荣手上留下什么伤痕。30个手板打完，花荣双手已经痛得没了知觉。李香菱冷冷警告：“阿追哥哥要娶我的人只有我，他现在正喜欢你，我不会拿你怎么样。但若再让我看到你用这双手做一些你不该做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和萧明优的迂回陷害不同，李香菱的喜恶都是摆在脸上的。她有优渥的家世做靠山，不需要耍心机就能轻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谁要是惹她生气，她有的是法子折磨对方。奴婢明白，奴婢以后一定安安分分伺候少爷，只做自己的分内事。花荣不敢逆李香菱的意，乖顺的应下，随后提醒：“时辰不早了，少爷要回来吃饭了。”李香菱自然不想让江云追看到自己这般模样，将信将疑的让人把花荣扶起来。不多时，江云追从外面回来，李香菱满意的扫了花荣一眼，算这个贱婢识趣，没有撒谎耍什么花样。“阿追哥哥，你回来了。”李香菱快步迎上去，笑得一派天真烂漫。江云追步子微顿，凉凉的觑着李香菱：“你来做什么？”李香菱无视他的冷淡，笑盈盈的说：“再过3个月就是祖母的寿辰，我来寺里为祖母抄念经书，再请寺里高僧诵读一番，祖母肯定会喜欢这份礼物的。”李香菱为自己找了个很好的借口，如此一来，她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住在寺里，回去后还能博个孝顺的好名声。江云追并没有被李香菱的孝心感动，扫视一圈，看到被人群挤在角落的花荣，他低垂着脑袋，谁也没看，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江云追眉心微拧，越过李香菱，走到花荣面前，沉沉命令：“抬头。”第48章，爱和不爱很明显。怎么伤的？江云追抚上花荣的脸颊，粗粝的指腹在颧骨摩擦，带来细微的刺痛。花荣这才意识到脸颊上有个小口子，应该是刚刚被李香菱扔过来的图纸划伤了。花荣不敢告状，垂眸道：“回少爷，是奴婢自己不小心划伤的。我不是让你在屋里好好休息吗？怎么这么不小心？”江云追的语气很温柔，拉着花荣的手往屋里走，完全把李香菱当空气。李香菱的眼神一直恶狠狠地盯在花荣身上，看到这一幕更是怒意满满，几乎要喷出火来。她冲上来拉住江云追，任性地说：“阿追哥哥，我一到寺里就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好多礼物，你怎么只看得到这个丫鬟，理都不理我一下？”江云追已经发现屋里大变样了，却没有任何感动，冷漠地抽出手说：“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最好让人把屋子还原成之前的样子。”李香菱带的都是好东西，为了把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送上山，路上那些仆从没少挨骂。然而江云追和他一样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从来都不缺这些东西，所以这番心意也打动不了江云追。李香菱咬咬唇，气得不行，却又拿江云追没有办法，只能愤愤地说：“已经送出去的东西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阿追哥哥若是不喜欢，扔了便是。”李香菱说完，气冲冲地离开。江云追没追，拉着花荣进屋给他擦药，药膏清清凉凉，擦完药江云追却没急着收回手，盯着花荣看了好一会儿，说：“我不能时时刻刻看着你，自己放聪明点。”花荣没有告状，江云追也知道他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如此看来，在江云追这里，爱和不爱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江云追不爱李香菱，所以能轻易看穿李香菱的所有小心思，不管李香菱怎么对他献殷勤，他都不会接受。而萧明优一次次纵容桃花，江云追却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他说。晚上李香菱准备了晚宴，犒劳这次修缮寺庙的匠人，方丈和寺里的高僧也接到邀约。江云追本不想去的，来传话的小厮却说萧明优也会去。江云追到底还是带着花荣一起出席了晚宴。自那日桃花被罚，萧明优便没再来找过江云追，连那些要刻在功德碑上的香客名单也是托人转交到江云追手上的。晚宴准备的都是素斋，但排场却不小。永安侯府的下人从后山摘了很多野花，又引了山泉水来做驱水流觞席，还安排了乐人吹奏乐曲。一走进宴厅，便感觉诗情画意极了。江云追一到，李香菱便迫不及待地上前邀功：“阿追哥哥，今日的晚宴都是我亲自操办的，喜欢吗？”生辰宴的时候让花荣挑了刺，李香菱这段时间很是用心地跟府里管事学了如何操办宴席，只是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江云追，并没有顾虑其他人的身份。修缮寺庙的匠人都是粗人，寺中的僧人日常生活更是朴素简单，到了宴厅都很拘谨尴尬。江云追还是对李香菱爱答不理，
偏头问花荣：“你觉得呢？”李香林的眼刀子立刻定向花荣。江云追见状，揽住花荣的肩膀，温声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怕。”这个举动很是亲密，李香林气得不行，却不知道江云追放在花荣肩膀的手暗中用着力，不动声色地向花荣施压。江云追不喜欢李香林，花荣便是再得罪不起李香林，也要和他站在统一阵线。花荣先挑了好听的说：“这场晚宴布置得很漂亮，看得出二小姐花费了很多心思。”李香林一脸傲娇，她才不需要这个贱婢的夸奖，只要阿追哥哥看到她的努力就好。李香林正想打断花荣，又听到他说：“不过云山寺是佛门禁地，曲乐之声虽然雅致，却并不适合这里，过分精致的菜肴也不适合今晚的宾客。”李香林顿时不高兴了，板着脸说：“你只是个伺候人的丫鬟，知道什么？若不是因为阿追哥哥，我才不会设宴招待他们。难道还要自降身份吃他们平日吃的东西？”李香林生来就是天之骄子，是被百般呵护的明珠，主动向江云追示爱，已经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他怎么能再委屈自己？花荣刚想再说些什么，桃花走进宴厅，来到李香林身边，手上还缠着纱布。桃花没敢看花荣和江云追，低垂着脑袋对李香林说：“李小姐，王妃近来身体一直抱恙，今晚不能来赴宴，还请李小姐见谅。”之前江云追和萧明幽的传言闹得沸沸扬扬，后来知道是孙寒修故意让人散播的，李香林便对萧明幽没了敌意，甚至把萧明幽纳入自己人的行列。萧明幽虽然是个年轻貌美的寡妇，但她嫁的可是齐王，余生除了为齐王守寡，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花荣现在正得宠，李香林不能直接把她从江云追身边赶走，便想用萧明幽来隔应花荣。萧明幽今晚不肯前来赴宴，李香林认定他是刻意避嫌，对萧明幽的印象又好了些，连忙追问：“皇婶是什么时候病的？连晚宴都不能来参加，莫非是病得下不来床了？”李香林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桃花听完却是一脸惶恐，急急道：“王妃还没有病得下不来床，只是怕染了病气给李小姐，并非小题大做，故意不来的。”桃花很是害怕，显得李香林越发任性跋扈。然而李香林却没听出这话有什么问题，只当萧明幽有自知之明，不敢以长辈自居，连他身边的丫鬟态度都是极为恭顺的，吩咐人另备一份饭食给萧明幽送去。桃花谢了恩便要离开，又听到李香林问：“你这手是怎么伤的？”桃花连忙把手藏到背后，飞快地看了花荣一眼，又低下头去回李小姐：“奴婢的手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王妃身边离不得人，若是没什么事，奴婢就先回去了。”桃花说完落荒而逃，像是背后有鬼在追。李香林眉心一皱，看花荣的眼神多了2分审视。第49章空城计。萧明幽因病没来参加晚宴，江云追也兴致缺缺，饭菜没吃上几口就带着花荣离开。李香林不知内情，把仇都记在花荣头上。回到禅院，江云追一直心神不宁，手里虽然拿着书，半晌却翻都没有翻一下。花荣见状上前询问：“时辰不早了，少爷可要沐浴？”江云追眼眸微动，目光移到花荣脸上，片刻后他说：“我要出去一趟。”他到底不放心萧明幽，要亲自看看才行。花荣唇瓣嗫嚅了2下，神情有些错愕，又有些为难，但最终他还是点头说：“若是有人来找少爷，奴婢就说少爷在沐浴。”花荣的回答取悦了江云追，他扔下手里的书就要走，袖子被拉住。回头，花荣一脸不安地看着他。江云追只当他是胆子小，第一次干坏事，在他眉心亲了一下，保证：“放心，我去就回。”说完离开。江云追一走，花荣的唇角就压了下来，瞧不出一点不安，冷静得很。他在江云追身边伺候的时日尚短，对江云追的了解还不算太多，但也知道他长了一身不服管束的反骨，殷氏和钟永博都管不住他，他自然也不会不自量力的阻拦。反正萧明幽撑着病，顶多让江云追心疼一下，两人睡不到一块儿去，顺势帮江云追打掩护，更能让江云追把他当成自己人。做戏要做全套，江云追一走，花荣就让随风打了热水来，又在耳房放上皂豆，还在屏风上挂了一套备用的干净衣服。做完这些，花荣有些累，刚想坐下休息一会儿，屋外便传来交谈声：“李香林来了。”花荣连忙把灯油倒了，只留下一点点，又挽起袖子往脸上拍了些水，假装自己为了伺候江云追沐浴累出一身汗，然后才去开门。见过二小姐。行礼之前，花荣先把门关上，不让李香林瞧见一点屋里的景象。李香林顿时沉下脸来，拔高声音质问：“你这么着急关门做什么？难道屋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二小姐误会了，只是少爷正在沐浴，夜里凉，奴婢怕会有风吹进去。花荣语气诚恳，低垂着脑袋，态度也很恭顺。李香林的火气消了些，想到江云追此刻正在屋里沐浴，脸也有些发烫，不过看到花荣挽着袖子露出细白的胳膊，脸上汗涔涔的模样，心里又浮起嫉妒。他与阿追哥哥的婚事尚未定下，不能与阿追哥哥有什么亲密的举动，这个贱婢却能在阿追哥哥身边伺候，还故意打扮成这样行勾引之事。
若他不来，这个贱婢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和阿追哥哥洗鸳鸯浴了？李香菱越想越生气，狠狠地剜了花荣一眼，讥讽道：“你把袖子撸这么高做什么？难道喜欢随风，故意勾引他？”花荣是江云追的人，随风哪敢对他有什么想法？连忙跪下求李香菱嘴下留情。花荣也把袖子放下。李香菱不想让花荣和江云追有什么亲密举动，想了想说：“方才我见阿追哥哥在席间没吃什么东西，特意让厨房另外做了些菜，我等阿追哥哥洗完了一起吃。这便是要一直等着不肯走了。”花荣试探着说：“二小姐，少爷夜里一般不吃东西的，而且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怎么，你在叫我作诗？”李香菱冷冷地打断花荣：“若不是随风在这儿，他早就让人动手教训了。”花荣瑟缩了下，连声说不敢，没再多话。李香菱娇生惯养，在屋外站了一会儿，腿便酸了，他又不好意思催江云追，便把气撒到花荣身上：“你傻站着装什么木头，还不快找地方让我坐？主屋是不便进去的，随风住在左边的小房间，只有右边的小房间还空着。”花荣把李香菱带过去，屋里没住人，有股淡淡的没府气。李香菱顿时不满的皱眉，又数落了花荣一番。花荣默默听着，没有反驳。李香菱不想让花荣回去伺候江云追沐浴，故意指使他擦东西倒水，花荣一一照做。过了会儿，李香菱突然问：“这里没有你的东西，你平时都睡哪儿的？”回二小姐，奴婢平时都在外间守着三少爷。李香菱直勾勾地盯着花荣，当真只是在外间守着？你跟阿追哥哥来寺里后就没有睡在一起过？李香菱决定继续向江云追示爱，便是接受他有别的女人，但接受是一回事，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又是另一回事。没有。花荣回答得很快，李香菱先是松了口气，随后又气恼地拍桌：“这个年纪的男人开了婚就跟狼一样，阿追哥哥的身体又没有问题，怎么可能一直分开睡？你把我当傻子？”奴婢不敢。花荣屈膝跪下：“少爷当然是年轻气盛的，但白日少爷要去监工，每天都很累，对这方面的事自然就淡了不少。而且奴婢一来寺里就不小心摔断了肋骨，便是有心也无力伺候。二小姐若是不信，可以去问御医。”听说花荣摔断了肋骨，李香菱先是一愣，随后高兴起来。果然连老天爷都在帮他，这个贱婢在最得宠的时候摔断了肋骨，只要他努力，阿追哥哥很快就会忘记这个贱婢了。这般想着，李香菱脸上不由得带了笑，看花荣的眼神也柔和了些，嗔怪道：“你摔断了肋骨就不要跪来跪去了，让阿追哥哥看见，指不定还以为我如何苛待你呢。”等花荣起身，李香菱也不让他干活了，只让他在旁边立着，心情很好的喝起茶来。又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灯油终于燃尽，随风过来禀报：“少爷熄灯了，李小姐请回吧。”李香菱冲出去，果然看到主屋熄了灯，陷入一片漆黑，无声地昭示着拒绝。一再的被拒绝，李香菱脸上有些挂不住，但她身为世家贵女，有自己的矜持和骄傲，不能不顾女儿家的颜面硬闯。思忖片刻，李香菱大声说：“既然阿追哥哥累了，我也就不打扰了，我与这个婢子投缘，就让他陪我回去聊聊天吧。”说完拉着花荣就要离开。第50章，兔子也是会咬人的，谁告诉你可以随便带走我的人？李香菱拉着花荣走到禅院门口，主屋的门终于打开，江云追快步走来，拉住了花荣的手。他刚刚才赶回来，来不及换花荣搭在屏风上的衣服，还穿着白日那身，走得急了，带起一阵凉风。李香菱并未注意到这些细节，她的目的只是把江云追逼出房间。这会儿目的达成，便放开花荣，得意道：“阿追哥哥不是都睡了吗？又起来做什么？”江云追把花荣护到身后，冷着脸警告：“我的脾气不好，之前是看在你大哥的份上，才对你多有忍让，以后你最好离我的人远一点。”江云追平日看着好说话，严肃起来也很有威慑力，李香菱自然不愿被心上人如此对待，撇撇嘴放软语气：“我只是让他陪我说说话，也没对他做什么。阿追哥哥何必对我这么凶？”江云追毫不留情地说：“他是我的婢子，没必要陪你说话。”李香菱被噎住，见江云追的脸上一片肃然，不敢再惹他生气，带着丫鬟离开。回屋后，花荣添了油，重新把灯点上，轻声问：“水已经冷了，少爷可要重新送热水沐浴？”江云追没说话，借着昏黄的光亮仔细打量着他：“可有受伤？少爷回来得很及时，二小姐也并未为难奴婢。”花荣的语气透着庆幸，眉眼微弯，乖巧又懂事，并不追问江云追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江云追喉咙紧了紧，伸手把花荣抱进怀里，在他耳边低语：“等回到城里，我会让人找大夫给你娘亲看病。”花荣愣了一下，随后诚恳道：“奴婢谢少爷恩典。”为了不让人起疑，江云追没再要热水，花荣用冷掉的水帮他擦洗了下。熄了灯，躺到床上，花荣的心跳还是有些快。江云追对他的补偿不再是浮于表面的珠宝首饰，而是他真切需要的，说明他今晚这一步走对了。江云追和萧明幽的关系永远不会被世俗接受，所以他需要自己在他身边做个招摇过市的幌子，更需要这个幌子能在适当的时机替他遮掩，为他挡下那些他不需要的桃花。只要他不对江云追动心，
只要他能游刃有余地粉饰太平，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第二天，江云追前脚刚走，李香菱后脚就派人把花荣叫到自己的住处，让花荣给他磨磨。他说要为祖母抄经祈福，总归还是要做做样子。永安侯府很注重女子的教养，李香菱虽然被宠得有些骄纵，字却写得很漂亮。花荣只多看了一眼，便被李香菱发现，她立刻蹙眉，没好气道：“看什么看？你难道还认得字？”知书达理是世家小姐才有的特权，花荣会画画已经让李香菱很不高兴了，要是再会认字，简直罪不可赦。花荣收回目光，柔柔道：“奴婢不识字，只是觉得二小姐写出来的东西很漂亮。”李香菱虽不想把花荣放在眼里，但潜意识里还是把花荣视作情敌。听到花荣大字都不识几个，心情顿时好起来。这个贱婢长得虽然是有些好看，但书都没有读过，脑子里只知道干那些杂活，肯定和阿追哥哥聊不到一块儿去。阿追哥哥很快就会腻了他的。又抄了一夜佛经，李香菱开始休息，立刻有丫鬟奉上燕窝羹，为她按捏肩膀。李香菱维持着好心情，冲花荣勾了勾手指，正想说点什么，下人来报：“小姐，齐王妃来了。”李香菱便止了话，让下人先带萧明幽进来。几日不见，萧明幽又清瘦了些。今天她穿了一身素寡的青灰长裙，裙子是棉麻材质，上什么图案都没有，少了之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之气，多了些质朴。尚在病中，萧明幽的脸色有些苍白，整个人都是暗淡的，在明艳动人的李香菱面前更是沧桑憔悴。李香菱原本还记着萧明幽当初在齐王府替花荣求情的仇，这会儿见萧明幽如此落魄，敌意顿时消了不少，笑盈盈地问：“上次见面皇婶的身子还算可以，这才过去多久，皇婶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李香菱的语气透着幸灾乐祸。萧明幽眼唇咳了咳，淡声道：“最近老是下雨，一不小心就染了风寒，让李小姐见笑了。”萧明幽的姿态放得很低，别说长辈的架子，便是王妃的仪态也全然没有了。命运已将他折磨至此，李香菱没了落井下石的兴致，反而大度地说：“皇婶身子不适，还是多在屋里休息，不用刻意来见我。”萧明幽点点头，说：“我要在寺里常住，休养的时间多的是，但李小姐住不了多久就要走，我还是要来答谢昨晚的宴请之情的。”萧明幽说完，拿出一个油纸包递给李香菱，油纸包外面只用一根麻绳系着，做工看着很粗糙，李香菱瞧不上，让身边的丫鬟接下。萧明幽又咳了一会儿，说：“寺里后山有很多茶树，这里常年云雾缭绕，茶叶长得很好，我亲自采了一些做成茶饼，味道还不错。我现在身无长物，还请李小姐莫要嫌弃。”萧明幽说的真挚又诚恳，唯有花荣知道，他曾送了一块一模一样的茶饼给江云追，而且是在江云追生辰那日。今日他又送同样的茶饼给李香菱，存的到底是什么心思？李香菱不知内情，只觉得萧明幽身为王妃，却沦落到亲自采茶的地步，委实有些可怜。想了想说：“皇婶亲自做的茶饼，我自然是不会嫌弃的。日后皇婶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派人来找我。”萧明幽温笑着道谢，又和李香菱闲聊了一会儿，便起身离开。走到门口却又停下，扭头叮嘱李香菱：“寺里常有野物出没，李小姐若是看到来历不明的兔子，莫要觉得它长得可爱就放松警惕，兔子也是会咬人的。”萧明幽的腿还没好，走路仍一瘸一拐的，李香菱大为吃惊，问：“野物伤人，难道皇婶的腿就是被野兔咬伤的？”萧明幽从进来后就没有拿正眼看过花荣，却在这个时候看了花荣一眼，弯眸笑道：“当然不是。”第51章，齐王妃不见了。萧明幽走后，李香菱浑身都不自在起来，连忙让人在院子各个角落撒了驱虫药，又冲花荣发火：“这里有野物出没，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是不是故意等着看我笑话？”二小姐不用害怕，少爷一到寺里就让人在各处撒了驱虫药，夜里还安排了人轮流值守，不会有野物伤到二小姐的。李香菱素来娇惯，最怕这些东西了，她还是觉得害怕，有那么一瞬想打退堂鼓，但想到江云追还要在这里待好几个月，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可得好好盯着，不能让这个贱婢把阿追哥哥的魂勾了去。李香菱不肯放花荣走，傍晚江云追亲自来要人。李香菱热切道：“我已让人备好了饭菜，阿追哥哥肯定饿了，一起吃吧。”没胃口，江云追毫不犹豫地拒绝，当着李香菱的面拉起花荣的手，冷冷警告：“她是我的人，不是永安侯府的丫鬟，你要是再敢随意使唤她，我有的是办法让李毅把你捆回去关禁闭。”江云追的语气很冷，透着股子狠劲儿，明显会说到做到。李香菱有些被吓到，小声辩解：“阿追哥哥，我只是让他磨了会儿墨，并没有为难他。”江云追没有说话，面色冷寒地横了李香菱一眼，意思很明确，除了他谁也不能使唤花荣，便是嬷嬷这种小事也不行。亲眼看到江云追对花荣如此维护，李香菱委屈的红了眼，江云追却没有在意，径直拉着花荣离开。回到禅院，江云追的表情仍是冷肃的，斜睨着花荣：“我不是让你放机灵点吗？他让你去嬷嬷你就去。二小姐身份尊贵，奴婢不敢拒绝，而且二小姐今日确实没有为难奴婢。”
有我给你撑腰，你有什么不敢的？江云追皱紧眉头，一脸的恨铁不成钢。花荣拧了帕子帮他擦手，温声说：“少爷要忙正事，奴婢不想因为一些小事打扰少爷，不如顺了二小姐的意，少给少爷惹麻烦。”李香菱虽然任性，但本性还不算太坏，况且她昨晚已经知道花荣断了肋骨，这段时日都不能成欢，暂时不会太为难花荣。花荣是知道没有危险才去的，但在江云追面前，他要显示自己的懂事和顾全大局。这招是他跟萧明优学的。江云追果然有些动容，他反握住花荣的手，正想说些什么，李香菱的声音又从屋外传来。江云追眉心一皱，眸底泛起沉郁的戾气，打开门走出去，正要呵斥，李香菱却抢先道：“刚刚皇婶的婢子来找我说皇婶不见了，阿追哥哥能不能派人帮忙找一找呀？”李香菱本来是不想多管闲事的，萧明优又不是小孩子，自己肯定能找到路回来，但那婢子哭得撕心裂肺的，又是下跪又是磕头，他瞧着有些不忍心。江云追的怒气顿时消散无踪，他抓住李香菱的肩膀追问：“他什么时辰不见的？”江云追周身的气息变得可怖，抓得李香菱肩膀很疼。李香菱被吓到，讷讷地说：“我不知道，那个婢子在哪儿？你怎么不直接带她来见我？”江云追的声音拔高，语气很凶。李香菱直接被吓哭。花荣上前提醒：“少爷，你弄疼二小姐了。”江云追松开李香菱，让随风把桃花找来。李香菱被吓得不行，花荣安抚了她几句，让侯府的丫鬟先送她回去休息。过了会儿，桃花被带过来，一进门她就嚎哭起来，一个劲儿的认错，求江云追去找人。今日是齐王的冥诞，萧明优前些日子拖着病体抄了很多佛经，下午桃花就陪萧明优去了后山，把那些抄好的佛经烧给齐王。萧明优心情不好，久久不愿回屋休息，傍晚的时候起风了，桃花怕萧明优会冷，就回去拿披风，结果再回去就找不到萧明优了。桃花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人，想起萧明优最近这几日心情都很低落，担心萧明优会寻短见，这才去求李香菱帮忙。耐着性子听完来龙去脉，江云追的脸色难看得厉害，他想让随风立刻传令去找人，桃花却哭着阻拦：“不行，事情闹大了会害死王妃的，太后一直看不惯王妃，若是知道此事，只怕会觉得王妃耐不住寂寞，想要逃跑，到时王妃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太后确实看不惯萧明优，不然也不会在齐王刚死不久就把萧明优弄到寺里来。”沉默片刻，江云追冷声道：“带我去看你们祭拜的地方。”不能声张，那就只有他亲自去找。按照桃花的说法，萧明优现在生死不明，花荣没有阻拦江云追找人，提着灯笼带上火折子默默跟上。祭祀的地方离江云追现在住的禅院不远，这会儿除了一堆纸灰，寻不到萧明优半点身影。桃花到这儿后又开始哭：“奴婢不该回去拿披风，应该一直守着王妃的，奴婢明明知道王妃这些日子心情不好，怎么能让王妃一个人待在这里呢？”桃花越说越激动，忍不住扇了自己两耳光。江云追没有理会，在四周查看了一会儿，朝西北方向走去。花荣和随风连忙跟上。寺里的香客虽多，去后山的人却很少，路边杂草很多，石阶上满是青苔，稍有不慎便会摔跤。花荣身上的伤还没好，没一会儿便有些体力不支，嫌他累赘。江云追冷冷命令随风送他回去休息。江云追没有回头，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桃花抽抽搭搭地跟上。随风折返回来，花荣忙把自己的外衫脱下来交给他，压低声音：“我回去准备姜汤和药，若是找到齐王妃，就把我的外衫给齐王妃披上，不要让任何人看到齐王妃的脸，明白吗？”萧明优腿伤未愈，江云追要把人带下山，免不了有亲密接触，用这个法子应该能遮掩过去。回到寺里，花荣把这次带的外伤药都找出来，而后逼着人偷偷去厨房烧了姜汤，用小炉子煨着。不知道江云追什么时候会回来，花荣每隔半个时辰都要加水添炭，整整一夜都没合眼。然而直到天大亮，江云追都没回来。花荣不放心，去了萧明优住的院子，正好看到桃花在烧他昨晚脱下来那件外衫。第52章，我没让你等。花荣姑娘，你怎么来了？桃花抬头，一脸好奇地看着花荣。昨晚哭得很，她的眼睛还有点肿，表情却很茫然，好像昨晚哭天抢地的人根本不是她。花荣从那件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外衫上移开目光，温声问：“齐王妃还好吗？”“谢姑娘关心，我家王妃很好。”桃花的语气很恭敬，眼底却是明晃晃的得意。昨晚是奴婢小题大做了，王妃烧完佛经心情不好，就在后山转了转，不到亥时就回来了，这会儿还在睡呢。换句话说，昨晚不到亥时，江云追就把萧明优送回了这里，并在这里一直陪着萧明优，让萧明优安睡。两相对比，花荣的彻夜未眠不仅徒劳，还有些可笑。不过他没有生气，心平气和地说：“王妃没事就好。”花荣说完便要离开，桃花又扬声道：“王妃很是思念王爷，让奴婢烧一些自己的旧物给王爷，奴婢的手不方便，能不能劳烦花荣姑娘帮帮奴婢？”刚刚那件分明是花荣的外衫，
桃花却说是烧给齐王的，恶意满满。花荣停下来，定定地看着桃花，他没有像桃花期望的那样被激怒，眸底一片平静，有种看穿一切，无所畏惧的通透。桃花从一开始的得意，慢慢变得心虚，底气不足地问：“你这么看我做什么？”桃花说着，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想要和花荣拉开距离。花荣一把抓住他的右手，花荣没用力，但桃花手上的伤很重，只轻轻碰了一下就疼。桃花皱眉，面上全然没了得意，只有害怕。他防备地看着花荣，忍不住拔高声音：“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花荣加重了些力道，桃花顿时通红了眼，想要挣扎，却被花荣拿捏得动弹不得。花荣凑近桃花，低声道：“人在做天在看，云山寺的香火这么旺盛，说明真的有神灵存在。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就遭报应了？”花荣的声音柔柔，手上却一点没客气。桃花疼得小脸惨白，终于意识到花荣不再是之前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不甘不愿的服软。奴婢错了，求花荣姑娘莫要与奴婢一般见识。麻烦你给王妃带句话，我无意和王妃作对，只想好好伺候少爷。若王妃非要让我不好过，我豁出这条命也不会让王妃得偿所愿。说完这句话，花荣才放开桃花。桃花一得自由，看花荣的眼神立刻变得怨毒起来。花荣并不在意，拿出绢帕擦了擦手，像是碰了什么脏东西，而后把帕子丢进火堆里。花荣的动作很洒脱，表面看着也很冷静，但其实心里怕得不行，比那晚在江云追面前发脾气咬人还要害怕。江云追虽然是利用他，但大多数时候对他都还算不错。而桃花为了陷害他，会毫不犹豫跳进水潭，还会用开水烫自己的手，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扔完帕子，花荣只想尽快离开，刚走了2步就碰上江云追。江云追还穿着昨天那身衣服，衣服有些脏，有的地方还被划破了，头发也有点乱，没了平日的金贵，多了一丝狼狈。他手里拿着2个烤红薯，红薯烤得焦了些，没用东西包着，手被染得有些黑，不仅狼狈，还有些滑稽。他在这儿陪了萧明幽一夜，一大早竟又去帮萧明幽烤了红薯。江云追没想到花荣会在这里，怔了片刻问：“你怎么来了？”桃花想要告状，花荣先一步从怀里摸出一瓶外伤药，奴婢担心齐王妃会受伤，特意来送药。看出花荣是有备而来，桃花把到嘴边的话咽下，接过花荣手里的药，皮笑肉不笑地说：“花荣姑娘有心了。”天已大亮，匠人们要开始干活了，寺里走动的人也多起来。江云追把红薯递给桃花：“给你家王妃拿去。”桃花没接，为难地说：“王妃认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奴婢送进去，王妃怕是不会吃的。”江云追迟疑了下，让花荣在外面等着，亲自拿着烤红薯进屋。房门一关，桃花立刻变了脸，低声讥笑：“没想到吧，你家少爷还会做烤红薯，可惜你这辈子都吃不到。”萧明幽和江云追昨晚一整晚都待在一起，桃花如今也不遮掩了，放肆得很。花荣安静站在一旁，没有和桃花争辩。他其实是吃过江云追做的烤红薯的，不止烤红薯，还有他亲自下和抓来做的烤鱼。被孙寒修绑架之前，在别庄养病那些时日，江云追做了很多事来哄他开心，以至于花荣真的以为自己是被喜欢着的。获救以后，那些天的记忆就被花荣封存了起来。他不愿回忆那些时日的快乐和悸动，更不愿回想当时江云追的温柔呵护。他本以为过了这么久，那些记忆早就变得模糊不清，直到刚刚才发现那几日的一场大梦竟在不知不觉中刻入了骨髓，一旦想起便会伤筋动骨的疼。江云追在屋里待了差不多半炷香的时间才出来。花荣跟着他离开，走出去好远。江云追突然开口：“伤还没好，以后好好养伤，不要到处走动。”江云追的语气带着责备，约莫是怕他会给萧明幽添堵。花荣眨眨眼说：“昨晚奴婢回来熬了姜汤，但等了一夜，少爷都没回来，奴婢不敢合眼。方才站得有点久，花荣的肋骨开始隐隐作痛，加上一夜没睡，脑袋也昏昏沉沉的。”他看不太清楚江云追的表情，只听到他说：“我没让你等。”呼吸顿了顿，花荣望着江云追，一字一句地说：“少爷的确没让奴婢等，但等少爷回家是奴婢的职责。他要养他鼻息而活，不管他回不回来，都必须等。”江云追要去监宫，花荣独自回了禅院，脑袋胀鼓鼓的难受着。他本想补会儿觉，躺下没多久就被人掀起来。睁眼，李香菱气势汹汹地瞪着他：“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让阿追哥哥亲自烤红薯给你吃？”第53章借刀杀人。花荣被李香菱扔进了后山的水潭。这几日天气晴好，回暖了不少，山里的水却还是冷得刺骨。花荣惊叫一声，从水里站起来，牙齿止不住的打颤。丫鬟婆子手里拿着木棍，不许花荣靠近岸边，逼着他往深水区走，只留脑袋在外面。李香菱捧着暖炉站在一旁，有小厮生了火，开始烤红薯。红薯的香甜味道很快弥漫开来，花荣忍不住往前倾身，并非饿的，而是想要得到一丝丝的温暖。
离他最近的婆子立刻用木棍敲打水面，警告他乖乖站好，不许乱动。李香菱并没有要吃烤红薯的意思，她向来只吃精心烹饪出来的美食，这种食物根本不配进她的嘴。火烧得很旺，红薯烤过了头，香甜的味道变成焦糊味儿。小厮把烧成黑炭的红薯掏出来丢给花荣，红薯在水里发出滋滋的声响，很快失了温度。李香菱在一旁催促：“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还不快吃！”李香菱的语气很是幸灾乐祸，根本没有把花荣当人看，像是在戏耍一条狗。花荣没有还手之力，也知道不会有人来救他，只能低下头把红薯吃进嘴里，慢慢咀嚼。烧焦了的红薯很苦，苦的花荣眼眶忍不住一点点湿润起来。只吃一个还不足以让李香菱消气，花荣吃了整整8个才被放过。出了水潭，花荣被丫鬟婆子摁在火堆旁烤衣服。李香菱冷冷的警告：“阿追哥哥快要回来吃午饭了，回去好好伺候着。要是你敢向阿追哥哥告状，可就不是让你吃东西这么简单了，明白吗？”肚子胀痛的厉害，花荣白着脸回答：“请二小姐放心，奴婢明白。”衣服烤干后，花荣回到禅院，一进院子，她就忍不住冲到角落吐起来。吐出来的东西黑漆漆的，像墨汁，又像是张牙舞爪的怪物，钻进她的身体，要将她整个人都撕碎。吐完，花荣提了一桶水，把地上擦洗干净，又去厨房拿了饭菜。然而，直到饭菜凉透，江云追也没回来。也是，萧明优都有轻生的念头了，不多陪陪他怎么能行？花荣把冷掉的饭菜吃掉，又喝了一碗姜汤，开始睡觉。他的命是主子的，但身体是自己的。江云追的晚饭也是陪萧明优一起吃的。昨晚他在后山山顶找到萧明优，当时他站在悬崖边，衣裙被山风吹得不住飞扬，身形单薄瘦弱极了，像只断了线的风筝，随时都要坠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江云追脑子一片空白，连心跳都停了几息。回过神来，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能让他死。江云追把萧明优救下来，而后发现他腕间有一条细长的伤口，伤口有些深，分明是割腕留下的，证实了桃花的话。萧明优的胃口不好，只吃了几口就样样的放下筷子，说不想吃了。江云追夹了一筷子菜到他碗里，温声劝道：“再吃一口。”萧明优不肯，偏头看了眼窗外，凉凉道：“已经很晚了，将三少爷请回吧，以后也不必来了。若是叫人看见，有损将三少爷的清誉。”这话不止疏离，还有些颓丧，好像这个世上再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江云追手上动作一顿，沉沉道：“我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江三少爷是可以不介意，但总有人会介意。”萧明优惨淡的笑笑，妾身已经习惯寺里清心寡欲的生活了，江三少爷为何还要来撩拨妾身？江云追抿唇，桃花忍不住说：“江三少爷，你已经害过我家王妃一次了，总不能再害她一次吧？”桃花！萧明优厉声呵斥，桃花连忙跪下，却没有住口，壮着胆子说：“奴婢说的是实话，当初若不是因为江三少爷，主子才不会嫁给齐王，更不会落得今日的下场。如今江三少爷已经有了新奸宠，主子何必还要委屈自己为他着想？”萧明优没有反驳桃花的话，别开脸不看江云追，克制地说：“木已成舟，妾身并未怪过任何人。桃花送江三少爷。”萧明优说完去了里间休息，江云追不便再留，起身离开。萧明优方才的话一直在江云追耳边回响，桃花提着灯笼送了他一路，快到禅院的时候开口：“江三少爷，方才是奴婢越举了，请江三少爷莫要把奴婢的话放在心上。对了，今日还发生了一件事，是和花荣姑娘有关的，奴婢不知当不当讲。”桃花说的犹豫，江云追掐断思绪，问：“什么事？”桃花张了张嘴，还是欲言又止。江云追皱眉，加重语气：“有话就说。奴婢今天去洗衣服，看到花荣姑娘浑身湿透了，从后山回来，身后还跟着李小姐和一堆丫鬟婆子，看上去像是受了欺负。”“你说什么？”寺里种着山竹，两人站的地方正好有一丛竹子，花荣突然从竹子后面走出来，桃花被吓了一跳，控制不住尖声质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花荣晃了晃手里的灯笼，淡然地说：“奴婢见少爷一直没有回来，有些担心，出来找找。刚刚灯笼被风吹灭，奴婢看不清路，走岔了，听到谈话声才走出来。”花荣说着，摸出火折子，把灯笼点亮，昏黄的光晕映出桃花有些慌乱的脸，也照亮花荣的眸。他收起火折子，看着桃花问：“你方才可是说自己亲眼看见奴婢被永安侯府的二小姐欺负了？”江云追做了烤红薯这件事是桃花告诉李香菱的。李香菱欺负花荣的时候，桃花一直躲在暗处看着。李香菱不许花荣告状，桃花偏偏要告诉江云追，分明是想借李香菱的手除掉花荣。只是桃花没有想到花荣会躲在这里听墙角，他脸色微变，改口说：“奴婢只是看姑娘当时有些狼狈，胡乱猜的，并未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桃花可不想为花荣做人证去得罪李香菱，这样以后还怎么借刀杀人？花荣眼皮微掀，眼神透出凌厉，既未亲眼看见，你怎敢到我家少爷面前嚼舌根？桃花理直气壮的反驳：“
奴婢也是担心花容姑娘。桃花刚说完，就被花容扇了一巴掌。第54章，并不是真的在意他。花容长这么大，第一次扇人耳光，他没什么技巧，用了全力，打完自己的手也是麻的。桃花被打得一个趔趄，人有点猛，好一会儿才捂着脸惊叫起来：“你打我做什么？”要不是因为江云追在这儿，桃花早就扑上来抓烂花容的脸了。花容的心跳有些快，并不全是因为害怕，还有2分畅快。白日被李香菱折磨的痛苦，还有这些时日积压的委屈都被释放出来。他握了握拳，看着桃花，永安侯二小姐是太子妃的亲妹妹，身份尊贵无比，你竟然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小事到少爷面前搬弄是非，难道不该打吗？花容的声音不大，语气却很严厉，每一个字都让桃花无法反驳。桃花气得不行，只能咬牙忍耐，委屈巴巴地说：“奴婢也是一番好心。”当真是好心吗？花容反问，看向桃花的眼神很冷，再瞧不出之前的怯懦。那你好好说说，二小姐白日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叫我到水潭吃烤红薯？江云追看到花容这般利落的还击，也很是意外，他没有急着阻止，想看看花容还会做些什么，直到听到烤红薯3个字才皱了皱眉。桃花越发慌乱，他怕花容会说出对萧明幽不利的话，连忙跪下，急急道：“都是奴婢的错，昨晚奴婢一时着急打扰了李小姐，今日去送礼赔罪。李小姐闻到奴婢身上有烤红薯味儿，慌乱之下，奴婢只好说是花容姑娘送来的，奴婢没想到李小姐会因此为难花容姑娘。”桃花表现得很害怕，言辞之间却还是把矛盾往李香菱身上引。二小姐从来没有吃过烤红薯，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后有些好奇，便让奴婢烤了一个给她尝尝，并未为难奴婢。你什么都没有看见，却一口咬定二小姐在为难奴婢，到底是何居心？晚风吹的灯笼轻轻晃动，里面的烛火也跟着摇曳。花容眉眼未动，冷不疾不徐地提出质疑。桃花没想到花容会突然变得如此难缠，想不到该如何辩解，只好抬手扇了自己几巴掌。都是奴婢的错，奴婢说话不过脑子，差点造成误会，奴婢知错。右手还伤着，桃花只能用左手扇巴掌，没一会儿左边脸就被打得肿了起来。但江云追和花容不喊停，他也不敢停。花容听着巴掌声，走到江云追身边，俯身行了一礼道：“奴婢方才越举打了桃花姑娘一巴掌，请少爷责罚。”花容和桃花都是丫鬟，从明面上看，江云追还不是官绅，地位在萧明幽之下，花容是没有资格打桃花的。但两人方才的对话已经明确了对错，就算桃花真的是无意中让李香菱闻到身上有烤红薯味儿，没能很好的应对，反把花容牵扯进去，就是桃花的错。江云追和萧明幽的往来见不得光，桃花和花容作为两人的贴身婢女，事事都应该小心谨慎才是。今天桃花表面上是害了花容，实则差点把江云追烤红薯给萧明幽吃这件事捅到李香菱面前。江云追可以不在意花容，却不能不在意萧明幽，所以花容刚说完就被江云追扶了起来。江云追冷冷地去了桃花一眼，寒声警告：“不会说话就不要说，再有下次我就割了你的舌头。”桃花吓得冷汗涔涔，连声应下。江云追没再理会他，拉着花容一起回禅院。白日在水潭泡了太久，睡了一觉起来，花容的手都还是冷冰冰的。江云追眉心微皱，问：“手这么冷，怎么不多穿点？”奴婢以为少爷很快就会回来，走得急就忘了。花容的声音恢复平日的低柔，丝毫没有刚刚动手打人的样子。江云追把花容整只手都包在掌心，后知后觉地生出2分歉意，温声说：“以后若是不回来用饭，我会让随风跟你说一声。”他恣意妄为惯了，除了萧明幽，从来没有想过要顾及别人的感受，更没有想过要向别人汇报自己的行踪。花容轻声回应，声音很淡，并未表现得受宠若惊，好像他虽然在等江云追，却并不是真的在意他会不会回来吃饭。江云追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但很快又否定，这只兔子这些时日对他越来越信赖，怎么可能不在意他？江云追抛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抓着花容的手却不自觉多用了2分力。回到禅院，江云追又把花容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还是不放心地问：“你今天真的没有吃亏？”他虽然不喜欢李香菱，却也知道他那大小姐脾气，他是不可能吃烤红薯这种东西的。花容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见之前拿回来的饭菜都冷掉了，低声道：“奴婢把这些饭菜再拿去热一热。”江云追已经在萧明幽那里吃过了，见状又多了几分愧疚，拉住花容：“冷了也无妨，可以吃。”说完拿起筷子吃起来。等他吃完，花容才说：“二小姐不爱吃烤红薯，不过是觉得新奇好玩罢了，若硬要说奴婢吃了什么亏，下午的烤红薯都被奴婢吃了算不算？”说到最后，花容的语气变得俏皮起来。江云追盯着他看了很久，也看不出任何异样，点点头说：“他被娇惯坏了，脾气大得很，但本性还不算太坏。”花容递给江云追一杯热茶，附和道：“少爷说的是。”花容没想过要告李香菱的状，李香菱被宠坏了，性子却很单纯，
旁人只需要稍微煽一下风，点一下火，就可以利用他。萧明幽可以借刀杀人，花荣也可以。正好他现在的胆子还很小，不敢自己动手。花荣安静站在一旁琢磨着计划，没有注意到江云追一直在看着自己。屋里的灯光比外面要明亮很多，花荣习惯性的微垂着脑袋，浓密的睫毛在他眼底投下一小片阴影。他比之前清瘦了不少，许是在寺里待的时间久了，染上几分不惹尘埃的清冷。他的目光不在他身上，只盯着自己的鞋尖，明明还是和之前一样乖顺，看着却没有那么顺眼了。江云追忍不住问：在想什么？第55章，奴婢见过大少爷。奴婢在想少爷。花荣抬眸看向江云追，他的眸子映着烛光，璀璨而闪亮。江云追突然发现这双眸子和萧明幽的其实很不一样。第二天江云追走后，花荣便出了门。他原本是想去找李香菱的，走到半路却碰上江云飞。他穿着一身银亮的甲胄，腰间悬着长剑，整个人浸在山间云雾的湿润寒气里，眉眼微垂，一身威压如山，沉得可怕。不过一瞬，他便捕捉到花荣的目光，先眸看过来。花荣躲避不及，只能慌乱地低下脑袋。江云飞很快走到他面前，花荣被压得呼吸有些困难，艰难开口：奴婢见过大少爷，我是带着公务来的，叫江校尉。江云飞命令。不等花荣改口，又问江云追何在？回江校尉，三少爷白日都在监督舍利塔的重建和寺里的修缮，奴婢可以带江校尉过去。不急，先带我去他的住处。花荣不敢违抗，带江云飞去到禅院。江云飞站在院外，没有急着进去，扫了花荣一眼，问：此处离寺院殿宇很远，并不方便监工，他为何要选择住在此处？江云飞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语气，和在家里截然不同。花荣毫不怀疑，万一东窗事发，江云飞会大义灭亲，把萧明幽和自己的亲弟弟一起绑了进猪笼。额头冒出汗来，花荣捏着绢帕小心回答：这里原本是齐王妃住的禅院，但齐王妃身子弱，腿又在山洪中受了伤，此处湿气颇重，不利于调养身子，三少爷就和齐王妃换了一下。江云飞不语，薄唇抿成一条线，明显对江云追这个决定很不满意。花荣不敢多言。过了会儿，有2个士兵拿了江云飞的行李来。江云飞没看花荣，冷声命令：把你的东西拿走。花荣脸上顿时火辣辣的，纵使这些时日因为受伤和江云追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还是觉得羞耻。花荣的东西不多，只有2身换洗衣物，他把衣服拿到那个原本空置的小屋里，江云飞这才把自己的行李放进主屋。花荣想帮忙，被那2个士兵拦下：校尉大人不喜外人近身，姑娘若是无事，请不要靠近这里。2个士兵身形高壮，声音亦是洪亮如钟，花荣忍不住瑟缩了下，退回房间。晌午时分，江云追才回到禅院，看到守在主屋外面的士兵，他眉心微拧，进屋看到江云飞，周身的气息都沉了下来。大哥，你怎么来了？江云飞卸了甲胄，正坐在桌案前看兵书，不近情面地说：本官有公务在身，请江三少爷称本官为江校尉。江云追的脸色好了些，紧接着追问：什么公务？工部尚书涉嫌贪污，此次负责修缮寺庙的匠人都是本案的重要证人，但修缮寺庙不能半途而废，本官要亲自带兵看守他们，等修缮工程结束再将他们带回。江云飞刚说完，江云追就冲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其实你是故意找了个借口来监视我吧？放手！江云飞不动如山，仍看着书上的内容，说出来的话却极有威慑力。江云追不放，恶狠狠地瞪着江云飞，像头被惹怒的小兽。僵持片刻，江云飞命令曹洪把陛下的圣旨拿给江三少爷看看。江云飞明摆着拿圣旨压江云追，那个叫曹洪的士兵把圣旨拿来，江云追也不肯看。良久，江云追松了手，环顾一圈，暴躁地问：你把我的人弄哪儿去了？江云追一回来，花荣就到门外候着了，听到江云追问起自己，连忙进屋：少爷，奴婢在这儿。收拾东西，给江校尉腾地方。头一回这么憋屈，江云追把江校尉3个字咬得尤其的重。花荣不敢妄动，下意识地去看江云飞。江云飞放下手里的书，淡淡地说：陛下不只让本官捉拿同流合污的案犯，还要本官监督此次修缮工程，江三少爷也在本官的监督范畴内，明白吗？江云飞，你不要太过分了。江云追气地叫了江云飞的全名，如果这都不算监视，那什么才算？一个没有官身的世家子弟，不仅藐视圣旨，还公然直呼从五品官员的名字，还不把他给本官拿下。江云飞一声令下，那2名士兵便快如闪电地袭向江云追。江云追本能的反抗，然而双拳难敌4手，不过片刻便被五花大绑起来。江云飞，你！江云追气得怒吼，下一刻就被那个叫曹洪的士兵用东西堵了嘴。江云追发不出声音，气得眼睛都红了。花荣看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在这里看热闹，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江云飞却唤他过来。花荣不敢耽误，连忙走过去，
却见江云飞拿出一个粉色锦囊，放在自己刚刚看过的那本书上，一并推过来。这是兰儿让我带过来的，回信你可以交给曹洪送回去。自幼习武，江云飞手上布满茧子，指骨甚至有些扭曲变形，一点儿也不像是世家公子的手。那粉色锦囊在他掌下也违和极了。江云飞很快收回手，花荣收回思绪上前，这才发现他刚刚看的不是书，而是账簿。谢大少爷。指尖刚碰到锦囊，江云飞忽然又开口问：“会看账簿？”这话问的意味不明，但在江云飞强大的威压之下，花荣也不敢撒谎，拳了拳手指，如实回答：“回江校尉，三少爷刚教了奴婢用算盘，奴婢还不会看账簿。”江云飞又问：“可还教过你别的？”三少爷还教奴婢识字、练字。回答完，花荣紧张的呼吸都快喘不上来了。江云追教他这些，虽然不触犯律法，宣扬出去到底不光彩。江云飞若是不喜欢，思绪到此被打断。花荣听到江云飞说：“本官可以教你。”什么？花荣的脑子陷入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思考。大少爷怎么会当着三少爷的面说要教他识字练字看账簿？第56章，江云追跟你告状了。江云追气得要炸了，他亲大哥不仅绑了他，还当着他的面光明正大的撬他的墙角。要不是嘴被堵着，他已经把这个大哥骂得狗血淋头了。花荣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见江云飞还是一脸认真，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壮着胆子问：“不知江校尉想要奴婢做什么？”自从知道他是江云追的人，江云飞便和他划清了界限。在江云追回来之前，他的态度都是冷冰冰的。他说这句话肯定有特别的意图。花荣的敏锐和冷静让江云飞有些意外，他顿了一下说：“本官要知道你家少爷来寺里以后的所有行踪。”当着江云追的面提这样的要求，不是明摆着让花荣叛主吗？花荣张不开口，又听到江云飞说：“只要你写出来，本官还可以为你脱籍，还你自由。”脱籍二字毫无征兆地砸入耳中，震得花荣耳膜嗡嗡作响。正常人分3、6、9等，奴才也是有身份差异的。家养的奴才地位最高，其次是在主子面前得脸的心腹奴才。像花荣这种出身不清白、签了死契的奴才地位最低，谁都可以踩上一脚。为签了死契的奴才脱籍，和为继子赎身一样，都会被人耻笑。花荣连想都不敢想这样的事，却从江云飞口中轻轻松松说了出来。不过片刻的激动之后，花荣又冷静下来，背叛江云追肯定是要被报复的，而且三娘还在王青云手里，王青云的胃口已经被养大，肯定会把他卖了再换钱，到时的境遇不一定比现在好。想清楚形势，花荣跪下说：“回江校尉，三少爷到寺里后，每日都在忙着监工，并没有做其他的事，而且三少爷对奴婢很好，脱不脱籍对奴婢来说都不重要。”这些时日锻炼出来，那点胆子还不足以支撑花荣面不改色的对江云飞撒谎。他的脑袋垂得很低，饶是如此，花荣依然觉得如芒在背。江云飞像是有读心术，又加了筹码：“你若是害怕被报复，脱籍之后，本官可以派人送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去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定居，再给你一大笔钱，保证你们余生都衣食无忧。”这个条件对花荣来说实在太诱惑了，只靠他自己，恐怕穷极一生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可只要江云飞一句话，一切就会变成现实。不知是太兴奋还是太紧张，喉咙干得厉害。花荣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正想迈主求荣，江云追却偷偷解开绳索，冲过来一脚踹翻桌案。江云飞及时躲开，还顺手拿走了账簿和锦囊。江云追把花荣拉起来，看也没看江云飞，冷声说：“江校尉这么有能耐，可以自己找证据来抓我，别在我面前搞威逼利诱那一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江云飞把账簿和锦囊扔过来，江云追随手接住，拉着花荣去了小房间。江云追的心情极差，对着墙一顿猛踹。花荣见他的手腕被磨破了，默默打了水来，等他平复了些，才试探着说：“少爷，你的手受伤了，奴婢帮你清理一下吧。”江云追没有拒绝，花荣这才小心翼翼地靠近。上完药，江云追突然开口：“我二哥常说他看着刚正不阿，实则肚子里的坏水比谁都多。我之前还不信，今天算是见识了。你给我离他远点，知不知道？”江云追这话说的没头没尾，花荣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个他指的是江云飞。花荣看不出江云飞哪里坏，想到自己刚刚差点就叛主了，心虚的不敢看江云追，只木讷的点头。江云追气得吃不下饭，借着监工的名义出门，却被江云飞派了亲兵跟上。“你跟着我做什么？”那些匠人都是本案共犯，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出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校尉大人命属下随身保护江三少爷的安危，这哪里是保护，分明是监视。但江云追打不过江云飞的亲兵，更反抗不了圣旨，只能憋着一肚子气离开。院子里安静下来，花荣泡了一壶茶送进主屋，然后才回房间看账簿。他只能大概核算下账目，知道铺子里在盈利，别的就看不出来了。合上账簿，花荣打开锦囊，里面除了这2个月的红利，还有一对银白的耳坠。耳坠是银制的，白玉雕成葫芦形状，
精巧又可爱。江云兰的眼光向来是好的。收好耳坠，花荣找出纸笔，把之前被李香林毁掉的图纸重新画出来，又写了一封信给江云兰。来云山寺留宿的香客众多，偶尔也需要借僧衣来穿，但这些僧衣和寺中僧人的并无差别。江云兰的成衣铺可以免费为寺里的香客准备僧衣，如此既能广结善缘，花费的成本也不高，而且能留宿云山寺的香客都非富即贵，这结下的不仅是善缘，更是许多人可遇不可求的机缘。除了这些，花荣对于传统的下山也有一些改良的想法，不知不觉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写完手有些酸了，花荣活动着手腕，想等墨汁晾干再把信装起来，却听到李香林怒气冲冲的声音：“贱人，给我滚出来！”有之前的经验，花荣第一时间把信和账簿藏起来，然后才去开门。李香林和之前一样，直接带人闯入，却被那位叫曹洪的亲兵拦下。李香林没见过曹洪，也辨不出他身上的甲胄是哪儿的，只当他是工部的人，皱眉怒道：“我可是永安侯嫡女，狗东西，还不快给本小姐让开！”好大的威风！原来永安侯就是这么教自己的女儿的，看来太子妃的端庄贤淑也是装的了。江云飞从主屋走出来，李香林一看到他，顿时像老鼠见到猫，周身的气势瞬间消散，弱弱的问：“云飞哥哥，你怎么在这里？本官有公务在身，永安侯嫡女又为何会出现在佛门禁地？”明明是再正常不过的问话，从江云飞口中说出来，莫名带了讽刺的意味，好像高高在上的永安侯嫡女不配出现在佛门禁地。李香林被噎得小脸一红，随后指着花荣说：“云飞哥哥，这个贱婢竟然咬阿追哥哥，你难道不罚他吗？”“你怎么知道的？江云追跟你告状了。”第57章弄巧成拙。江云追自然不可能向跟李香林告状。李香林底气不足，梗着脖子瞪着花荣：“贱婢，你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干这种以下犯上的事？”李香林是来兴师问罪的，可不想在花荣面前丢脸。江云追胳膊上的牙印还在，花荣否认不了。他捏紧绢帕，正不知该如何作答，江云飞冷寒的声音响起：“曹洪，给你1刻钟的时间，把那个在背后嚼舌根、挑拨是非的人给我带过来。”江云飞一声令下，曹洪便大步离开。李香林见江云飞并未处置花荣，急急道：“阿追哥哥胳膊上定然还留有牙印，阿飞哥哥一看便知真假，为何不处置这个贱婢，反而要找别人的麻烦？”李香林觉得自己握着花荣的把柄，虽然有些怕江云飞，却也还是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本官只有一个妹妹，不曾有别的妹妹，你最好称本官为江校尉。江云飞直接对了李香林，随后又道：“况且这是中永伯府的家务事，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之前花荣以为江云追对李香林的态度已经够恶劣了，今天见到江云飞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冷酷无情。李香林这些时日已经把自己当做江云追未来的妻子看待，被江云飞这般当面责问，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李香林气红了眼，不甘心地说：“伯母很喜欢我，我这么做也是担心阿追哥哥。你是担心中永伯府的当家主母管教不好下人，还是担心他管教不好自己的儿子？”殷氏很喜欢李香林，李香林本想让江云飞看在殷氏的面子上对自己客气点，没想到被江云飞反将了一军。他跟江云追的事都还没定下来，他哪敢对自己的未来婆婆有什么意见？李香林完全说不过江云飞，只能忍着一肚子气服软：“江校尉，我没有这个意思，今日是我太鲁莽了，请江校尉大人有大量，莫要与我一般见识。”江云飞好歹是江云追的大哥，李香林也不想把人得罪得太狠，日后到了同一个屋檐下，难免尴尬。李香林道完歉便要离开，被江云飞叫住：“我没说，你可以走。”李香林气得跺脚：“我已经道歉了，江校尉还要如何？”话音刚落，曹洪带着桃花走进禅院。桃花昨晚没能陷害成功，还被花荣打了一巴掌，自是不肯善罢甘休，今天一早就去找李香林告状，想让李香林好好教训花荣一番。桃花并不知道曹洪是江云飞的人，也认不得江云飞，还以为是花荣说了什么，一见到李香林便迫不及待地说：“李小姐，奴婢说的都是实话，江三少爷胳膊上的牙印还在，李小姐一看便知，可不能被这个贱婢糊弄过去了啊。”曹洪把桃花丢到地上，拱手道：“启禀大人，就是这个丫鬟在背后挑拨是非。”听到这话，桃花这才注意到禅院里多了位面容冷峻、气质冷寒的公子。这位公子的面相看着虽然不大好相处，一身贵气却无法遮掩。桃花心头一跳，不敢再乱说话，低下头去。李香林已经看出江云飞要偏袒花荣，不耐烦地说：“方才江校尉不是不让我插手中永伯府的家事吗？为何还不让我走？”江云飞没有回答李香林的问题，眼神凛冽地看着桃花问：“你是何人？”桃花已从李香林的话里推断出江云追的身份，连忙跪好，恭敬道：“回大人，奴婢桃花是齐王妃的贴身婢女。你方才说江三少爷胳膊上有牙印，是哪只手？大概在什么位置？”“右手，大概在这个位置。”桃花举起自己的手比划了下，
江云飞的出现虽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但只要坐实花荣以下犯上的罪名，花荣肯定是逃不了这顿责罚的。桃花已经等不及想看花荣被罚了，下一刻却听到江云飞问：“你为何会看到江三少爷的身子？”江云飞的用词有些模糊，让人觉得江云追好像一丝不挂的被桃花看光了。李香菱顿时皱紧眉头。是了，他光顾着生气，都没有想过桃花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桃花等着看热闹，没想到火会一下子烧到自己身上，他急急的辩解：“大人误会了，奴婢没有看江三少爷的身子，是江三少爷的袖子滑落的时候，奴婢无意中看到的。”那你为何要背着齐王妃见江三少爷？江云飞步步紧逼，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桃花连忙磕头说：“大人明鉴，奴婢断然不敢背着王妃见江三少爷，当时王妃也在场的。”这话一出，桃花的嫌疑倒是洗清了，这件事却越发的叫人觉得不对劲。不等江云飞开口，李香菱抢先问：“皇婶为何会来找阿追哥哥？”桃花白了脸，浑身直冒冷汗。他刚刚只想着为自己辩解，没想到会把萧明幽卷进来。桃花紧张的咽了咽口水，说：“之前山洪爆发，很多香客滞留在寺里，王妃与他们商量过，说要捐钱帮寺里重建舍利塔。那日王妃是去送功德簿给江三少爷的，当时他也在。”说到最后，桃花指向花荣，想拉花荣下水。江云追和萧明幽的私情一旦曝光，贴身伺候他们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听到花荣也在场，李香菱便打消了疑虑。江云飞却没有就此作罢，悠悠地说：“本官听说齐王妃与齐王伉俪情深，齐王妃近日为他茶饭不思，伤心欲绝，怎么不仅有心思管这些闲事，还要亲自给人送功德簿？”江云飞语气虽然冷，说出来的话却很有道理。李香菱不由得想起之前那些关于江云追和萧明幽的传言，看桃花的眼神变得探究起来。桃花见状，吓得几乎要晕过去了。江大少爷是怎么回事？他难道不是江三少爷的亲大哥吗？他不怕这样做会害死自己的弟弟吗？花荣也被江云飞的铁面无私惊到，正想说点什么，江云追大步走进禅院：“是我让齐王妃把功德簿送来的，江校尉有什么问题，尽可问我。”第58章主持公道。那本官问你，齐王妃是自愿来送功德簿的吗？江云飞没跟江云追客气，提出质疑。江云追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咬牙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齐王刚死不久，齐王妃还是新寡，若不愿意做这件事，也可以不来。”江云飞话没说完，就被江云追恶狠狠地揍了一拳。这一拳极狠，江云飞唇角立刻溢出血来。李香菱吓得惊叫一声躲开，花荣没有多想，上前抓住江云追的胳膊。只是江云追正在气头上，没给花荣说话的机会，挥手把他甩开。江云追的力气很大，花荣被甩飞在地，还没痊愈的肋骨顿时又痛起来，忍不住闷哼出声。江云追想起花荣的伤，不由得分神，江云飞却在这时还了他一拳。江云飞在军中根本没有对手，这一拳可比江云追那一拳狠多了。江云追感觉自己整个下巴都没了知觉。下一刻，江云飞面无表情的下令：“江云追偷袭朝廷命官，拖下去，杖责20。”两个亲兵立刻上前把江云追架起来。江云追没有反抗，只瞪着江云飞说：“我与齐王妃是在白日见的面，当时还有丫鬟在，为的也是公事。齐王妃只做了一盏茶的时间就离开了，我们之间坦坦荡荡。江校尉说话最好放尊重点，自己做事难看，还要怪别人说话难听。”江云飞毫无愧疚之意，江云追气得说不出话，被人架走。目睹了这一切的桃花连忙哭求：“大人，奴婢可以指天发誓，王妃和江三少爷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江云飞擦去唇角的血迹，冷硬地说：“本官不相信誓言，只相信证据。这件事本官会继续查下去。现在先说说你煽风点火，撺掇永安侯嫡女打骂忠永伯府婢子的事。”见识了江云飞的不近人情，桃花哪里还敢乱说话，连忙磕头认错：“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不该在背后乱嚼舌根，奴婢该死。”江云飞不急于下定论，很有耐心地问：“你与他有什么旧怨？”没有。桃花下意识地否认，怕再说下去牵连出更多的事端来。江云飞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而后看向花荣命令：“你来说。”江云追已经挨了杖刑，花荣不想让事态继续扩大，正想遮掩过去，却被慌了阵脚的桃花抢先一步：“大人，奴婢说。”桃花把第一次在水潭洗衣服争地方的说辞又在江云飞面前说了一遍。这件事过去已经快1个月了，桃花以为把江云追糊弄过去就万事大吉，这会儿在慌乱之下说出来，漏洞百出。水潭不远，江云飞索性把人都带过去。江云飞看了一会儿水潭周围的环境，问桃花：“你那日是从哪里跳下去的？”桃花循着记忆走到潭边，刚要说话，就被江云飞一脚踹进水潭。潭水冷寒刺骨，桃花惊声呼救，然而有江云飞在这坐镇，谁也不敢上前。桃花胡乱地扑棱了一会儿，自己从水潭里站了起来。水潭是由瀑布形成的，但只有靠近瀑布的地方深一些，其他地方水都比较浅，从桃花站的位置跳下去根本淹不到。
桃花站在水潭里瑟瑟发抖。这时受完杖刑的江云追也被带到水潭旁，江云飞看了他一眼，问：这件事江三少爷当时是如何处置的？江云追疼的唇有些发白，绷着脸回答：念在这个婢子是无心之失的份上，杖责20。桃花之前挨的那20杖可比江云追今日这20杖轻多了。他说是无心之失，你就信了？江云飞反问。不等江云追开口，又道：若不是你的婢子摔断肋骨，没有推人下水的能力，你又当如何处置？江云追抿唇，脸色有些难看。桃花被救起来后昏迷了一段时间，萧明幽当时一直在旁边为桃花求情，江云追的心就软了。他想着花荣和桃花争执也有错，就没有严惩桃花。这会儿被江云飞问起，江云追才突然意识到当时花荣的处境有多艰难。如果不是因为有御医证实他摔断了肋骨，根本没有力气把桃花推下水潭，桃花也许不会承认是自己跳下水潭的，花荣无法自证清白，会被扣上杀人未遂的罪名。若是萧明幽要追究下去，花荣必然难逃牢狱之灾。桃花见事态不妙，急急道：大人，奴婢真的是无心的，当时是他先骂人，奴婢才还手的，奴婢不知道他伤得那样重，还以为他是故意装的。江云飞冷冷打断：他骂你一句你就动手打人，自己没长嘴。桃花冷得不行，脑子也是糊涂的，改口道：奴婢记错了，他不止骂了奴婢，还对奴婢动手了。他怎么动手的？江云飞步步紧逼，桃花完全没有思考的时间，为了不露馅儿，故意往严重了说：他扇奴婢巴掌了，还扯奴婢的头发，还踢了奴婢一脚，奴婢实在没有办法才推了他一把。江云飞又看向江云追，问：是这样的吗？按照桃花所说，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执，桃花身上应该会有明显的痕迹，但江云追记得很清楚，事发那日桃花除了落水浑身湿透，并没有任何外伤。江云追说不出话，也无可辩驳。在这件事上，他就是失了公允，偏袒了萧明幽。江云追的反应在江云飞的预料之内，他朝花荣走了2步，看着他问：你呢？可有话要说？已经傍晚，日暮西山，山里的温度下降了很多，水潭边更是寒气森森。江云飞着一身藏青色卷云纹锦衣站在那里，身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花荣的眼眶却忍不住有些发热。他问他有没有话要说，更像是在问花荣：你可觉得委屈？怎么不委屈啊？他的肋骨都被摔断了，却还要蒙受不白之冤，推他的人只是象征性的挨了罚，一转眼就活蹦乱跳起来，还变本加厉的陷害他，说要护着他的人，一次次的食言，他委屈极了。深吸一口气，花荣跪下，大声说：回大人，奴婢那日没有和齐王妃的婢子起争执，求大人为奴婢主持公道。第59章，无妨，他扛得住。桃花又被罚了20杖，这20杖是江云飞那2个亲兵打的，打到第5下就见了血。桃花嘴里塞着东西，喊不出声，只能从鼻尖发出呜呜的哭声。20杖打完，直接昏死过去。江云飞也不派人把桃花送回去，任由他在院子里趴着。李香菱今天接收了太多信息，整个人傻在原地。江云飞没有罚他，只给了他一句话：永安侯嫡女的身份虽然尊贵，但一个人要是没长脑子，迟早把自己蠢死。李香菱知道自己被桃花利用了，无法辩驳，只好羞窘难当的带人离开。江云飞让曹洪去请御医，江云追今天面子里子都没了，心里正堵着气，冷声拒绝：这点小伤我扛得住，不用你多管闲事。江云飞眼皮微掀，凉凉的睨着江云追：谁说是给你请的御医？江云追：行，你可真是我亲大哥。御医很快到来，见兄弟2人脸上都有淤青，眼角抽了抽，快步上前要为江云飞看伤。江云飞却抬手指了指花荣，给他看。江云飞能帮忙主持公道，花荣已经很感激了，没想到他还会叫御医给自己看伤，受宠若惊地说：江校尉，奴婢休养了好些时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江云飞没应声，花荣不能让御医为难，只好回房间让御医诊治。他之前整体休养的还不错，但还要养很久才能痊愈。江云追方才那一甩，对他的伤情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御医拿了几贴药膏给他，又重新开了调养的方子，出了房间如实向江云飞汇报。汇报完，御医试探着说：江校尉，江三少爷好像伤得挺重的，下官先替江三少爷看看伤吧。江云追也被打了个皮开肉绽，衣服都被血染透了，御医看着都疼，江云飞却毫不在意，淡淡的说：无妨，这点小伤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扛得住。这是江云追刚刚自己赌气说的话，他拉不下脸来服软，只能咬牙忍着。花荣从房间出来，御医已经离开了，江云飞和江云追之间的气氛很是微妙。花荣下意识的想躲回屋里，却听到江云飞唤他过来。花荣连忙上前：江校尉有什么吩咐吗？花荣低垂着脑袋，有些忐忑。江云飞虽然帮他惩治了桃花，但他没有坦白交代江云追和萧明幽私下有往来，其实也算是共犯。花荣本以为会被骂一顿，却听到江云飞问：疼不疼？花荣整个人又傻了。江云追则皱紧眉头，上前把花荣挡在身后，
不悦地质问：“你还要做什么？”江云飞没理江云追，只对花荣说：“你的主子并不相信你，在你受欺负的时候也不会护着你，你确定还要帮他保守秘密？”江云飞明显还是想套花荣的话。江云追气的胃都要疼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江云飞怒骂：“我没有什么秘密，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不要以为你是我大哥，我就拿你没办法。既然没有秘密，你紧张什么？”江云飞一点儿也没有把江云追的话放在心上。江云追没有考取功名，也没有投军，连那2个亲兵都打不过，还真是拿江云飞一点办法都没有。江云追说不过江云飞，扭头命令花荣：“伤处疼的话就回屋歇着，离这个人远点。”江云追脾气上来，也不叫大哥了。花荣讷讷的点头，正想回屋，余光瞥见萧明幽从门口走了进来。萧明幽的脸色惨白，穿了一身灰麻长裙，头顶系着一朵白花，像一朵白莲，带着绸缎随风飘来。见桃花浑身是血的趴在院子里，萧明幽的脸又白了2分。“江大少爷！”萧明幽刚开口，江云飞便后退了2步，拱手道：“下官江云飞见过齐王妃。”江云飞方才和江云追吵得凶，说话也狠，但见了萧明幽，该有的礼数还是一点没少。萧明幽心思玲珑，听到江云飞自称下官，便知道他是带着公务来的，改口问：“晕倒在院中的是我的贴身婢子桃花，不知他犯了何罪，被江大人如此惩罚？此人前些日子无中生有，陷害江三少爷的婢女，今日又挑唆永安侯府和中永伯府的世交关系，齐王妃毫不知情吗？”2个婢子之间的争端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牵扯到2大世家，就不能含糊过去了。萧明幽捏紧绢帕，弱弱地说：“这个婢子是有些口无遮拦，之前江三少爷也给过他教训，但我知道他都是有口无心的。”萧明幽说完，眼唇咳嗽起来，弱不禁风急了。江云追心头发紧，忍不住说：“犯错的是他的婢子，和他没有关系。”这话说的好像是江云飞故意把萧明幽叫到这里来为难的。江云飞横了江云追一眼，萧明幽善解人意地说：“谢江三少爷替妾身说话，不过这个婢子若是真的犯下大错，妾身也不会再包庇他。”萧明幽这话说的挺大义凛然的，江云飞眼神犀锐地看着他问：“按照齐王妃的意思，只有闯下滔天大祸才会被罚，其他的错都可以不计较，那昭陵律法的存在有何意义？”江大人误会了，妾身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个婢子伺候妾身多年，妾身有些不忍。萧明幽黛眉微蹙，加上一身素淡的装扮，瞧着很是楚楚可怜。然而江云飞是随钟永博上过战场的，他杀过人，饮过血，并不吃萧明幽这一套，硬邦邦地说：“齐王妃的善良应该用在平日的管束上，而不是在出了事伤了人之后，齐王妃不忍心惩罚自己的婢女，她伤害别人的时候可没有半点手软呢。”萧明幽拿江云飞没办法，顿了片刻道：“江大人说的对，是妾身管束无方，妾身愿意再次向花荣姑娘赔罪。”萧明幽强调再次，暗示自己之前已经向花荣道过歉了。说完朝花荣走来。萧明幽的腿还没好，走路仍是一瘸一拐的。江云飞看了一眼，含着声发问：“下官听说齐王妃之前就住在此处，这个院子在山洪中并未如何受损，王妃的腿是怎么受伤的？”第60章，这种活还轮不到你来干。山洪冲下来之前，寺里曾明中召集所有人到正殿避难，妾身是在去往正殿的路上不小心摔伤腿的，江大人觉得有何不妥吗？萧明幽淡定回答，眼神无辜。江云飞摇头，并无不妥，只是有些好奇罢了。话题到此结束，气氛有些僵。片刻后，萧明幽开口：“江大人，妾身现在可以带这位婢子走了吗？”萧明幽的手段在江云飞身上都失了效，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先带桃花回去治伤。江云飞并未为难萧明幽，沉声命令：“来人，齐王妃行动不便，帮齐王妃把人送回去。”曹洪上前扛麻袋似的把桃花扛着离开。萧明幽深深地看了江云追一眼，也跟着离去。禅院安静下来，有风吹过，周遭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江云追下颚紧绷，唇色惨白，直勾勾地盯着江云飞问：“你刚刚问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江云飞素来寡言，很少说废话，他刚刚问起萧明幽的腿伤，分明是对那伤的来历有所怀疑。桃花心思不纯，陷害花荣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江云追心里，犯错的是桃花，萧明幽还是温柔善良的。他不喜欢江云飞这样恶意的揣测萧明幽。江云飞没有回答江云追的问题，对花荣说：“看见了吗？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不是你。”江云追气得太阳穴突突的跳，气冲冲的拉着花荣回到小房间，用力摔上房门，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只走了几步，江云追便疼得满头大汗，脸也更加惨白。花荣扶住江云追，试探着说：“屋里还有药，奴婢还是帮少爷清理下伤口吧。”江云飞没在旁边看着，江云追也不硬撑了，咬着牙默许。耽误的时间有些久，伤处的血已经有些干了，衣服被粘住，不好脱下。花荣只好用剪刀剪开，再用水浸湿衣料慢慢揭开。花荣已经十分小心，
伤处还是不可避免的被撕开，涌出血来。江云追的伤比花荣想象的还要严重，花荣额头也冒出汗来，忍不住劝说：“少爷，奴婢还是去请御医来看看吧，要是落下病根就不好了。”“不许去！”江云追冷声呵斥，拳头捏得咯咯直响。不过是点皮肉伤，又不会死。江云追的语气很凶，态度很决绝，花荣不敢违他的意，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伤口流的血不少，花荣换了7、8盆水，才帮江云追换好药。端着最后一盆血水出去的时候，碰到了江云飞。他问：“阿追肯让你上药？”天已经完全黑了，禅院只燃着2盏灯笼，光线很是昏暗。江云飞的身影几乎融在夜色里，神情瞧不真切，给人的感觉仍是冷的。但他叫着阿追，可见这会儿并非是以铁面无私的江校尉的身份来的，只是江云追的大哥。花荣不敢看他，恭敬道：“三少爷只让奴婢上药，不肯找御医来诊治。三少爷伤得很重，奴婢担心。”江云飞打断花荣：“府里的金疮药都是御赐的，效果很好，只要他老老实实的，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即便以大哥的身份，他对弟弟的关爱也是相当有限的。”话题到此终结。花荣端着水，很快有些累，正不知该如何脱身，江云飞突然上前端走了他手里的盆。花荣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抓紧盆沿：“大少爷，这都是奴婢该干的活，怎么能让你插手呢？”江云飞力气很大，花荣没抢回盆，整个人反而被惯性带的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放手！”江云飞命令，声音冷肃，带着不容拒绝的威压。花荣顿觉头皮发麻，连忙松手，又听到江云飞说：“这种活还轮不到你去干。”说完，端着那盆血水步入夜色中，手里空空的。花荣的脑袋也有些空白。在内务处当值的时候，干活是不分男女的。他性子怯懦，不止高海山，连其他人也都欺负他。他干的活总是最脏最累，还最不讨好的。他没想到江云飞会帮他干活。他不只是身份尊贵的大少爷，更是统领着兵马的校尉大人。就算是为了套他的话，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心跳不受控制的快了些，花荣不自觉回想起江云追这些时日在寺里的所作所为。如果大少爷一定要知道，他其实可以告诉他。江云飞很快端着盆回来，花荣正要上前，肩膀被扣住。江云追从屋里出来，大半个身子都压在他肩上。“我不是让你离他远点吗？你杵在这儿做什么？”江云追很重，花荣被压得险些站不稳。刚刚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出卖江云追，花荣心慌的不行，扶着江云追说：“少爷，大少爷其实很关心你。”“切！”江云追不以为意的嗤了一声，他看的兵书比你认的字都多，要骗你简直易如反掌，你别傻乎乎的被他骗了。说着话，江云飞已经来到面前。江云追看了眼他手里的盆，冷笑：“打个巴掌再给个甜枣，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话音落下，江云追一脚踹掉江云飞手里的盆，而后搂着花荣回屋。身后木盆掉到地方上，滚了好远才停下。花荣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江云飞还站在原地没动，明明身形那样高大，却莫名让人觉得孤寂，甚至有些可怜。“少爷！”花荣想说点什么，被江云追咬牙切齿的打断。他的身手比我强多了，想躲怎么都躲得开。他现在是故意装可怜，你给我管好眼睛，别乱看。江云追很是气恼，说出来的话却很有道理。花荣想了想问：“既然大少爷能躲开，之前也是故意让少爷打那一拳的吗？”江云追脚下一停，抓着花荣肩膀的手紧了紧，好一会儿才说：“是，他就是故意找借口揍我。”回到屋里，江云追便趴着不动了，反反复复告诫花荣离江云飞远点，花荣全都答应。因得口是心非，身体伤得厉害，江云追第二天没打算去监工，房门却在一大早被敲响。曹洪在外面说：“江三少爷，大人让属下提醒你，一会儿该去监工了，不要耽误修缮进程。”江云追，第61章，你还有理了？三少爷，你这是怎么了？江云追刚到施工的地方，便有人上前关心。江云追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被亲大哥打的路都走不了，装得云淡风轻，没怎么，不小心闪了下腰，过几日就好了。对方看了眼被他揽着的花荣，露出了然的笑，殷切地说：“早就听闻三少爷最近得了个天仙似的美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三少爷还是要保重身体才行啊。”“没你想的那么龌龊，滚！”江云追黑着脸把人骂走，但周围的人还是时不时投来异样的目光。花荣被看得很不自在，忍不住对江云追说：“少爷，好多人在看呢，奴婢还是回去吧。”“你回去了我怎么办？”江云追斜眼睨着花荣：“怎么？因为我大哥主持了公道，所以不想和我待在一起，想去我大哥身边伺候。”这个推测挺合乎常理的。花荣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但他知道江云飞只是因为公务暂时住在这里，等寺庙修缮结束，他就会回到校尉营。他将来是要统领千军万马征战四方的人，他的名字当被万人敬仰，绝不会被儿女情长牵绊，更不需要他这样的人的侍奉。花荣摇头，认真地说：“
奴婢不会去大少爷身边伺候，只是不会，并非不想。江云追眯了眯眸，正想说些什么，余光瞥见一个身影飘然而至，下意识的，江云追放开花荣，往旁边走了2步，两人的距离顿时拉开了些。花荣偏头看到了萧明幽，一夜不见，萧明幽看上去又憔悴了不少，一张脸白的近乎透明，皮肤下的青色血管清晰可见，眼底因为睡眠不足显现出来的青黑更是惹眼。萧明幽也不像之前那样随意，在离江云追还有3、4步远的地方停下，欲言又止。江云追自是沉不住气，主动问：“七王妃有什么事吗？”萧明幽捏紧绢帕，又咬了咬唇，好半晌才鼓足勇气说：“江三少爷，能不能请你帮我找下御医？”江云追的眉心立刻拧起。萧明幽继续说：“桃花昨天半夜发起高热，我知道他是罪有应得，但我们毕竟有这么多年的主仆情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萧明幽的声音很低，说着说着就带了哭腔，眼眶也跟着红起来，好像受了天大的欺负。江云追哪里舍得心上人如此难过，当即要亲自去找御医。花荣挽住江云追的胳膊，看着萧明幽问：“江校尉虽然责罚了桃花姑娘，却没有不让御医给她看病，可是有谁对王妃说了什么，故意挑唆？事情若是传到江云飞耳中，江云飞肯定会让人彻查清楚。”萧明幽不敢撒谎，白着脸说：“无人挑唆，是我自己害怕。”他不敢去找御医，却敢来找江云追帮忙，难道不怕江云飞让他更难堪？相处了一段时间，花荣现在已经能看穿萧明幽藏在柔弱外表下的真实意图，温声说：“江校尉赏罚严明，他既然已经罚过王妃的婢子，就不会再为难他。王妃不必把事情想得这样糟糕，可以先去找御医问问，也免得白白欠一个人情。这里还有这么多工匠看着，江云追若不顾自己的伤去帮萧明幽找御医，难免会传出什么不好的言论。”花荣故意强调萧明幽会欠江云追的人情，说明江云追不会无偿的帮他，和他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密。萧明幽表情微滞，不由得看向江云追，期望他能为自己说点什么。江云追的确心疼萧明幽，但江云飞昨日说的话仍在耳边回响。江云追不想萧明幽承受那些莫须有的骂名，只能顺着花荣的话说：“你先去找御医，若是他赶不去，我打得他满地找牙。”江云追还是在为萧明幽撑腰的，只是不打算自己亲自去帮忙了。萧明幽定定地看了江云追一会儿，哑声道：“我知道了，谢江三少爷的好意，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江三少爷了。”萧明幽说完，转身离去。他的腿伤还没好，走得很慢，背影单薄，透着凄楚。江云追看得心头发堵，强行把花荣带到无人注意的角落，捏着他的下巴冷笑道：“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我还没说话，你就敢替我拿主意了？”江云追的力气很大，捏得花荣下巴有些疼，把对萧明幽的心疼都化作怒火发泄到他身上。花荣顺从地仰着脑袋，艰难地说：“奴婢不敢，奴婢只是心疼少爷，少爷伤得不比齐王妃那位婢子轻，若再到处奔走，伤势肯定会加重的。”你还有理了？江云追又加重了些力道，是不是江云飞许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这么做的？花荣皮肤嫩，下巴被江云追捏得红了一大片，眼底忍不住浮起水光，低低地说：“奴婢没有。”他是想过要背叛他，但2次都被打断了，他还没来得及去讨要什么好处。江云追也觉得花荣不敢背叛自己，松了手，冷冷提醒：“军中的人最痛恨的便是逃兵和叛军，你若是没有蠢到家，便该知道我和他才是亲兄弟，他许诺给你的东西都只是他为了达到目的的诱饵。”江云追的话让花荣后背发凉。是了，江云飞虽然看着不近人情，实际上还是很关心江云追的，他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之前2次花荣如果真的告发江云追和萧明幽的私情，恐怕已经被江云飞当作叛徒处置了。深吸2口气，花荣握紧拳头，低声说：“奴婢从没想过要背叛少爷。”花荣的下巴红了一片，眼睛又润又湿，低垂的眼睫不安地颤动着，像是受了什么惊吓。江云追看破不说破，把人捞进怀里，在他唇上狠狠咬了一口，以示惩戒：“离他远点，别跟他学一肚子坏水，知道吗？”是。快到午时，花荣去厨房给江云追拿饭菜，半路又碰到江云飞，他一眼就看到花荣被咬破的唇，狐疑地问：“怎么又受伤了？”第62章，他该被天打雷劈。奴婢没事。虽然知道根本隐藏不住，花荣还是低下脑袋，避开江云飞的目光。江云飞没再追问，转而说：“曹洪一会儿要下山，回信可写好了？”写好了，奴婢一会儿就拿给曹护卫。对话到此结束，花荣呆得浑身不自在，正想找借口离开，又听到江云飞说：“我之前的提议你可以考虑一下。”花荣猛地抬头看向江云飞，他的神情和平日一样冷肃，看不出是想套话还是在试探。花荣不想一直这样摇摆不定地猜下去，正想问清楚，一个僧人匆匆赶来，急急道：“大人，不好了，有2位女施主打起来了。寺里女眷极少，能打起来的就更少了。”花荣眼皮一跳，江云飞已大步朝前走去。花荣扭头要去给江云追送饭，被江云飞叫住：“
还不跟上？可是这些饭菜都要凉了，三少爷还等着奴婢送饭去呢。跟上！江云飞不容拒绝的命令，花荣没办法，只好跟上。两人刚到萧明幽住的禅院外，就听到李香菱委屈的控诉：“阿追哥哥，我都没有打他，是他自己故意跌倒陷害我的，你怎么能为了他打我？”江云追先他们一步赶到，此刻正把萧明幽护在身后。萧明幽脸色惨白，像是随时都会晕过去。李香菱则捂着脸，哭得停不下来。这么多年，李香菱还是第一次被人扇巴掌，场面并不混乱，敌我阵营很是分明。江云飞缓步上前问：“发生何事？”江云追看到花荣亦步亦趋的跟在江云飞身后，脸又沉了2分，不悦的问：“你们怎么会一起过来？顺路碰到的？”江云飞答得随意，而后看向更像苦主的李香菱：“可是你派人报的官。永安侯府是皇亲国戚，从来没人敢对李香菱不敬。报官这个词对李香菱来说很陌生，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江云追抢先说：“没人报官，你少掺和这些事。”江云追一路赶过来，牵动身上的伤，这会儿也不好受，脸色没比萧明幽好到哪儿去。李香菱意识到现在只有江云飞会帮自己，连忙说：“是我报的官，江校尉，你快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她不守妇道，勾三搭四，想给我皇叔戴绿帽子。”李香菱昨日回去把最近发生的事都回想了一遍，发现自己不仅被桃花利用，还弄错了情敌。江云追最喜欢的根本不是花荣，而是萧明幽。之前孙含羞让人传的那些谣言极有可能是真的，被人当成猴耍了一通。李香菱越想越生气，吃过早饭便想找萧明幽算账，却扑了个空。等到快中午的时候，萧明幽才带着御医回来给桃花治伤。李香菱一直忍到御医走后才开始发难，没想到萧明幽竟然无耻的自己跌倒陷害他。江云追恰好看到这一幕，不问青红皂白就给了他一巴掌。李香菱气得没了理智，也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只想让萧明幽去死。江云追黑了脸，厉声喝道：“李香菱，是你伤人在先，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是他自己故意跌倒装可怜，我什么时候伤他了？”李香菱大声反驳，第一回被冤枉，看江云追的眼神带了怨恨，他自己做过什么心里清楚，他就是个耐不住寂寞的荡妇。皇叔现在尸骨未寒，他却想爬上别的男人的床，应该被天打雷劈。荡妇2字刺痛江云追，他忍不住又想打李香菱，被江云飞拦下。李香菱连忙躲到江云飞背后，愤怒地吼道：“没有做过的事，我是绝对不会认的。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打过，你越是要护着他，我就越不会放过他。”江云追受着伤，根本挣脱不开江云飞的钳制，气得不行。萧明幽这个时候上前，柔柔弱弱地说：“是我对手下的婢子管束无方，才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香菱要如何打我骂我都可以，但我对王爷是真心的，便是余生都要与青灯古佛为伴，也绝不会背叛王爷。”萧明幽说着落下泪来，他虽然憔悴不已，落泪的样子却是极美的。江云追看得心疼不已，江云飞却不为所动，问出关键：“李小姐方才到底有没有动手推妻王妃？”萧明幽并不正面回答，飞快地看了李香菱一眼，随后往江云追身后躲了躲，含含糊糊地说：“我昨晚没睡好，今日一直浑浑噩噩的，方才太混乱，记不清楚了，应该就是香菱说的那样吧。”萧明幽的语气很不肯定，像是自我怀疑，又像是太过害怕，不敢说出真相。江云飞又看向江云追问：“你到的时候可有听到齐王妃发出惊叫？”本来之前好好的，江云飞一来，李香菱就咬死萧明幽不放了。江云追心里不满极了，横了江云飞一眼，拒绝配合。江校尉不是手眼通天吗？还问我做什么？江云飞拔高声音：“江云追，本官在问你话，事关皇室颜面，你可是想去大理寺天牢回答这些问题？进大理寺天牢的基本都是死囚，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江云追就算有自信能扛住，萧明幽也是扛不住的。”江云追咬咬牙，强忍着怒火说：“回江校尉，我到的时候的确听到齐王妃叫了一声。你听到齐王妃的叫声时，她是站着的，还是已经被人推倒了？”“站着的。”江云追答得毫不犹豫，答完眉头却死死地皱起。萧明幽是惊叫完才跌坐在地的，如果他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李香菱推倒，惊叫声应该是在跌倒的过程中发出来的。他提前发出惊叫，说明他已经知道李香菱要推他，按照常理，他应该是有时间躲开的。李香菱不知道江云追在想什么，见他神情不对，连忙说：“他就是故意叫了一声，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后摔倒的。我根本碰都没有碰到他。”李香菱说完，看向花荣，这个女人看着娇弱可怜，其实心肠最歹毒。上次要不是她故意派丫鬟跟我说阿追哥哥烤了红薯给你吃，我也不会把你丢进水潭，逼你吃烤焦的红薯。你应该知道她有多坏吧？江云追和江云飞同时看向花荣。第63章，再也不会喜欢你了。二小姐，那个婢女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了，齐王妃只是念在多年的主仆情谊上，想帮她一把，并没有别的意思。二小姐不要把事情想太复杂了。花荣没有跟着李香菱指认萧明幽，李香菱不肯罢休，继续说：“自我来到寺里，
这个婢子几次三番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若非如此，你也不会被我诸多刁难。做婢子的都是看主子脸色行事，你当真还觉得这个女人是好人？”李香菱回过神来，对萧明幽表面装柔弱，背地里借刀杀人的伎俩恶心坏了。今日又平白无故遭了陷害，恨不得亲手宰了萧明幽。花荣被萧明幽和桃花害得很惨，李香菱希望能说服花荣和自己站在同一阵营。然而花荣并没有如他所愿，只温声说：“二小姐身份尊贵，愿意教教奴婢规矩，是奴婢的福分，和齐王妃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李香菱拔高声音，还想举证。萧明幽两眼一翻，软软的晕了过去。李香菱冲过去揪住萧明幽的衣领，拼命的摇晃：“不许晕，我动都没有动你一下，你装什么装？”江云追把李香菱拉开，冷冷道：“他好歹是你的皇婶，你放尊重点。”江云追对萧明幽的维护实在是太明显了。李香菱生气地瞪着他质问：“你的心尖宠不是那个叫花荣的婢女吗？她纵容自己的婢女变着花样的欺负你放在心尖上的人，你怎么不打她？这是我的事，轮不到你插手。”江云追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冷漠。李香菱终于醒悟，为自己觉得不值，含着泪说：“江云追，你这个眼盲心瞎的混蛋，我以后再也不会喜欢你了。”扔下这句话，李香菱气冲冲地跑开。江云追并不在意李香菱会不会喜欢自己，看向江云飞问：“看够热闹了，还不快叫御医？齐王妃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江校尉负得起这个责吗？”江云飞来之前就派人去叫了御医。江云追话音刚落，御医便跨进禅院。花荣和医女一起把萧明幽扶到床上，御医很快诊治完，出来说：“齐王妃忧思过重，又染了些许风寒，所以才会晕倒。不过整体看来问题不大，多休养几日就能好。”御医刚给桃花看完伤，回去还没来得及喝茶，又被叫过来，累得满头大汗。江云飞问：“本官刚刚无意中看到王妃腕上缠有纱布，那伤是如何来的？”御医迟疑了下说：“王妃并未找下官看过那伤，下官猜测也应该是王妃自己不小心弄伤的吧，可能不太严重。萧明幽年纪轻轻就要和青灯古佛作伴，有轻生的念头也很正常。御医已经猜出那伤是怎么来的，却因为医者仁心没有说透。”江云飞却不这么想，严肃地说：“麻烦你拆开纱布，看看那伤口恢复的如何，到底严不严重，是用什么东西弄伤的？”这话像是在查犯人。江云追一听又来了火，把江云飞拉到屋外，压低声音质问：“你又要做什么？齐王妃腕上有伤，让御医看看，恢复得更快。你根本不是在关心他的伤，而是在怀疑他。”江云追低吼，被巨大的无力感逼得快要疯了。如果他能打得过自己大哥，如果他也早早的到军中历练，根本不用面对现在这样的局面。江云飞反问：“齐王妃又没有靠受伤来获得什么好处，本官怀疑他做什么？”江云追顿时哑口无言。过了会儿，御医出来说：“齐王妃腕上的伤口不深，未曾伤到筋骨，应该是4-5天前用小刀之类的不小心划伤的，现在已经结痂，不需要再缠着纱布了。”御医其实很想说那伤口浅得很，别说现在，就是刚受伤的时候也犯不着缠纱布。江云飞没再说什么，让御医先离开。桃花还伤着，萧明幽又晕倒了，御医只好把医女留下来照顾两人。江云飞越过江云追，看向花荣：“跟本官走一趟，有些话要问你。”江云追立刻揽住花荣的肩膀，大半个身子靠上去：“他是我的人，有什么要问的，当着我的面问。你不去监宫，监宫也讲究策略，不是非得天天杵在那儿看。”江云追非要在场旁听，江云飞也没和他争辩，三人一起回到禅院。江云飞才问：“永安侯嫡女说逼你吃烤焦的红薯是怎么回事？”江云追立刻看向花荣，他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李香菱都自爆了，花荣也不再隐瞒，把那日被丢进水潭的事说出来。江云追听到一半就听不下去了，生气地问：“发生这种事，你怎么不直接告诉我？他要是知道，才不会管李香菱是什么身份，非得把他也丢进水潭，逼他把烤焦的红薯吃到撑才罢休。”江云飞毫不犹豫地反问：“你连是谁欺负的他都弄不清楚，他找你说有用吗？”江云飞是相信李香菱说的那些话的。李香菱是被宠得有些嚣张跋扈，但相应的，她的性子也很单纯。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她不至于这样针对花荣。眼看江云追要和江云飞吵起来，花荣平静地说：“奴婢的确越矩吃了三少爷烤的红薯，二小姐因此生气处罚奴婢也是应该的，奴婢并无怨言。”江云追被花荣气得瞪眼，冷声喝道：“你在说什么屁话？他在永安侯府受宠是他的事，出了永安侯府，别说他，就算是皇子公主也没有资格处置我的人。”江云飞仍是冷静的继续问花荣：“除了逼你吃烤焦的红薯，还有别的事吗？”花荣不想和李香菱为敌，正想搪塞过去，江云追紧接着问：“他刚来寺里那天，你的脸到底是怎么被划伤的？”江云追的记忆力很好，花荣只好老实交代。江云飞听完叫来曹洪，把自己佩剑交给他，拿着这把剑去一趟永安侯府，告诉永安侯夫人，如果他不能拿出有足够诚意的道歉，我会写封折子递到御前，告他叫女无方。
第64章捉奸。咱们家所有人的佩剑都是轻易不离身的，你要把你的佩剑交出去。江云追拦下江云飞，看江云飞的眼神变了意味，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挑拨离间了。他大哥该不会真的对这只兔子有什么邪念吧？江云追心底升起几分危机感，下一刻却听到江云飞反问：“你还知道佩剑轻易不能离身？”江云飞的语气带着些许嘲讽的意味。江云追先是一愣，随后心虚的松开手，不再阻拦江云飞。他的佩剑给萧明幽当拐杖用了，当时随风没有拿回来，后来几次见面他也忘了，所以佩剑还在萧明幽屋里。以自家大哥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只怕一进萧明幽的屋子就发现了。江云追没有底气辩解什么。萧明幽的腿别说伤了，就是残了，他也不该把自己的佩剑一直放在他屋里。若是让别人知道，他就是有100张嘴都说不清。江云飞还是把佩剑交给曹洪，又让曹洪把花荣给江云兰的回信一并带走。出了主屋，江云追唤来随风，让他去萧明幽那里把佩剑取回来。随风很快回来，手里却是空着的。江云追皱眉问：“剑呢？”齐王妃说有话和少爷说，让少爷亲自去拿。萧明幽一直都表现得很疏远，不想和江云追有过多纠缠，如今却是态度扭转，非要他去了。江云追的眉头拧得更紧。随风知道自己办事不利，见状试探着说：“少爷若是不想去，不如小的今晚去把剑偷回来吧。”这话踩了江云追的雷点，他眼神犀利地瞪着随风：“偷什么偷？那本来就是本少爷的东西，还需要偷？”随风低头认错。屋里安静了半晌，江云追对花荣说：“晚饭后你找个借口跟我大哥说会儿话，我一会儿就回来。”这场景和李香林刚来寺里，江云追偷偷去看萧明幽的时候很像。那晚他说很快就会回来，却过了好久才回。花荣不敢在江云飞面前撒谎，抓住江云追的袖子说：“少爷，要不让奴婢去试试吧？也许奴婢能把剑从王妃那里拿回来。”“不用。”江云追抽出袖子：“我自己去。”晚饭后，花荣沏了一壶茶去主屋。屋里，江云飞正端坐在桌案前看书，见花荣进屋，他并不觉得意外，随口道：“夜里我不喜欢喝茶，拿回去吧。这是寺里秘制的安神宁心的茶，大少爷可以尝尝。”安神宁心。江云飞放下书，扫了眼茶壶：“阿追让你在里面放迷药了。”花荣，你们果然是亲兄弟，真了解彼此在想什么。花荣把茶放到桌案上，如是说：“三少爷的确想在茶里放迷药，但奴婢觉得会被大少爷发现，就没放。”花荣的坦诚让江云飞放下了手里的书，他往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问：“他去见齐王妃了？”三少爷的佩剑在齐王妃那里，齐王妃要见到三少爷才肯把剑还给他。江云飞对此不予置评，只看着花荣问：“你想清楚了？”他以为花荣是趁这个机会来告发江云追的。花荣心跳有些快，握了握拳跪下：“奴婢不会做卖主求荣的事，奴婢知道大少爷做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关心三少爷，求大少爷教教奴婢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些事，以后奴婢会替大少爷好好守着三少爷。”江云追把花荣养在身边，是因为需要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江云飞屡屡示好，是想考验花荣的忠诚，为江云追挑个聪明机灵的心腹。他们两个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花荣身子娇小，跪下去后更是只有小小一团，像江云飞少时猎到的一头小鹿，弱小且可怜。江云飞审视着花荣，问：“钱和自由你都不想要，你只想在阿追身边伺候，哪怕他心里根本没有你的位置。”这话直白又残忍。花荣握紧拳头，坚定地说：“是，能在三少爷身边伺候，已经是奴婢最大的福分，奴婢别无所求。荣华富贵动摇不了你，若是有人拿你在意的人的性命要挟，你又会作何选择？”花荣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三娘瘦弱苍老的脸，喉咙顿时像是被棉花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屋里安静下来，无形的威压在空气里铺展开。良久，花荣听到江云飞说：“如果有人这样威胁你，你可以选择牺牲自己，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从你口中撬出他们想要的秘密。只要你死了，所有的威胁都会失去意义，你的亲人也会因为你的忠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赏。”江云飞的语气很平静，语调没有丝毫的起伏，好像他不是在叫花荣去死，而是在教花荣如何自保。花荣抬头看着江云飞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奴婢知道大少爷一言九鼎，绝不会食言。到了必要的时候，奴婢愿意牺牲自己，绝不泄露三少爷的秘密。”花荣不是因为对江云追爱的死去活来，所以甘愿赴死，而是因为相信江云飞的人品。花荣眼底的笃定让江云飞心底闪过一丝异样，他嗫嚅了下唇，刚想说点什么，随风急匆匆地跑进屋说：“大少爷，不好了！永安侯府二小姐带人围了齐王妃的院子，扬言说要抓奸。”花荣跟着江云飞赶到萧明幽的院子时，院子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除了寺里的僧人，还要看热闹的匠人和香客。李香林让人搬了一把太师椅坐在院门口，旁边的丫鬟正在大声叫骂，让萧明幽带着奸夫滚出来。江云飞一到，所有人都自发地让出路来。
李香菱见赶来的只有江云飞和花荣，眼底飞快地闪过一丝嘲讽。他的阿追哥哥果然和那个贱人勾搭上了。李二小姐，你这是在做什么？江云飞冷声问。李香菱没看江云飞，只看着萧明幽紧闭的房门说：我的婢女亲眼看到有男人偷偷摸摸进了我皇婶的屋子，我不能让我皇叔蒙受如此耻辱，今日必须抓住这对狗男女，给我皇叔一个交代。第65章，不过是个赝品。既然有婢女看见了，为何不直接破门而入抓人？江云飞并不慌张，反而有种坐等看戏的感觉。李香菱本来就有些怕江云飞，见他如此，难免有些底气不足，绷着脸说：谁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才不想误了自己的眼睛。反正我的人把这里都围起来了，连只苍蝇都跑不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把那个野男人藏到哪里去。李香菱在萧明幽手里吃了暗亏，怕萧明幽在耍什么花招，这次便先把声势闹大，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实萧明幽的罪名。帮李香菱叫骂的丫鬟很厉害，骂了半炷香的时间，还没有重样的词，什么难听骂什么。相比之下，江云飞之前说的根本算不了什么。江云飞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便失了兴趣，转身要走。李香菱以为他要帮江云追遮掩过去，连忙开口：来人，给江校尉抬把椅子。说完又问花荣：你怎么一个人来的？阿追哥哥呢？李香菱现在说起江云追，语气变得十分冷淡，全无一开始的热切殷勤。花荣扶了扶身说：回二小姐的话，三少爷身上有伤，不便走动，换完药就睡下了，只派奴婢出来看看情况。阿追哥哥白日打我的时候不是还很有力气吗？怎么一眨眼就连走都走不了了？李香菱的语气有些幸灾乐祸，等着看江云追和萧明幽一起被当场捉奸会是怎样的狼狈不堪。这话花荣接不了，只能低着脑袋保持沉默。下人很快搬来椅子，江云飞没有要坐的意思，看了花荣一眼说：你身上有伤，坐吧。花荣刚想推辞，又听到江云飞说：出来的时候阿追特意让我这个做大哥的照看着你，我不能食言。谢大少爷。花荣在李香菱旁边坐下。李香菱看出江云飞和花荣联手演戏，冷笑出声：是我考虑不周了，现在放眼汉京，谁不知道你是阿追哥哥的心尖宠啊？李香菱又让丫鬟拿了软垫和坚果零食来。李香菱分了花荣一把杏仁，压低声音说：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今天一看才发现你这双眼睛长得挺像一个人的，你不会还不知道阿追哥哥是因为什么才看上你的吧？李香菱心头不痛快，花荣要和江云飞一起替江云追遮掩，他就让花荣也不痛快。花荣接过杏仁，轻声说：不管是什么原因，能被三少爷看上都是奴婢的福分。以前我皇叔在，他没办法接近那个人，只能找个赝品放在身边，现在我皇叔没了，正品还使尽浑身解数勾着他，你以为他还会要你这个赝品？杏仁有些苦，花荣吃了一颗细细咀嚼，柔声道：奴婢自知身份低贱，不敢奢求什么，就算被厌弃，不能在三少爷身边伺候，只要能偶尔看到三少爷一眼，也甘之如饴。真是个贱骨头。李香菱轻蔑地瞪了花荣一眼，正想坐直身子看戏，紧闭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萧明幽从屋里走出来。他穿了一身素白纱裙，秀发简单的挽了个髻，眉眼平静，清冷如凛冬枝头白银的霜雪，稍微靠近些就要化了。等了半天的围观众人顿时来了劲儿，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想看看奸夫是谁。萧明幽从容不迫地来到李香菱面前，冷声说：妾身屋里除了一个受着重伤行动不便的婢子，并无他人，李小姐现在可以让自己信得过的人进去搜。萧明幽一点也不害怕，李香菱才不上他的当，瞪着他问：既然屋里没人，皇婶为何迟迟不肯应声，非要等到现在才出来？妾身本不想理会那些捕风捉影的话，无奈李小姐步步紧逼，不肯放过妾身，妾身若再不出来，只怕会累积无辜的人。萧明幽的声音也是清冷的，他的姿态优雅，虽然身后空无一人，气势上却不会比李香菱弱太多。李香菱听到他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就来气，正要撕破萧明幽的虚伪嘴脸，却见萧明幽从袖中拿了一把剪刀出来。萧明幽就站在离李香菱一步远的地方，李香菱吓得站起来，大声质问：你想做什么？萧明幽没有回答，抬手拔下髻发的银簪，一头乌发顿时如瀑般垂落，漂亮极了。萧明幽抓起一缕头发，毫不犹豫地剪断，人群不由得发出惊呼，连李香菱都被吓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女子为了美，更是把自己的头发视作珍宝，若非遇到十分重大的变故，绝不会剪断自己的头发。萧明幽没有要收手的意思，没一会儿，地上便落了一堆头发，脑袋上剩下的头发都像是狗啃了一般。萧明幽看着李香菱说：李小姐怀疑妾身不守妇道，妾身今日就剃发明志，李小姐可还满意？萧明幽的骨相是极好的，一头秀发被剪得乱七八糟也不会让人觉得丑，反而有种被欺凌后的破碎美。但这还不足以让李香菱消气，她冷冷命令：来人，进去搜，挖地3尺也要给我把那个狗男人找出来。永安侯府的仆从一涌而入，然而他们把屋里翻了个底儿朝天，也只看到昏迷不醒的桃花，别的什么都没有。李香菱不甘心，正要派人去找江云追，
却见江云追拿着一件大氅，缓缓走了过来。江云追没看李香菱，径直来到花荣面前，把大氅给花荣披上，温声责备：“跟你说过多少次，山里寒气重，夜里出门要穿厚些，怎么不听？”江云追的眼神缱绻，语气虽是责备，众人却都听出了宠溺的意味。花荣配合的露出羞怯的神情。李香菱冲到江云追面前问：“你刚刚在哪儿？”江云追连余光都没给李香菱一点，帮花荣系上大氅，漫不经心地说：“这种热闹看一看就够了，又不是你男人在跟人鬼混，这么上心做什么？”江云追说话没有江云飞直白，拐着弯儿的戳人心窝子。李香菱气得大声反驳：“他是我皇婶，理应为我皇叔守节，我这么做是为了皇室的颜面。”江云追捂住花荣的耳朵，微微拔高声音：“听话，别跟泼妇学。”李香菱第66章败露。江云追人已经在外面了，李香菱的人把屋里翻个底儿朝天，也找不到什么。李香菱不甘心极了，却也无可奈何，正想带人离开，萧明幽柔柔开口：“李小姐可查出什么了？”夜风寒凉，萧明幽的声音有些哑，衣裙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弱不禁风的惹人疼。李香菱现在一看他这副模样，就觉得恶心难受，蹙眉怒道：“人在做天在看，你别得意，你们迟早都会露出马脚的。”李香菱打定主意要跟两人耗上，不抓到他们偷情绝不罢休。下一刻却听到萧明幽说：“既然李小姐什么都没有查到，凭什么敢往我头上扣这样大的一项罪名？”他明明就是和江云追有点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却脸不红心不跳的反过来质问。李香菱气得不行，指着萧明幽的鼻子怒骂：“今晚没被当场捉奸，算你运气好，你还敢得意上了？我告诉你，我手里不是没有证据，你再敢装可怜，我明早就进宫告诉太后。”萧明幽瑟缩了下，像是被李香菱吓到，眼睛一眨落下泪来，哀哀切切地说：“之前李小姐来王府吊唁，欲图欺辱江三公子的心头好，我不过是替她说了2句公道话，李小姐就对我怀恨在心，今日更是不惜当众往我身上泼脏水，就算李小姐不找太后，我也是要找太后的。”萧明幽的语气柔柔，态度实际上十分强硬。李香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瞪着萧明幽：“你还敢找太后？莫不是想倒打一耙？”萧明幽抬头迎上李香菱的目光，坚定地说：“我没有背叛王爷，更没有做苟且之事，自是要求太后为我主持公道。”萧明幽这会儿表现得忠贞不渝极了。李香菱想到自己白日被打的那一巴掌，理智悉数崩塌，扬手狠狠给了萧明幽一巴掌。贱人，戏演得这么好，怎么不直接进戏班子演戏算了？萧明幽被打得跌坐在地，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李香菱回头看着江云追冷笑：“看到了吗？这一巴掌才是我打的，本小姐敢做敢当，如果非要让我认没有做过的事，我就把罪名做实。”李香菱是有这个底气，不让自己受委屈的。江云追仍拥着花荣，这么多人看着，他不能阻拦李香菱发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明幽挨那一巴掌。他面上不动声色，唯有花荣知道他放在自己肩上的手有多用力。李香菱打完一巴掌还嫌不够，让丫鬟婆子把萧明幽架起来，悠悠道：“我原本想给皇婶一些体面，让皇婶不要太难堪，既然皇婶非要包庇那个奸夫，就别怪我这个做晚辈的不客气了。”说着话，丫鬟婆子抓起萧明幽的手，打起板子。李香菱意味深长地看了江云追一眼，扬声道：“奸夫肯定就在这里，我皇婶身娇体弱，受不住罚。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自己站出来，别做缩头乌龟。”亲眼看着萧明幽被打得落泪，又拐着弯儿的骂了江云追一番，李香菱的心情总算好了些。王爷，妾身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既然有人容不下妾身，妾身还是来找王爷吧。萧明幽大声说完，竟是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挣脱丫鬟婆子，朝一旁的柱子撞去。不要！人群发出惊呼，江云追也终于忍不住喝了一声，只是他身上有伤，刚往前走了一步，就被花荣抱住胳膊。江云追没能拦住萧明幽，不过萧明幽也没能撞上柱子，冲到一半就被凭空出现的曹洪一掌劈晕，软软倒地。李香菱巴不得萧明幽去死，见状更向江云飞：“皇婶晕倒，可就不能当场对峙了？江校尉只需要让自己的手下拦下皇婶就可以了，为何还要把人劈晕？难不成认识那奸夫，要故意包庇这对狗男女？辱没皇室是重罪，本官为何要包庇？”江云飞反问，随后说：“本官只是觉得李小姐的方法有些太粗暴和愚钝了。”李香菱不是第一次被江云飞说笨了，她压着脾气问：“如此说来，江校尉是有找出那奸夫的法子了？既然李小姐说那奸夫一进去就派人把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那个奸夫除非有上天遁地的本事，才能凭空消失。齐王妃与那奸夫情深意重，说不定会胡乱攀咬人保全奸夫。李小姐不如派人看看屋里有没有什么密道，或者屋顶和围墙上有没有奸夫留下的脚印。”江云飞说的很有条理，李香菱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意，却还是派人四处查看踪迹。没一会儿，有人回来说：“小姐，小的在房顶发现了一串脚印。”李香菱的眼睛顿时一亮，然后便听到江云飞唤花荣：“还不快去帮李小姐把屋顶的脚印画下来，再把寺里所有人的鞋都拿来比对一番。”
江云飞说完，又看向李香菱，派人去请御医为齐王妃检查身子。这个检查身子可不是关心萧明优有没有受伤，而是要检查他有没有和别的男子行苟且之事。江云追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在李香菱派人之前，松开花容，挡在萧明优面前，一字一句地说：“不必找了，刚刚在他房间的是我们只是说了几句话，什么事都没做。”李香菱早就知道真相，却还是故作惊讶，高声问：“阿追哥哥，你的心头好不是那位叫花容的姑娘吗？那个奸夫怎么会是你呢？”我说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们在屋里待了那么长时间，谁知道你们有没有做什么？就算今晚没做，之前你们也许已经见面做过了呢。江云追自己当众承认了，李香菱可不会心慈手软，众人也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江云追没有在意这些人说什么，定定地看着江云飞。江校尉果然铁面无私，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现在江校尉满意了吗？江云追看江云飞的眼神带了恨，江云飞并未辩解什么，平静地说：“本官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弟弟竟然会在深夜和一个寡妇私幽。”第67章扫地出门。事情闹得很大，第二天一大早，江云飞就带着所有涉事的人下山。花荣和随风一直在江云追身边贴身伺候，被金兆尹提审了很多次，在牢里待了足足半个多月，花荣和随风才被放出来。太久没有见到日光，一走出牢房，花荣就被强烈的日光刺得落下泪来。江云追不在，钟永伯府派了马车来接。到了府门口，有人拿着沾了水的柚子叶帮他们扫掉一身晦气。执行院里也备好了饭菜，吃完饭又洗漱了一番，花荣才被带到沁兰院。已经是暮春，天气暖和起来，沁兰院里各式的花也都热烈的绽开。因是在气定神闲的修剪花枝，似乎并没有因为江云追的事动怒。花荣心里很是忐忑，却还是硬着头皮上前行礼：“奴婢拜见夫人。”因是没有看他，连眼皮都没有掀一下，漫不经心地问：“回来了？”“是。”篮筐里已经有很多剪下来的花枝，因是觉得差不多了，拎着篮筐进屋，又问花荣：“在里面可有吃什么苦头？”“谢夫人关心，奴婢并未经受什么严刑逼供，算不得吃苦。”因是挑了些花枝插进花瓶，随意地说：“你没有背叛阿追，还算忠心，但这次的事闹得很大，江家祖上都跟着蒙羞。我在郴州还有个庄子，等阿追从牢里出来，你和随风就陪他一起去庄子上待着，一会儿回去你就把东西收拾起来，只带衣服就行，贵重物品就不要带了。郴州和汉津相距千里，就算最近的风言风语很多，去郴州避风头未免也太远了些。而且殷氏的语气很是淡漠，只让他们去庄子上待着，没说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花荣忍不住说：“贵重物品可以不带，银钱还是要带些吧。郴州不比汉津，去了庄子上肯定要置办不少东西。再说江云追花钱大手大脚的，不带足银钱哪里能习惯？”殷是剪掉手里的那截花枝，略微抬起眼皮看着花荣，眼神极冷：“你可知与皇室宗亲通奸，让皇室蒙羞，该当何罪？”可是少爷只是与齐王妃说了几句话，并没有真的。殷是打断花荣，冷冷地说：“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管他们有没有做什么，都是死罪。”花荣说不出话反驳，殷是深吸两口气，平复了情绪，才继续说：“我们能保住他的命，已经算仁至义尽了。从今往后，他在郴州是死是活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让他好自为之。”殷是不欲多说，让张婆子陪着花荣回去收拾东西。殷是不许花荣带多的财物。花荣收好行李后，张婆子还把每件衣服抖开，仔细检查了一遍。东西收完，有马车把花荣和随风送去城门口。约莫半个时辰后，江云追才被京兆尹的人送来。江云追身上的伤一直没有上药，在牢里应该又受了刑，人昏迷着，还发着高热，实在糟糕透了。负责送人的官差很不客气，直接把江云追踹下马。随风气的怒骂：“你们干什么？我家少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心你们的脑袋！”官差随手给了随风一鞭子，嘲讽道：“都被逐出家门了，还好意思自称少爷呢？现在谁不知道他是个喜欢翻小寡妇墙的下流胚子？”说完，骑着马扬长而去。随风还想追上去理论，花荣低声说：“别追了，先找个地方给少爷看伤吧。”汉津是待不下去了，好在殷氏给了他们一辆马车，花荣和随风一起把江云追扶上车，赶在天黑前抵达州县，找医馆抓了2副药。抓完药，连住客栈的钱都没了，找了很久才在县城外的一个破庙落脚。随风去附近找柴火，花荣则找了破瓦罐洗干净，刚把药熬上，江云追就醒了。他掀开帘子，看着花荣问：“我怎么在这儿？”发着烧，他的嗓子哑得厉害，赶了一天的路，头发有些乱，没了江三少爷的金贵，止于狼狈。花荣用树叶打了些水喂给他，不想太打击他，委婉地说：“大夫人说最近京里不平静，让少爷先去庄子上避避风头。”江云追虽然病着，脑子却不糊涂，喝了口水反问：“连客栈都住不起，这是避风头还是逃难？”不等花荣回答，江云追又回到马车，把包袱翻看了一遍。包袱里东西很少，春夏个2套衣服，连双鞋子都没有。随风在外面劝说：“出了这样的事，
夫人他们面上也过不去，等过段时间夫人气消了，应该就好了。还有我们陪着少爷呢。话音刚落，江云追猛地现连问：他呢？他没有说姓名，但谁都知道他问的是萧明幽。少爷，你都快被他害死了，怎么还提他啊？随风如临大敌，江云追没应声，定定地看着花荣。花荣如实说：奴婢不知道，奴婢之前一直在牢里，今天上去才被放出来。江云追表情一冷，不顾身上的伤，抓起马缰绳就要往回赶。花荣扑上去抓住江云追的胳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少爷现在回去什么都改变不了，甚至还会把事情变得更糟。放手！江云追听不进去，只想回去找萧明幽。花荣不肯放手，两人正僵持着，李毅策马而来。阿追身上有伤，你们怎么不住客栈，反而住在这种地方？李毅皱眉，对江云追的处境很是担忧。花荣正要回答，江云追抢先问：你来做什么？李香菱是揭发江云追和萧明幽的直接元凶。江云追对李毅的态度也不好起来。李毅心虚地摸摸鼻尖，说：我听说你要去郴州了，特意来看看你。我那二妹妹做事向来不考虑后果，我回去一定好好说她。你别生气，到郴州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这不是几句话就能接过去的事。江云追本不想领李毅的情，话到嘴边又拐了个弯，哑声问：他怎么样了？李毅没想到江云追还念着萧明幽，警惕地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太后原本想让他在寺里孤独终老，现在决定把他放眼皮子底下看着，你被人家当垫脚石踩了，以后可清醒点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清楚。第68章，怎么就不能也帮帮二哥？萧明幽上事完毕，御医帮他验完身，不只证明了他的清白，也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太后不好让他再回云山寺去，只好让他在宫里待着。整件事闹下来，李香菱被太后狠狠呵斥了一顿，江云追更是落了个登徒子的骂名，被家里扫地出门，流放去郴州。唯有萧明幽因祸得福，不必再与青灯古佛为伴。李毅作为旁观者，一看就知道自家妹妹和江云追都被算计了。齐王妃的心机可比他们想象中的深多了。江云追听完李毅的话，便陷入沉默。李毅苦口婆心地劝了好一会儿，都没得到回应，只好离开。花荣跟上去轻声问：世子，你身上有钱吗？江云追从来没有缺过钱花。李毅诧异地挑眉问：伯母连盘缠都没给阿追准备？花荣如实的摇头。李毅眼角抽了抽，一把扯下钱袋丢给花荣，想了想，又把腰上挂的同心佩和玉麒麟一并解下来。我出门太急，只带了这些，回去后我再派人送下来。多谢世子。花荣俯身行礼。李毅看见他和萧明幽相似的眉眼，忍不住说：其实这双眸子也没有那么像。有了李毅给的钱，花荣和随风还是去城里找了个客栈。江云追的伤势有些恶化，若是强行赶路，恐怕会落下病根。李毅走后，江云追便陷入沉默。花荣跟他说话，他也不理。如此过了3日，江云追的烧总算退了。这天吃过午饭，花荣扶江云追去客栈后院散步。过大堂的时候，客栈门口涌进来一队人马，循声望去，江云飞穿着一身金色铠甲，神情肃穆地走进屋来。江云阳紧随其后，后面还有17、18个穿着银色甲胄、拿着长枪的官兵。江云阳一眼就看到两人，扬声道：阿追，你不是去郴州了吗？怎么还在这儿？说着话，江云阳一个箭步上前，哥俩好的揽住江云追的肩膀，态度热切，好像根本不在意江云追正被丑闻缠身。客栈这会儿生意不错，大堂坐着不少商客，江云阳和江云追的容貌又极为出众，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江云追绷着脸，没有一点笑意，凉凉的扫了江云飞一眼，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大哥这次大义灭亲，很得陛下赏识，陛下升他做远丰郡郡守，掌郡守印，爹特意求了，只让我送大哥一程，好好跟大哥学学。江云阳的语气很是崇拜，无视江云追黑沉的脸色，兴奋地说：我知道三弟你认死理，不会轻易移情别恋，要不要二哥帮你出谋划策，把齐王妃从宫里弄出来，与你双宿双飞？江云阳这算盘打的，花荣都听明白了。江云追黑着脸，手肘一抬，把江云阳逼退，拍了拍肩膀，从齿缝挤出一个字：滚。江云阳夸张地捂住胸口，心痛不已。阿追，二哥小时候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可都会记得给你一份。你能帮大哥升官，怎么就不能也帮帮二哥？江云追不想看江云阳演戏，转身欲走，江云阳却抓住花荣的手说：我记得你的绣活做得很好，阿追又不是真的喜欢你，你何必跟着他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吃苦受罪？不如来我院里伺候，我保证没人敢欺负你。花荣之前觉得江云阳是3人中脾性最平和随意的那个，如今才发现他其实是笑里藏刀的笑面虎。花荣没有被江云阳说动，下意识地看向江云追，江云追垂眸，避开花荣的目光，淡淡的说：我二哥是个好人，你可以跟着他。江云阳是故意说这些扎江云追心的，江云追不像之前那样跟他呛声，他顿时就说不下去了。江云追说完那句话转身离开，花荣忙挣开江云阳，
上前扶住江云追的胳膊。奴婢是三少爷的人，不管三少爷沦落到怎样的境地，奴婢都会守在三少爷身边。花荣说的坚定，江云追也没再把花荣往外推。两人走后，江云阳回到江云飞身边，不自在地摸摸鼻尖问：“我刚刚说的话有那么狠吗？阿追怎么看上去一脸的心如死灰？他到郴州后不会真的变成废物吧？”江云飞眼皮微掀，凉凉地说：“不放心就跟着一起去。”“我才不去，色迷心窍的人又不是我。”江云阳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照这样看，阿追和咱爹一样都是情种，也不知道以后哪个女人能打动大哥的铁石心肠。江云阳说完，打了个激灵，迅速起身躲到隔壁桌。他这大哥打小就是个冷心绝情的，哪个姑娘被他喜欢上，都算是倒了8辈子的霉吧。江云飞赶着去远丰郡赴任，并未留宿，吃过午饭便带人离开。第二天一早，江云追也准备继续前往郴州。花荣去结账的时候，却发现多了一笔钱。昨天那2位官爷说，这位公子是他们的弟弟，做弟弟的给哥哥践行是应该的，所以饭钱都记在这位公子账上。花荣、江云阳点的都是客栈的招牌菜，一顿饭就吃了足足2两银子。若不是李毅给了点钱，还得把随风压在客栈干活抵账。路上遇到3次暴雨，停停走走2个月，三人才抵达郴州。按照殷氏给的地址到了庄子，却没人迎接，只有一条恶狗冲着他们咆哮。江云追的伤好的七七八八，被那狗叫得烦了，踢了一颗石子过去，那狗哀哀地叫起来。过了会儿，一个穿粗布短打的男人从庄子里走出来。赶了2个月的路，江云追一身的锐气都被搓干净，锦衣也洗得掉色。男人以为江云追是哪儿的落魄公子，没好气地嚷嚷：“你们是干什么的？打我的狗，莫不是想到庄子上偷东西？”已经入夏，庄子里的黄桃长得正好，站在外面都能闻到香甜味道，让人口舌生津，但还不至于让钟永伯府3少爷动手去偷。江云追压着脾气冲男人命令：“把你们这儿的主事叫来。”第69章，表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们主事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男人话音刚落，就被江云追一脚踹翻在地。江云追的伤刚好，脸色还没有完全恢复，加上现在收敛了锋芒，瞧着有几分文弱。男人被踹了一脚，才知道自己看走了眼，抱着肚子一时站不起来。江云追垂眸睨了他一眼，问：“现在可以见了吗？”“能。”男人连滚带爬地跑进庄子。1刻钟后，一群人拿着锄头铁锹冲出来。随风大声喝道：“放肆！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这位是钟永伯府的3少爷。”这些都是庄子上的农户，何曾见过汉京的世家少爷，都被随风的话惊住。最开始被踹的男人却大声道：“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汉京离郴州千里之遥，钟永伯府的少爷何等尊贵，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给我打！”这个男人一看就在庄子上积威已久，一声令下，众人便拿着手里的家伙实围上来。这些农户没有练过武，但身上都是蛮力。江云追没有硬来，拉着花荣扭头就跑。花荣的肋骨养得差不多了，但平日锻炼太少，身子还是弱，跑了没多远便累得不行。花荣喘着气说：“奴婢跑不动了，少爷你先走吧，他们不会拿奴婢怎么样的。”话音刚落，江云追直接把花荣背起来，冷声笑道：“一群刁民，你还指望他们跟你讲道理不成？”江云追背上花荣行动仍是十分敏捷的，但那些农户的速度也不慢，一直在后面穷追不舍。花荣不敢浪费时间，抱紧江云追的脖子。半个时辰后，3人终于远离庄子，来到宽阔的官道上。随风喘了2口气，问花荣：“你刚刚怎么不大夫人的信物拿出来？”殷氏祖籍在郴州，这个庄子是殷氏祖上留下来的。殷氏随钟永伯在汉京定居后，庄子就交给别人打理。这些人认不得江云追很正常，但他们肯定认得殷氏的信物。花荣从江云追背上下来，柔声说：“大夫人没有给奴婢信物。”“怎么可能？”随风拔高声音：“大夫人让少爷来避风头，总不可能什么都没给吧？”随风都不能接受这件事，江云追的反应却很平静。他环顾四周，确定了郴州城的方向后，淡淡的说：“时辰不早了，先进城找地方落脚。没有信物就没办法证明身份，大夫人又没给盘缠，他们手里的钱可支撑不了多久。”随风仍存有幻想，忍不住说：“大夫人忘记把信物给我们了，少爷要不写封信回去问问吧。”不管怎么说，少爷都是大夫人和老爷的亲生骨肉，就算这次犯下大错，让家族蒙羞，也不至于这么不留情面。江云追径直向前走去，清冷的声音被风吹散：“都被人追成落水狗了，你还不明白你家少爷早就被扫地出门了吗？”可是随风还想争论，花荣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再说了，默不作声地跟上。傍晚，3人才在客栈落脚。江云追还想开2间客房，花荣试着提议：“少爷，奴婢和随风夜里轮流值守，只开1间房就可以了。”随风立刻附和：“花荣姑娘说的对，小的在门外守着，开1间房就够了。本少爷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用不着你们这样省钱。”江云追还是开了2间房，不仅如此，还要了很丰盛的饭菜。
花荣很是肉疼，这顿饭吃完，李毅给他的碎银就用完了。若是江云追找不到来钱的门路，就得当李毅给的玉佩和玉麒麟。虽说李毅随身带的东西都不是凡品，但这种小物件儿顶多值个几十两，还不到价值千金的地步，根本养不起江云追。花荣愁得不行，江云追倒是不以为意，吃完饭还兴致盎然的想要拉着花荣出门逛街。然而郴州不比汉津，没有通宵达旦的夜市，有时末就开始宵禁，除了巡夜的官兵、闲杂人等不得随意上街。江云追回到房间，重重的摔上房门，把自己扔到床上生闷气。第二天一大早，江云追带着花荣和随风去了州府府邸，对门首说：“我是钟永博幼子江云追，来拜访舅舅，通传一下。”一夜没睡好，江云追的脸色有些差，对门首说话的语气仍不自觉带着命令。那门首的态度却并不恭敬，冷笑着说：“哪儿来的疯子，竟敢冒充我们表少爷？我们表少爷玉树临风，仪表堂堂，在家里不知道多受宠，怎么可能一声不吭跑来这种地方？”江云追来这里的原因确实不光彩，他也不想跟一个门首解释那么多，板着脸说：“是不是真的？你去通传一声，让我与舅舅见一面就知道了。老爷有事出门了，不在家中，你等老爷回来再来吧。”门首不以为意，只想把江云追打发走。江云追皱眉，耐心将要耗尽。这时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一位穿着墨绿色百花锦衣的男子从马车上下来。男子身形高大，容貌也算得上俊朗，走近以后，身上却满是酒气和甜腻的脂粉香，一闻就知道他昨晚是宿在烟花之地的。见到男子，门首立刻上前问好。男子随意的看了江云追一眼，看到花荣便挪不开眼了，好奇的问：“他们是谁？”回大少爷，这个人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竟然自称是表三少爷，无凭无据的还想见老爷。门首的语气很是不屑，这人面上却堆出了笑说：“寻常人哪有胆子冒充我三表弟，就算没有凭证，也不能让人一直在门口站着呀，还不快把人迎进屋去。”这人说着朝花荣走近了些，正想更细致的打量，江云追上前一步站到花荣面前，挡住了男子的视线。江云追眼神凌厉，男子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笑着说：“先进屋吧，我爹一会儿就回来了，现在日头这么大，要是晒坏了可就不好了。”这话分明是对花荣说的，江云追的眉头狠狠拧起。第70章接风宴。进到大厅，殷衡让人奉上茶点，逮着机会目光就往花荣身上飘，见花荣一直站在一旁，忍不住问：“姑娘怎么不坐？奴婢要伺候少爷，不能与少爷同坐。”殷衡立刻露出诧异之色：“我见姑娘气质不俗，比郴州这些富家小姐要温婉娴静多了，姑娘怎会沦落成婢女？可是家中生了什么变故？”殷衡嘴上夸着花荣气质不俗，眼睛却一直盯着花荣的脸，分明是垂涎花荣的美色。江云追听不下去，不耐烦地打断：“舅舅到底什么时候回来？”钟永伯府的家教森严，府中男丁无论从文还是从武都很洁身自好，便是二叔那样的混不吝，也只敢偷偷摸摸养着外室，不会留宿烟花之地。若不是现在落了难，江云追绝不会跟殷衡这样的色鬼多说半句话。殷衡并不在意江云追的态度，吃了口凉茶说：“我爹是益州州府，要为一方百姓谋福，公务繁忙得很，有时要到深夜才会回来，府里房间多的是，你们可以住下慢慢等。”江云追可不想在这里住，起身便要离开。一个穿藏青色仙鹤官服的中年男人大步走进屋来。“爹，这位是……”殷衡上前想要介绍，被晾到一边。殷海潮直接上前拍着江云追的肩膀，欣喜道：“阿追，你来郴州怎么不事先让人送信来，我好派人去接你啊？”殷海潮3年前入京述职，曾在钟永伯府住了小半个月，所以认得出江云追。江云追拱手行礼：“我在京里犯了大错，爹娘让我来郴州庄子上反省，我本不想来打扰舅舅，但去庄子上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小孩子犯错是常有的事，哪能让你一个人来这么远的地方啊？”殷海潮一脸的不赞同，随后又问：“你去过城北陶庄了？”随风见殷海潮认出江云追，连忙把3人被庄子上的农户追着打的事说出来。殷海潮听完，当即表示要处置庄子上那些人，又让人准备饭菜给3人接风。接风宴比花荣想象中的盛大，不止殷家的人，还有殷还朝的下属和城中的一些富绅，做了足足10来桌。郴州不比汉津繁华，规矩也没有那么多，男女不用同席。入席后，桌上女眷都在偷偷打量江云追，只因汉津来的这位公子长得委实太好看了些。江云追被看得浑身不自在，但他现在毕竟有求于殷还朝，不好甩脸走人，只能咬牙忍着。开席后不久，殷衡带头给江云追敬起酒来。他混迹风月场所已久，劝酒的词一套一套的，江云追不想搭理他，只闷头喝酒。等宴会结束，江云追已醉得不省人事。花荣和随风扶着江云追去客房休息，随风去厨房打热水和醒酒汤，迟迟未归。花荣忍不住想要去找人，一出门却碰上殷衡。殷衡也喝了不少，见到花荣打了个酒嗝，眼神迷蒙地问：“姑娘这是要去哪儿？”花荣后退了一步，俯身行礼：“见过表少爷，少爷喝太多酒不舒服，
奴婢想去厨房看看有没有醒酒汤。你是从京里来的，这种粗活哪里需要你来做？我还没有去过汉京，你与我说说汉京都有些什么好玩的。殷恒根本没听花荣说话，上前就要抓花荣的手，花荣本能的躲闪，没想到殷恒的动作相当灵活，轻易的就抓住了他。殷恒在花荣手上摩挲了2下，得意地说：“爷在花楼抓的姑娘比你扑的蝴蝶还多，你能躲到哪儿去？”花荣被殷恒满嘴的酒气熏得难以呼吸，强忍着不是说：“表少爷，你喝醉了，爷的酒量好得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花荣皮肤娇嫩，殷恒摸得心猿意马，一边揽花荣的腰肢一边说：“我那3表弟为了个寡妇被扫地出门，这辈子恐怕都回不去了，你何必跟着他吃苦？”花荣有些吃惊，问：“表少爷早就知道汉京发生的事了？”“知道啊。”殷恒想到那些香艳的传言，看花荣的眼神又热切了些，讥讽地说：“你以为今天这顿饭真的是给他接风吗？”殷海潮早就知道江云追是为什么被赶到郴州，这样大摆筵席不是给江云追接风，而是把他蒙在鼓里，故意让那些人看他的笑话。花荣有些生气，殷海潮是江云追的亲舅舅，他不肯帮江云追也就算了，怎么能这样落井下石？花荣不自觉皱眉，殷恒觉得他生气的样子更好看，一颗心被聊得酥痒难耐。殷家大筹码继续劝说，姑母早就派人送了信来，让我爹不要帮他的忙，由着他在庄子上自生自灭，没了钟永伯府的庇护，他什么都不是。你跟着他只有饿死的份，不如跟了我，我不嫌你被他玩过。你要是表现得好，我还可以纳你做妾。殷恒觉得自己开出来的条件已经十分诱人了，说完便撅着嘴要亲花荣，快要碰到的时候，一记重拳狠狠砸到他脸上，殷恒被打翻在地，酒意顿时醒了大半，捂着脸抬头一看，江云追黑沉着脸把花荣护在身后，眼神凌厉的像是要吃人。殷恒心头一颤，扯开嗓子喊起来：“来人，快来人保护我！”一群护卫拿着棍棒来到殷恒身边，殷恒又有了底气，探出脑袋跟江云追讲条件：“既然你都听到了，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我看上你身边这个丫鬟了，你把她送给我，我可以让府里的人赏你口饭吃，不然我就把你抓了关进牢里。你打我这一拳已经够你吃好几年牢饭了。”江云追凉凉地弯着殷恒，冷笑着问：“打你一拳就要吃好几年牢饭，这是哪条律法规定的？”当初在汉京，江云追虽然有些恣意妄为，却从来没有仗着钟永伯府的权势恶意欺压旁人。殷恒的反应很快，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大喊：“都别傻站着了，给我把他抓住！”众人一拥而上，江云追踹倒几个人，揽着花荣的腰想要跃上围墙，一张大网从天而降，两人被抓住。第71章，等我。花荣和江云追被五花大绑起来，殷恒一颗心早就荡漾不已，本想先放纵一把，却被殷海潮派人叫走。殷恒只好把两人先关进柴房。等房门关上，花荣艰难地扭动身子来到江云追身后，江云追警惕地问：“你要做什么？”“奴婢想试试能不能帮少爷咬开绳子。”花荣说完俯下身去，看不到背后的情况，江云追先是感觉有温热的呼吸扑到手上，然后柔软的唇舌就附了上来，很多旖旎的画面不合时宜地涌入脑海，席间饮下的酒这个时候都化作欲念翻涌而上，江云追喉咙发紧，喉结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下。自从花荣受伤，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这些事了，酒劲儿愈演愈烈，身体开始发热。江云追忍不住问：“还要多久？”“这个结打得很死，不太好解开，奴婢尽快。”花荣是跪趴在地上的，这个姿势不好受，他的额头已经急得全是汗了。为了加快速度，花荣的动作大了些，唇舌从江云追手上扫过的频率更高，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江云追的脸泛起潮红，眼眶都跟着红起来。1刻钟后，花荣终于咬开绳子，江云追解开自己活动了下手腕，回头一看，不由得愣住。麻绳粗糙，捆得又结实，花荣的唇被磨破了皮，唇角都裂开了，流了很多血。花荣好像没有感觉，急急地说：“外面还有人守着，奴婢跟着一起实在太显眼了，少爷快走吧。”江云追没太听清花荣说了什么，反而在这个时候没来由地想起了萧明幽。萧明幽看似顾全大局，实则娇气得很，这伤若是在他身上，他恐怕早就哭了。可花荣不哭，甚至连一声疼都不喊。江云追回想了下，发现之前花荣在云山寺受伤也是这样，不哭也不喊，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好像不怕疼，也不需要被关心呵护。想到自己刚刚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江云追觉得自己挺禽兽的，不自在的移开目光，蹲下来帮花荣解开绳子，低声说：“要走一起走。”“不行。”花荣拒绝，摸出礼仪的玉佩和玉麒麟塞给江云追：“奴婢不能拖累少爷，这是永安侯世子之前给奴婢的，应该值不少钱，少爷拿着做盘缠回汉京吧。奴婢相信老爷和大夫人不会这么狠心不管少爷的。”江云追还想说些什么，门口传来交谈声：“这个丫鬟长得真挺漂亮的，等大少爷玩腻了，我们也能尝尝滋味，只希望她不要像上次那个那样不识好歹，闹出人命还挺麻烦的。”“这有什么？咱们老爷可是益州州府，姑老爷更是战功赫赫的钟永伯，
能被大少爷看上，那是他们祖坟冒青烟。如此看来，殷恒已经不是第一次干强抢民女这种事了，之前甚至还逼死过人。江云追眼底闪过戾气，接过花荣手里的东西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等我。”江云追说完起身走了2步，又折返回来，扣住花荣的脖子吻了下来。花荣唇上有伤，被江云追准过的地方密密麻麻的刺痛着，眉头不自觉皱起。等我。江云追又说了一次，并不急着离开。过了好一会儿，花荣才意识到他是在等着自己回应，忙舒展眉头，温笑着说：“奴婢相信少爷，就在这里等少爷回来。”江云追走后，花荣用绳子缠住手，把绳头藏在手里，假装自己还是被绑着的。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传来开门声，花荣立刻大喊：“快来人啊！”江云追跑了。下一刻，柴房门打开，殷恒带人冲进来。花荣哭得满脸的鼻涕眼泪，望向殷恒：“表少爷，江云追嫌奴婢是累赘，骗奴婢帮他咬开绳子，丢下奴婢一个人逃了。奴婢愿意跟着表少爷。表少爷之前说愿意纳奴婢为妾，还算数吗？”萧明幽能哭得漂亮，是因为他只流眼泪不流鼻涕。这会儿花荣哭得涕泗横流，殷恒的色心顿时消减了不少。他顾不上花荣，带人去找江云追。第二天晚上，花荣被2个婆子架着洗了澡，换上一身浅粉纱衣，送到殷恒房间。纱衣轻薄，穿了和没穿一样，添了一分若有似无的朦胧美，是风尘女子揽客惯有的伎俩。殷恒一看到花荣，眼睛顿时就直了。他原本只看中花荣的美貌，没想到花荣包裹在衣裙之下的身体如此玲珑有致。花荣站在门口，用手捂着胸口，含羞带怯地看着殷恒，轻声说：“表少爷，奴婢已经1天1夜没有吃过东西了，能不能让奴婢先吃点东西？”江云追跑得不见踪影，花荣在郴州举目无亲，根本玩不了什么花招，反正时间多的是，也不差这一会儿。殷恒装出一副怜香惜玉的神情，上前抓着花荣的手说：“是我疏忽大意了，你想吃什么，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做。”殷恒的耐心不会太多，花荣没有要太复杂的吃食，垂眸说：“不用那么麻烦，厨房有什么剩饭剩菜赏奴婢一口就行了。”殷恒当即让人去取饭菜，目光在花荣胸口流连，笑盈盈地说：“你马上就是我的人了，还叫表少爷做什么？”花荣面上浮起红晕，正要改口，带着江云追气息的外衫将他兜头盖住。等花荣拉下外衫，殷恒已经晕死在地上。江云追板着脸看着他，严肃地警告：“以后除了我，不许叫别人少爷，就算是演戏也不行。”是。花荣轻声应下，穿好外衫，被江云追拉出房间。花荣本以为江云追是要带自己逃走，没想到他却大摇大摆地带着自己去了前厅。夜已经有些深了，前厅却是灯火通明。摇曳的烛火下，江云阳穿着银色铠甲正在喝茶，见江云追和花荣到来，眉梢微扬，吐出一片茶叶，轻快道：“阿追，好巧，你也来看舅舅呀？二哥来晚了些，错过了舅舅给我摆的接风宴，那可真是可惜了。”江云阳露出惋惜之色，随后又道：“不过阿追可以吃舅舅给二哥摆的接风宴。”江云阳笑得很是热切，花荣脑子里立刻浮现出5个大字：舅老爷威仪。第72章，眼睛又不瞎。江云追刚说完话，一个小厮就跑进前厅，急急地说：“老爷，不好了，那个丧门星打晕大少爷，带人逃走了。”话出了口，小厮才发现江云追就带着花荣站在厅里，他想要立功，当即就要扑上去把江云追拿下。殷海潮厉声喝道：“放肆！府里有贵客在，瞎嚷嚷什么？”小厮被吼得一个哆嗦。江云阳义正言辞地说：“哪儿来的丧门星，竟敢闯入府里，打晕我殷恒表哥，还抢走他屋里的人？舅舅放心，侄儿一定把他揪出来，打断他的狗腿。”江云阳带了一队亲兵来，话音落下，便要亲自去抓人。江云追开口说：“人是我打的，二哥要抓就抓我吧。”舅舅，我们阿追什么时候变成丧门星了？江云阳似笑非笑地看向殷海潮。殷氏来信，只让殷海潮不要给江云追太多帮助，让他好好历练一番，可没有让他纵容自己的儿子欺负江云追。殷海潮被看得心头一慌，急急地说：“都是误会，等恒儿醒了，我一定让他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今天时辰已晚，二位贤侄还是早些去休息吧。”江云阳并未揪着这件事不放，点点头说：“要不是为了送大哥去远峰郡，我也没有机会来郴州，正好阿追也在，机会难得，舅舅不介意我在此多叨扰几日吧？”“当然不介意，贤侄尽管把这里当自己家，想住多久都可以。”殷海潮满口答应，派人带他们去客房休息。江云追让人打了热水来，抓着花荣的手摁进盆里。花荣连忙说：“少爷，奴婢自己来吧。”江云追没应声，细致地掰开他的手指，一根根洗净，随后绷着脸问：“他还碰哪里了？”江云追的面色冷沉，瞧着有些凶。花荣想到之前被孙含羞绑架，回去后让江云追摁在浴桶里，差点洗掉一层皮，不由有些害怕，急急道：“昨日表少爷一直在外面找人，根本没有功夫理会奴婢。奴婢进屋后就说自己饿了，想吃东西，表少爷还没来得及碰奴婢。”
江云追的脸色和缓了些，抓着花荣的手又洗了2遍，从怀里摸出一盒药膏就要给她涂上。伤在嘴上，涂药这个举动有些过于亲密了。好些日子没有亲近，花荣对江云追的身体又变得陌生起来，下意识的后仰。江云追眼眸微眯：“你躲什么？”花荣眨眨眼，含糊糊地说：“少爷对奴婢太好了，奴婢有些害怕。又不是第一次给你擦药，这就算对你好了。”江云追把花荣拽进怀里，把药抹到她唇上。花荣的唇长得很漂亮，即便不笑，唇角也是上扬的，唇瓣微丰，色泽红润，闻起来软软的，带着一股独特的香甜味道，像某种不知名的水果。过去的记忆又翻涌上来，显得花荣唇瓣上的伤格外刺眼。江云追心头闪过阴戾，花荣不知道江云追在想什么，记忆被带回最初的时候。那日在假山洞里，他的后腰被石壁磨伤，江云追也给他上过药。那时他虽然惧怕与他有什么纠葛，心里却是有些感激他的。想到这里，花荣望着江云追说：“少爷之前对奴婢也很好。”花荣的眼眸清润，眸底一片认真，全是感激。江云追动作一顿，垂眸避开花荣的视线。除了假山洞里的意外，后面的招惹都是因为那双眼睛。再后来，他对花荣的好全是出于利用算计，委实担不起这份信任和感激。擦完药，江云追把那盒药膏给了花荣，沉沉地说：“这世上没那么多好人，别总是被一点小恩小惠打动，先害你受伤，再给你上药，那叫补偿，不叫对你好。”花荣抓紧药膏，低低地问：“可是少爷不只给奴婢上药，还教奴婢识字、看账簿，这些也不是对奴婢好吗？”那些都是算计。话到了嘴边，看着花荣的脸，江云追平生第一次张不开嘴，胸口被愧疚压得有些闷，做不到坦然。僵持片刻，江云追郑重地说：“那些还不够好，以后会更好的。”花荣欢喜地笑起：“谢谢少爷，其实只要能一直待在少爷身边，奴婢就很知足了。”花荣看不到自己的表情，却觉得自己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他的眼睛会骗人，嘴巴也会骗人，心底毫无波澜地算计着要如何示弱，博取愧疚和同情。一夜好眠，第二天一大早，殷海潮便带着殷恒来赔罪。殷恒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而是把错都推到花荣头上，说花荣不想跟着江云追受罪，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对他抛媚眼，如果不是花荣故意勾引他，才不会犯糊涂。说到最后，殷恒叹了口气：“三表弟，你跟那个寡妇打得火热，这个贱人知道你不是真心喜欢他的，肯定早就在心里谋算出路了。你可不能为了这么个贱人跟我生出嫌隙啊！”殷恒这会儿的色心都藏了起来，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不过是一时糊涂才犯的错，花荣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江云阳一直在旁边听着，听完看向殷海潮问：“表哥都这么说了，舅舅怎么看？”殷还潮知道钟永博刚正不阿，眼里容不得沙子，但江云追都跟寡妇搞上了，殷海潮觉得传言也不一定属实，便抱着侥幸说：“恒儿这次确实是做错了，我以后肯定会好好约束他，但如果真的像他所说是这个婢子故意勾引，我觉得也不能留这样的人在阿追身边。”江云追冷冷一笑说：“不瞒舅舅，我这个婢女确实挺讨喜的，大哥和二哥都曾问我讨过她，但她都不肯离开。我大哥和二哥都是人中龙凤，怎么看都比舅舅这位脓包儿子好得多吧？我这婢女眼睛又不瞎，为什么要勾引她？”殷海潮摆明了要包庇殷恒，江云追说话就不留情面了。江云阳听完扑哧一声笑出来。阿追挑女人的眼光不咋地，对大哥二哥的评价倒还挺中肯的。殷恒被当众骂脓包，顿时气得跳脚，刚想反驳，被江云追的眼刀子威慑住。第73章莫公子。有江云阳在，殷恒到底不敢胡来，只好不甘不愿的改口向江云追道歉。强抢民女只是口头道歉就算了，殷恒这么多年在郴州作威作福惯了，能低头道歉已经很给面子了。见江云追还不依不饶，当即怒了：“我又没真的睡他，你还想怎么样？为了个寡妇被扫地出门的货色，有什么资格在他面前叫嚣？”殷恒看江云追的眼神变得鄙夷，江云追也瞧不上他，态度强硬地说：“跪下，侦查，认错。”殷恒笑出声来，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殷海潮也觉得江云追没把自己这个做长辈的放在眼里，不赞同地说：“阿追，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已经在女人身上栽过一次跟头了，没有必要再为了个婢女这样。舅舅的意思是我错了。”江云追的语气不好，眼看要和殷海潮干上，江云阳笑着出来打圆场：“阿追就是个死脑筋，舅舅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咱们都是一家人，事情说开了就好了，本也不是什么大事。”江云阳的语气和软，殷海潮的脸色好了些，欣慰地说：“你们三兄弟中还是要数你最聪明会处事，云飞要不是因为自身能力强，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舅舅看人的眼光果然毒辣。”江云阳能说会道，很快把殷海潮和殷恒哄走。江云追也带着花荣出门，找了个茶馆坐着。没多久，随风带着一脸淤青出现，低声说：“城里的百姓一听到表少爷的名字就吓得不行，什么都不肯说，
不过城北一位叫李泰安的教书先生上个月突然死了女儿，娘子也跟着投河自尽，李泰安气得神志不清，被关进了疯人塔。江云追捻了捻指尖，问：真疯了？随风摇头说：那些人支支吾吾不敢多说，小的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什么隐情。江云追眼皮微沉，周身散发出冷意，有没有隐情去看了就知道。江云追要和随风去疯人塔，不方便带着花荣，便带他去城中酒楼要了个雅间，顺便掩人耳目。江云追让伙计送了茶水点心到房间，怕花荣无聊，又让随风买了2本画本子来，最后又不放心的叮嘱：如果殷恒敢找你麻烦，你别害怕，尽可能的把事情闹大，有我在，没人动得了你。少爷放心，奴婢会保护好自己的。得了花荣的回答，江云追才带着随风离开。屋里安静下来，花荣尝了一块茶点，便翻开画本子看起来。然而直到夕阳西斜，江云追和随风也还是没有回来。时辰渐晚，很多来往的商客都到酒楼用饭，大堂吵闹起来。花荣担心江云追遇到麻烦，准备退房回府里找江云阳商量对策。刚踏出房门，一位瘦弱的妇人便拉着2个孩子在他面前跪下，一个劲儿的磕头：莫公子，求你让我继续在布庄干活吧，我男人死得早，2个孩子还小，没了这份活计，我和孩子可怎么办啊？妇人说着大声嚎哭起来，2个小孩也跟着哭，周围的人都被吸引过来看热闹。花荣根本不认识他们，弯腰去扶那妇人：我不是莫公子，你们认错人了。花荣是好意，没成想那妇人一个反手就抓住他不放，大声嚷道：莫公子，今日你要是不肯现身，我和这2个孩子就在这里长跪不起。妇人看着瘦弱，一双手却十分有力，声音更是洪亮如钟。花荣试图挣脱，妇人手上用力，长长的指甲狠狠地嵌进花荣的胳膊。做绣活的绣娘是不会留长指甲的。花荣皱眉凝神细看，发现这妇人和孩子外面虽然穿着粗布衣裳，里面的衣服料子却还不错，并不穷困。这妇人若是真的想求活计，大可去布庄求东家，到酒楼来更像是故意闹事。担心着江云追，花荣不欲多生事端，压低声音对那妇人说：我并不认识你要找的莫公子，你若还不放开我，我就当众拆穿你在演戏。花荣本以为如此便能脱身，没想到那妇人不仅不放开他，反而躺在地上撒起泼来：莫家布庄东家黑心啊，他见我死了男人，便强占我的身子，如今他有了新欢，就要把我赶走，还有没有天理啊？这话一出，围观众人都对花荣指指点点起来，好像他就是那位莫公子的新欢。平白遭受了这样的无妄之灾，花荣不能再忍耐下去，抓起那妇人的手说：他在撒谎，他的指甲很长，还涂了扣单，根本不是布庄的绣娘，而且他只是在外面套了一件粗布衣裳，里面的衣服料子很好，一看生活就很优渥，他刚刚说的都是在故意演戏。贱人，你污蔑我！妇人本以为花荣是吓唬自己的，见事情败露，尖叫一声朝花荣扑来，想要抓花他的脸。花荣下意识地向后躲，不期然撞进一个宽厚的胸膛，男人很自然地环住他的腰，揽着他转了一圈，用自己的背扛下妇人的利爪。没多久，官差赶来抓住妇人，关切地问：莫公子，你没事吧？莫敬周放开花荣，眉眼疏墨地说：我自是没事，但这位姑娘无辜受累，还受了伤。官差忙向花荣道歉：是我们来得太迟，让姑娘受惊了，还请姑娘恕罪。花荣现在的胆子大了很多，倒是没怎么受惊吓，官差的态度又很诚恳，他没有为难，柔声说：民女没事。官差又看向莫敬周，见他垂眸看着花荣，没有要追究的意思，暗暗松了口气，连忙押着妇人离开。花荣也想赶紧回去，出了酒楼却发现莫敬周跟了上来：姑娘受伤了，我送姑娘去医馆。花荣本想说一点小伤不用去医馆，但想到这人是开布庄的，又在官差面前说得上话，应该是个财大气粗的，便转身对莫敬周说：我有急事要办，不想去医馆，莫公子若是真的有诚意，可以直接给我一些现银，我受了惊吓还要养伤，问公子要2两银子应该不过分吧。花荣说着伸出2根手指在莫敬周面前晃了晃，他的指尖纤细葱白，指甲修剪得很短，粉嫩好看，莫敬周看得眸光微闪。第74章跳脚。姑娘也是绣娘？莫敬周问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今日那妇人虽然是冤枉他的，但花荣不知道他的人品如何，保持着警惕，正想糊弄过去，江云追来到他。江云追带着随风快步来到花荣身边，审视地看了莫敬周一眼，问：他是谁？说着话，江云追揽了花荣的肩膀，很明显的宣示主权。莫敬周上前说：我叫莫敬周，是城南莫家布庄的东家，这位姑娘方才因我受伤，我正要送这位姑娘去医馆。听到这话，江云追眉头一皱，看向花荣问：伤哪儿了？只是胳膊被掐了一下，不碍事，少爷不必担心。花荣说的云淡风轻，江云追却不信，撩起袖子便看见花荣胳膊被掐出了好几个血印。江云追的脸顿时沉下来，拔高声音：都被掐成这样了，还叫不碍事？他就是晚回来了一会儿，他怎么能又弄出一身伤来？花荣不敢争辩，
缩了缩脖子，莫敬舟把事情经过简要的说了一遍，最后说：“错都在我会对这位姑娘负责的。公子应该还没吃饭，我们不如坐下来慢慢聊。我的人还轮不到不相干的人来负责。”江云追一口回绝，随后又说：“我不管你和那个泼妇到底有没有奸情，他伤了我的人，得断他一臂赔罪。”这是自然。莫敬舟对江云追的要求很是认同，想了想说：“莫某虽不是什么天之骄子，却也明白礼义廉耻，断然不会与一个寡妇纠缠不清。”莫敬舟的表情坦然，语气诚挚，好像只是怕被误会，所以澄清这么一句。江云追却觉得他像是故意这么说的，可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这个男人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江云追危险的眯眸，莫敬舟却避开他的目光，拿了一枚刻有仙鹤的印件递给花荣：“我没有带现银，姑娘可凭此物到城中的莫家布庄拿钱。”江云追是不会为了2两银子特意走一遭的。花荣正想拒绝，江云追却先一步接过印件，故意问：“这么大方，莫不是想拿多少都可以？”江云追的敌意表现得很明显，莫敬舟倒是不在意，温笑着说：“这位姑娘心里有数，莫某就不打扰公子了。”莫敬舟转身离开，江云追盯着他的背影看了许久，冷声道：“这人心机很深，以后再看见他躲远点。”是。三人赶着晚饭的点儿回到殷府，江云阳刚陪殷还朝小酌了2杯，见江云追进来，抢在殷还朝之前开口：“这么晚回来，怎么也不先派人跟舅舅说一声，还当自己在家里呢？”殷还朝本来挺不高兴的，闻言连忙说：“舅舅家就是自己家，不必太拘束。”殷恒今天被江云阳绊住，没能出门，狐疑地问：“三表弟这么晚才回来，可是遇到了什么新鲜好玩的事？”的确有件特别的事。江云追走到桌边坐下，给自己盛了碗热汤喝，又吃了2筷子菜，却没有要继续说下去的意思。殷恒沉不住气追问：“什么事？”城南一位教书先生的女儿上个月突然得了怪病暴毙，妻子接受不了这件事，投河自尽。教书先生接连痛失爱女和挚爱，变得疯疯癫癫，被人送进疯人塔，竟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还弄断了自己的手。说这话时，江云追一直看着殷恒，眼神犀锐如刀。殷恒被看得心里一阵发毛，没好气地说：“郴州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干什么要打听这么晦气的事？”江云阳倒是不觉得晦气，狐疑地问：“他想不开要咬舌自尽可以理解，但没有外人帮忙，怎么可能弄断自己的手？”殷恒立刻接话：“他都疯了，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殷恒的语气冷漠，甚至有种高高在上的蔑视嘲讽。殷还朝眉心一皱，沉声喝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平日让你要与人为善，多些同理心，你都忘记了？又不是我害他们家变成这样的，我说句话都不行。”殷恒不服气的反驳。殷还朝气的骂了几句逆子，歉然的对江云阳说：“都怪我平日太忙，疏于管教，才把他纵得这般不像话，以后我一定好好管教他。”钟永博也很忙，江云追被殷氏养得恣意妄为了些，却不会做强抢民女这种事，更不会草菅人命。江云阳没接殷还朝的话，江云追继续说：“我和二哥有同样的疑虑，下午就去疯人塔走了一遭。”“你下午不是一直在酒楼吗？什么时候去的疯人塔？”殷恒脱口而出。江云阳挑眉，笑盈盈地问：“殷恒表弟派人监视阿追了？”殷恒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不知该如何辩解，一张脸憋成猪肝色。殷还朝恶狠狠地瞪了殷恒一眼，沉声说：“郴州不比汉津，城里常有人寻衅滋事，我怕阿追吃亏，这才让恒儿找人暗中保护阿追的。”殷恒连连点头，随后又说：“传言不可尽信，这些事听一听就罢了。三表弟，你怎么还跑疯人塔去了？万一受伤或者染上什么疯病，可怎么好啊？”这话不像关心，更像是诅咒。江云追点点头说：“传言的确不可信。我到疯人塔后发现那位教书先生虽然口不能言，手不能书，神志却还是清醒的，并无疯癫之象。我觉得这件事背后应该有什么隐情，便把他从疯人塔带出来，安置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有病吧？”殷恒忍不住骂出声，瞪着江云追说：“被关进疯人塔的都是由大夫确诊了疯病的，你一不是大夫，二不是官绅，凭什么擅自把人放出来？”殷恒怒不可遏。殷还朝则严肃地说：“此事非同小可，阿追的确太冲动了。阿追若是怀疑这件事有隐情，我可以派人把他接到府衙看守起来，就这么把他放在外面，万一伤到别人就不好了。”江云追并不让步，沉沉道：“人是我放出来的，我会负责。”江云追的态度强硬，殷还朝的唇角下垂，露出不悦：“阿追这是不相信我这个舅舅。”第75章，可能不是真的喜欢。舅舅不是也不相信我吗？江云追反问。殷还朝突然拍桌，指着江云追的鼻子怒骂：“齐王刚死，你就跟齐王妃纠缠不清，你这样的性子，谁敢相信你？”今天接连被人提起和萧明优的事，江云追也窝了一肚子火，蹭的一下站起来，直勾勾地盯着殷还朝说：“我跟他没有纠缠不清，他刚死了男人，我可怜他，帮了他几次忙，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殷恒本来就看不惯江云追，见有殷还朝撑腰，顿时有了底气，冲上来说：“天底下寡妇那么多，你怎么不可怜别人，偏偏可怜他？你分明就是贪图他的身子。”“我没有。”
江云追毫不犹豫地否认。殷恒讥笑出声：“你可别装清高了，你要是不想睡他，能为了他闹得满城风雨，被家里赶出来？”江云追面黑如墨，眼刀子剜着殷恒：“你自己龌龊，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龌龊。我再龌龊，我不会搞破鞋。”殷恒口不择言。江云追眉眼一沉，抡起拳头砸向殷恒。这一拳很重，殷恒嗷嗷乱叫起来，场面一时混乱起来。江云阳忙上前拉架，花荣和随风一起把江云追拉回客房。江云追怒气未消，连花荣和随风也不可幸免，瞪着两人问：“拉我做什么？你们也觉得我心存不轨？”花荣摇头，讨好的说：“齐王妃高洁美好，奴婢相信少爷不会对齐王妃有什么非分之念。”江云追的手背被抓伤了，花荣去打水帮他清理伤口。随风跟在江云追的身边久一些，胆子也大。等花荣走后，凑到江云追身边问：“少爷，你不是喜欢齐王妃吗？在云山寺的时候，好几次同处一室，当真是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没有。”江云追答得毫不犹豫，这里没有外人，他没有必要撒谎。随风迟疑了下说：“假如没有世俗的约束，或者萧小姐并未嫁给齐王，尚且待字闺中，少爷对萧小姐也不会有那方面的想法。”“没有。”江云追依然没有任何犹豫。随风有些吃惊，犹豫半晌，还是鼓足勇气说：“如果少爷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小的觉得少爷可能不喜欢齐王妃，只是因为过去的交情才对齐王妃特别照顾。”江云追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萧明幽的心意，随风的话把他过去那么多年的感情都否定了。他冷着脸反问：“喜欢一个人就非得想睡他？自打开了荤，他就一直挺想睡花荣的，难道他这么快就移情别恋，喜欢花荣了？”江云追不太能接受这件事。随风也想到了花荣，花荣的身份不比萧明幽好多少，随风可不敢鼓动江云追喜欢花荣，连忙改口说：“小的哪懂感情的事啊，小的失言，还请少爷恕罪。”随风说着自己长了两下嘴，花荣也在这个时候打水回来。江云追让随风退下，花荣放下水盆，拧了帕子帮江云追清理手背上的伤。想到江云追下午去了疯人塔，花荣谨慎地问：“少爷这伤是被表少爷抓的，还是在疯人塔被抓的？疯人塔的人多是有病的，若是被里面的人抓伤，还是要找大夫看看，万一染上什么怪病就不好了。”随风的话一直在江云追耳边回响，他心不在焉，根本没听花荣说话，一直盯着花荣，目光灼热滚烫。花荣很快被盯得不自在起来，忍不住问：“奴婢脸上有东西吗？少爷怎么一直盯着奴婢看？”“没有。”江云追眼皮微垂，掩住眸底的情绪，等花荣帮他擦好药膏，抓住花荣的手，挖了药膏抹在他被掐伤的地方。江云追的动作很温柔，花荣心念微动，低声道：“谢少爷。”江云追抬眸看向花荣的眼神幽深如渊，以后你我之间不必言谢。花荣心头一颤，没敢应声。这厢江云阳一走，殷还朝扬手就给了殷恒一巴掌：“看看你干的好事，我早就说了让你多看书，不要沉迷女色，府里的女人还不够多吗？这下被盯上你满意了？”殷恒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因为有殷还朝帮忙擦屁股，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满不在意地说：“府里那些女人大字不识几个，哪有她知书达理？我是真的喜欢她，想娶她回家做正妻的，谁知道她这么不识抬举，身子都被我得了，还非要去死！你还敢还嘴！”殷还朝扬手又要打殷恒，殷恒躲到一边，恨恨地说：“江云追都被扫地出门了，还能翻起什么浪来？”殷还朝的脸色很难看，恨铁不成钢，他是翻不出什么浪，但老二也是在军中任了职的，他们一家都是为了正义六亲不认的主，一旦找到证据，别说我保不住你，就是我头顶的乌纱帽都保不住。殷还朝把后果说得很严重，殷恒终于有些怕了。他想了想说：“郴州就这么大，只要找到那个老东西杀掉，他们就找不到人证了。你知道人在哪儿？”殷还朝瞪着殷恒，殷恒露出一抹邪笑：“老东西又哑又残，需要有人照看，多派点人出去打探一下就知道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殷恒主动来找江云追道歉，说他昨天太激动了，不该跟江云追动手。他被江云追打青了半边脸，稍不小心就会牵动脸上的伤，龇牙咧嘴的倒抽凉气，看上去有些滑稽。江云追没理他，带着花荣出门。殷恒亦步亦趋的跟上。之前是我不好，为了显示我的诚意，这几日就让我带三表弟好好玩玩吧。殷恒打着陪玩的名义，实则想亲自监视江云追。他非要送上门来，江云追也不客气，让殷恒带路去首饰铺。进了铺子，花荣拿起一个沉甸甸的大金镯子就套到手上。这镯子款式比较简单，胜在是实心的，分量很重，挺值钱的。花荣看着镯子笑弯了眉，一副财迷心窍的样子，那截白嫩嫩的手腕却还是叫殷恒看的心痒。他忍不住说：“旁边那只翡翠镯子也挺好看的，可以都试试。”江云追看出殷恒的意图，扣住花荣的手腕藏进自己袖中，一口气指了10几样首饰让伙计包起来，而后对殷恒说：“买好了，结账吧。”第76章奸生子。从首饰铺出来，江云追又提出要去成衣铺看看。
那堆首饰花了殷恒好几十两银子，殷恒虽然不觉得心疼，却不想继续做冤大头，故意问三表弟给自己的女人买礼物还要别人掏钱，该不会现在身无分文吧？江云追现在确实没什么钱，但他并没有因为被殷恒戳中而恼羞成怒，悠悠的反问：这才不过几十两银子，表哥这是花不起了。到郴州这么久，江云追还是第一次叫殷恒表哥。被反将一军，殷恒哪里肯服气，大声说：我这是关心三表弟，几十两银子对我来说当然不算什么。看来表哥还很有钱，只是舅舅一个月的俸禄不过几十两，这么多年在郴州也没什么建树，没有得赏赐，如何来的这么多钱？莫非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殷恒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江云追的陷阱里。他要是说自己没钱，那就矮了江云追一头；他要是继续说有钱，不知道江云追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殷恒张不开嘴，一张脸憋成猪肝色。江云追带着花荣来到一家成衣铺，正要提步进屋，殷恒伸手阻拦：这家铺子不好，去别的铺子买。昨晚下了雨，今天天气挺凉爽的，这会儿成衣铺里有好几个人，瞧着生意还挺不错的。江云追挑眉：别人都去得怎么，偏偏我们去不得？城里那么多铺子，你怎么非要挑这家？殷恒不肯让开，见江云追态度坚决，压低声音说：这个铺子的东家是个趋炎附势、不择手段的奸生子，还是天煞孤星的命，你要是不嫌晦气就进。殷恒刚说完，一道低沉的声音便响起：殷大人向来爱民如子，殷大少爷怎么在草民的店门口搅和草民的买卖？莫敬周穿着一身灰白粗布长衫，站在4-5步开外的地方，虽然亲耳听到殷恒说自己的坏话，眉眼也是温润的。昨晚酒楼光线不明朗，花荣心里又藏着事，便没怎么注意莫敬周的相貌。这会儿站在明媚的日光下，花荣才发现这是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他生得剑眉星目，鼻梁高挺，看人的眼神很温和，只是左眉眉骨处有一条狰狞的伤疤，破坏了俊朗的容貌，染上2分冷厉之气。昭陵重农轻商，商贾不得为官，更不能穿绫罗绸缎，那一身灰白的衣衫更将莫敬周的气质掩盖，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长相。殷恒背后说人被当众戳穿也不尴尬，理直气壮地说：什么叫搅和你的买卖？我方才说的话有哪一句是瞎编的吗？你爹都死了3年，你娘才生的你难道不是他和野男人通奸生下来的？殷恒越说声音越大，原本在铺子里买衣服的人听到这话，全都放下东西离开。莫敬周的神情仍是平和的，好像早就习惯应对这样的场景，温声说：殷大少爷说的确实都是事实，但昭陵并没有律法规定像草民这等出身的人不能开铺子做买卖，我又没有拦着你做买卖。殷恒笑起，讥讽道：我只是不想让我这初来乍到的表弟不知内情沾了晦气，你有意见？莫敬周低下脑袋，恭敬道：草民不敢。莫敬周放低姿态，殷恒的气焰越发嚣张，正要说出更难听的话，江云追抢先说：我想看看你们铺子里都有些什么款式的衣服。你脑子没事吧？他都承认自己是奸生子了，你还要买他家的衣服？殷恒拽了江云追一下，好像他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江云追凉凉地扫了他一眼，说：我是来买衣服的，又不是买他回去做小厮，他以前是跟我有什么干系？江云追说完，带着花荣走进成衣铺。殷恒下意识地想跟上，却被莫敬周挡住。在江云追和花荣看不见的地方，莫敬周眼皮微掀，断眉处的伤疤透出叫人毛骨悚然的邪性。殷恒脸色微变，骂骂咧咧地折返回马车上。你们爱去就去，我才不凑这个热闹。进入成衣铺，莫敬周的眉眼又变得温和，见江云追看的都是女子衣衫，温声说：这位姑娘皮肤白，模样也出挑，若是不想打扮太美艳，可以试试这2套。莫敬周用撑杆指了一套水蓝色绣水草和一套驼色绣荆棘花的衣裙给他们看。这2套衣裙颜色都比较淡雅，上面绣的图案也不复杂，只起点缀效果，很符合花荣的审美和身份。花荣多看了那套驼色衣裙2眼，莫敬周便知他喜欢那套多一些，取下那套衣裙让花荣去内堂试。花荣走后，莫敬周对江云追说：方才多谢公子出言解围。江云追对莫敬周的初印象不算好，但有殷恒做对比，莫敬周也没那么让人讨厌。江云追没接话，细致地把成衣铺打量了一遍，才问：这铺子地段好，应该挺赚钱的，你又开着布庄，怎么还亲自在店里坐镇？布庄上个月刚产了一批新布，我正好送不到铺子里来，顺便核算一下上个月的账目，没想到会这妖巧碰上2位。伙计还在整理新送来的布匹，可见莫敬周说的是实话。殷恒刚刚那样一闹，这会儿铺子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江云追扫了眼门外，朝莫敬周走近了些，低声问：你和殷恒有过节？虽是疑问句，江云追的语气却很笃定。莫敬周笑了笑说：算不上过节，只是殷大少爷容不下草民这等出身卑贱的人，差点失手打死草民罢了。莫敬周一笑，眉骨处的伤疤就更明显了。江云追立刻追问：你可知道城南有一位叫李泰安的教书先生？莫敬周眸光微闪，不答反问：公子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人了？这便是认识了。
比起其他人闻之色变的反应，莫敬舟要从容冷静许多。江云追没有和他绕弯子，直接说他的妻女死得冤枉，自己更是遭受了迫害，我要找出真相，为他平冤。公子不是殷大少爷的表弟吗？为何还要管这件事？江云追抓住关键，狐疑地看着莫敬舟，你知道凶手是殷衡？话音刚落，花荣换好衣服走出来。第77章，郴州是个人吃人的地方。驼色温柔，衬得花荣的皮肤愈发白嫩，像是初夏含苞欲放的荷花，白里透着粉。换衣服的时候，花荣不小心碰掉一缕头发，顿时多了一分妩媚的风情。花荣下意识地去看江云追，却听到莫敬舟夸赞很漂亮。莫敬舟的神情和语气都很正经，并不让人觉得冒犯。他是这家成衣铺的东家，为了卖衣服出去，自然要夸客人好看。但花荣之前很少接触别的男子，更没有被如此直白的夸赞过，脸不由得有些发烫。又听到莫敬舟说，不过衣服稍微小了些，需要改动一下。江云追听到莫敬舟夸花荣有些不爽，听到这话立刻抬杠，哪里小了，我看着觉得很合适呀。这位姑娘看着瘦，实则莫敬舟明显是懂裁剪衣服的，一本正经的要解释衣服哪里不合适。花荣红着脸打断，莫公子学过裁缝。这身衣服对花荣来说其实挺合身的，只是胸口的地方紧了不少。花荣只穿了这么一会儿，就觉得胸口有些闷。莫敬舟要是当着江云追的面说出来，只怕要招来一顿打。江云追听到花荣的话，看莫敬舟的眼神有些不可思议。好在花荣把并未在意莫敬舟的话，期盼地看向江云追。昭陵向来是男尊女卑，书上说君子远庖厨，除了专门的厨子，会做饭的男子很少，对针线活更是一窍不通。莫敬舟方才只随意看了两眼，就知道花荣身上的衣服不合身，不仅要会裁剪，经验还要很老道才行。莫敬舟并不避讳，温笑着说，我幼时身体不好，娘又死得早，为了养活自己，只能做些不太需要力气的活，若非如此，也开不起现在的铺子和布庄。莫敬舟说的云淡风轻，丝毫不提自己曾受了多少白眼和讥讽。同样令人不齿的出身，让花荣对莫敬舟生出敬佩，歉然道，抱歉，我不是故意要提起莫公子的伤心事的，这套衣裙我很喜欢，我也会些针线活，可以自己拿回去改。莫敬舟立刻说，汉津和郴州的绣法多有不同，能不能劳烦姑娘绣几方帕子给我，我想研究一下。绣娘和绣娘之间都会有独特的技巧，不告诉别人，各地的绣法更是大不相同。莫敬舟这个要求合情合理。花荣正要应下，被忽略在一边的江云追冷冷地插进话来，不行，他的手受伤了，不能干活。是我唐突姑娘了。莫敬舟很是愧疚，随后又说，不过这件事不着急，等姑娘伤好以后，能不能？可以。不顾江云追黑沉的脸色，花荣爽快地答应下来。莫敬舟松了口气，随后从柜台拿了一些碎银给花荣，我不能让姑娘白白受累，这身衣服就送姑娘了，这些是定金，只是几方帕子，值不了这么多银子。花荣虽然担心养不起江云追，却也不想欠别人的，态度坚定地拒绝。莫敬舟却坚持要给，正僵持着，江云追又开口，你若真想道谢，不如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成衣铺不是谈话的好地方，莫敬舟带他们去了附近茶楼。莫敬舟也在那位叫李泰安的教书先生手下念过书，后来虽然迫于生计早早退学，却感念师恩，一直没有断绝往来。李泰安原本有一子一女，儿子10岁时不慎落水溺亡，只剩下独女李明珠。李明珠生得漂亮，又知书达理，听说还是汉津永安侯府的远亲，登门求娶的人很多。但李泰安没了儿子后，对李明珠很是宠爱，舍不得女儿嫁人，婚事迟迟未定，没想到会被殷衡盯上。殷衡在郴州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李明珠不想和他有过多牵连，多次当众拒绝殷衡的献殷勤。殷衡的耐心耗尽，就派人把李明珠掳走，玷污了他。李明珠羞愤之下悬梁自尽。李泰安夫妇为了给女儿申冤，告到衙门，殷海潮为了袒护儿子，重罚了2人。李泰安的妻子回去后便投了河。殷衡担心东窗事发，给李泰安扣上疯癫的罪名，把人关进疯人塔，还拔了李泰安的舌头，挑断了他的手筋。莫敬舟的条理清晰，很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最后他看着江云追说，汉津在天子脚下，律法严明，是真正的繁荣太平，但郴州是个人吃人的地方。莫敬舟的语气始终平和冷静，没有任何夸大恐吓的意思。花荣却听得后背发寒。他在府里这些年虽然总是受欺负，但因是治家严明，又有忠勇博镇着，府里的人只敢在私底下搞些小动作，不敢轻易闹出人命。可在郴州，人命好像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江云追没有被吓到，狐疑地看着莫敬舟，你怎么知道我是从汉津来的？公子一身气度贵雅，唯有汉津的富贵才能滋养出来。而且殷大少爷平日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自己的姑姑是当今的钟永伯夫人，能让他吃瘪的自然也只有钟永伯府的公子了。莫敬舟能凭一己之力走到今天，自然不会是蠢笨之人。江云追喝了口茶，把莫敬舟刚刚说的话都消化完。刚刚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可有证据？从这几天对殷衡的接触了解，江云追相信莫敬舟没有撒谎，
但要定殷衡的罪，需要板上钉钉的铁证。没有。莫敬舟摇头，随后又道：如果有，我早就去汉京找钟永博了。我一直觉得钟永博是这个世上最铁面无私的人。如果他知道有人背靠钟永博府为非作歹，肯定会把这些人绳之以法。莫敬舟看上去好像很崇拜钟永博，江云追却莫名觉得有些刺耳。他噌的一下站起身说：我爹忙着军中事务，连家里都没精力管，自然不知道这些事。不过我既然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必然会一查到底。丢下这句话，江云追带着花荣离开。上马车后，江云追问花荣：我说过他的心机很深，让你离他远点，你为何要答应绣帕子给他？花荣知道江云追会不高兴，屈膝跪下，坦诚地说：奴婢出身卑贱，见识也浅薄，莫公子做到了奴婢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到的事，奴婢帮他其实是在同情自己。第78章出事了。所以你现在是在为了别的男人跟我顶嘴？已近午时，烈日终究还是穿透厚厚的云层，炙烤着整个大地。花荣仍穿着之前在成衣铺的那身新衣裳，感觉胸口越发的闷，额头冒出汗来。他的脑袋垂得更低，软白纤细的脖颈弯成好看的弧度，谦卑又恭顺。奴婢不敢，请少爷恕罪。江云追眸色微暗，盯着那截脖颈看了许久，才又开口：你也想开铺子？他愿意看书练字学看账簿，比寻常婢女有上进心，也更有野心。江云追问的认真，花荣如果回答说想，他也许真的会考虑给他开间铺子。但花荣羡慕的是莫敬舟靠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走到今天，而不是靠出卖自己的身子换取利益。那样的话，就算他有了一间铺子，也依然只是江云追尚未玩腻的玩物。花荣想否认，刚动了下唇，便听到江云追说：想好了再回答，我不喜欢听假话。江云追的眼神犀利，语气很明显，带着威胁。花荣到嘴边的话只得咽下，打着腹稿小心回答：奴婢认识的字不多，连账簿都不会看，又不像莫公子是男子可以随意走动，纵然敬佩莫公子，却不敢痴心妄想。只是不敢，不是不想。马车帘子被风吹得轻轻晃动，花荣低垂着头，明灭的光影打在他的侧脸，脸颊粉粉的，下巴很瘦。江云追突然想起，他来自己身边这么久，除了求他庇护，并未向他要过别的什么东西。他没有遵守承诺庇护他，拿些值钱的物件给他，他就感恩戴德的收下，好打发的很。心念微动，江云追说：等回到汉京，我陪你去挑铺面。花荣只当是江云追要开间铺子交给自己打理，忍不住说：大小姐已经开了家成衣铺了，少爷再开一家不大好吧？虽说江云追不是想跟江云兰抢生意，让别人知道也还是不好。花荣刚说完，马车不知道压到什么东西，剧烈的晃动了下，身子不稳，花荣整个人都不受控制的向前栽去。马车是单程的，不比江云追在汉京出行用的车宽敞。花荣本是跪在江云追面前的，这一扑，脑袋撞到江云追腰腹，身子也扑进江云追两腿之间，原本冷肃的气氛瞬间变得旖旎。花荣脸上发热，想要拉开距离，却因为太过慌乱，手按在了不该按的地方。少爷，奴婢不是故意的，奴婢是想……花荣急急的解释，话没说完就被江云追扣住手腕，不许他离开。江云追的神情变得晦暗，眸底隐隐有欲念翻涌。花荣心跳快了些，然后听到江云追说：你是东家，想卖什么都随你便。江云追的声音微哑，透出危险。郴州虽然不及汉京繁华，但大街上还是有不少人。花荣怕江云追会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继续这个话题。可是奴婢入了奴籍，卖身10千的还是死气，是不能开铺子做生意的。我会为你脱籍赎身，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之前从江云飞口中听过脱籍赎身的事，再次听到，花荣要镇定很多。天上没有白白掉馅饼的好事，江云追愿意为他脱籍，必然也要他付出让他满意的代价。花荣现在手上还没有什么筹码，不能跟江云追讨价还价，正想先附和着，等以后找到合适的时机再提这些，江云追却转移话题问：今天擦药了吗？休养了2日，花荣唇上的伤都已结痂，伤处颜色比本来的唇色要深很多，瞧着仍有些狰狞，却趁得没受伤的地方越发的粉嫩香软。江云追一错不错的看着，眸子幽深如渊，耳边又想起随风之前说过的话。他和萧明幽单独相处，甚至有肢体接触的时候，他也不会对萧明幽有什么非分之念，但和花荣相处的时候不一样。他知道他咬着唇落泪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也知道他被逼到极致会控制不住浑身颤抖。他一看他就忍不住想要欺负他，把他弄哭。花荣被江云追看的耳根都烫起来，低头说：今天出门有些急，奴婢忘了，等回去。话说到一半，江云追就捏着花荣的下巴吻了下来。两人已经有些时日没有深入的亲密了，两唇相接，一股陌生的酥麻叫花荣软了身子。许是顾忌着他唇上的伤，江云追吻得很克制，给他一种被珍视呵护的错觉。花荣蹙眉，垂在身侧的手悄悄握成拳，指甲掐着掌心，
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少爷只是在远离心上人的时候才会施舍一点好给他，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能沉醉其中。下车的时候，花荣的腿还是软的，踉跄一下险些摔倒，被江云追环住腰肢，捞进怀里。小心点儿！低沉嘶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呼吸尽数扑在耳廓，颈间的皮肤似乎又被霸道滚烫的气息包裹。花荣缩了缩脖子，低声道：“谢少爷。”花荣的脸和脖子都爬满绯色，挡不住的娇羞。江云追握住花荣的手，正想快些回房，江云阳却快步走了出来。两人之间的气氛很是暧昧，江云阳顺口打趣了句：“脸红成这样，还换了身衣服，阿追你干坏事了呀？”花荣的脸顿时红得能滴出血来。江云追正要辩解，江云阳又换上严肃的语气说：“随风出事了，现在在府衙。”一行人赶到衙门，看到的是被打成血人的随风，他早就没了意识，躺在地上如同死物。他犯了什么错？谁允许你们对他用刑的？江云追想上前看看随风的伤，被几个衙役拦下，其中一个恭敬地说：“表少爷，人不是我们打的，送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江云追揪住那人的衣领，愤怒地问：“打人的在哪儿？我要见他！”随风在执行院伺候了江云追10多年，几乎和江云追形影不离，现在他被打成这样，江云追杀人的心都有了。这时殷海潮穿着官服走进来，严厉地呵斥：“这里是公堂，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还不快松手！”第79章当堂查验。我的人无缘无故被人打得半死，我要让他偿命！江云追怒吼，气得双目猩红。殷海潮冷眼看着江云追，肃然道：“我再说一遍，这里是公堂，你可知扰乱公堂是何罪？”江云追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这些。江云阳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了，收收你的狗脾气。舅舅身为益州州府，难道还能不给你做主？”江云阳给殷海潮戴高帽子，殷海潮却并不领情，公事公办地说：“在家里我是你们的舅舅，但在公堂上我是整个郴州百姓的父母官，只断是非，不谈血缘。”这话说得挺正义凛然的。江云追捏的指骨咯咯作响，到底还是克制住了，没有继续大闹，放开那个衙役。江云阳挑眉看了殷海潮一眼，按照规矩称呼，殷大人说的是公堂之上，只断是非。殷海潮坐到审判桌前，打人者这才应召步入公堂。这人叫贺俊，是郴州的盐商，之前还来吃过江云追的接风宴。昭陵的盐一直是官府控制的，所以盐商都是皇商，比一般的商人地位高很多，可以这绫罗绸缎，子嗣也可通过读书入仕。贺俊并不知晓随风的身份，只是抓到随风和自己的外室通奸，一气之下命家丁把随风打了个半死。到了公堂之上，贺俊仍咽不下这口气，恼恨地说：“我给那个贱人花了那么多钱，还对他那么好，他竟然背叛我，我一定要把这对狗男女沉塘！”不可能，他来郴州还不到10日，根本不认识你的外室。江云追大声反驳，贺俊毫不畏惧，冷笑道：“他们都滚到一张床上去了，不止我，好多人都看到了，难道还能有假？”贺俊有很多人证，但随风被打的已经说不了话了，这分明是个圈套。江云追气得想揍人，被江云阳按住肩膀。花荣鼓足勇气开口：“眼见不一定为实，这件事颇有蹊跷，州府大人能否请大夫来查验一下，看案犯是否中了催情之物？”“你是谁？”贺俊凶狠地看向花荣。公堂之上，岂有妇人插嘴的道理？江云追把花荣护到身后，眼神凌厉地瞪回去，连话都不让人说。难道你心里有鬼？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殷海潮拿起金堂木重重拍下：“肃静！衙门有仵作，叫来一查便知。”仵作很快到来，细细查验了之后，却并未发现随风有被人下药的迹象。贺俊的气焰顿时嚣张起来，看着江云追说：“江三少爷在汉京搞破鞋，手下的人一到郴州就通奸，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这话不带脏字，却把江云追骂了个狗血淋头。江云追如何能忍，当即就要暴揍贺俊一顿。花荣扑上去抱住他，拔高声音说：“这事既然是2个人做的，便不能只验一人，还请州府大人让仵作也验验贺老板的那位小妾。”听到这话，贺俊眼底闪过一丝惊慌，江云阳敏锐地捕捉到，适时开口：“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觉得应该要验一验才行。还有不少百姓在堂前围观，殷海潮不能偏袒，让人去传那位小妾上堂来。”花荣又道：“女子的唇脂、身上的香囊还有指甲里都有可能藏药，烦劳查验的细致些。”花荣跟着三娘在风月场所长大，虽然没有学那些狐媚手段，但耳濡目染，比寻常人要知道的多一些。话音一落，围观的人看花荣的眼神就多了探究。贺俊更是不怀好意地问：“你不是钟永伯府的婢子吗？怎么会知道这些烟杂手段？”江云追扣着花荣的腰，把人护在胸膛，冷声笑道：“你自己蠢还不允许别人聪明了？”江云阳也跟着说：“我就知道阿追这婢子心思周密，比朝廷的酒囊饭袋可强多了。”江云阳这话把殷海潮也骂了进去。官府断案并不是让双方当事人在公堂上吵架斗殴的，
而是要拿出证据，凭个让人心服口服的功力。殷海潮黑了脸。这时女子被带到堂上，哀哀切切的哭声响起：“老爷，妾身真的冤枉，是那登徒子非要强迫妾身的，妾身力气小，挣脱不过，这才叫他得逞，妾身是无辜的。”殷氏捉奸在床，女子的衣衫并不齐整，脸也肿着，有明显的巴掌印，一副被强行凌虐的样子。见她满脸泪痕，众人忍不住心生怜惜。殷海潮又拍了下惊堂木：“这是公堂，不得喧哗。”女子吓得噤声。仵作蹲下细细的查验，正要抓起女子的手查看她的指甲，女子突然尖声质问：“你要对我做什么？”女子方才哭得我见犹怜，这会儿一开口却是十分的凶悍。江云追立刻道：“你既然说自己冤枉，便该让仵作好好查验一番，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此大惊小怪的做什么？难道你刚刚说了假话？”江云追护着花容，周身气势锋锐凛然。女子有些被吓到，磕磕巴巴地说：“妾身刚刚说的字自然都是真话，那登徒子已经被抓，为何还要验妾身的身子？”女子说着落下泪来，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江云追并不觉得她可怜，催促仵作：“还不快接着查！”仵作再度探向女子的手，女子仍是不肯，慌乱地扑到贺峻脚下哭求：“老爷，妾身是无辜的，求老爷饶了妾身吧！”“脏死了，滚开！”贺峻踹开女子，他那一脚极重，正好踹在女子的心窝，竟是直接踹得女子吐血，晕死过去。江云追忍无可忍，冲过去揪住贺峻的衣领质问：“公堂之上，对证人行凶，你活腻了？”江云追眉眼间全是黑沉沉的戾气，贺峻像是被吓到，没了方才的嚣张，弱弱地说：“不管怎么样，这个贱人都被人睡了，草民方才气昏了头，没想那么多，绝不是故意要杀人灭口。”殷海潮在此刻开口：“这两人多次扰乱公堂，来人，把他们赶到堂外听审。”衙役上前把江云追和贺峻拉到公堂外面。仵作继续查验，他随意看了看女子的右手，正想放下，花容狐疑的开口：“咦，她右手食指的指甲怎么断了？”第80章，根深蒂固。那女子的指甲里确实藏了药，但她被贺峻一脚踹晕，没办法审问，只能证明随风是被陷害。殷海潮承诺会彻查这件事，允许江云追先带随风去医馆治伤。随风伤得很重，肋骨几乎全断了，牙齿也被撬掉，药童不断地端着血水出去倒。花容在旁边看着，心头沉得厉害。这件事明显是殷恒的报复，这次是随风，下次很有可能是他。今天他在公堂上还出了风头，一旦落到殷恒手里，不仅会死，还会死得很难看。正想着，江云阳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他把药藏在指甲缝里了？”江云阳对花容的印象是胆小怯懦的，今天花容在公堂上的表现让他觉得很意外。花容把自己的出身说出来，最后道：“请二少爷放心，奴婢绝对不会把这些烟杂手段用到三少爷身上的。”江云阳并没有因为花容的出身对他有偏见，半开玩笑地说：“娘可真是偏心啊，我和大哥还名草无主呢，这么聪明伶俐的丫鬟，他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要。”从府衙出来，江云追的脸一直沉着，听到这话，立刻把花容拉到身后，不客气地说：“人已经是我的了，想要也憋着，别打什么歪主意。”江云阳摇头轻叹，趁江云追不备，给了他一记暴力：“我才说了一句，就这么护上了，你还真是生怕别人拿捏不到你的软肋。”江云阳下手挺重的，花容听着都觉得疼，江云追却没有反驳，明显是把江云阳的话听了进去。过了会儿，他问：“二哥看出来了？”“这还需要看？我用脚趾头都想得到。”江云阳看江云追的眼神像看傻子。江云追这才想起从出事开始，自家二哥一直都很淡定，没有丝毫惊讶诧异。他忍不住问：“二哥既然早就猜到了，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如果江云阳能早点提醒，随风也不会。看出江云追在想什么，江云阳悠悠道：“大哥去寺里没提醒你吗？你不还是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这人啊，总归是要自己摔几次跟头才能记住痛的。”丈夫和2个儿子都在军中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殷氏只希望江云追在父兄的庇护下无忧无虑的生活，却不想把江云追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人心险恶。出了萧明幽这件事后，殷氏才痛下决心，把江云追送到千里之外的郴州，好好历练一番。在来郴州的路上，江云追已经明白殷氏的用意，今天吃了教训，再听到江云阳的话，江云追受到的冲击很大。江云追想起莫敬州之前说过的话，艰难地问：“他们是想让我和大哥一样大义灭亲，踩着舅舅一家回京吗？”殷恒强抢民女，害得人家家破人亡，殷海潮环护着他，这样的罪行一旦公之于众，江云追身上的污点必然会洗清不少。他和萧明幽是清白的，如此回京也算是名正言顺。只是爹娘是什么时候知道舅舅在郴州的所作所为的？爹眼里不是向来都容不得沙子吗？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到御前？诸如此类的疑问一个接一个的涌现出来，江云追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害怕。他和钟永博的父子关系虽然算不上亲密，
心底却是十分崇敬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早就知道舅舅的所作所为却不闻不问，又或是父亲在背地里一直和舅舅有来往，两人沆瀣一气。江云追不敢继续想下去，又得了自家二哥一记暴力。你瞎想什么呢？爹要是知道这些事，早就带人杀过来了。郴州和汉津相隔千里，没有亲自到这儿来，谁知道这里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事？钟永博年轻时只是个走南闯北的镖师，殷家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殷氏孤注一掷，和钟永博成婚后，便和家里没什么往来了。江云追也只在3年前才见过殷海潮这个舅舅。江云阳的话让江云追安定了些，他想了想问：那要怎么做才能把他们绳之以法？哟，江云阳挑眉，一脸戏谑：阿追是在向我这个二哥请教吗？江云追被娇惯着长大，心高气傲，又极好面子，江云阳总爱逗他玩，他很少在江云阳面前服软。江云追白了江云阳一眼，皱眉道：你严肃点儿，我再跟你说正事。江云阳仍是含着笑的，神情却比方才多了2分薄凉。他看了眼还在进进出出的药童，沉声说：你若真愿意听二哥的，二哥劝你跟舅舅服个软，别插手这件事了。为什么？江云追不能接受，那被德家破人亡的一家3口的确和他没什么关系，但殷恒之前当众给他难堪，还想强占花荣，如今更是把随风打得半死。他要是向殷环朝服了软，以后在殷恒面前还抬得起头吗？况且江家家训一直都是忠勇仁义，见不平之事当拔剑相助才是。江云阳知道他在想什么，压低声音说：这件事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昭陵下属州县有几十个，每座州城不仅有州府，还有校尉营的兵马，朝廷每年还有官员下来征粮征税。咱爹不知道舅舅在郴州作威作福，他们难道也不知道？你的意思是这些人都和他串通一气了？我说我是这个意思了吗？江云阳啧了一声，把江云追拉得更近。这些人不一定是串通好了的，但想堵住他们的嘴有的是办法。舅舅在郴州做了20年州府，早就是郴州城里根深蒂固的大树，说不定在汉京都还有靠山。你一个被逐出家门的毛头小子，凭什么扳倒他？我不行，二哥也不行吗？江云追试图用激将法，江云阳却不上当，坦然的点头说：二哥在军中才爬到督军的位置，手里也就管着1000把个人，跟咱们舅舅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爹呢？咱爹有军功傍身，又是个急性子，必然会一刀砍了舅舅的脑袋，但咱们全家都得被流放。那些看不惯爹和大哥的奸臣，随便想点法子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们弄死。江云阳把后果看得很明白。江云追你没问，所以你就让我在他们面前装孙子。第81章又不是娶来镇宅的，这怎么能叫装孙子呢？这叫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等你搜集到确凿的罪证，把这棵大树拔掉，你就是郴州百姓的神。江云阳描述的未来非常美好，连安静站在一旁的花荣也不放过，冲他挤眉弄眼道：你好好跟在阿追身边，到时你就是集美貌和善良于一身的神女。花荣俯身道：二少爷说笑了，奴婢就是个普通人，万万担不起神女这样的称呼。花荣没有扬名立万的志向，但听江云阳说完，心情没有之前那样凝重了。殷恒的目的是掩盖真相，他若不想和钟永伯府结仇，不会做得太过分。江云追则在认真思考江云阳说的可能性，想了想说：随风伤成这样，我手里没人，怎么搜集罪证？江云追想问江云阳要人。此次与江云阳随行的都是钟永伯府的护卫，有这些人在，做事要轻松很多，而且花荣也需要保护。江云阳又横了江云追一眼，这演戏就要演全套，你得融入这里，才能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样，明白吗？殷恒现在已经无法无天，搜集罪证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这期间他说不定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二哥不能为了磨练我的性子，就这样放任不管。江云追还是想尽快把殷海潮和殷恒绳之以法，却听到江云阳说：阿追，你已经打草惊蛇了，就算经理现在派钦差大臣来，老狐狸也能应付过去。这件事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你得为你的所作所为负责。江云阳的语气并非责备，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江云追下颚紧绷，说不出话来。花荣觉得有些残忍，忍不住替他辩护：二少爷，少爷也是出于好心，有时候好心也会办坏事。江云阳不客气地反驳，而后看着花荣说：若不是大哥求情，你和随风早就死在牢里了，你还敢这么纵容他，当真是一点都不长记性。花荣诧异，江云追和萧明幽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他和随风作为江云追的近侍难辞其咎。之前他还奇怪殷氏为什么没有降下责罚，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江云飞。心脏微颤，花荣跪下坚定地说：二少爷放心，奴婢会记住大少爷的大恩，竭尽所能侍奉三少爷。江云追也没有想到江云飞会做这样的事，梗着脖子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是我做的，本就与他们无关。若非齐王妃上市完毕，你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不止他们俩，府里所有人都要跟着你遭殃，你拿什么来承担？江云阳的语气变得严厉，
眼神冷锐，一身冷寒的威压，竟不比江云飞差多少。江云追哑口无言。3日后，贺俊那名外室在州府大牢畏罪自杀。他死前留下认罪书，说自己半年前就怀了贺俊的子嗣，想要一个名分，贺俊却不肯纳他做妾，还哄他喝下堕胎药。他怀恨在心，便随便找了个人给贺俊戴绿帽子，并未受任何人指使。认罪书上按了手印，嫌犯已死，案子就这么了结。结案后，江云阳也要启程返回汉京，因还朝在府里设了送行宴，顺便向江云追赔罪。我之前在公堂上有些太不近情面了，还请阿追莫要因此与舅舅产生隔阂。舅舅作为一方父母官，在真相大白之前不能偏私。殷还朝说着叹了口气，好像自己真的是一心为民的好官。江云追没有像之前那样大闹，笑了笑说：“舅舅言重了，之前都是侄儿太冲动莽撞，应该侄儿向舅舅道歉才是。”江云追服了软，殷还招笑起来，就生3人把酒言欢，直至深夜才散。第二天一大早，江云阳便启程回了汉京。他走后没多久，贺俊便来殷府向江云追赔罪，说愿意把随风街道府上的人好生照料，还想邀请江云追和花荣一起到贺家去住。贺俊的态度极为诚恳，江云追也没客气，带着花荣就去了贺家。为了显示自己道歉的诚意，贺俊的晚宴准备得十分丰盛，还找了乐师和歌姬舞姬表演节目。已是仲夏，歌姬和舞姬都只穿了清透的纱裙，曼妙的身姿随着旋律摇晃，诱人极了。晚宴进行到一半，一位舞姬便倒进贺俊怀里，捧着贺俊的脸和他亲吻起来。周围的下人和乐师全都视若无睹，好像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早就习以为常。江云追眉心拧起，这时一名大胆的舞姬捧着酒杯来到江云追面前：“公子，你怎么不喝啊？”这名舞姬看着不过16、17岁，胸口却被襦裙勒得变了形，隐约露出些许沟壑。她脚踝上挂着铃铛，一双脚纤细粉白，铃铛一响，便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那双精巧的足上，勾得人心神荡漾。妖精似的。江云追神情寡淡，并未看他傲人的身材，只接了那杯酒。那舞姬却并未松手，另一只手顺势攀上江云追的胳膊，身子无力地倒进他怀里，假模假样地惊呼一声：“呀，公子！”女子柔软的胸口撞进胸膛，江云追到底是正常男子，心底不免起了火。但女子身上的脂粉气太重，行为又太放浪，江云追对她没有丝毫的邪念，满脑子想的都是花荣。那舞姬并不在意江云追在想着谁，指尖灵活地探进江云追的衣领，下一刻，那舞姬的手腕被花荣抓住。“姑娘，请自重。”花荣温声提醒。那舞姬眉头一皱，娇嗔地说：“这位公子都还没说什么呢，你拦我做什么？”那舞姬说着，冲江云追告状：“公子，他弄疼我了。”花荣没什么怜惜的把舞姬推开，板着脸说：“我家公子身份尊贵，不是什么人都能近身的。”贺俊注意到这边的动静，试探着问：“江三少爷这位婢女好凶啊，平日一定很得宠吧？”这话很明显是想探知花荣在江云追心里的地位。江云追喝了口酒，漫不经心地说：“又不是娶来镇宅的，宠一宠也没什么。”第82章，我被占便宜你怎么不说话？虽说不是娶回家的，但也不能宠得过了头，不然野心味大了，就会落得像我这样的下场。贺俊暗示江云追不要把花荣宠得太过，还舔着脸拿自己举例。江云追含着笑没应声。那舞姬见状又缠上江云追，软软地说：“公子，奴家叫玉婉，今年才16，身子还是干净的，今晚就让奴家伺候公子吧。”玉婉看江云追的眼神很是热切，恨不得整个身子都贴到江云追身上。江云追没有拒绝，玉婉便无视花荣，对着江云追喝气，上下其手的点火。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江云追都没有任何反应。玉婉忍不住问：“奴家都做到这个地步了，公子还是毫无反应，莫非是有什么隐疾？”听到这话，江云追拨开玉婉，看着贺俊问：“整个郴州，贺老板只能寻到这样的货色打发我？”今晚是私宴，江云追做得很是随意，喝了酒后，整个人都染上慵懒，很有纨绔子弟的气质。贺俊并不生气，紧接着问：“不知江三少爷喜欢什么样的人？脸要好看，身材要好，最重要的是性子要合我的胃口。前面2条都很好找，唯有最后1条很难伺候。”玉婉不死心地说：“公子喜欢什么样，奴家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什么样，求公子留下奴家吧。你现在这样，小爷就很不喜欢。”江云追毫不犹豫地拒绝，随后站起身来，看来今晚没什么好货色，小爷乏了，来人带路。江云追一点也不客气，完全把贺家当自己家。贺俊没有阻拦，一个小厮恭敬地上前，引着江云追去了一处单独的院子休息。花荣问小厮要了醒酒汤和热水，房门一关，江云追便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丢到地上。如果不是为了蛰伏在这里收集证据，他才不会让那个女人进自己的身。花荣上前帮江云追宽衣，温声道：“方才少爷在席间没吃多少东西，可要让厨房做些夜宵送来。”“倒胃口，不吃。”江云追把自己扔到床上，片刻后又弹起来瞪着花荣：“
刚刚我被人占便宜，你怎么不说话？奴婢说话了呀。花荣一脸无辜。江云追横了花荣一眼，你就只说了一句，后面怎么不说了？江云追要暗中搜集殷海潮父子的罪证，现在只能装纨绔取得他们的信任。花荣偶尔给江云追打打掩护就行了，要是闹得太过，这戏还怎么演下去？况且那个叫玉婉的姑娘生得挺美的，被他摸一摸，应该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吧？花荣不太能理解江云追的想法，却还是服软说：“奴婢知错，奴婢以后一定会努力守护少爷的清白。”江云追不说话了，但看花荣的眼神很明显的多了几分怨念。等喝完醒酒汤，再洗去一身甜腻的脂粉味，江云追就把花荣拽到床上。贺家远不及钟永伯府豪阔，床也窄小很多，床帐挡住烛火，隔出一个昏暗又隐秘的空间。花荣的伤已经大好，不管江云追是为了演戏还是单纯的只是为了发泄，花荣都没有理由拒绝，但身体不受理智控制，僵硬的可怕。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江云追在云山寺对萧明幽的偏爱和袒护都成了他心上的疤。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资格拒绝，但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抗拒成为别人的替身和玩物。江云追没有注意到花荣的异常，三下五除二解开花荣的腰带，却发现她的身子在发抖。怎么了？江云追问，声音微哑，呼吸滚烫。花荣喉咙梗得厉害，好半晌才低低的哭出声来：“奴婢怕。”江云追以为是他的伤还没好，在他肋骨处按了下，问：“这里疼？”花荣摇头，心脏尖锐的痛了下，随后主动搂住江云追的脖子说：“少爷之前折腾的太厉害，奴婢怕会受不住。”花荣带着哭腔，身子仍微微颤抖着，说出来的话却如同最猛烈的药。江云追寻到花荣的唇封住，哑声道：“别怕，我会小心。”窄小的木床发出吱呀的声响，直到3更过才渐渐停歇。第二天，江云追揽着花荣睡到将近午时才起。吃过午饭，江云追带着花荣在贺家闲逛，刚穿过抄手游廊，便听到女子的哭喊：“李管事，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帮帮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玉婉跪在地上，正不住地向管事磕头认错。她今日的打扮与昨晚截然不同，一身丫鬟衣衫将玲珑的身子严严实实遮住，脸上没了脂粉，妖媚尽失，眉目清秀，像是初春枝头绽放的梨花，清纯可人。那位李管事完全不为所动，扇了玉婉一巴掌，骂道：“那位可是钟永伯府的3少爷，那样金贵的人物你都敢肖想，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既然你这么喜欢勾引男人，老爷就成全你。”李管事说完，2名家丁立刻上前把玉婉架起来往外拖，玉婉吓得越发大声的哭喊起来。江云追适时出现，装作不知情的问：“发生何事？”不等李管事开口，玉婉抢先哭道：“公子，奴家知错了，奴家昨晚不该不自量力勾引公子，求公子不要把奴家卖去勾栏院。”玉婉哭得涕泗横流，明显吓坏了，不似作假。江云追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我倒是觉得他现在比昨晚瞧着有趣多了，去跟你家老爷说一声，这人我要了。”李管事恭敬道：“老爷说了，江3少爷是贵客，不能慢待。既然您开了口，这个婢子就归您了。”玉婉一得自由，就一个劲儿地朝江云追磕头谢恩，磕完又对花荣说：“昨晚是玉婉不懂事，玉婉保证日后不会与姐姐抢主子的，求姐姐大人有大量，不要与玉婉一般见识。”花荣把玉婉扶起来，又用绢帕帮她擦去眼泪，柔柔地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以后跟着我一起好好伺候少爷吧。”玉婉一个劲儿地点头，回到院子便殷勤地包揽了所有活计，一点要争宠的迹象都没有。第83章，花荣姐姐见过齐王妃吗？玉婉来了以后，花荣轻松了很多。她是个极有眼力见的人，什么时候奉茶，什么时候捏肩捶腿，什么时候退到角落不打扰江云追和花荣亲密，每一桩都做得无可挑剔。不过她遵守着自己的诺言，绝不染指近身伺候江云追的事，很难让人不喜欢。这日贺俊邀江云追一起去朋友的酒庄玩，江云追思忖片刻，对玉婉说：“你陪我去一趟。”玉婉诧异，瞪大眼睛问：“少爷不带花荣姐姐吗？”“不带。”江云追回答，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她最近太累了，需要多休息。”玉婉的脸立刻红起来。最近她都睡在外间，夜里总能听到花荣的哭声，细细软软的，越是克制，越是叫人欲罢不能。玉婉虽然未经人事，但该懂的都懂了。少爷的精力可真旺盛啊！趁着伺候江云追换衣服的时候，花荣低声说：“奴婢这几天抽空把莫公子要的绢帕绣好了，一会儿少爷能不能顺路把绢帕带给莫公子？”花荣说着，弯腰帮江云追系腰带。江云追盯着他的发窝看了一会儿，突然说：“我去太惹眼了，你去吧。”花荣顿了一下，应声道：“好。”江云追带着玉婉一走，花荣便也揣着绢帕去了莫靖州的成衣铺。到了门口，却发现铺子大门烂着，里面被打砸过，剩下一片狼藉，掌柜和伙计都不知所踪。花荣一惊，找人打听，这些人都一脸忌讳，不愿多说。花荣只好拿出随身带的碎银，
一位卖馄饨的小贩才道出实情。那家铺子的东家是个奸生子，一出生就克死了自己的娘。他一个大男人不好好挣钱，偏和女子一样拿绣花针。前几日打着去给员外夫人量衣服的名号，调戏人家府里的丫鬟，这才被砸的店，掌柜和伙计都被吓跑了，也是活该。这路数和随风被打是一样的。花荣紧接着问：你知道那位东家住什么地方吗？出了城往北走3里路有个布庄，他就住在那里面。小贩说完便拿着银子走了，生怕惹上什么麻烦。花荣正想出城去看看，一辆驴车在他面前停下，车帘掀开，露出莫敬周温和平静的脸。姑娘，这是要去哪儿？莫敬周脸上看不出丝毫的颓丧愤怒，好像铺子被砸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花荣拿出帕子递过去，这是之前答应给公子的绢帕，我用了5种绣法，为了方便公子比较，绣的都是兰花，希望能对公子有帮助。莫敬周没有急着接帕子，直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姑娘可愿意随我去布庄详谈？这是花荣第3次见莫敬周，他还完全不了解这个人，而且江云追也不在身边，他本不该答应的，可对上那双含着期盼的眼，花荣说不出拒绝的话。挣扎一番，花荣还是上了车。莫敬周看完花荣绣的绢帕，眼眸微亮，拿着其中一方帕子问花荣：这种可是雕绣？雕绣与一般刺绣不大相同，会根据花纹需要修剪出孔洞，然后在孔洞四周用不同的绣法绣出多种图案组合，虚实结合，能生出许多趣味。花荣点点头。莫敬周高兴地说：我之前只听说过这种绣法，也花重金寻得过一方绣品，但那绣品并没有姑娘绣的这样好，不知姑娘师承何人？花荣并不知道三娘的本名，想来三娘也不愿叫曾经认识的人知道她沦落成如今的地步，淡声道：偶然学的，并没有拜师。莫敬周点点头，不再追问，只有些疑惑。雕绣的市价不低，姑娘由此手艺傍身，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为何还要为奴为婢？我是在风月场所长大的，后来签死契卖身进了钟永伯府，才得以安稳度日，我的一切都属于钟永伯府。莫敬周眼唇咳了咳，看花荣的眼神比之前更温柔了2分，原来姑娘也是苦命人。路上莫敬周又问了花荣一些刺绣方面的问题，到了布庄便亲自带花荣参观。莫敬周的布庄很大，但这会儿庄子里一个染布织布的人都没有，安静的可怕。这里的人呢？铺子里出了事，我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几天。会有人到这里闹事吗？莫敬周点点头说，其实上次江三少爷来铺子里问起老师的事，我就想劝他不要管了。因海潮父子在郴州盘踞已久，背后不知勾结了多少势力，早就根深蒂固不可撼动。但江三少爷说的那样热忱，我也忍不住想要试一试，不然实在愧对老师对我的恩情。言下之意，这次铺子被砸是他和江云追见面被阴横报复的结果。花荣没有接这个话题，转而问莫公子让我来布庄是要谈什么？我虽然会裁剪，但毕竟是男子，很多事都不方便做，想再招一批绣娘，能否请姑娘教教他们？江三少爷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莫敬周的语气很诚恳。花荣看着他说，我家少爷和表少爷八字不合，莫公子雇我做事不怕被表少爷盯上？东西没了可以再挣，若是因为害怕就畏畏缩缩，如何能做成大事？说这话时，莫敬周的眼眸很亮，攒着火苗。逛完布庄，莫敬周又和花荣商讨了一下发展布庄的计划，直到傍晚时分才派人送他回贺家。一进屋便看到玉婉倒在江云追怀里，江云追的衣衫并不齐整，瞧着很像是要发生点什么。花荣神情平静，并没有要退出房间的意思。玉婉手忙脚乱地撑着江云追的胸膛站起来，急急道：花荣姐姐，你别误会，少爷今日高兴，多喝了几杯，有些醉了。你不在家，我怕少爷睡着不舒服，这才帮少爷宽衣的。玉婉说得很急，小脸红扑扑的，像刚熟透的苹果。没事，我来伺候。花荣温声说着，来到江云追面前。玉婉退到一旁，突然好奇地问：花荣姐姐，你见过齐王妃吗？第84章太子殿下。花荣动作一顿，扫了江云追一眼，他蹬掉鞋子，把自己裹紧被子里，对齐王妃3个字一点反应都没有，看上去醉得很厉害。花荣帮江云追脱掉袜子，才回答：见过。齐王妃是个怎样的人啊？玉婉继续追问，问完怕花荣生气，又解释道：今天在酒庄，有人提起齐王妃，说她是个心思极重的女人，故意害少爷被赶出家门。少爷听完便不说话了，一个劲儿的喝闷酒。婉儿觉得齐王妃对少爷来说还是很重要。怎么不重要呢？就算是身无分文的被逐出家门，就算所有人都说萧明幽是故意设计踩着他往上爬，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萧明幽一句不好。玉婉已经打来热水，花荣一边帮江云追擦身子，一边说：齐王妃很漂亮，便是素面朝天，穿着最素净简单的衣服，在人群里也是很显眼的。玉婉忍不住接话：会比花荣姐姐还漂亮吗？花荣姐姐平日也不擦脂粉，但还是很好看，尤其是这双眼睛，姐姐多看婉儿一会儿，婉儿都会脸红心跳。玉婉表现得好像对萧明幽一无所知，一开口却精准地抓住花荣和萧明幽唯一相似的点做比较。
花荣神情未变，淡淡的说：“齐王妃不仅相貌出众，才情也是极好的，寻常女子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又如何能与她相提并论？”花荣的姿态放得很低，坦坦荡荡的承认自己远比不上萧明幽。花荣姐姐太谦虚了，姐姐能得少爷如此欢心，应当不会比那位齐王妃逊色多少。玉婉贴心的安慰花荣，随后又问：“那姐姐可知道少爷与齐王妃之间都发生过什么吗？”不知道。花荣帮江云追擦完身子，把帕子丢进盆里，换上严肃的表情看向玉婉：“尊卑有别，做奴才的不该探究主子的事。”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花荣身上已经有了一点威严。玉婉吓得认错，连忙出去倒水。玉婉一走，江云追就睁开眼睛，他身上的酒气很重，表情也有几分慵懒，眸底却一片冷幽。他没醉，把花荣和玉婉方才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花荣并不慌张，毕竟方才他没有说萧明幽一句坏话。“少爷可吗？”花荣问着，准备去倒水，被江云追扣住手腕拉到床上，长臂环住细软的腰，哑声问：“只是送个帕子，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一开口，浓郁的酒气便将花荣包裹。花荣的酒量很差，呼吸之间竟有些醺醺然。他用手抵着江云追的胸膛，如实说：“莫公子的成衣铺被砸了，奴婢随他去了趟城外布庄。莫公子准备再雇一批绣娘，想让奴婢帮忙教他们，想问少爷有什么条件。”虽然知道江云追不会对玉婉做什么，但才看到两人有亲密接触，花荣心里还是免不了膈应。江云追没注意到花荣的抗拒，想着莫敬周的事，勾着他的手指把玩。既然他主动要求，也不是不可以。你以后不是想开铺子吗？正好可以攒点经验。况且有莫敬周这个本地人在，要想搜集罪证也会容易很多。花荣猜到江云追不会拒绝，轻声道谢。温香软玉在怀，又说了这么会儿话，江云追有些心猿意马，不知不觉凑到花荣颈间。花荣垂着脑袋没有抗拒，嘴上却问：“少爷还是放不下齐王妃吗？”江云追顿住，原本翻涌着欲念的眸也跟着冷下来。怎么突然问这个？花荣软了身子，靠在他胸膛，柔柔地说：“奴婢怕少爷心里不高兴，想陪少爷说说话。”江云追冷淡地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没什么好不高兴的，都是演给别人看的。”话是这么说，江云追却歇了心思，只单纯地拥着花荣睡觉。花荣暗暗松了口气，其实有时候能用齐王妃做挡箭牌也挺好的。过了2日，江云追找机会和莫敬周谈合作。花荣可以去教绣娘绣东西，但除了每月2两的月钱，布庄和成衣铺的利润要分花荣30%，账簿得拿给花荣看。花荣可以参与到日常的经营中，虽然没有挂名，但已经算是二东家。这个要求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但莫敬周答应得很爽快。合作谈成，花荣便忙碌起来，每日一早去布庄教绣娘做绣活，傍晚回家就跟着江云追学看账簿。莫敬周经常要出门谈买卖，到布庄的时候不多，花荣抽时间学会了织布和染布，对店铺经营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时间飞快的流逝，一晃眼便入了秋，天气开始转凉，花荣提前给江云追准备冬衣。这天下着雨，花荣没去布庄，就在屋里缝制衣裳，江云追则带着玉婉去参加婴孩潮的寿宴。然而直到深夜，两人都没回来。雨下了整夜，第二天天一亮，花荣就撑着伞去阴府接人。快到门口的时，却看到一群官兵护着一队马车出现在阴府外面。雨越下越大，天也阴沉的像是马上要塌下来。那些官兵身着银色甲胄，手执长戟，站在雨中岿然不动，远远瞧着都叫人觉得胆寒。花荣不敢上前，寻了个屋檐躲着，暗中观察。一群人忙忙碌碌地把行李搬进阴府后，才撑着伞从最前面的马车里接出一男一女2个人。男人高大贵气，女人娇小柔弱。雨天行动不便，男人先下马车，随后把女人打横抱了起来。这个举动有些亲密大胆，花荣隐约听到一旁伺候的人惊呼道：“太子殿下，不可！”话没说完，那人便被官兵捂了嘴，拖到旁边割了喉，嫣红的血喷薄而出，被大雨冲了一地。触目惊心，男人却毫不关心，步履坚定地抱着女人走进去。女人纯白的裙摆随风轻晃，和满地的血形成反差。花荣后背爬上寒意，心间控制不住发颤。太子殿下身为一国储君，怎么会突然来郴州？他怀里抱着的人又怎么会是萧明幽？第85章，这个才配你。阴府上下戒严，花荣进不去，等到傍晚才看到一辆马车从后门出来。等马车过了一条街，花荣才上前拦车。车里，江云追半躺着，脑袋枕在玉婉腿上，郑和卓眼在养神。这些时日，花荣忙着去布庄，江云追出门带的都是玉婉。被花荣撞见两人如此亲密，玉婉已不像之前那样慌张害怕，只诧异地问：“花荣姐姐，你怎么来了？”听到花荣的名字，江云追才先眸看过来。花荣钻进马车，低声说：“少爷一夜未归，奴婢有些担心，寻来看看。”玉婉歉然地说：“昨日少爷醉得太厉害，奴婢忙着照顾少爷，忘记跟花荣姐姐说一声了，对不起啊。”
马车是单程的，坐3个人有些拥挤，玉婉却端坐着，没有要让花荣的意思。花荣见江云追也没有动弹，就在靠近车辕的地方坐下，状似随意地说：“奴婢方才看到阴府外面多了很多官兵，把守森严，少爷可知道出了什么事？”花荣问的是江云追，玉婉抢先道：“好像是府里来了什么贵客，舅老爷说不能透露身份。”也就是说，江云追现在还不知道萧明幽来郴州了。花荣点点头，没再说话，琢磨着后面要怎么应对。玉婉却觉得江云追没让自己给花荣让位置，已经没有之前那样喜欢花荣了，故意给江云追揉脑袋，露出一截软白的手腕以及手腕上的玉镯。花荣想着是，根本没有在意玉婉在做什么。玉婉揉了一会儿，刻意拉起袖子遮住镯子，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前2日逛街少爷给婉儿买的，婉儿本想说给花荣姐姐也买一只的，但少爷说不用，所以这只镯子是他独有的。”花荣一下就听出了玉婉话里炫耀的意味，垂着眸眉应声，更希望玉婉能努力，早点把江云追勾到床上去，最好勾得江云追魂不守舍，再也记不起萧明幽是谁。花荣不接话，玉婉的话就像是一拳头砸到棉花上，一点儿也不得劲。一路回到贺家，玉婉忙前忙后的伺候江云追用晚饭，花荣落得轻松，坐在灯下把第1套冬衣做完。等他咬断线头，江云追也正好吃完饭。玉婉殷切地说：“花荣姐姐辛苦了，不如让婉儿伺候少爷试衣服吧。”花荣无所谓，正要把衣服递给玉婉，却听到江云追轻咳了一声，刚准备伸出去的手收回来，淡淡的说：“你也辛苦了，还是我来吧。”花荣说完，江云追已走到他面前，摊开手臂示意他帮忙宽衣。玉婉只能应声，收拾了碗筷退出房间。花荣帮江云追脱掉外衫，脱中衣的时候，却发现他怀里有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只白兰花的钗子。江云追拿过钗子插到花荣头上，低声说：“那只镯子不值什么钱，这个配你正好。”花荣看不到这钗子插自己头上是什么样，但江云追的眼光向来是不差的，微垂着眉说：“谢少爷赏，奴婢知道少爷现在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搜集证据，少爷对玉婉好一些也是应该的，奴婢不会吃醋给少爷添麻烦。”花荣把新衣服给江云追穿上，系好腰带后，踮起脚尖帮他整理衣襟。江云追环住花荣的腰，低低道：“贺峻的盐商身份是殷海潮走后门给他的，作为报答，贺峻在府里养了很多美人，帮殷还朝贿赂官员。若是我没来，玉婉说不定也被送出去了，等以后证据搜集齐了，他就是人证。”花荣诧异，之前他只知道风月场所会做逼良为娼的买卖，没想到殷海潮身为一方父母官，竟也会做出这样的勾当。但仔细想想也是，昭陵虽然有官妓，但妓子出身太低，一些高官碍于颜面不会去逛花楼，这种专门驯养出来的女子听话又乖巧，身子也干净，正是他们需要的。只是不知道贺峻这些年送出去了多少姑娘，又为殷海潮笼络了多少人。花荣正想着，江云追又说：“贺峻都是以歌姬和舞姬的名义把这些人养在府中，你问问莫敬周，看能不能打听到他们的身世来历。若是有认识的，想办法把画像画下来。只要找到这些女子，便能知道哪些人和殷海潮暗中有勾结，再要查他们的罪证就容易多了。”第2天一早，花荣就出发去布庄，半路上却遇到莫敬周，他仍是坐的那辆驴车，却明显精心打扮过，衣衫虽然是棉麻织就，却是新的，靛青色，衣领和袖口处绣着云纹，墨发用同色发带束着，比平时瞧着要俊雅几分。车夫看到花荣便停下来，莫敬周撩开帘子对花荣说：“我正要去找你，有贵人要定制衣裳，你与我一同走一遭吧。”昨天才见到太子和萧明幽，再听到贵人2字，花荣不由得心头一跳。但殷衡和莫敬周向来不对付，莫敬周怎么可能做到太子的生意？花荣打消乱七八糟的念头，上车和莫敬周说了贺峻养歌姬舞姬的事。花荣没有直说是要搜集证据，只说江云追日后也想在家里养一些乐师和伶人，问莫敬周知不知道门路。莫敬周说，那些女子都是自小被买进府，由专人教养的，签的都是死契，无亲无故。江三少爷若是喜欢，找个可靠的贩子搜罗一下就好了。如此说来，那些女子的来历并不好找。花荣抿唇，过了会儿又问：“那寻常宴请，贺峻会让这些歌姬舞姬出来助兴吗？莫公子可曾见过？贺老板结识的都是郴州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这等出身的人自然入不得他的眼。不过前年贺老板府里出了位国色天香的美人，郴州很多富商都想花重金买下她，贺老板却不肯答应。没过多久，那位美人突然香消玉殒，让人很是惋惜。如此美人，只要见过，应该很难忘记。”花荣正想追问那美人长什么样，车子便停了下来。车夫提醒：“公子，姑娘到了。”花荣先连看到了阴府的门匾。第86章情敌。阴府里面的守卫比外面还多，10步一岗，连只苍蝇都很难飞进来。花荣低垂着脑袋跟在莫敬周身后，呼吸不自觉放轻，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过垂花门的时候，2名守卫把他们拦下，要求搜身。花荣一惊，下意识的后退。
莫敬舟挡到他面前说：“这位姑娘是草民顾的裁缝，是奉公守法的良民，能不能换个丫鬟给她搜身？”守卫也不想闹出事端，其中一人离开。过了会儿，一个小厮模样的人走过来说：“府里丫鬟做事没有奴才细致，奴才是阉人，姑娘请随奴才来吧。”也就是说，太子这次没有带宫娥随行，只带了宦官和守卫。花荣跟着这个太监去到房间配合搜身，搜完，太监直接把他带到一处小院，在门外恭敬道：“贵人，裁缝来了。”话音刚落，男子低沉的声音响起：“进来。”是太子。花荣一颗心悬起来，低着头走进屋里。屋里燃着好闻的熏香，地上铺了绒石的毯子，踩上去轻飘飘的，像是踩在云端，一点声音都没有。花荣不敢四处张望，跪下行礼：“民女见过贵人。”太子没有理会花荣，只对坐在梳妆台前的女子说：“我还有事，先让人给你做衣裳，他的骨灰还在我手里，你最好不要再做惹我生气的事。”话落，唇齿相交的声音，还有女子抗拒的嘤咛随之响起。花荣听着，只觉得头皮发麻。太子殿下竟然和萧明幽已经亲近至此。不知过了多久，太子终于放开萧明幽，随意吩咐花荣，布料晚些时候会送来，今日先量尺寸。是。花荣低垂着脑袋，视线之内有一抹紫金衣摆划过。太子离开后，萧明优雅声对花荣说：“姑娘，你过来吧。”花荣上前，还没来得及抬头，便听到萧明优惊讶无比的低呼：“花荣姑娘，怎么是你？”萧明优满脸惊讶，好像全然不知江云追因为他被逐出家门赶到郴州，随后眸底闪过慌乱，揪紧绢帕问：“阿追也在这里吗？”萧明优看上去震惊又害怕，不知是怕太子把江云追视作情敌，还是怕江云追怀恨在心，破坏他和太子的关系。花荣已冷静下来，拿出软尺说：“请贵人摊开手臂，奴婢要给贵人量尺寸。”萧明幽嗫嚅着红唇，眼底蓄着泪光，似有千言万语要说，却都卡在喉咙说不出来。等花荣量完尺寸，萧明幽忍不住问：“花荣姑娘，阿追他还好吗？”萧明幽问的心虚，问完眼角便垂下泪来。明明是他踩着江云追全身而退的，这般瞧着他反而更委屈，像是江云追对不起他。花荣没有应声，记好尺寸退出房间。方才引路的太监把他带到垂花门处等待。过了会儿，莫敬舟抱着10几匹流光溢彩的布走来，两人一起走出阴府，上了马车。花荣才问：“郴州有那么多布料商和绣娘，莫公子怎会与贵人有来往？”“我是昨日夜里才无意中打听到有贵人来了郴州，正重金找绣娘缝制冬衣。我知道希望不大，却还是想试一试，就拿着你之前绣的那几方绢帕，亲自去了阴府一趟。贵人看完很喜欢，就定下来了。”也就是说，萧明幽看过花荣绣的绢帕，知道他和江云追在郴州，方才在房间里说的全都是演戏。花荣猜不透萧明幽要做什么，眉心忍不住拧起。莫敬舟以为他因为搜身的事不高兴，拿出一锭金子给他，这是本该提前与你商议的，但昨天太晚了，机会又很难得，我就直接做主了。这只是定金，剩下的钱可以你拿70%，我拿30%。布料是太子从汉京带来的，他们只需要缝制出来就能拿这么多钱，和天上掉馅饼没什么区别。不过莫敬舟看中的不是这笔买卖能赚多少，而是做完这笔买卖，成衣铺的名声会比之前响亮很多。若是能得贵人庇佑，日后做什么都要便利许多。花荣没急着拿金子，看着莫敬舟问：“莫公子可知道贵人的身份？”莫敬舟的表情严肃了些，看着花荣说：“这么多官兵随行保护，连州府大人都如此恭顺，只能是皇亲国戚，更多的便不是我这样的草民能探知的了。你在江三少爷身边见多识广，可认得他们？”花荣摇头，一颗心不住下沉。太子方才在萧明幽屋里用的自称，只怕是想在郴州光明正大的和萧明幽过一段神仙眷侣的日子。若是太子发现江云追在郴州，会作何反应？花荣已经在布庄教了那些绣娘不少东西，但他们的技艺还远没有花荣高超，帮不上什么忙。莫敬舟便带着那些布料把花荣送回贺家，让他专心为萧明幽缝制衣裳，暂时不用去布庄。今天贺俊在府里宴客，江云追又喝了不少。花荣进屋的时候，玉婉刚为江云追喝下醒酒汤，见花荣怀里抱着10几匹华美异常的布，顿时挪不开眼。好漂亮的布啊！玉婉说完，一脸羡慕地看向花荣：“是莫公子送给姐姐的吗？莫公子对姐姐可真好呀！这布一看就很贵重，莫敬舟只怕要倾家荡产才买得起一匹，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送给花荣？”玉婉现在挑拨起花荣和江云追的关系越来越放肆了。花荣没有点破，冷淡地说：“是贵人自己的布料拿来定制衣裳的，和莫公子没有关系。”花荣找地方把布料放好，玉婉越看那些布料越喜欢，跟过来问：“花荣姐姐，这么多布料肯定要剩下不少，能不能用边角料给我做一个香囊呀？这样好的布料做出来的东西，在郴州肯定是独一份的，出去多有面子。”玉婉想得很好，花荣却直接拒绝：“不能。”玉婉还想说些什么，江云追不知什么时候睁开眼睛，看着花荣问：“这些都是贡锦，
宫里来人了。宫里除了萧明幽，没有值得江云追在意的人。花荣不确定江云追是不是想探听萧明幽的消息，迟疑了下，故作意外地说：“原来这就是贡景啊，奴婢也是第一次见，难怪如此华美。”花荣选择隐瞒萧明幽到郴州的消息。第二日，殷衡却找上门来。第87章，昨日你在陪太子逛街。殷衡是奉太子的命来找花荣的。太子怕萧明幽在房间待着闷，让花荣陪着逛街。殷衡带了20来个官兵随行保护，凡是萧明幽想逛的店，都先派人把店里的人全部赶走，再让萧明幽一个人慢慢逛。如此只逛了2家店，萧明幽便没了兴致，让殷衡找了个酒楼吃饭。等包间门关上，萧明幽便叹了口气，眉眼染上倦色，看着花荣欲言又止。花荣眼观鼻鼻关心，并不主动搭话，萧明幽只好自己开口：“我知道，经过昨日的事，你肯定很瞧不上我，但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萧明幽说着就红了眼，好像花荣敢指责他一句，他就要当场死给花荣看。花荣平静地说：“奴婢昨日只是来给贵人量了下尺寸，并未看见别的什么，贵人言重了。”那个被割了喉的太监还在花荣脑子里挥之不去，花荣怎敢对他和太子的事说3道4？花荣的冷淡让萧明幽有些哭不下去，他转而问：“阿追他恨我吗？”之前在寺里，萧明幽对江云追的称呼还算客气，如今两人的隔阂越来越深，这称呼反倒亲密起来。花荣并不正面回应，只说：“奴婢不敢妄自揣测主子在想什么，还请贵人恕罪。”花荣什么都没有说。萧明幽自顾自道：“我知道是我对不起阿追，在云山寺的时候，我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面前，但那个时候我实在太需要一个人依靠了，实在忍不住才会把事情变成这样。”萧明幽说着哭起来，怕他把殷衡招进来，花荣只能递了帕子给他擦泪。萧明幽没接帕子，一把抓住花荣的手，凄楚地说：“你知道吗？当初阿追差一点就要带我私奔了。”说这句话时，萧明幽眼角恰好滑下一滴泪来，美得叫人心碎。萧明幽说完，擦干眼角，拍拍花荣的手背说：“阿追是个很好的人，有你陪在他身边，我就放心了。他恨我也好，怨我也罢，时日一长，总会忘记我的。”这话说的好像江云追以后的开心快乐都是靠他牺牲换来的。花荣仍是不接这个话题，直到贵人的眼睛红得厉害，还是用湿帕子敷一下吧。哭了一场，萧明幽有些倦，也没心思继续逛街，先把花荣送回贺家。马车刚在门口停下，江云追便踏马而来。今天天气不错，江云追穿了花荣之前给他做的玄色锦衣，为了方便行动，领口做成箭袖，绣着卷云纹，巴掌宽的腰带束出窄腰，骑坐在马背上，意气风发极了。马背上不止他一个人，还有玉婉。玉婉不会骑马，坐在前面，整个人都靠在江云追胸膛，小脸浮着红晕，娇羞极了。不等花荣向江云追行礼，玉婉便抢先说：“下午少爷带婉儿去庄子上摘果子吃了，婉儿不会爬树，是少爷亲自摘来给婉儿吃的，花荣姐姐要是能一起就好了。”玉婉的语气轻快，带着炫耀的意味。江云追亲自摘果子给他吃，还和他同乘一匹马回来，亲密得很。花荣却连果子是什么味儿都尝不到，相比之下怪可怜的。花荣早就心如止水，并未因此生气，只是不知马车里的萧明幽听到这话是何感受。江云追率先下马，又亲自把玉婉从马背上抱下来。玉婉根本站不稳，一个劲儿地往江云追怀里靠，怯生生地说：“少爷，婉儿之前从来没有骑过马，腿好像不听使唤了。”话音刚落，江云追便把玉婉打横抱起。玉婉惊呼一声，抱住江云追的脖子，继续刺激花荣：“少爷，这么多人看着，快放婉儿下来吧。”花荣默默咬住唇，心情有些愉悦。他之前还担心萧明幽坐在车里看不到这些好戏，玉婉这嘴真是没白长。江云追抱着玉婉径直进了门，从头到尾连看都没有看着马车一眼。花荣冲着马车行礼：“奴婢恭送贵人。”等马车离开，花荣才回到院子。屋里，玉婉翘着脚躺在美人榻上，她的足生的精巧，许是今天走了些路，这会儿脚板略有点红。耳房传来阵阵水声，是江云追在沐浴。等江云追从耳房出来，玉婉便穿上鞋去倒茶，刚走了一步，便听到他倒抽冷气的声音。“怎么了？”江云追问。玉婉摇头说：“没什么。”见江云追没有去撩他裙摆查看的意思，又补充了一句：“有可能是今天路走多了，脚有点肿了。”玉婉期盼地看着江云追，希望他能说点安慰自己的话，或者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在花荣面前巩固自己受宠的事实，却听到江云追说：“既然如此，明天你就在家里休息，不用陪我出门了。”玉婉现在一刻也不想离开江云追，他刚想说自己可以忍受，江云追已看向花荣说：“有人要买那处庄子做墓园，明天和我去州府衙门一趟。”听到墓园2个字，花荣眼皮一跳。之前太子便是用齐王的骨灰来威胁萧明幽的，想买下那处庄子做墓园的，该不会就是太子吧？可齐王是当今陛下的亲弟弟，难道不该将他葬入皇陵吗？心里想着是，花荣没怎么睡好，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和江云追一起出门。
那处庄子是殷氏当年的陪嫁，地契在殷氏手里，江云追要跟买家洽谈，还得先到衙门登记，拿到身份证明才行。衙门的人已经认识江云追，听说他的来意后，恭敬地说：“表少爷，不好意思，今日有贵人在，衙门暂不办理这些政务，表少爷还是明日再来吧。”又是贵人。江云追若有所思地朝衙门里面看了一眼，带着花荣回到车上。江云追没有急着回去，定定地看着花荣。好一会儿，花荣听见他问：“你怎么没说那位贵人是太子？”宫里的人除了当今陛下，也只有太子可以插手政务，这也不是很难猜。花荣垂眸避开江云追的目光，低声说：“奴婢不敢。”江云追眉心微拧，想了想问：“所以你昨日是在陪太子逛街？”第88章，阿追不也喜欢养兔子吗？花荣否认陪太子逛街，只说太子这次还带了一位女眷随行。江云追没有把萧明幽和太子联系到一起，并未多疑，琢磨起其他的事来。这段时间他查到了不少殷海潮和郴州富商勾结的事，虽然证据还不够充分，但线索是有的。如果他能想办法让太子插手这件事，也许能尽快把殷海潮这颗毒瘤从郴州切除。殷海潮在郴州在枝繁叶茂，难道还能比得过天剑？下午买家要去看庄子，江云追便带着花荣去谈合作。甫一见面，那人便诧异地问：“江三少爷，怎么是你？”那人是太子的近侍卓东山，江云追之前经常进宫，对他有印象。上午已经知道太子来郴州了，江云追还是装出一脸意外，问：“卓公公，你不在宫里伺候太子殿下，来这儿买墓地做什么？这处庄子是江三少爷的？”“这是我娘的陪嫁，我前不久不是险些犯下大错吗？我娘让我来庄子上思过，公公是太子殿下身边的红人，早知道是你要买，我就不讨价还价了。”江云追想让太子扎阴还朝，对卓东山的态度也好起来。卓东山心底却翻起了惊涛骇浪，这江三少爷对齐王妃那是情根深重，他怎么可能让齐王葬在自家庄子上？万一让他知道太子对齐王妃做的那些事，那不得闹得人仰马翻。卓东山在宫里待得久，也是人精，虽然震惊，却没有失态，很快露出谄媚的笑。都怪奴才不好，要是早知道这是钟永伯夫人的产业，奴才绝不会来给江三少爷添晦气的。卓东山说着就要自罚几个巴掌赔罪，被江云追拦下：“公公是来给我送钱的，怎么能是添晦气呢？而且公公之前不是让人传话说这里是做墓园的绝佳宝地吗？因为我得罪了死者公公，回去交得了差吗？齐王本已下葬，如今又挖出来迁墓，背后牵扯的关系错综复杂，还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阉人能处置的。”卓东山没办法，只能叹口气说：“江三少爷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有劳江三少爷随奴才去见一见太子殿下吧。”“公公客气了，我现在是闲人一个，一点都不麻烦。”江云追带着花荣一起跟卓东山回了殷府。殷海潮把自己的书房腾给太子办公了，卓东山去通禀，两人便在书房外候着。本以为太子很快就会出现，谁知这一等就等了一下午，直到华灯初上，太子才带着一身酒气来到书房。“阿追，还真是你啊！”太子上前拍了拍江云追的肩膀，语气颇为亲昵。距离近了，江云追发现太子身上不只有酒气，还有一股清冷的熏香味道，说明太子来之前和女子亲近过。江云追的眉头忍不住皱起，虽说他并非官绅，但太子身为一国储君，为了酒色把他晾在这里一下午，未免有些荒唐。这般想着，江云追拨开太子的手，冷声行礼：“见过太子殿下。”卓东山忙扶住太子，命人进屋点灯。灯火很快迎了满室，太子唇上正在流血的咬伤也显露无遗。卓东山头皮发麻，江云追干等了一下午的怨念更是化作怒气浮上心头，盯着太子沉沉地问：“殿下怎么受伤了？”太子舔了下唇，漫不经心地说：“本宫最近养了只雀，不小心被他啄了一口，不碍事。”这话轻飘飘的，却像一记重拳扎在江云追胸口。江云追这一下午反复在心底打腹稿，想着要如何让太子相信自己，着手调查殷海潮。可太子呢，竟然满脑子想的都是男欢女爱之事。他的父兄日后要效忠的，难道就是这样的帝王？极度的愤怒和不甘灼的江云追胸口疼，但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练，他沉稳了不少，握紧拳头问：“都说玩物丧志，殿下怎么突然想起要养雀了？偶尔逗弄一下，挺好玩的。本宫听说阿追之前不也喜欢养兔子吗？”太子说着，目光在花荣身上扫了一下。从进殷府以后，花荣就一直低着头保持安静，存在感很低。如果不是因为他就站在江云追身后，太子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江云追简直要被太子气笑了，强忍着说：“我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怎么能和殿下相提并论呢？”太子笑了笑，许是酒劲上了头，悠悠地说：“阿追有家里人护着，都能随性而活，本宫又为何不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呢？我就是个废物，过成什么样都没人在意。可殿下不同，殿下肩上担着的可是江山社稷。”江云追提醒太子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太子抬眼看着江云追，摇头道：“阿追如此说，就太子亲自见了，
旁人本宫不知道，本宫那位皇婶对阿追可是十分牵挂的。太子突然提起萧明幽，让整个书房的气氛沉到谷底。卓东山再也忍不住，壮着胆子岔开话题：“殿下，江三少爷今日是来商量墓园的事的。那处庄子是钟永伯夫人的产业，殿下要不要换个地方？”卓东山提到正事，江云追顿时冷静了些，沉声说：“钟永伯府是武将世家，从不信鬼神之说。殿下既然选定那处庄子做墓园，不必顾虑其他。”江云追虽然表面看着不学无术，但在大是大非之前还是拎得清的。他也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让太子清醒些。江云追说的正义凛然，太子意外地挑了下眉，问：“阿追可知那墓园里要埋谁？”“不管是谁，只要殿下开口，就不会有人不同意。”江云追回答得很干脆。太子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而后对卓东山说：“江三少爷方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卓东山连忙应是。太子又道：“江三少爷如此大义，本宫也不能亏了钟永伯府，除了本就该给的钱，再从本宫的司库里拿1000两做补偿。”墓园的事就这么定下来。江云追还想说一说阴海潮，太子却说：“本宫乏了，今晚宿在东篱院，让人准备东西。”东篱院便是萧明幽在阴府住的院子。卓东山慌乱地看了江云追一眼，垂下脑袋应道：“是，奴才这就去让人准备。”第89章，你以为能得宠多久？从阴府出来后，江云追一言不发。等马车驶出去一段距离，江云追突然问花荣：“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太子身上的味道有些熟悉？那种熏香味道很特别，味道很淡，透着清冷，就算一直闻也不会让人觉得腻。”江云追曾经在萧明幽身上闻到过，只是刚刚光顾着和太子说话，没想起来。花荣低垂着脑袋，低声说：“奴婢离得远，只闻到酒味，没闻到别的味道。”江云追也觉得自己有些魔怔了，太后都把萧明幽放眼皮子底下盯着了，怎么可能让他和太子一起出现在郴州？最近忙着查阴还朝，江云追已经很少想起萧明幽了。今天突然想到，心绪不由得有些乱，加上被晾了一下午，夜里拉着花荣折腾了很久。结束后，花荣沉沉睡去，再醒来，江云追已不在房间，屋里只有玉婉。夜里下了雨，花荣有些着凉，嗓子又干又疼，玉婉只在旁边看着，并没有要照顾她的意思，花荣只好自己穿衣服起来。昨晚江云追弄得很，花荣腰上和背上全是青紫的痕迹。玉婉扫了一眼，悠悠开口：“我还以为少爷多喜欢姐姐，没想到他只是把姐姐当成玩物，一点联系都没有。姐姐昨晚哭得那样厉害，应该受伤了吧？”花荣浑身都酸痛的厉害，走路也疼，只是走到桌边就腾出一脑袋的汗。他没有接玉婉的话，自顾自地倒水喝。茶水是冰冷的，喝下去以后，小腹开始隐隐作痛。花荣这才想起自己这2日要来癸水了。自从喝了蕨子汤，来癸水就比之前疼很多。花荣前几次都会提前几日煮红糖姜水喝，这几日因为太子和萧明幽分心就忘了，这口冷水喝下去，怕是要遭些罪。花荣皱了皱眉，想要再回床上躺躺。玉婉挡在他面前说：“婉儿和姐姐一样也是苦命人，姐姐受不住少爷的折腾，不如让婉儿与姐姐一同分担。”江云追不在，玉婉便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花荣扶着小腹，哑声说：“我从来都没有拦着不许你伺候少爷，姐姐是没拦着，但这些时日我什么招数都用了，少爷却始终不肯让我上他。姐姐若是能教教我诀窍，我这辈子定然都会记着姐姐的大恩大德的。”玉婉说的诚恳，带着些许撒娇的意味，好像她真的是和花荣感情要好的姐妹。萧明幽来郴州的事瞒不了多久，花荣是真的希望玉婉能跟江云追发生点什么，但在房事方面，花荣确实没有什么诀窍。当初在云山寺，他想勾引，最多也就是主动亲一下江云追，到了床上都是江云追主动。这几日他更是硬邦邦的和木头一样，就算他如实说出来，玉婉也不会相信。身子不舒服，花荣只站了一会儿，有些累了，他绕开玉婉躺回床上，淡淡的说：“做奴婢的不能插手主子的事，你问我这些，不如靠自己的本事。”花荣的态度让玉婉不满，他冷哼一声说：“有什么好装的？你也是继子养大的，能比我高尚到哪儿去？少爷喜欢的人又不是你，你以为能得宠多久？”玉婉说着朝外走去，顺便把茶壶拎走，不想给花荣水喝。花荣又睡了一会儿，睡得并不踏实，迷迷糊糊间感觉有暖流涌动，便起床换上月事带。玉婉不知所踪，小腹坠胀得厉害，花荣只好自己去厨房熬了碗红糖姜水喝。不知是不是那一口凉水的缘故，红糖姜水起效甚微，小腹的坠胀感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愈演愈烈，变成绞痛。花荣疼得小脸发白，浑身都在冒冷汗。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强撑着出门，想去医馆抓些暖宫活血的药。走出贺家没多远，却是两眼一黑，直接晕死过去。这位娘子曾服用过蕨子汤，这才导致宫寒堆积，气血受阻，经痛难忍，需要好好调理身子才行。而且日后行房要温柔怜惜些，不可只图自己快活。大夫带着责备的声音传入耳中，透过屏风缝隙，花荣看到莫静舟温和惭愧的脸，见他的态度还算不错。大夫又说：“你们还年轻，
若是还想要子嗣，就尽快抓药好好调理，日后可就没有后悔药吃了。莫敬周没接这话，只道：劳烦你先开药让他好起来，孩子的事我们会再考虑的。大夫开了方子，莫敬周跟着伙计去抓药，等药熬好才回来。绕过屏风，见花荣醒了，莫敬周温和一笑，先把药放在旁边小鸡上，再把花荣扶起来，在他背后垫了2个软枕。还疼不疼？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腹部还有些隐痛，但已经可以忍受了。花荣摇摇头说：我记得我走出贺家没多远就晕倒了，怎么会惊动莫公子？我算了这3个月的盈利，来送账簿和分红，车子刚到那里就看到你晕倒了。花荣身上的衣服换了新的。莫敬周又说：你的衣服弄脏了些，我请店里一位婶子帮你换的。莫敬周并没有问花荣为何会服用蕨子汤，也没有问他和谁有过那样激烈的房事，保全了花荣最后一丝颜面。他舔舔有些发干的唇，哑声道：谢谢。有什么好谢的？别说我们是朋友，就算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倒在路边，我也会救。莫敬周端起药吹了吹，舀起一勺喂到花荣嘴边。这几个月两人见面不多，一直保持着距离，突然这样花荣很不自在，连忙去端药碗。我感觉已经好多了，还是我自己来吧。指尖没能碰到药碗，被莫敬周抓住。他的手掌也很宽大，明显干过很多活，指节都是茧子，掌心的温度却很高。你的手还很凉，需要多休息。莫敬周把花荣的手塞回被窝，态度强硬的喂药。花荣拒绝不了，只好乖乖喝下。药有些苦，但莫敬周准备了蜜饯，花荣喝完药就被塞了一嘴的蜜饯。蜜饯的味道很快压过药的苦涩，甜的花荣鼻子有点酸。他正想说些什么，江云追怒气冲冲的大步走进来。第90章，少爷会觉得愧疚吗？你怎么在这里？江云追怒气很重，见莫敬周在这儿，语气也没好到哪儿去。莫敬周并不害怕，挡在花荣前面对江云追说：花荣姑娘身子不好，大夫说需要好好休养。江三少爷这般生气，可是发生什么事了？我能帮上忙吗？越过莫敬周，江云追看到花荣苍白的脸，怒气微收，问：什么病？不想莫敬周说出蕨子汤的事，花荣抢先道：回少爷，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普通的痛经，过2日就好了。花荣说完起身来到江云追身边，他没看莫敬周是何表情，恳切地说：今日多谢莫公子，我会尽快把贵人的衣服做好，不会误事的。不等莫敬周开口，江云追拉着花荣上了马车，心里憋着火，他的手很用力，用力到像是要把花荣的手腕折断。花荣忍着疼，没有吭声，也没有挣扎。马车驶出一段距离后，江云追问：这次和太子随行的女眷是谁？那天你到底在陪谁逛街？郴州秋季多雨，这会儿天又阴沉沉的，偶尔还会从远处传来1、2声闷雷，马车里很暗，压得人心头发沉。江云追应该已经知道萧明幽来郴州的事了，之前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花荣并不觉得慌乱害怕，反而松了口气。如此一来，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他冷静地说：贵人有令，谁敢透露身份就杀谁的头，便是少爷奴婢也不能说。所以你就故意瞒着我，明知道太子买那处庄子是要给那个老东西做墓园，也不提醒我。江云追拔高声音，抓着花荣的手也用力了些。从齐王娶萧明幽那一刻起，他就和齐王不共戴天，他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非要把那处庄子拿给齐王做墓园，这和打他自己的脸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现在萧明幽落到了太子手里，太子昨日分明是故意晾着他，把他当猴耍。别人不说也就算了，花荣是他在郴州唯一信任的人，他选择隐瞒，让江云追感觉被背叛。江云追眸底怒火攒动，若不是看他病着，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花荣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问：若奴婢告诉少爷，少爷会如何？抛下一切带他远走高飞吗？萧明幽说过，江云追曾经想抛下一切带他私奔。花荣毫不怀疑，萧明幽有本事让江云追再做一次。江云追哑然，知道真相后，他只顾着来找花荣算账，根本没有想过会如何处理。沉默让车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过了会儿，花荣低声说：少爷，你弄疼奴婢了。他的神情平静，没有丝毫害怕，和当初那个胆小怯懦的兔子截然不同。江云追松手，看到花荣的手腕被抓得红了一片，无辜又可怜。江云追有些后悔，喉结滚了滚，说出来的话却是：你恨他。这话说的好像花荣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真相，是在故意报复萧明幽。花荣垂眸，揉着手腕说：奴婢确实恨他，当初他一到云山寺就纵容自己的婢子陷害奴婢，奴婢受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故意逼奴婢喝水，害奴婢失禁，尊严全无。奴婢不恨他，难道要对他感恩戴德吗？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花荣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时候再提起，语气却控制不住的激动。原来他对萧明幽确实是有恨的，不是因为被当作萧明幽的替身，不是因为和江云追争夺宠爱，只是因为萧明幽戴着温柔善良的面具，切切实实的伤害过他。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江云追问完又否定，不可能，他不会做这样的事。萧明优在他心里塑造的形象实在是太好了，哪怕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也相信萧明优是有苦衷是善良的。花荣并不生气，淡淡的说，少爷根本不会相信奴婢，奴婢何必浪费口舌？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江云追皱眉，因为花荣的隐瞒，对他不再信任，只有戒备和审视。一声闷雷后，大雨倾盆下，砸在车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水汽裹挟着寒意，一点点侵入车里。腹部的疼痛加重了些，花荣揉完手腕，抬眸看着江云追，因为大少爷为奴婢和随风求情，没让我们死在牢里，奴婢不能辜负大少爷的一番好意。花荣的语调没什么起伏，好像只是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看向江云追的眸却染了水光。如果他和随风之前就死在牢里，那江云追和萧明优都是杀人凶手。江云追皱眉，盯着花荣看了一会儿，冷笑出声，有大哥撑腰，你不仅胆子大了，这口舌也伶俐起来了，从故意隐瞒开始就想好这些说辞了吧？你以为让我愧疚，我就不会追究这件事了？花荣并不否认自己是故意说这些的，紧接着问，少爷会对2个无足轻重的奴才觉得愧疚吗？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无足轻重？江云追的脸沉了下去。随风跟了他10多年，他从来都没有亏待过随风，这些时日和贺俊演戏，也是为了抓住殷海潮和殷恒的把柄，还随风一个公道。至于花荣，一开始他的确是别有居心，但到郴州以后，他也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这只兔子胆子大了，不仅背叛他，竟还睁眼说瞎话冤枉他。江云追气得不行，却又听到花荣问，和那位贵人比起来，奴婢和随风的命还重要吗？江云追抿唇，陷入沉默。雨势实在太大，又有雷电，怕马受惊出事，车夫只能先找地方避雨。雨水渗进马车，寒气不住地往身子里钻，腹部又绞痛起来。没一会儿，花荣就撑不住了，他忍不住去抓江云追的衣摆，低低的哀求，少爷，奴婢好疼，求少爷送奴婢回医馆吧。话音刚落，车外有声音传来，江三少爷，太子殿下要见你。太子召见，必然是有萧明优的消息。下意识的，花荣松开了江云追的衣摆。第91章，皇婶是本宫的长辈。轰！一声雷鸣滚滚而来，一闪而逝的闪电映出花荣冷汗淋漓的脸。他放开江云追的衣摆，抱住自己的肚子，在角落蜷缩成一团。明明痛得厉害，却死咬着牙，不再吭声，好像就算今天痛死在这里，他也不会再开口求江云追一下。江云追看的胸口越来越稚闷，这兔子真行，明明是他欺瞒在先，却成了他的不是，现在还耍起脾气来了。马车外面的人没等到回应，又催了一声，江三少爷，太子殿下。滚！江云追气的怒吼积攒了一路的怒气在此时爆发，掀开车帘，亲自驾着马车去医馆。到医馆的时候，花荣已经痛得晕过去。上午是莫敬周带花荣来的，这才没走多久，江云追又抱着花荣回来。大夫忍不住问，他相公呢？我不是说过他这几天要好好休养，不能沾染寒气，怎么又弄成这样了？花荣很瘦，抱在怀里轻飘飘的。江云追没觉得费力，皱眉问，谁是他相公？白日送他来的那位公子就是啊，眉骨的位置有道疤，说话温温和和的，你不是也见到了吗？他不是。江云追黑着脸否认，把花荣抱进屋里放下。大夫跟在后面说，他喝蕨子汤损了气血，导致宫寒瘀滞，经血不调，之前已喝过一帖药，现在只能注意保暖，咬牙熬过去，等这次癸水结束再慢慢用药调理，你送这儿来也没用。江云追没把后面的话听进去，回头瞪着大夫，你刚刚说他喝了什么？外面雨势未减，江云追一路驾车，浑身都淋得湿透，这会儿瞪着眼看人，委实有些吓人。大夫瑟缩了下，说，我说他喝了蕨子汤，你不知道吗？江云追确实不知道，他只顾自己爽快，根本没有考虑过子嗣问题，亦或者说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根本没有想过花荣会是他孩子的娘亲。衣服湿哒哒的粘在身上很不舒服，寒意穿透肌理，直往骨子里钻。好半晌，江云追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问，那他以后还会有孩子吗？这很难说，他之前喝的药很烈，对身体的损伤很大，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可能有子嗣的。如果好好抓药调理，在房事方面节制温柔些，过几年也许还有希望。莫名的，江云追松了口气。虽然他现在还不想要子嗣，虽然他的正妻不可能是花荣，但他不想花荣因为他被剥夺做母亲的资格。回过神来，江云追对大夫说，不管需要多少钱，给他开最好的调理的药。安顿好花荣，江云追才去阴府见太子。他还穿着那身湿衣服，形容有些狼狈，而太子穿着杏黄色四爪蟒龙服，端坐在桌案后，连头发丝都透着天界的威仪和贵气。出什么事了？阿追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的婢子生病了，所以耽误了些时间，人命关天，太子殿下向来宽宏大量，应该不会介意吧？太子之前晾了江云追一下午，现在江云追迟到大半天，也算是扯平了。
太子诧异：“是那个叫花荣的婢子吗？病得严不严重？本宫带了御医随行，可要让御医看看。”太子能一口说出花荣的名字，应该已经调查过江云追来郴州这段时间的近况。江云追坦然回绝：“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病发时挺折磨人的，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本宫之前听太子妃的妹妹提起过她，说她的绣活做得很好，没想到前几日来帮齐王妃量尺寸做衣服的人就是她。她回去可有和阿追说过什么？”花荣在齐王府被李香菱欺负，太子也是见过花荣的，只是他没有把这个小小的婢女放在眼里，根本不记得花荣长什么模样。江云追并不知道那日发生过什么，只当太子是怀疑自己和萧明幽还有旧情，沉声道：“她虽然是我的婢女，却也是昭陵的子民，太子殿下此行需要保密，她自是不敢乱说什么。我也是今日偶遇齐王妃，才知道齐王要迁墓到郴州。”偶遇？太子的语气透着怀疑。郴州城不比汉京，却也不小，两个人若不是存心要见，其实很难碰到。江云追只好说出经过：“昨日说好要把那处庄子卖给殿下，我一早便去府衙办理相关的文书，回来路上却听到有人要跳河，找过去一看，发现是齐王妃，没说几句话，殿下的亲兵就到了。”萧明幽当时的眼眶红肿，整个人像是丢了魂。江云追原本有很多问题想问，看萧明幽那样，便什么都问不出口了。她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如今死了丈夫，日子更是煎熬，就算用点心机让自己过得好一些，也不是不能原谅。听到跳河一词，太子飞快地皱了下眉。这时有人进屋禀报：“殿下，王妃求见。”太子看了江云追一眼，扬声道：“皇婶请进。”话音刚落，萧明幽缓步进屋，跪在太子面前：“都是妾身不好，妾身不该在河边乱走，叫人误以为是要跳河。江三少爷并不知道妾身身份，只是出于好心救下妾身，还请殿下莫要误会。”萧明幽说着，重重地磕了个头。他的说辞和江云追的差不多，只是特意强调江云追在救人之前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很有避嫌的意味，显得他和江云追之前好像真的有过什么。最后这一头磕下去，更是透着小心翼翼的在意。如果他不在意江云追，怎么会这么害怕他被误会责罚？新衣服没做好，萧明幽穿的仍是素白的丧服，俯身跪在那里，如同一朵雪白圣洁的菊花。太子的眸子染上一片晦暗，起身来到萧明幽面前，亲手把他扶起来：“皇婶是本宫的长辈，怎可随随便便向本宫下跪？本宫就算不相信阿追，也该相信皇婶的人品，不是吗？”太子比萧明幽高很多，一身气度威严，被他抓住胳膊，萧明幽的肩膀很明显的颤了颤。江云追在一旁看着，感觉有些违和，一时却想不起是哪里不对劲。突然听到太子说：“阿追身边那位婢女之前应该见过本宫，为何装作不认识？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第92章狩猎。她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小丫鬟，殿下不是怀疑她有什么企图，而是怀疑我吧？江云追接过话，毫不畏惧地看着太子。萧明幽连忙解释：“殿下，妾身和江三少爷真的是清白的，当初在云山寺，江三少爷就是可怜妾身，所以对妾身多有照顾，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萧明幽一脸的紧张不安，任谁都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在意江云追。太子挑眉，话里有话地说：“本宫就是这么随口一问，又不是要治谁的罪，皇婶你紧张什么？”萧明幽好像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表现得太过了，故作镇定：“江三少爷是好人，妾身怕又害了他。”太子放开萧明幽，似笑非笑地问：“皇婶这话是什么意思？阿追是好人，本宫就不是好人了？”方才他用的力道不小，萧明幽胳膊处的衣服被握得有些皱，萧明幽不敢看他，低垂着脑袋说：“妾身不是这个意思，殿下乃人中龙凤，自然也是好人。”说着话，萧明幽耳垂爬上红晕，粉嫩嫩的，如同刚刚成熟的水蜜桃，香甜诱人。太子看得心头微痒，余光扫向江云追，既然事情已经说清楚了，阿追现在可以赶回去照顾心上人了。萧明幽诧异地问：“花荣姑娘生病了？”“是啊。”太子替江云追作答，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阿追方才为了他，连本宫的召见都不管不顾了呢。萧明幽的表情有瞬间僵滞，随后说：“花荣姑娘人很好，江三少爷心疼她也是应该的。”萧明幽后半辈子只能为齐王守寡，没人心疼，对比之下颇为心酸可怜。江云追不想让太子借自己往萧明幽胸口插刀子，拱手告退。江云追一走，太子便把萧明幽提到桌案上，桌上的卷轴笔墨皆被扫落在地。萧明幽立刻露出惊慌之色，眸底也含了泪，哭着哀求：“殿下，你不能这样对妾身。”“不能。”太子挑眉，强势地扣着萧明幽的后脑勺落下吻来。萧明幽像之前那样想要咬他，却给了他机会，被他攻城略地。不多时，萧明幽便软了身子，靠在太子肩上喘气，眸底的泪化作春水，妩媚含情。太子抬起萧明幽的下巴，迫使他和自己对视，喉结滚了滚，问：“你不愿成欢，到底是在为已故的人守节，还是为江云追守节？”听到江云追的名字，萧明幽的反应又激烈起来，他试图推开太子，
急急道：“殿下要折辱，妾身可以，但不要这样说阿追，他赤诚善良，重情重义，绝不会如殿下这般。”这话激怒了太子，他堵住萧明幽的唇，不容拒绝地将他霸占。既然你这般喜欢他，下次本宫就当着他的面让你哭出来。江云追把花荣从医馆接回贺家，已是晚上。见花荣是被江云追抱着的，玉婉眼底闪过恼恨，却还是上前故作关切：“少爷，花荣姐姐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可是生病了？”江云追没有要理会玉婉的意思，花荣哑声回答：“只是来了癸水，没什么大碍。”玉婉撇撇嘴，暗骂花荣矫情，而后说：“方才州府大人派人来请少爷回府去住，还说贵人邀少爷过2日一起去山里狩猎。花荣姐姐身子不适，还是奴婢陪少爷一起去吧。奴婢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受过猎呢。”玉婉一脸期待，并非真的想去狩猎，而是想看看这京里来的贵人究竟是何模样。万一被贵人看中，说不定他就能跟着回京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了。狩猎都要带些什么东西啊？玉婉兴奋地说个不停。江云追觉得吵，把花荣放到床上后，不客气地反问：“你什么都不懂，去了能做什么？”江云追的语气有点凶，不像前些日子那样随和。玉婉愣了一下，说：“婉儿可以学。”江云追这会儿没有耐心，正想把玉婉轰出去，花荣开口说：“贵人出门，自然会有人准备东西，到时需要什么可以直接问他们要，态度好些就行。”花荣明显是在帮玉婉说话。江云追横了花荣一眼，不悦地说：“贵人身份尊贵，他没学过规矩，万一冲撞了贵人，便会丢掉小命。还是你随我去。”玉婉不想白白失去这么好的机会，不甘心地说：“可是花荣姐姐身子不适。”话没说完，便被江云追粗暴地打断：“主子做事什么时候还要考虑下人舒不舒服了？”玉婉这才发觉两人之间的氛围不太对劲，吓得噤声，连忙退出房间。屋里安静下来，花荣温声开口：“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少爷这般凶他，不怕这几个月的虚臾委夷都作废吗？”这几个月他都在为搜集殷海潮父子的罪证努力，让玉婉留在身边，一是想让别人相信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二则是想让玉婉日后作证指认贺俊这些年一直在为殷海潮提供权色交易。萧明幽一出现，就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江云追凉凉地睨着花荣，故意隐瞒这笔账还没算，还有心思管别人。奴婢的命都在少爷手里，少爷要处置奴婢易如反掌，奴婢只求问心无愧。花荣一脸坦然，像是吃定江云追不会拿他怎么样，没了之前的怯懦害怕，显出反骨。良久，花荣听到江云追说：“把你卷入这些是非中的人是我，你应该恨的人也是我。”言下之意，恨他可以，不能恨萧明幽。2日后，天气晴好，花荣和江云追一起随太子来到城北山上狩猎，一同出行的还有萧明幽和殷府的几位少爷小姐。一下马车，萧明幽便不小心崴了脚，太子把负责伺候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又勒令清兵搭好营帐。萧明幽歉然地说：“都怪妾身自己不小心，不怪别人，妾身伤得不重，万莫因为妾身扰了兴致。皇婶腿上有旧伤，御医说过要好好休养，便是小伤也不可疏忽大意。”太子很自然地接过话来。萧明幽垂眸避开他的目光，轻声说：“谢殿下关心，妾身确实还能坚持，不仅因为不想害大家白跑一趟，更因为妾身自己想多看看这里的风景。”第93章有毒蛇。萧明幽刚被人扶进帐中休息，便有太监来找花荣。萧明幽崴了脚，行动不便，一个人待在帐中很无聊，花荣成了照顾他的最好人选。贵人，花荣姑娘来了。花荣随太监在帐外等候，先听得一声细软克制的痛吟，然后萧明幽才开口说：“花荣姑娘，请进。”这次出行阵仗不算铺张，但帐中陈设应有尽有。入门还有一扇云雾纱做的锦屏，锦屏薄透，隐约映出2道交叠的身影。萧明幽坐在矮床上，太子蹲在他面前，手里正握着他那只被崴伤的脚，隔着锦屏看不真切，越发的旖旎香艳。花荣只扫了一眼，便屈膝跪下：“奴婢见过贵人。”营帐不隔音，周围又有这么多人看着，花荣还以为是御医在帐中为萧明幽治伤，没想到太子竟然如此胆大妄为。过来。太子发话，花荣这才绕过屏风来到2人面前。他看到不该看的，脑袋垂得很低。太子握着萧明幽的脚坐到矮床上，漫不经心地问：“脑袋垂这么低做什么？上次来量尺寸，你不是就知道了吗？”量尺寸那日，太子还不知道花荣是江云追的婢子，扣着萧明幽亲了好半晌，如今知道了，却也并不害怕。这个婢子胆子小，什么都没敢说，如此反倒让事情变得更加刺激有趣。花荣没有抬头，复又跪下，轻声说：“回贵人，奴婢什么都不知道，也不会乱说话。”抬起头来。太子再度命令，花荣捏紧绢帕，这才乖乖抬头。那次在齐王府，花荣被李香菱欺负后吓得不行，全程都低垂着脑袋，说话都在发抖。太子只记得花荣当时有些狼狈，人也胆小的不行，这会儿才发现她是个相当好看的丫鬟，
眉眼秀丽却不小气，看向他的眼神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慌乱怯懦。太子很是意外，不由多看了花荣2眼。萧明幽怯生生的开口：“殿下。”萧明幽涨红了脸，觉得难为情，低低的唤了一声，想要把脚收回来。太子收回目光，没有松手，反而更放肆的抚上萧明幽的小腿。萧明幽顿时含了泪，眸光潋滟。太子就爱看萧明幽含着泪，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正想再把人欺负得狠一些，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偏头再看花荣，便发现他那双眸子和萧明幽的很像，都是丹凤眼，眼睛很大，自带风情，眼尾自然上扬，哭起来的时候眼尾会发红，妖精一般惑人心魄。太子的眼神一点点沉了下来。他是一国储君，从生下来就在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他的东西别说有人觊觎，就是多看一眼也会被挖掉双眼。可是现在不仅有人喜欢他的人，还弄了个赝品养在身边，像是被一根细软的毛刺扎了一下，谈不上疼，但就是让人很不爽。花荣从太子看得心里发毛，身体不自觉绷紧，后背也爬上寒意。萧明幽适时提醒：“时辰不早了，殿下该去狩猎了。”看萧明幽的时候，太子收起眸底的寒意，温和地问：“皇婶可有喜欢之物？本宫可以把他们都猎回来。”太子对自己的骑射之术很有信心。萧明幽想了想说：“妾身喜欢养兔子。”太子爽快应下，很快带人去林中狩猎。没一会儿，工人送了热腾腾的茶点到帐中，萧明幽没让工人伺候，一脸歉然地对花荣说：“我现在行动不便，有劳花荣姑娘倒杯茶给我，可以吗？”热茶滚烫，花荣倒出来，放凉了些才递给萧明幽。萧明幽却没接，看着花荣问：“听说前几日花荣姑娘病了，阿追急得连太子殿下的召见都顾不上，姑娘这么快就好了，不会是为了阻止阿追与我见面故意装的吧？”和那次在云山寺的时候一样，四下无人时，萧明幽才会露出本来面目，用最温柔无辜的表情说出满是恶意的话。花荣看了眼萧明幽崴伤后没有任何变化的脚，反问：“王妃这么在意这件事，难道很想和少爷见面？”太子虽然走了，营地却还留了不少人看守保护，为防隔墙有耳，说话还是要小心些的好。萧明幽眉梢微扬，接过花荣手里的茶喝了一口，惋惜地说：“数月不见，你好像比之前长进不少，都知道还击了。要是桃花有你一半聪明就好了。”直到现在，萧明幽也还是没把花荣当成对手。花荣并不生气，淡淡的说：“谢王妃夸奖，奴婢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跟王妃学的。若非有萧明幽亲身示范，花荣在江云追面前的演技不会进步那么快，戒备心也不会那么强。”萧明幽觉得花荣的回答挺有趣的，正要说点什么，营帐传来一声尖叫。花荣正想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余光却看到矮床旁边的地上钻进来一条红色的蛇。那蛇不大，只有食指粗，通体泛红，吐着蛇信子，打探着周围的情况，直叫人头皮发麻。“别动，有毒蛇！”花荣冲萧明幽喝了一声，随后大声朝营帐外面喊：“快来人！王妃帐中有毒蛇！”外面吵吵嚷嚷，无人回应。那蛇又往前爬了些。萧明幽僵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扭头，正好对上一双黑漆漆的蛇眼，尖声叫起：“你快把它弄走，别让它靠近我！”萧明幽说着，把手里的茶杯砸向那条蛇。那蛇受惊，闪电般朝花荣冲过来。花荣本能地拔腿往外跑，刚出营帐便撞进一个硬实的胸膛。江云追单手环住花荣的腰，一剑将那条蛇斩成2段。这几个月，花荣的性子虽然磨练得沉稳了很多，对蛇这种生物却是出于本能的害怕。他的心跳很快，手脚跟着发软，控制不住想要抱住江云追，从他身上汲取力量。帐中萧明幽还在尖叫，太子带人冲进去，花荣还没来得及环住江云追的腰，便被推开，江云追跟着冲进帐中。花荣握紧拳头，喘了好一会儿气，才慢慢冷静下来。第94章地洞。萧明幽吓得不轻，当场发起高热来。太子召了御医，一直在帐中守着，江云追不便进去，只能守在帐外等消息，看也没看花荣一眼。花荣知道自己现在说什么，江云追都不会相信。等没那么怕了，捡起地上蛇的尸体去扔掉。虽然知道是死物，亲手触碰到冷硬的蛇身，花荣还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种本能的恐惧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克服的，但只要经历的足够多，也就不那么怕了。害怕恐惧是被娇宠着长大的人才有的特权，他就是个低贱的丫鬟，连害怕都没有资格。丢完蛇，花荣想找地方洗手，却在无意中听到林间有人在说话：“今天可真邪门儿！太子殿下带着我们刚进林子，就被一群蛇拦了路。这山里不会有什么邪祟吧？怎么变成蛇了？不是老鼠吗？我听走在最前面的李四说是一群老鼠在搬家，呼啦啦的往山下跑，至少有好几百只呢。”花荣脑子里瞬间浮现出山中蛇鼠四下奔逃的画面，心脏尖锐的痛了一下，极度的不安蔓延开来。要地洞了！有个声音在耳边炸开，花荣连忙回到营地。地洞并非小事，
一旦发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但仅凭蛇鼠奔逃，根本证明不了什么，不会有人相信他的话。花荣想找江云追商量，到了营帐外却没看到人，反倒是一个太监走出来说：“花荣姑娘，太子殿下要见你。”那太监的神情算不得和善，花荣握紧拳头，强迫自己稳了稳心神，步入帐中。营帐里，御医已经退下，太子坐在矮床上，萧明幽则虚弱地靠在他怀里。许是受了惊吓，萧明幽看上去很没有安全感，不再抗拒太子的触碰，反而有些依赖。太子对萧明幽的态度转变很是受用，却也更加心疼萧明幽在他不在的时候受到了惊吓。花荣一进帐，太子便冷声喝道：“跪下！”太子凶的明明是花荣，萧明幽却瑟缩了下，柔柔地说：“殿下，花荣姑娘也是女子，胆子小是正常的，妾身不怪她。”太子也和江云追一样，认定花荣是故意丢下萧明幽一个人逃跑的。萧明幽绝口不提是自己扔茶杯惊了蛇，趁机大度地为花荣求情，显示自己的善良。太子毫不怀疑，心疼地揽着萧明幽的肩膀，他只顾自己逃命，让你一个人置身险地，你还要为他说话？萧明幽端庄地笑笑说：“殿下回来的很及时，妾身这不是没事吗？殿下就看在妾身的面子上算了吧。若是本宫回来晚了呢？你现在还能跟本宫说话吗？”太子拔高声音，只觉得萧明幽实在太善良了，都被一个卑贱的丫鬟欺负成这样了，竟然还在为他求情。萧明幽不说话了，眼眶瞬间发红，对劫后余生仍是后怕的。太子这才看着花荣说：“王妃为你求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不是看到蛇害怕吗？那本宫就让人挖了你这双眼睛，以后你就不会害怕了吧？”自从发现花荣和萧明幽的眼睛相似，太子心里就很不爽，这下正好有了借口可以挖掉花荣的眼睛。殿下！萧明幽低呼一声，似乎觉得太子的决定有些过于血腥，但他只是被吓到，并没有再为花荣求情。太子抱着萧明幽温声安抚，给立在一旁的亲兵递眼色，示意他们把花荣拉下去。殿下，花荣鼓足勇气开口：“奴婢方才听说山里有蛇鼠窜逃，这是不祥之兆，恐怕马上会有地动发生，请殿下先带人回城，让官府发出告示，疏散百姓吧。”花荣说得很急，言辞恳切，但地动这个词只在史书上出现过，落在太子耳中很是陌生。他根本不相信花荣的话，只觉得是他为了逃避惩罚慌乱之下找的说辞。萧明幽也不以为意，却还是怯生生地问：“殿下，山里当真有蛇鼠窜逃吗？”皇婶不必害怕，这个贱婢不过是为了逃避责罚，故意夸大其词。昭陵史书上的确有地动的记载，但都发生在边陲之地，郴州地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里很安全。太子对史书的翻阅还是很多的，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萧明幽露出崇拜之色，转而劝花荣：“花荣姑娘，地动之事非同小可，你万不可因为害怕就胡言乱语，万一传出去造成百姓恐慌，你可负不起这个责呀。”花荣也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又没有证据，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人相信，但直觉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他执拗地说：“奴婢愿用性命担保，求殿下赶紧让官府通知百姓，让他们撤离到宽阔平坦的地方，但不能找地势太低的地方。地动发生后，山体坍塌堵塞河流，水位上涨也会很危险。还有……”够了！太子粗暴地打断，厉声道：“把这个妖言惑众的贱婢拖出去砍了！”两个亲兵拖着花荣往外走，这时江云追冲进营帐，急急地说：“慢着！”江云追刚刚被太子派人支走，刚回来就听到太子要砍花荣的脑袋，冲入帐中，又看到萧明幽靠在太子怀里，两人举止异常亲密，受到的冲击很大。但这会儿容不得他多想，江云追拦下亲兵，看着太子问：“不知我的婢女犯了何罪？殿下竟然要砍她的脑袋？”太子冷笑：“你让他自己说。”花荣把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他没有为自己辩驳求情，只对江云追说：“少爷，奴婢说的都是真的。阿追你这丫鬟可真厉害啊，竟然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下次再做错事，她该不会说自己是神女转世吧？”太子的语气很是嘲讽，对花荣说的半个字都不信。萧明幽歉然地说：“妾身方才已经替花荣姑娘求过情了，但地动之事委实太玄乎，妾身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话说的好像花荣是自己犯了蠢找死。江云追抿唇，花荣不敢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孤注一掷地说：“明日日落之前，地动便会发生，奴婢说的是真是假，到时便能知晓。”第95章，山崩地裂。一日时间并不长，花荣说的言之凿凿。太子虽然不相信他说的话，却也想让他死个明白，当即命亲兵把营地移到远离山林的开阔地带，然后把花荣绑起来吊到树上去。麻绳粗糙，没多久，花荣的手腕就被勒出血来，但他没有害怕，竭力劝说太子：郴州周围群山环抱，一旦发生地动，滑落的山体必然会阻断道路和河流，殿下能否先派2个人到郴州以外的地界等着，万一真的事发，也好及时向朝廷求援。花荣说的有模有样，而且派2个亲兵到外面等信并不费事，太子略加思索便同意了。花荣舔舔唇继续说：“
滑落的山石非常大，光靠人力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清理完，需要大量火药炸开才好清理疏通。现在去别的地方拿火药已经来不及了，但采石场和做鞭炮的地方常年都会备有火药，殿下能不能找人把火药收集到安全的地方？这件事比派亲兵报信要麻烦多了。火药这种东西一般是不会轻易交给别人的，如果要拿，声势必然不小。太子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牵着鼻子走过。况且大量的火药放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万一花荣别有企图，后果不堪设想。太子没有立刻答应，审视地看着花荣：“你不是忠永伯府的粗使丫鬟吗？怎么会知道这些？地洞这种事，几十甚至上百年才会发生一次，若不是看过史书记载，寻常人不可能如此了解。奴婢幼时在风月场所听说书先生说过很多奇谈怪事，觉得有趣，便都记下来了。说书先生说，蛇鼠窜逃乃不祥之兆，预示着天灾。”放肆！太子厉声呵斥，觉得花荣简直是在不要命的戏耍他。在风月场所说书的都是些江湖骗子，这些人的话也能当真？来人，给本宫砍了他的脑袋！慢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殿下既然已经答应要等到明日日落，现在变卦岂不是出尔反尔？江云追出言阻止。太子皱眉瞪着他，他明显是在拿江湖术士的话骗本宫。阿追替他说情，难道是要拿整个忠永伯府为他作保？江云追已经看到太子和萧明悠有亲密举动，太子对江云追的敌意又多了2分，故意拿忠永伯府压着江云追。江云追反驳，约定的时间未到，便不能认定他是在骗殿下。若他说的都是真的，殿下是要郴州所有百姓为殿下的颜面承担后果吗？太子来郴州后的所作所为让江云追很是失望，江云追没给他留面子，话说的直白又刺耳。太子的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萧明幽在这个时候开口：“大家不要吵了，都是妾身不好，是妾身太娇气了。如果不是妾身被蛇吓到，殿下不会责罚花荣姑娘，也不会生出这样多的事端。”萧明幽说着红了眼，垂涎欲泣。太子见状，眼底闪过寒厉的冷气，寒声道：“既然阿追愿意相信自己的婢女，那带人收集火药的事就交给阿追亲自去做。要是明日无事发生，该如何处置这个婢女，也由阿追亲自动手。”好。江云追毫不犹豫地答应，从太子的亲兵里点了4个人随行。离开之前，江云追来到花荣面前郑重承诺：“不管明日如何，我都会赶在日落之前回来。”说完便要离开，花荣低声提醒：“时间紧急，舅老爷不一定可靠，找莫公子帮忙应该会更快些。”江云追走后，太子没再为难花荣，只是让他在树上吊着，不给他东西吃，也不给他水喝。花荣没办法睡觉，身体疲倦到不行，到了第2天，脑子都跟着变得浑噩。不知道过了多久，负责看守他的官兵呵斥：“老实点，你晃什么？”话音刚落，整个大地剧烈的晃动起来，所有人都站立不稳，被吊在树上的花荣更是晃得厉害。片刻后，轰隆的巨响传来，昨日他们打猎的山头轰然崩塌，巨大的石块滚落，尘土漫天，山崩地裂。整个过程不过持续了几息，郴州的秀丽山河却已变得破败不堪，所有人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会儿，阴府的几位小姐哭了起来。太子冲出营帐，来到花荣面前，他恶狠狠地盯着花荣看了许久，最终冷声命令：“把他给我放下来。”花荣被丢到一个亲兵的马背上，太子留了4个亲兵保护萧明幽，便带人赶回城中。一路上入目的皆是坍塌的房屋和受伤求救的百姓，到城门口的时候，却碰到殷海潮。不等马停下，殷还朝便下马请罪：“下官来迟，请殿下恕罪。”城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百姓，太子扬手就给了殷还朝一边。发生这么大的事，身为益州州府，不调派人手救人，却跑来这里，你知不知道这是玩忽职守？殿下责罚的是殷还朝认罚，随后坚定地说：“百姓要救，但殿下的安危更重要。”这话有拍马屁的嫌疑，却成功让太子没了火气。太子没再责罚殷还朝，直接去了州府衙门，许多百姓都逃到衙门外面寻求庇护，见殷还朝出现，立刻涌上来。衙役和随行亲兵立刻上前保护，太子还是不可避免的被推搡了好几下。好不容易进到衙门里面，看到的也是一片断壁残垣，公堂上悬挂的烫金匾额也掉到地上，砸得稀烂。殷还朝上前劝说：“殿下，这次地洞受灾严重，城中恐怕不安全，下官还是先派人送殿下回京吧。”太子冷冷地横了殷还朝一眼：“城中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让本宫现在离开，岂不是让天下人嘲笑本宫懦弱无能？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下官只是……”求救声还在不断从衙门外传来，太子不想听殷还朝辩解，看向门口问：“花荣何在？”没一会儿，花荣被带进公堂。从现在开始，你就跟在本宫身边，不许离开半步。太子沉声下令，说完看向殷还朝：“殷大人，说说你的赈灾对策。”殷还朝内心震荡不已，这个小小的丫鬟什么时候抱上太子的大腿，竟被允许旁听政事？
第96章，谁让你在这弹琵琶的？事发太突然，殷海潮只想着要带人救太子，还没来得及组织救援，太子又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通，而后问花荣：“你有什么想法？”太子让花荣旁听政事已经足够让殷海潮惊讶了，现在还询问起花荣的想法，殷还朝只觉得见了鬼。花荣恭敬道：“回殿下，说书先生的故事里没说别的，奴婢见识浅薄，不敢在殿下面前班门弄斧。”殷还朝在太子面前都要装傻充愣，花荣就更不会抢这个风头了。太子对花荣的回答倒是并不意外，他就是个有几分姿色的粗使丫鬟，大字恐怕都不识几个，哪能知道如何调配人手赈灾？这次不过是他运气好，误打误撞才说中罢了。事态紧急，太子现在还顾不上处置花荣，把花荣晾到一边，命令殷还朝派人去找郴州校尉，再把没有受伤的青壮男子召集到一起，全力救人。大夫和药材必须尽快准备好，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消息送到汉京求援。殿下英明，能有殿下这样的储君，是郴州百姓之福，更是昭陵所有黎民百姓之幸。殷还朝跪下，夸得言辞恳切，眼含热泪，在场的衙役和亲兵也都跟着跪下齐声高呼。太子心里却很是受用，面上却严肃道：“还不快去救人，耽误了救灾本宫绝不轻饶。”殷还朝带人退下，没多久便有人拿了软垫靠枕和香炉来。现在不是享乐的时候，太子冷着脸呵斥了一番，呵斥完却还是把东西都用上了。傍晚，衙门外又吵嚷起来，本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出门一看，却是贺峻联合城中富商来叩谢官府的。见太子出来，众人哗啦啦跪了一片，齐声夸太子体恤百姓，英明睿智，日后定是千古明君。夸完又邀请太子一同用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太子直接拒绝。贺峻却上前说：“殿下万金之躯，还要为我等贱民辛苦操劳，殿下不用饭，我等又怎么吃得下去呢？”众人立刻附和。太子见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下来。吃饭的地方定在城中最大的酒楼，这酒楼修得十分牢固，在这次地动中竟然只是掉了几片瓦，并未受到任何损伤。因这酒楼修成和太子出生都是甲子年，贺峻言之凿凿地说，这楼是沾了太子的黄胄之气，才能化险为夷。贺峻在殷还朝身边这些年，早就把溜须拍马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太子被他这么一说，心情也是大好。因此进了酒楼，看到有乐师和舞姬在表演节目，也没有大发雷霆，只微微皱眉不赞同地说：“百姓尚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宜饮酒作乐。正是因为天降横祸，到处都人心惶惶，才更需要歌舞来安抚人心，鼓励大家振作起来啊！殿下没有被这次天灾吓到，我们才会有信心渡过难关啊！”贺峻的脑门被掉落的瓦片划出一道口子，不管做什么表情都有些滑稽可笑。太子却被他说服，没再要求撤下歌舞。晚宴在悠扬婉转的乐曲声中开始，丰盛的佳肴如流水般端上桌，明亮的灯火映着觥筹交错，地动造成的山崩地裂好像只是一场梦，并未带来什么惨痛的后果。3巡酒过，气氛热烈起来。贺峻突然问：“殿下，这位不是江三少爷的婢女花荣吗？她怎么会在这里？”贺峻的表情很是难以置信。太子喝了口酒，反问：“你认识她？”江三少爷在贺家住了好几个月，草民当然是认识花荣姑娘的。贺峻点头，一脸认真地说：“而且花荣姑娘在汉京的风月场所长大，一身绝活，可不是一般的庸脂俗粉能比的。”太子回头看了眼花荣，被吊了一夜，他整个人看上去狼狈又疲倦，从头到尾都低垂着脑袋，安静站在角落，木头桩子一样。如果不是贺峻突然提起，太子都快忘记身边还有这么个人了。一个粗使丫鬟能有什么绝活？太子被好奇，贺峻扬声道：“姑娘还不快给太子殿下露一手？”花荣从来没有当众表演过，贺峻分明是记恨当初他在公堂上找出破绽，害死他那外室，终于找到机会故意报复。贺老板实在高估奴婢了，奴婢不会什么绝活，不敢在殿下面前献丑。花荣冷静应答。贺峻立刻一脸歉然：“花荣姑娘这是害怕江三少爷知道了发脾气呢。男人都是这样，不喜欢自己的女人抛头露面，都怪草民唐突，不该多嘴。”贺峻说着，做事打了自己嘴巴2下，又自罚3杯赔罪。太子对花荣的兴趣却不减反增，一个替代品都看得这么紧，江云追怎么可能忘得掉萧明幽？太子把玩着手里的酒杯，悠悠开口：“是不是献丑？看过才知道。这便是要花荣表演的意思。”花荣握紧拳头，迟疑片刻说：“奴婢幼时确实学过几日琵琶，但这会儿手腕伤着使不上力，请殿下恕罪。”花荣说着，撩起袖子，露出腕上的伤，大片肌肤被磨破，血已经凝固变成褐色，因为一直没有清理包扎，看上去很是狰狞可怖。贺峻啧啧出声，装出不忍，太子却无动于衷，冷着脸说：“只是受了点伤就不中用了，看来这手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言下之意是要砍了花荣的手。后背爬上冷汗，花荣只好改口：“既然殿下想听，奴婢努力试试。”花荣问乐师要了琵琶，贺峻则让人放了把椅子在宴席中央的空地上。花荣走过去坐下，开始拨弦调音。
自从进到钟永伯府，他便再也没有碰过琵琶，指头都是僵的，试着弹了一会儿，才勉强找回一点感觉。指尖奏出的旋律流畅起来，腕上的伤却再度崩裂流血，嫣红的血歪歪扭扭的染红琵琶。看到这一幕的人不知不觉安静下来。这时，江云追突然带着满身泥污冲进酒楼，夺过花荣手里的琵琶，狠狠砸在地上，断弦发出嗡鸣，如同悲吼。江云追红着眼，恶狠狠地瞪着花荣：“谁让你在这弹琵琶的？”第97章，也看看你的诚意。阿追，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弄了一身的泥？演了几个月的酒肉朋友，贺俊对江云追的称呼亲昵起来，说着话就要去揽江云追的肩膀。江云追冷着脸，不客气地把贺俊的手折到身后。贺俊立刻嚎叫着向太子求救。太子气定神闲地坐着看热闹，并没有要开口帮贺俊的意思。贺俊狐假虎威地说：“阿追，太子殿下还在这儿呢，你不先向殿下行礼，打我做什么？”以江云追的身份，就算折断贺俊的手也算不得什么，但对太子不敬是大罪。僵持了一会儿，江云追还是松开贺俊，拱手朝太子行礼：“启禀殿下，从昨晚到现在，我一共带人收集到234斤火药，火药已全部运到衙门库房，但采石场和旁边一个村子全都被滑落的山体掩埋，沿路还有很多百姓受困，请殿下尽快派人前去施救。”从昨晚到现在，江云追滴水未进，加上憋着火，嗓子哑得厉害，整个人都变得沉稳肃穆。正事要紧，太子并未追究江云追的礼数问题，先派人去组织人手，然后才对江云追说：“辛苦阿追了，快坐下一同用饭吧。”说着话，已有人夹了桌椅碗筷。江云追只想掀桌子，根本没有心思吃饭，定定地看着他太子问：“我是奉殿下的命去收集火药的，我的贴身婢子为何会沦落到再次弹琵琶？在昭陵，当众表演是继子和伶人才会做的事。太子让花荣当众弹琵琶，无疑于是在贬低江云追的身份，当众打他的脸。”贺俊有心讨好太子，故意道：“能为昭陵的储君献艺，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阿追这般生气，难道是觉得给太子殿下弹琵琶折辱他了？”贺俊想用储君的身份压江云追，江云追却不吃这套，眼神凌厉地看着贺俊。钟永伯府世代忠良，便是府里的婢子，也不做哗众取宠、谄媚逢迎之事。言下之意，太子折辱的不是花荣，是钟永伯府。江云追这些时日和玉婉同进同出，贺俊还以为花荣失了宠，想趁机报复，没想到踢到铁板，他怕引火烧身，改口道：“太子殿下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在州府衙门坐镇救灾，花荣姑娘被殿下的英明睿智折服，自愿献艺。阿追，你何必这么较真扫大家的心？”贺俊料定花荣不敢说出真相，把责任都推到花荣头上。其他人跟着附和，希望这件事能就这么接过去。江云追抓起花荣还在流血的手，嗤笑出声：“他都伤成这样了，还能自愿献艺？就是带伤献艺才更有诚意。”贺俊死鸭子嘴硬，还要强行辩解。江云追松开花荣，闪身来到贺俊面前，抓起筷子，直接把他的右手钉在桌上。啊！杀猪般的嚎叫响起，贺俊本能的挣扎，但越挣扎就越疼。江云追捡起那把被砸烂的琵琶，砸到贺俊身上，寒声命令：“你也给太子殿下弹一个，我看看你能有多少诚意。”贺俊没想到江云追敢当着太子的面对自己下如此狠手，再看江云追如同看见索命的阎罗，惊惧的大叫：“太子殿下救命！江三少爷要杀了草民！殿下！”嫌他太吵，江云追直接卸了贺俊的下巴，嚎叫戛然而止。贺俊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见江云追还不肯放过自己，吓得当场失禁，晕死过去。围观的富商全都嫌弃的捏住鼻子。江云追踢了贺俊一脚，不屑的嗤了一声：“废物！”随后又看向太子说：“他连带伤为殿下弹一曲琵琶都做不到，可见对殿下的心也不成，殿下还是不要轻信他比较好。”话是贺俊说的，江云追不过是验证了一下，闹了这么一番，竟寻不出他的错来。太子的神情晦暗了些，似笑非笑地说：“阿追为了个婢女，当着本宫的面伤人，对本宫又是存的什么样的心呢？”太子让花荣当众表演，是贬低江云追。江云追不要太子做主，直接打了贺俊，也没给太子面子。古人有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太子贬低江云追，按理江云追作为臣子之后，应该咬牙忍着，才能显示忠心。江云追听出太子话里的不悦，并未害怕，理直气壮地说：“今日之前，她当然只是个普通的婢女，可现在她预言了地动，还帮殿下想了2条至关重要的应对之策，对郴州数万百姓都有再造之恩。我为她鸣不平，也是不想寒了其他想为殿下效忠之人的心。”花荣预言地动的事并未宣扬开来，只有此次与太子随行的这些亲兵知道，江云追这番话就是说给他们听的。这些人都是太子的心腹和亲信，太子可以不把花荣放在眼里，却不能不看重他们。太子的脸色一点点沉下去，没了吃饭的心思，起身欲走。江云追却拉着花荣，带着一身脏污，大摇大摆的入席就坐，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马上又吐出来。“这做的什么？腥死了，还不射下去喂狗？”
江云追骂骂咧咧，太子的脸直接黑成锅底灰，走得更快。太子一走，这些富商也坐不住了，纷纷找了借口想要离开。然而还没走到门口，一柄明晃晃的剑便钉到门上。我都还没吃上东西，一个个就都要走，是看不上我还是看不上钟永伯府？江云追做的自意，少了冷肃，多了些许痞气。众人连忙陪着笑脸坐回去。酒楼伙计重新上了碟油酥花生，江云追咔吧咔吧咬得嘎嘣脆，好一会儿才开口。这次地动受灾严重，朝廷的赈灾物资还要不少时日才能到。诸位今日陪太子殿下吃这顿饭，应该是诚心想为太子殿下效劳的吧？贺峻还晕死在那儿没人管，众人哪敢说不诚心，一个个都积极踊跃地说要捐粮捐布。江云追一点也不含糊，当即让酒楼伙计拿来纸笔，让这些人签字画押。直到夜深，江云追才带着花荣从酒楼出来。外面在刮风，花荣正觉得有些冷，一件带着体温的外衫就罩到他身上，然后是江云追低哑的声音：“抱歉，我又回来迟了。”花荣扒开外衫，正想说点什么，萧明幽的呼救声从不远处的巷子传来。第98章，奴婢没有丢下王妃。循声来到巷子，萧明幽正被几个穿粗布衣长的男子拉扯着。江云追毫不犹豫地上前，把几人踹翻在地。阿追！萧明幽带着哭腔喊了一声，扑进江云追怀里。萧明幽这一扑很是突然，江云追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回头看了花荣一眼。今晚没有月亮，巷子很暗，只有远处酒楼还有一些光亮。花荣披着她的外衫站在昏暗的夜色里，看不清神情，连身影都是单薄的。可怀里的萧明幽浑身都在颤抖，紧紧地抱着他，像是溺水的人拼命地抓着救命稻草不肯放开。江云追到底没忍心推开他。那几人看到有帮手出现，连忙爬起来逃走，最后一人还用力撞了花荣一下。过了好一会儿，萧明幽才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对江云追做了过分亲昵的举动，连忙推开江云追，急急地解释：“我刚刚就是太害怕了，对不起，我……”萧明幽的声音除了慌张还有羞怯，即便夜色昏暗，也能想象到他脸颊绯红、娇羞不已的模样。江云追替他解围转移话题：“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太子是留了人保护萧明幽的，但回来的路上看到太多受伤的人，萧明幽便把这些人派出去帮助别人了，甚至连马车都送了人。官府的人都去救人了，夜里无人巡逻，一些地痞流氓便想趁乱打劫。萧明幽只身一人走在路上，自然被他们盯上。萧明幽说着，又后怕的哭起来：“抱歉，我只是看那些人太可怜了，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帮帮他们，没想到会惹上麻烦。这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愧疚。”江云追安慰，随后又问：“可有受伤？”萧明幽立刻摇头，他否认的太快，反而没有什么可信度。江云追想到昨天去狩猎，他刚下马车就崴了脚，猜想他脚上的伤应该加重了，沉沉地说：“我背你回去。”萧明幽连忙后退：“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话音刚落，萧明幽就痛得低叫一声，分明是脚疼得厉害，强装没事。“上来！”江云追命令，根本舍不得再让他受一点痛。萧明幽还是拒绝，哽咽着说：“妾身已经害了江三少爷一次了，不能再害你第二次。江三少爷还是别管妾身了，这里离阴府还很远，城里正乱着，真放他一个人在这儿不管，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江云追咬牙，正想强行把萧明幽扛到肩上，花荣哑声开口：“奴婢可以去酒楼叫人帮忙，少爷陪王妃在这稍等奴婢一下吧。”江云追把贺峻打成那样，酒楼的人对花荣印象很深，不仅借了马车车夫给他，还把后院备的外伤药也都塞到马车上。花荣很快和车夫一起回到巷子，有外人在，萧明幽和江云追就更疏远了，看向花荣问：“我的脚不能用力，花荣姑娘能不能扶我一把？奴婢腕上有伤，也用不上力，万一伤着王妃就不好了，还是让少爷扶着王妃吧。”花荣语气温和，并不破坏两人肢体接触的机会。江云追顿时皱紧眉头，萧明幽也有些意外，他很快回过神来说：“是我忘记花荣姑娘有伤了，抱歉，我还在自己来吧。”萧明幽说完，一瘸一拐地准备上马车。江云追看不下去，直接把他抱起来。萧明幽低呼一声，手已经下意识地揽住江云追的脖子，急急地说：“江三少爷，这样不好。”萧明幽还是抗拒，只是话没说完就被江云追打断：“闭嘴！挺简单一件事，再这么磨磨蹭蹭下去，天都得亮了。”江云追的语气颇凶，萧明幽被塞进车里就不说话了。花荣在外面车辕坐下，让车夫驾车去阴府。马车刚驶出去，江云追先连出来，坐到花荣身边：“王妃受了惊吓，少爷不陪着王妃吗？”花荣明显是故意这么问的，被江云追凉凉的横了一眼。三人一起回到阴府，殷海潮和太子都还在府衙处理政务，没有回来。下人把萧明幽扶回院子，江云追和花荣也回到之前住的客房。下人很快送来热水，花荣走到江云追面前，准备帮他宽衣。江云追捉住他的手说：“你的伤口不能沾水，我先帮你洗。”花荣没有逞强，坦然接受江云追的帮助。最后一件衣服脱下，江云追的眼神变得幽暗，落在花荣肌肤上的手也滚烫了些。
眼看气氛变得旖旎，江云追指尖却探到一抹红。你还受了其他伤？江云追冷静了些，花荣浑身都红透了，垂眸说：不是受伤，是奴婢的月事还没结束。江云追这下彻底清醒了，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花荣是故意的。他知道月事还没结束，他什么都做不了，却还是让他帮忙洗澡，要他难受。花荣浑身的肌肤已经变成粉色，沾了水，像染着晨露的粉河，诱人极了。江云追虽然意识到花荣是故意的，却还是难受的发疼。深吸几口气，江云追有些不确定的问：你在生气？没有。花荣眨巴眨巴眼睛，一脸无辜。少爷今晚为了替奴婢出气，把贺老板伤成那样，奴婢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跟少爷生气呢？你气的是我和萧明幽又纠缠到一起了。不知为何，江云追没有底气在花荣面前说出这句话，只能咬牙压下不断翻涌的欲念，继续帮他擦洗身子，然后上药。药快上完的时候，花荣突然说：昨天奴婢没有丢下王妃一个人逃跑，是王妃砸杯子惊了蛇，那条蛇朝奴婢冲过来，奴婢才跑的，那条蛇就跟在奴婢身后，若非如此，少爷也不会在第一时间把他斩杀。江云追动作一顿，说：抱歉，是我误会你了。对啊，这是一场误会，可王妃选择了隐瞒真相。江云追猛然抬眸看着花荣，他明明什么都没有说，花荣却感受到了他对萧明幽的维护。即便如此，花荣还是没有停下，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没有这次地洞，王妃隐瞒真相，奴婢就不仅仅是被吊在树上一天一夜，而是被挖掉眼睛。第99章，是王妃跪着求奴婢的。花荣说完那句话后，屋里就安静下来。许久之后，他听到江云追说：我会向太子殿下说明真相，只是说明真相，并非要还他一个公道，甚至连让萧明幽道歉的想法都没有。这和当初在云山寺的情况一模一样。花荣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时日在江云追面前演那么多戏博取的同情，在萧明幽面前依然不值一提。萧明幽是江云追喜欢的人，哪怕早就嫁为人妻，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她只是被继子养大的婢女，生下来就卑贱如泥，所以她的身体和感情都可以被玩弄。就算她差点被挖掉双眼，也不配得到一句道歉。花荣早就认命，心脏却还是闷疼的厉害，视线也因为委屈变得模糊。但花荣没有哭，她收回手，自己咬着纱布打好结，淡淡的说：只要少爷愿意相信奴婢，太子殿下知不知道真相对奴婢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花荣的语气和平常不太一样，江云追有些愧疚，正想说点什么弥补，地面再度晃动起来，又地动了。江云追反应很快，一把将花荣揽进怀里，跑出屋子。这次地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只摇落了几片屋顶的瓦。江云追的心跳很快，横在花荣腰上的手很用力，用力到给花荣一种他好像还是有些在乎自己的错觉。不过错觉之所以是错觉，是因为他转瞬即逝。花荣刚站稳，江云追就放开他去找萧明幽。太子留下来照顾萧明幽的亲兵都被支走，阴府的下人不一定能保护得了他。花荣不想去看萧明幽演戏，去了厨房找吃的。这2天他都没能好好吃饭，肚子饿得厉害。厨房没什么剩菜，只有几个冷馒头，硬邦邦的，味同嚼蜡。花荣艰难地吃掉半个，江云追便寻了过来。已经是后半夜，夜风吹散乌云，清冷的月光倾洒而下，没有灯火，花荣也能看到江云追有多怒不可遏。之前你来给他量尺寸，就知道他住在东篱院，那天为什么不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江云追牙缝里蹦出来的。距离近了，花荣发现他的眼底除了愤怒还有心痛，就像是自己万般珍爱的无价之宝被人弄出了瑕疵。花荣又咬了口冷馒头，平静地说：奴婢不明白少爷的意思。江云追的耐心耗尽，一把揪住花荣的衣领，大声吼道：就是太子说要夜宿东篱院那天，你明明知道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江云追吼完，萧明幽便赶了过来。月光下，他穿着素白纱裙，身形单薄，摇摇欲坠。萧明幽来到江云追身旁，拉住他劝说：阿追，不是花荣姑娘的错，是我自己不好，你别生她的气。萧明幽是哭着的，江云追一想到萧明幽这些时日都在忍受太子的凌辱折磨，就恨不得要杀人。如果花荣早点说出来，他说不定可以救下他，说不定是齐王妃跪着求奴婢不要说出来的。咽下嘴里的馒头，花荣一脸坦然地看着两人。萧明幽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下意识的要否认，又听到花荣说：奴婢来为王妃量尺寸那日，太子殿下并没有认出奴婢，当着奴婢的面强吻了王妃。奴婢当时就想回来告诉少爷，但王妃说她已经害少爷被逐出家门，不能再害少爷出事。为了让奴婢保守秘密，王妃不惜向奴婢下跪，甚至以命相挟。萧明幽刚刚在东篱院对江云追说，他和齐王并未圆房，根本没什么夫妻感情，是太子用江云追的性命要挟他才屈服就范的。如果这个时候他说自己没有让花荣保密，江云追知晓后必然会到太子面前大闹，那他为了江云追委身于太子的说辞就有些矛盾了。
一时之间想不到更好的应对之策，萧明优只好顺着花荣的话说：“是我让花荣姑娘不要说出来的。阿追，你错怪花荣姑娘了。”听到萧明优的话，江云追的怒火消了大半。花荣温吞吞地说：“当时王妃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奴婢看着都心疼，但为了不让王妃的一番深情白费，奴婢只好答应下来。这些时日被少爷各种误会，也不曾辩解。王妃方才没跟少爷说清楚缘由吗？”花荣才跟江云追解释了毒蛇的事，这会儿再出现类似的事，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萧明优是故意在制造误会了。江云追眸子微沉，萧明优并不知道花荣之前和江云追说过什么，只是他现在不能反驳花荣的话，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歉然地说：“方才又来了一次地动，我太害怕了。阿追知道真相后又很冲动，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实在抱歉，让花荣姑娘受委屈了。”王妃言重了，奴婢不委屈。吃完最后一口馒头，花荣拍掉手上的馒头屑说：“能见证少爷和王妃的感情，是奴婢祖上积德。”花荣的表情和语气都很诚恳，说出来的话却莫名让人觉得有些阴阳怪气。萧明优皱眉，刚想说话，太子大步走来，身后还跟着一大波举着火把的差役。皇婶不在房间待着，怎么会在这里？太子现在是真的很喜欢萧明优。第二次地动发生后，因为担心萧明优的安危，丢下一堆政务都要赶回来看他。见萧明优和江云追站在一处，太子顿时心生不悦，萧明优则面露害怕，怯生生地躲到太子身后。方才又地动了，江三少爷说这里安全些，妾身就跟着来这里了。知道太子对萧明优做了什么，再看到太子，江云追满肚子都是火，但萧明优站在太子身后，看向江云追的眼神满是祈求。江云追最终还是克制住没有发作，冷冰冰地问：“府里还有这么多人守着，王妃不会出什么事？殿下那么忙，怎么还亲自回来了？”晚宴的时候，江云追没给太子面子，太子这会儿看他也不顺眼，板着脸说：“本宫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说完看向花荣：“你跟本宫走。”第100章，奴婢不觉得自己可怜。殿下要带他去做什么？江云追挡在花荣面前，一脸防备地看着太子。太子没有正面回答，斜睨着江云追反问：“本宫做事还要向你交代？”之前太子对江云追客气，看的是忠永伯府的面子，现在江云追让他不痛快，他不给这个面子也是可以的。江云追噎了一下，说：“她是我的婢女，我和她一起去。此事涉及朝廷机密，你无官无职，不能参与其中。”太子毫不犹豫地拒绝。江云追面沉如水，却找不到理由辩解。“少爷放心，奴婢不会有事的。”花荣没有看江云追，越过他随太子离开。后面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地动，屋里不安全。太子处理政务的地方换到了城里的书院，书院有大片空地，这会儿已经聚集了很多避难的百姓，有衙役在这儿维持秩序，但还是闹哄哄的。太子自然不可能和这些人同住，书院另有院落，环境清幽，屋子也特别加顾过。刚走进院子，太子就把萧明优搂进怀里，随行的人全都退出院子，花荣也想跟着退出去，被太子叫住：“站住！”花荣便站在原地，低垂着脑袋装木头。“殿下，外面有人。”萧明优软声提醒，带着3分抗拒，7分害怕。这招欲拒还迎用的比风月楼里的妓子还要熟练。太子有些痴迷地抚着萧明优的脸，冷悠悠地问：“本宫明明安排了人保护皇婶，皇婶把他们支开是什么意思？”地动发生后，一切都乱了套，牢里已经有好些囚犯越狱，萧明优若是想趁乱逃跑也是有可能的，尤其是还有个江云追做帮手。太子很不喜欢有什么人或是脱离掌控的感觉。萧明优从太子的话里嗅到危险，连忙解释：“妾身看到路上很多人受伤，就让他们去帮忙了，妾身没有别的意思。”“是吗？”太子的手从萧明优的面颊滑到他的脖颈，然后是胸口。萧明优不知是害怕还是紧张，呼吸很快，胸口起伏很大，指尖下的触感很软。太子眸子一暗，竟是直接把萧明优抱起来压在了院墙上。“殿下！”萧明优惊呼，回应他的是碎裂的衣钵声。萧明优没能再说出完整的字句，喘着哭着，声音不大，却媚到骨子里，叫人发疯。太子被他勾了魂，竟压着他命令：“优儿，说你爱我。”身份的束缚和世俗的隔阂早就被太子抛到脑后，他的眼里只能看到萧明优，只想让他彻底臣服。“殿下，不可以，妾身……”太子对萧明优的回答并不满意，抱着他进了屋。破碎的哭喊断断续续从屋里传出，半个时辰后才停歇。太子传了热水，没人敢进屋，便把这个难题丢给花荣。花荣没有推辞的余地，提着热水进屋，等花荣把浴桶倒满，太子才抱着萧明优过来。看样子太子是要亲自给萧明优清理。花荣正要退下，萧明优开口说：“殿下，能不能让花荣姑娘帮妾身清理？”萧明优约莫是顺了太子的一说爱他，太子的心情明显比之前好了很多。反正花荣只是个弱女子，太子料想不会出事便同意了，捏着萧明优的下巴又亲了一番。太子走后，
花荣拿着帕子帮萧明幽擦身子。萧明幽见花荣腕上的纱布被打湿，故意问：“花荣姑娘的伤不能沾水吧？”“是。”花荣平静的回答，并不指望萧明幽会发好心放过自己。萧明幽假惺惺的露出怜悯之色，叹着气说：“真可怜，你都伤成这样了，阿追还为了我那样冲你发火，如果我是你，恐怕都不想活了。”方才花荣将了萧明幽一军，萧明幽忍不了这口气，故意说话刺激花荣。花荣并不在意，又抹了些皂膏在萧明幽背上，压低声音说：“奴婢倒不觉得自己可怜，少爷好歹还把奴婢当个人看，不会露天席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强上奴婢。”“你……”萧明幽没想到花荣敢这么说自己，刚想骂回去，花荣却先一步拔下他头上的玉簪，把他摁进浴桶里。水还是热的，萧明幽毫无防备，呛了很多水进去，过了会儿才拼命地挣扎起来。太子听到动静冲进耳房，花荣瞄准时机把萧明幽拽出水面。“怎么回事？”太子掀开花荣，把萧明幽抱进怀里。呛了太多水，萧明幽说不出话，咳得停不下来。花荣跪在地上，双手承上玉簪，启禀殿下，齐王妃方才想用这支簪子寻短见，奴婢为了抢夺簪子，害齐王妃呛水，求殿下恕罪。萧明幽挣扎的时候，把花荣腕上的纱布都扯开了，还在花荣胳膊上抓出几条抓痕，让花荣的话看上去很有说服力。太子的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他阴沉着脸掐住萧明幽的脖子：“你刚刚不是说爱本宫了吗？怎么一眨眼又要寻短见？”今晚第二次地动，太子还担心萧明幽的安危，丢下所有政务亲自去找他，可他竟然宁愿死都不肯待在他身边，这让太子觉得自己的一片真心被扔到地上狠狠践踏。他可是昭陵的储君，难道还比不上一个重病缠身的糟老头子？太子越想越气，手也不住的收紧。萧明幽的脸很快发青，花荣适时上前去拉太子的胳膊：“殿下，快松手，再这么下去，王妃会死的。”死这个字眼惊醒了太子，他连忙松开萧明幽，把人抱到床上。萧明幽面色青紫，已是气若游丝。太子厉声让人宣御医，花荣则压着萧明幽的胸口按起来。“你在做什么？”“奴婢在救王妃。”花荣一脸着急，看上去比太子还要担心萧明幽的死活，接连按了10来下，又说：“请殿下给王妃渡几口气。”太子半信半疑，渡了几口气给萧明幽。萧明幽终于悠然转醒，太子松了口气，没有刚刚那样生气了，抓着萧明幽的手说：“本宫刚刚气昏了头，才会那样对你。你以后好好的，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本宫就会一直对你好，知道吗？”喉咙痛得厉害，萧明幽说不出话来，只默默流泪。在太子没注意的时候，看向花荣的眼神怨毒又可怖。花荣人由他看着，颤抖的手一点点平复下来。